苍天呐，我感觉我近视了，因为我看不到我钱包里的钱。两世为人，上辈子穷完这辈子还穷。老天爷呀，啊呀！我知道我很帅，但你不能妒忌我啊！大街上，一名男子双手高举，眼神紧闭，对着苍天诉说着自己的苦难。男子样貌极为俊秀，一头洁白的短发随风飘扬，整个人身姿挺拔，单单看一眼便能被其帅气的外表吸引。男子的奇怪举动自然也是吸引了旁边很多人的驻足讨论。快看，那个小哥哥好帅啊！是啊，他的头发还是白色的，难道是天生的吗？帅是很帅，就是脑子有点问题，太暴殄天物了，这么帅的人竟然是个神经病。周围人的议论纷纷，自然也是传入了男子的耳中。我靠，什么叫我是神经病？你们没体会过哥的感觉，怎么会理解哥心中的难受呢？听着周围人的议论纷纷，墨染心中是有万千草泥马奔腾而过，睁开双眼，红色的眼眸注视着天边落下的余晖，思绪在这一刻放远，回忆起了从前的记忆。上一世的墨染在回家的时候一个不注意，被一辆异世界大卡车直接就给送到了这个平行世界的蓝星。来到这个世界便是天狐开局，双亲消失，孤儿院出场。看到自己如此开局，那时候的墨染便认为自己肯定是拿到了主角光环，以后定是能平步青云，一路高升把歌唱。然后都现在 TM21岁了，还是口袋里一点币钱都没有。痛，太痛了，哥的心好痛啊！唉，我的心好痛。嘤。叹息了一口气，墨染开始转身，准备返回自己的出租小屋。结果一个转身便撞上了一位迎面走来的青年。操！你 TM 眼！暴脾气的墨染怎么能忍，当即便转身就要开骂。结果便看到那位青年身体一软，就这么直挺挺的倒在地上。墨染，我去，大哥，你什么意思啊？讹人呐！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这样子还有王法吗？青年的突然躺下，着实把墨染吓了一大跳，赶忙一步接着两步迅速远离。结果那位青年并没有任何反应，只是躺在地上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啥情况？这少年是嗝屁了？墨染着实被这一幕搞懵逼了，刚想向周围的人寻求帮助，结果就发现周围的人也如同这位青年一样，身体一软便全部跌倒在地。我靠，什么情况？出啥事了？墨染看着周围人这一幕幕的表现，整个人直接原地懵逼。等等，为什么我感觉我的好像也有点。墨染突然感觉自己脑子很晕，整个人也是双眼一黑，无力的瘫软在地。死，头好晕啊，怎么回事？墨染捂着自己晕乎乎的脑袋，刚要起身，咚一声沉闷的响声传来，墨染的脑袋结结实实的撞在某个物体上。哎呦我去 ，TMD， 什么情况？这生猛的一下，着实把墨染给干清醒了，当即破口大骂起来。不是，这是哪里？什么情况？墨染此时震惊的发现自己似乎被罩在一个透明的光罩中，光罩不大，只留有一个人坐下的空间，完全不足以站起。光罩是透明的，此时外面的景物墨染看得一清二楚。这里是丛林，墨染发现自己似乎正处于一个平坦的草地，入眼所及之处有很多树木，有不少的灌木丛分布在各处，在旁边有一条非常宽敞的柏油路面，而且一眼望不到头。我尼玛，这是来到了哪里？墨染看着周围这离谱的环境情况，脑子瞬间没有运转过来。就在墨染还在懵逼中时，一道声音从上方的天空中响了起来，精准的传入墨染的耳中。第二章全民载具求生游戏。各位蝼蚁们好，欢迎来到这个绝望的游戏世界。你们将永远待在这充满灾难和怪物的游戏中，是留在原地绝望与哭泣，还是拼尽全力的一路走下去？或许能有脱离这个游戏的希望哦。哈哈哈哈哈！现在就来为你们这些蝼蚁们讲解一下这个游戏世界的生存法则。一，所有人在这里都只有一条命，一旦死了就是真正的死亡，请爱惜自己的性命哟。二，每个人都拥有一次抽取载具的机会，请无比珍惜你的载具，它可以很好的保护你的安全，当然你也要保护好它的安全。三，如果你不幸失去了你的载具，那么那些拥有载具的人便是你最好的选择，前提是你能够做到。四，每个载具都会绑定所抽取的人，如果你无法将其杀死，那么你将无法夺取他的载具，牢记这点哦。五，再次强调一遍，所抽取到的载具对你十分重要，没有它你将失去一切，甚至是玩家的资格。切记，你们的载具非常重要，它将是你的第二条生命。六，你们不仅要应对各种危险的怪物，还有无比恶劣的天气等待着你们，适应不了的蝼蚁们将会十分凄惨的死亡。七，
你们必须不停地收集各种资源，制造出更加强力的武器及护甲，同时对载具进行各种强化升级，这些都是保障你能否生存的关键。8. 在这个游戏的随机地方分布着许多神秘的秘境，里面有着非常丰富的奖励，但也有无比强大的怪物。在里面探索的时候，小心不要将性命丢在里面。9. 各种武器护甲以及载具都有耐久，你需要时刻的关注它们，它们将在随时的战斗中损坏，这将成为你必死的结局。10. 各处散落的箱子是你们获取资源最主要的途径，但一定要多加注意哦，里面可能是非常丰富的资源，也可能是足以杀死你的危险。11. 你们可以相互之间组队合作，这会使你们的实力大大增加，但是你真的清楚这些身边的人值得信任吗？12. 你们也可以进行相互杀戮，掠夺他人所拥有的资源，这是你最快的发育方法，毕竟弱者只有死路一条。13. 中间的道路是较为安全的地方，但所获得的资源也是最少的，你可以深入道路两旁，里面的资源最为丰富，同样也有未知的危险。至于怎么选择，一定要好好的在脑海中思考一下。14. 游戏中有世界频道可以聊天，有区域频道可以交流，也有私人频道可以说悄悄话，当然还有交易市场进行交易。15. 将不定时推出好玩的小游戏，至于什么时间，这全凭我的心情。我会在最后半天的时候通知你们游戏的内容，凡是在游戏中失败的，将被永远抹除生命。16. 求生游戏不需要残次品，那些年龄很小或年龄很大的，通通不会进入本游戏。17. 游戏已为你们处理不同的声音与文字问题，无需担心交流与文字的问题。每人开局都将获得一根撬棍，它将是你用来开启箱子以及防身的最好帮手。附带的还有3瓶水以及3个面包，这些将是你为数不多的口粮。请抓住宝贵的时间，在这些口粮消耗前寻找到食物。然后在这里恭喜各位蝼蚁们，我在这大发慈悲的告诉你们，第一次的小游戏将在3天后开始，最后半天将告知你们游戏的内容，请提前做好准备哦。各位蝼蚁们，游戏将在10秒后开始，请拼尽全力，不择手段的存活下去吧。默然此时看着上方的倒计时，10秒的数字正在飞速跳动。3、2、1，开始。第3章 Sorry 啊，骚年。随着倒计时的结束，笼罩在墨染头顶上的防护罩也是瞬间消失，同时前方的地面上出现了3种物品，分别是一根红色的撬棍、3瓶没有标签的矿泉水和3个没有标签的面包。看来这些就是新手物资了，还真是抠，就这么点事，怕人吃太饱了撑死吗？看着面前这堆穷酸的物资，墨染内心是一阵的吐槽。不过吐槽归吐槽，这些东西可不能不要。墨染开始向前，准备弯腰拾取地上的物品。就在这时，一道苍老的声音在墨染的脑海中响起：“哦吼吼，墨染兄弟你好啊，实在抱歉这么久才联系你，主要是我这2颗的网络实在是太慢了。现在这则消息你听到的时候，估计已经20多岁了吧？那我也不卖关子了，我是来给你送属于穿越者的外挂的。首先便是第一个外挂，无限，你每天都可以获得一次赋予一样物品的特性无限，想必这个一定能让你发家致富吧。接着我给你买1送2，再免费送你一个危险感知，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在第一时间内提醒你。还有一个便是透视，只要眯起眼睛便能看透一个东西的内部。但我要在这边说一下，偷窥的话这种事要少做。当然最后再送你一点小礼品，再给你增加一点点的小幸运。”当墨染听清楚脑海中的声音后，整个人先是一顿，随后直接狂喜。哈哈，外挂，我的外挂终于到了，等了这么多年太不容易了，而且还送了我这么多外挂，老天爷，我真是爱死你了。墨染瞬间原地兴奋的手舞足蹈，直接360度跳个托马斯回旋舞。但接下来那道声音说的话却让墨染亚麻呆住了。哈哈，其实给你这么多奖励是希望你不要生气，其实你原本是不用嗝屁的，主要是我手底下那员工晚上开车竟然还喝啤的，结果一个没注意就把你给撅死了。不过你放心，我不仅严厉的惩罚了他，还狠狠的扣了他一笔工资，所以送了你这么多的好东西，也是希望你不要生气。我也在这里祝贺你事业高升，丁丁暴涨。好嘞，就这样，我要说的话便只有这么多，拜拜了你呢。随着脑海中的声音最后一句说完，墨染微笑的嘴角开始缓缓归于平静，沉默是无声的咆哮。再过了3.14秒后，墨染直接原地爆发了。啊！你大爷的！你个！我 TM 就说送这么多好东西，原来是为了堵住我的嘴！啊呀！你个老逼灯！我操你！墨染在这几分钟中直接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呼！不生气，不能生气，生气可是容易短命的。
默然不断的在心中安慰自己，同时深深的吸了几口气，平复下心中那暴躁的心情。算了算了，反正外挂已经到账，就勉强原谅你了。哼，我才不是吃人手短，绝对不是。默然甩了甩脑袋，将心中不好的心情甩去，上前将地上的物资点起。默然今天穿的裤子和外套都有非常大的口袋，3瓶水揣在衣兜里，剩下的3个面包则是揣在裤兜里。将地上的撬棍拎了起来，在手中掂了掂，非常的有分量。这就是传说中的物理学圣剑吗？看来还真是不错。默然抓住撬棍甩了甩，发现异常的顺手。对了，听说好像每个人都可以免费召唤载具。默然这时想起似乎还有召唤载具这一件事，当即也是来到了公路上，打算召唤一辆，看看能召唤出什么样子的载具。第4章面板。默然在心中一个意念，一个透明的蓝色面板便出现在他的面前。面板是一块巨大的长方形透明物体，里面被分割成了3部分。哇，好神奇啊，就像在玩一个沉浸式的虚拟游戏。默然伸出手指触碰了一下面前的蓝色面板，竟然从指尖上感受到一股触感，仿佛这个东西就存在那边一样。默然左瞧右看，开始浏览起这块面板上的信息。最中间的部分是分割最大的，里面正有一个小型的默然 3D 投影，上面记录了默然此刻的身体数据，在他的旁边还有一排的小格，这一排小格子从上到下分别对应了默然此刻身上所装备的东西。玩家默然，性别男，年龄21岁，身体状况良好，身体所受负面影响无，心情略微兴奋，绑定载具未抽取，护甲页面，头部无，上身长袖带帽卫衣，下身长腿卫裤，脚部普通运动鞋，手部无，综合防御力判断极度脆弱。武器页面，当前装备武器一根普通的撬棍，在这块蓝色面板的左上角正有一个小正方形的头像，里面的头像此刻正是默然的大头照，在其下方分割出几块区域，分别是世界频道、区域频道、私人频道还有市场交易。不过这几块区域此刻正处于灰色状态。默然尝试点击这些灰色的区域，面前便立刻弹出一个信息框，你未拥有载具，无法进行开启。随后默然将视线转到右边，这里也是被分割出了几块区域，右上角的区域分割出一排，分别记录了默然当前所拥有的物资，在其下面也同样分割出了几个区域，这些区域分别是武器制造、护甲制造、装备升级与修复、载具信息、载具装备、载具武器、载具升级与修复。这些区域同样都是灰色的，默然也是点击了一下，那个熟悉的信息框便再次出现在了面前。难怪说载具非常重要，这一旦失去载具，这些功能就无法使用了。看来载具是这个游戏的核心，不愧说是第2条生命。看着那条提示，默然的脸上也是浮起了一抹凝重，还是先把载具抽取一下，到时候就能将这些功能全部解锁。不清楚我能得到什么载具，希望能来个牛逼点的。想到这里，默然没有犹豫，直接点击了抽取载具。是否抽取载具？是否。新的页面弹出，默然直接点击了是。载具抽取中，抽取的面板出现，同时伴随着一道电子音传入脑海。看着这个页面，默然的心也是不免紧张起来。给我来个牛逼的，全游戏中最牛逼的，超级唯一的，要有超级强大的火力，又有超牛的装甲。默然双手紧握，双眼紧闭，开始在心中一遍一遍的默念着。虽然他也不清楚这样做有什么用，但就是为了图个心理上的安慰。在载具抽中抽取，面前的面板突然一阵波动，上面的字体突然扭曲起来，整个面板也泛起了一些碎块和雪花，似乎被什么给干扰了。但此刻的默然正双眼紧闭，并没有察觉面板当前的情况。咦，这都过了几十秒了，怎么还没反应？需要这么久吗？等了一会儿，默然并没有听到什么新的信息。就在他打算睁开双眼时，一道电子合成音传入了他的脑海。第5章 Mouse 属是超重型坦克，载具抽取成功，你所获得的载具是 Mouse 唯一。听着脑海中的这道电子合成音，默然瞬间就疑惑地睁开眼睛。啥玩意 Mouse 这个名字怎么有点熟悉，我好像在哪里听过。看着这个英文名，默然突然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自己似乎在哪里听说过，但现在就是想不起来。就在这时，一道黑影突然将默然笼罩，正在低头沉思的默然也是发现了，立马抬头一看，我操，这竟然是这个！我就说为什么名字这么熟悉，这 TM 不就是属是超重型坦克吗？
当墨染看清楚眼前的东西后，整个人瞬间被震惊的退后几步，剧烈收缩的瞳孔中映照出了一个大家伙，那是一辆长12.14米、宽3.67米、高3.66米的庞然大物。在这巨大的车身上，一门巨炮正稳稳当当的于上方，全车上下以灰色为主，在阳光的照耀下透露着一股历史的沧桑感。我尼玛不是在做梦吧？是属实，真的是属实！墨染不敢置信地来到面前，伸出双手在其上面抚摸起来，冰凉又坚硬的触感通过双手传达进墨染的脑海中。是真的，是真的！哇哇哇！呜呼！是真正的属实！我第一次摸到了真正的属实！墨染瞬间原地蹦起，整个人开心的像个20多岁的小孩子。就在这时，一道响彻游戏的电子合成音传了出来：恭喜玩家墨染获得全游戏唯1级载具，让我们热烈的恭喜他！同时为其赠予一个额外礼品——载具辅助模块宝箱，让我们恭喜他！这道声音还变成字幕，在墨染的面板上滚动过去。这道声音也将墨染从兴奋中拉了出来，一抬头便看到了这串字幕。我操！你这叫恭喜？你这是在给我引火烧身吧？看着这串滚动过去的字幕，墨染的嘴角都不禁抽了抽。这不就是故意的吗？这真是生怕别人不知道吧？下一刻，一个造型奇特的金色宝箱缓缓出现，墨染伸出双手接住了这悬浮在空中的宝箱。这宝箱的造型看起来还挺新奇的，重量有点轻，里面好像没声音。墨染拿着宝箱上下晃了晃，里面没有发出一丁点声音。算了，先到属实内部看一下，也不清楚长啥样，会不会与我前世的有差别？毕竟在这个平行世界的蓝星里，我可从未听过坦克的名声。在墨染所处的这个平行世界里，是没有所谓的坦克这种东西。墨染左手夹着宝箱，右手弯腰拎起地上的撬棍，开始围绕着坦克外面转圈。咦，这辆属实坦克好像有点不一样，这外面为啥没有进入的缺口？看着从上到下光滑平整，仿佛是一个整体的外部，墨染一下子就犯难了，都不清楚该从哪里进去。就当墨染转到后方时，一道金属的开启声瞬间响起，声音很细微，但还是被墨染敏锐地察觉到了。哐啷！墨染迅速扭头看去，便发现后方的钢装甲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长方形的印子，随后那块长方形的钢装甲下沉了一些，然后向着旁边移动开来，一个通往里面的入口便陡然出现。我去，这隐蔽性全自动门，那时候的属实有这玩意儿了。看着那个开启的入口，墨染整个人都震惊了。咕嘟，难道这辆属实与我认知中的不一样吗？墨染看着那扇开启的入口，心中不免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兴奋。进去看看。墨染一步迈出，一头便钻了进去。身后的那块钢装甲在墨染进入后，缓缓从旁边移动过来，随后重新复回原位，表面又恢复成了完好如初的样子，根本没有人会发现这有一个入口。第6章内部，好厉害，完全和钢装甲融为一体了，根本没有人会发现这是一个入口吧？看着那缓缓关闭的入口，墨染心中更加兴奋了。啪嗒，一道声音响起，伴随着洁白的灯光驱散黑暗。墨染也在这灯光下看清楚了这内部的结构。内部的空间大约25平米，和一个房间差不多。天花板上有2条灯带，光便是从那里面散发出来。周围的地面墙壁全部都是空无一物，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东西。而在那最前方，正有一张驾驶座椅，座椅呈现深褐色，看起来似乎是由真皮打造。在座椅的右手边有一根长长的拉杆，似乎是操控前进和后退。在他的面前是一个操控台，就像一张镶嵌在墙上的书桌，上面也是毫无东西，除了最中央一个类似赛车的方向盘。在这个操控台的下方，正有2个踏板相互挨在一起，而操作台上方的钢壁上正有一个长方形的观察口。不仅如此，还有一个类似于潜望镜的东西从上方垂了下来。嘞！看着周围的情况，墨染整个人瞬间呆愣在原地。不是吧？属实内部怎么可能是这种布局？这是啥情况啊？墨染缓缓来到最前方的操控台，一脸懵逼地打量周围的东西。就在这时，懵逼的墨染突然脑子一阵清醒。对啊，属实坦克的操作至少需要6个成员，而我只有自己一个人。还是说，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坦克，而这个坦克其实也不能算属实呢？经过墨染这么一想，好像也能解释这内部的情况了。想明白之后，墨染的心中也没有那么的疑惑了。看着这个座椅，墨染直接一屁股坐了上去。哇，这感觉舒服啊！这玩意儿不会是真皮做的吧？墨染瞬间就被座椅的舒适感给震惊了，双手爱不释手的在上面抚摸起来。这个好像叫什么载具装备模块，是能开出一些关于载具的装备吗？墨染的目光看向放在操作台上的宝箱，随后将其拿了下来。
呸！呸！看我一发出金！墨染搓了搓手，随后一把打开了宝箱。刹那间，一股金色的光芒从里面喷涌而出，照得墨染难以睁开双眼。我西尼玛，这还真出金了！看着那喷涌的金光，墨染不禁发出一声国粹。但很快，那耀眼的金光便缓缓消失，一块黑不溜秋的长方形盒子就这么掉落在墨染的怀中。啊，这是啥？一块黑不溜秋的板砖。墨染看着手上的这块黑色物体，整个人都懵逼就没停过。但是随即，这块物体的信息便出现在了墨染面前。载具模块人工智能辅助系统，是否立刻装备在载具上？是否？人工智能是个好东西，看这名字就非常的牛逼。墨染没有犹豫，直接选择了是。选择过后，面前再次弹出了一块新的面板，请选择人工智能的类型。实用型，拥有攻击、侦查、汇报等一系列功能，是你最强的辅助帮手，但声音冰冷，没有感情。华丽型，会唱跳、rap、打篮球，会聊天，会哄人睡觉，有无比甜美的声音，是缓解你寂寞的最好帮手，但除这些啥也不会。第7章，人工智能鼠鼠。看着这两个选项，墨染没有犹豫，直接选择了实用性。开玩笑，他需要一个花架子做什么？还缓解寂寞。身为钢铁直男的墨染来讲，寂寞是什么？是叫强者的孤独，是无上的荣耀。啪的一下，很快啊，这个模块便化作点点白光消散开来。不多时，一道没有感情的电子合成音便响了出来。主人你好，我是你的人工智能辅助，请为我命名。听着这道声音，墨染开始进行思考。我这应该算是鼠式坦克吧，那就叫它鼠鼠。我真是个取名的天才。你从今天起就叫鼠鼠，同时不要叫我主人，要叫我车长。墨染说道。不多时，人工智能便传来了信息。好的，车长，鼠鼠已就位，你可随时下达命令。听着这道声音，墨染满意的点了点头。鼠鼠，报告一下当前载具的全部信息。随着墨染话落，鼠鼠马上传递出了信息。好的，车长，现在为你报告载具信息。载具所装备武器如下：128毫米主炮 X1，75毫米同轴副炮 X1。所有备弹药如下：主炮备弹60发，副炮备弹200发。载具装甲数据如下：炮塔正面装甲240毫米，炮塔两侧装甲210毫米，炮塔后方装甲210毫米，车体正面装甲220毫米，车体两侧装甲180毫米，车体后方装甲160毫米，车辆自重188吨。载具推进系统如下：MB509 柴油发动机5000马力，最快前进速度25千米每小时，总储备燃油2560升。已报告完毕。随着鼠鼠的报告完毕，墨染脸上的笑容更加盛了。虽然这些数据可以通过面板查看，但他更喜欢这种播报的形式。鼠鼠，现在的话，你都有什么能力？墨染问道。毕竟刚才他查看了一下面板，人工智能要是想辅助车辆的话，是需要很多个部件模块的相互帮助。鼠鼠经过自检，由于缺少大部分功能模块，无法完成对车辆的绝对辅助，现如今可以辅助车长完成控制炮塔的上弹、瞄准以及转向。开火步骤将由车长你亲自进行，同时还能替你目测周围情况，并且能和你实时连接通话。鼠鼠暂时只能先做到这些。听完鼠鼠的报告，墨染也是稍微有了解。这样也不错，刚好我还在因炮塔的问题焦虑，现在也算是解决了。鼠式好呀，鼠式妙呀，火力强劲，装甲厚实，好像还有个外号来着，叫什么后勤噩梦？后勤。正靠在椅子上享受的墨染，身体突然一顿，随后猛地惊醒。鼠鼠，我们现在的燃油每100公里油耗是多少？墨染猛地说道。他的心中突然有了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报告车长，100公里油耗2600升。鼠鼠不带感情的声音传出，缓缓飘进墨染的耳朵里。第8章，无限燃油。听到这则报告，墨染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难看起来。我超，100公里2600升，这尼玛，完了，这油耗怎么养得起啊？这可谓是无限的吞油兽啊！无限啊！墨染当即就在椅子上抓耳挠腮，满脸的难受。无限，等等，我不是刚获得了穿越者的外挂吗？我尼玛在这纠结啥？这时墨染突然反应过来，自己竟然把刚刚获得的外挂给忘记了。操！我这智商，都怪我这张帅气的脸，全把智商的养分给拿走了。想明白后的墨染看向自己的面板，右上角所拥有的资源中，也是显示出了当前车辆里所拥有的弹药和燃油。把燃油给我改成无限的。墨染盯着燃油的数量，直接大吼一声。
然后在他一脸震惊的目光中，2560升燃油的数字突然一阵变化，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扭曲和闪退后，显示当前燃油的数字瞬间变成了一个无限符号。我去，真的可以，真的变得无限了。墨染不敢置信地揉了揉眼睛，多次将面板进行打开关闭。按标注着燃油的那个区域，上面一直显示无限符号，没有任何变化。哈哈，牛逼！芜湖，墨染兴奋地原地跳起，不停地欢呼着。兴奋过后的墨染重新坐回椅子，开始继续在面板上查看起来。我现在已经有载具了，聊天频道也已经解锁，或许我应该了解一下现在玩家的情况，以及他们获得了什么载具。想到这个，墨染直接点击了区域频道，一进到里面便能看到有很多消息正在飞速的滚动中。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会被带到这里？有没有人救救我？快带我离开这个地方！我能给你数不尽的财富。我本来在今天都被押上刑场了，结果竟然来到了这个游戏。哈哈，我要回家，我不要待在这里。太棒了，我不用工作了，再也不用996了。这个游戏万岁！这真的能叫载具吗？我整辆车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这玩意竟然还能跑。楼上的我比你好多了，车辆没有那么破，但里面完全就是最简陋的东西，收音机等东西都没有。我刚才在路上发现了个箱子，里面竟然开出了5瓶矿泉水。上面的消息滚动飞快，不过墨染也是捕捉到了很多信息，这里面还真是鱼龙混杂，有害怕的，有兴奋的，那还有几个蹲过的。墨染也是发现了那几个消息，都是那种里面罪大恶极的人，但也有一些人适应过来，已经开始寻找物资了。墨染自然也是看到了不少收获资源的消息，继续往下浏览，一则信息引起了墨染的注意。哈哈，我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竟然抽中了一辆新式越野机枪车，车上自带一挺1000发备弹的机枪，虽然车里面没有什么东西，但有这枪在，直接安全感爆棚啊！哈哈，这是一位名叫张天的男子发言，头像里是一位面容看起来很刚正的人，在他的底下有很多人特别的羡慕，甚至有甚者想与其组队。这人的运气可以啊，越野机枪车也算这个平行世界挺强的东西了。不过看来他这个车也是经过删减，只保留了动力和武器系统。第9章，属士的第一声咆哮。在区域频道和世界频道浏览一阵后，墨染也是整合出了几点消息。首先第一点，这些玩家之中有好有坏，鱼龙混杂，所以对每个人保持警惕比较好。第二点，道路以及两旁有几率出现箱子，可以利用撬棍打开，里面可以随机获得资源，但也会遇到各种危险，已经有人招此毒手。第三点，道路两旁的资源可以收集，但前提是需要对应的工具。第四点，想要制造物品的前提是必须得收集到相关图纸之后才能收集资源进行制造。第五点，市场交易的物资是以物换物，双方将所交易的东西放置平台，由平台完成交换。第六点，每个人抽到的载具大部分都是非常的破损，除了有些运气较好的抽到品质不错的载具，但无一例外，所有的载具都被进行了简化，只保留了动力，有些个别还有武器。第七点，也是墨染最兴奋的一点，载具中的弹药和燃油都属于物品，所以可以单独分离出来，放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哈哈，看来我有一条发家致富的野路子了。墨染看着自己那无限燃油，兴奋地搓了搓手。不过现在还是先出发寻找资源，我可还没有开过鼠鼠呢。墨染转动椅子，看向面前的方向盘，兴奋地搓了搓手。方向盘是类似赛车的模样，抓握的地方在两边，上面有4个按钮，分别写着启动、主炮、同轴副炮和前望镜。墨染拽过椅子旁的安全带，将其牢牢地扣好。呼呼，来了！发出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声咆哮吧！墨染双手抓住方向盘两侧，右手大拇指迅速按下启动按钮。嗡嗡嗡嗡嗡嗡，响亮的嗡鸣声传出，到最后越来越响，越来越响。轰隆隆隆隆隆，剧烈的轰鸣声瞬间传出，仿佛是一只猛兽发出了怒吼。前方车体两侧的排气口瞬间喷出了猛烈的黑烟。芜湖，响了响了！墨染兴奋地欢呼一声，将右边那个长长拉杆往前搬，右脚踩住最右边的踏板，随后猛然踏下。轰隆隆，柴油发动机爆发出更为强烈的怒吼，鼠式坦克开始缓缓运动起来。2条1100毫米的履带开始在地上挪动，发出了刺耳的金属摩擦音。哇哇哇！我竟然在开坦克啊！家人们谁懂啊？我一个人竟然开走了一辆鼠鼠！墨染兴奋地欢呼雀跃，透过面前那个长方形观察口，可以清晰地看到外面的情况，以及两旁向后移动的景物。鼠鼠，替我侦查周围，如果发现木箱就立刻告诉我。正在开鼠式的墨染说道。鼠鼠明白，以在可是1000米范围内为你留意。
鼠鼠不带感情的电子合成音传出。鼠式经过起步，速度也随着行走越来越快，后稳定在了30。虽然是在平坦的柏油路上，但这30的速度还是太慢了。以后如果有更好的引擎或者一些装备的话，没准速度可以飙一飙。墨染一边开着鼠式，一边查看着面板上的车辆信息。第10章炮击。交易市场上已经开始有东西了，不过这些人也太奇葩了吧！一块石头换一瓶水，这纯脑子有崩。墨染一手操控着鼠式，一只手在市场频道上翻找起来。报告车长，右前方1000米有一处河流，河岸边正有一个木箱。就在这时，鼠鼠的声音传了出来：终于有物资箱了，去那边看看。墨染立刻停下手上的操作，双手抓住方向盘，随后向着右边开始转动，只需要转动一些，鼠鼠便开始缓缓转向，车子渐渐驶离中间的柏油路，向着右边的密林深处进入。墨染此时还位于一片森林之中。嘎吱，嘎嘣，咔嚓，鼠鼠以势不可挡的趋势向前行进，前方的所有树木尽数被其碾压折断。这树也太多了吧，观察口都看不太清了。看着被大量树叶阻挡的观察口，墨染按下了方向盘上的观察镜按钮，上方那个潜望镜开始缓缓降落，抵达了墨染的眼睛前方。这个不错，可以看得更远，并且只要略微转动一下，就可以向着左右旋转。墨染一边驾驶着鼠鼠，一边时不时的用手转动一下潜望镜。没有多久，随着面前最后一棵树木碾断，墨染也是成功的来到了河岸边，便看到一个木箱正稳稳当当的放在那里。箱子还挺大，这大小估摸着有3-4米了。墨染通过潜望镜成功的观察到了那个木箱。对了，看得仔细一点，墨染还眯起了眼睛。随着眼睛眯起，那个木箱竟然开始变得透明，面装载的东西便显现了出来，那是一只体型巨大的黑毛野猪。我去，我这透视还能这么用？墨染看这一幕，瞬间就被震惊了。不过箱子里面竟然有只野猪，看这体型，哪怕是个成年男子都干不过吧。看着那箱子中的野猪，墨染不禁感到十分庆幸，幸好他拥有透视，否则就那么上去的话，恐怕已经被拱死了。那野猪我肯定是不能上去跟他干的，不如就在这里试一下大炮的威力。想到这里，墨染突然间就兴奋起来了。鼠鼠，同轴副炮瞄准，目标前方那个木箱。思索过后，墨染决定使用副炮，毕竟主炮的动静可能会非常响，墨染可不喜欢这么招摇过市。鼠鼠明白，副炮开始进行瞄准，巨大的炮塔开始转动，缓缓面向那个木箱。主炮旁边的同轴副炮开始上下调整，对准面前那个木箱。报告车长，同轴副炮已瞄准完毕，你可随时开火。没有多久，鼠鼠的声音便传了出来。好嘞，吃我一记炮击！墨染大喊一声，迅速按下同轴副炮的按钮。轰！一道炮响传出，75毫米口径的副炮喷出一抹闪耀的火焰，一颗炮弹疾驰而出，远处的木箱只在眨眼间便被粉碎，里面的那头野猪也在顷刻间分崩离析，成了一地的碎肉。没有多久，满地的碎肉和木屑一阵变化，成了几块猪肉和几个木板。死！75口径的声音这么大吗？看来得准备一个耳塞了。墨染捂住耳朵，他没想到这炮的声音能这么响。过了一会，墨染也是缓了过来。鼠鼠，观察一下周围，看是否有未知的危险。墨染此时从座椅上下来，他也是看到了那几块猪肉和木板，所以打算出去外面收集。不过在出去前，他还是让鼠鼠巡视了一遍，毕竟安全最重要，警惕是需要有的。鼠鼠明白，现在开始扫描周围环境。第11章再次修整。没有多久，鼠鼠的声音便重新传出。报告车长，周围1000米范围内一切正常。那好，你继续保持侦查，一有情况立马通知我。墨染回了一句，拎起地上的撬棍便向着后方走去。明白，车长。来到后面，面前的钢装甲缓缓移动开来，外界的光线透了进来，墨染直接顺着出口走了出去。随着双脚踏在土地上，墨染也是成功的来到外面。头顶的太阳已经开始偏西，阳光的照射也没有那么的强烈。来的时候差不多快中午，没想到现在已经2点多了。看着西斜的太阳，再看一眼面板上的时间，墨染不禁感叹一句，这时间过得真是不知不觉。不过感叹归感叹，墨染可是没有忘记他出来的目的。从鼠室后方绕出，墨染向着那些猪肉和木板走去。这些猪肉也切得太整齐了吧，感觉就像是动画中的一样。看着手上这椭圆形状、规格整齐、肉质饱满的猪肉，墨染是看得啧啧称奇。他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猪肉。地上总共有5块猪肉和6块木板。咦，那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小山洞。就在这时，墨染突然抬头发现，在河流的前方有一处山壁，
正有一个向内凹陷一些的山洞。墨染稍微走近了一些查看，发现里面不会很深，但空间也不小，地面平整，也没有很多的杂草和石头。看着这个小山洞，还有旁边的河流，以及头顶快要西落的太阳，要不今天就先在这边休整，刚好这里就有水源。现在那些玩家都已经开始进行探索，那么肯定有会缺乏燃油还有淡水的人。想到这里，墨染在心中将这个主意打定下来，迅速返回车辆，将物资堆放在了角落。墨染启动鼠式，开始向着这个山洞靠近。在距离山洞门口10几米的时候，墨染来了个360度原地掉头，随后将鼠式的后部对准洞口，不过并未对齐，还留有地方通过。吧唧吧唧，咕嘟咕嘟，嗝。在吃了2个面包，喝了1整瓶水后，墨染的肚子便不再叫了。500毫升的矿泉水瓶，这样燃油就有装载的容器了。从无限的燃油中分离出了500毫升，墨染将这瓶燃油挂在了交易市场，并在下方进行标注：容器类的物品优先交易，并自备储存容器。毕竟现在的锅碗瓢盆根本没有，想要实现燃油发家致富的话，光靠一个小水瓶可不行。在等待交易的时候，墨染决定出去转一下，没准能发现什么好东西。这水看起来还挺干净的，先洗把脸清爽一下。墨染开始缓缓走向那条河流，打算去洗一把脸。就在墨染快要接近河水时，一道苍老又急促的声音突然在他脑海中响起：快后退，河里面有危险，里面有只鳄鱼正在盯着你。第12章击杀鳄鱼。哇，我操，谁在那？突然响起的声音吓了墨染一跳，身体本能地远离了那条河流。这个声音不是那老逼灯的吗？听着这如此熟悉的声音，墨染此刻也是反应了过来，这就是那所谓的危险预警，但为啥要用这老逼灯的声音啊？墨染此刻感觉一阵的无语，不知该如何吐槽。不过他刚才说河里面有鳄鱼，我得看看。墨染眯起眼睛，看向面前的那条河流，果然有一条鳄鱼，但是这体型有点小，大约1米左右。不过被他咬上了，肯定没有好果子吃。看着河中那潜伏着一动不动的鳄鱼，墨染也是心有余悸的松了口气。得想办法把这鳄鱼宰掉，不然在那里趴着，我都不敢过去打水了。墨染左瞧右看，就发现了旁边一根很长的树枝，树枝挺直，还有点小粗，长度大约在3至4米左右。就你了，看看能不能把这条鳄鱼给它引出来。墨染拿着这条树枝，缓缓深入河水中。看着距离鳄鱼不足半米的树枝，墨染迅速向前捅出，随后猛地抽回，树枝结结实实地捅在鳄鱼的鼻子上。被激怒的鳄鱼迅速向前扑咬，平静的河水瞬间翻涌起来，白色的浪花滚向了岸边。但墨染的树枝早已抽回，鳄鱼这次的攻击扑了个空。鳄鱼的半个脑袋露在水面，眼神危险地盯着墨染。双方就这么僵持一会后，鳄鱼最终缓缓地退入水中。我一捅，再抽。墨染再次捅出树枝，这次树枝不偏不倚，竟然直接捅到了鳄鱼的眼睛。死！这下鳄鱼被彻底激怒了，愤怒地嘶吼一声，径直从水里冲了出来。但迎接他的便是墨染无情的落棍，树枝一下一下地抽打在鳄鱼身上，墨染也一点一点地向后退去。连续被如此攻击羞辱，鳄鱼早已愤怒地丧失理智，他开始冲出水中，向着岸上的墨染一点一点逼近。成功将鳄鱼带离河流后，墨染开始不断地围绕他抽打，同时身体也一点一点地向鳄鱼逼近，准备一次致命的袭击。愤怒的鳄鱼不断地撕咬树枝，整根树枝也在墨染的不断敲打下越变越短。当到达足够近的距离，墨染瞅准时机，在鳄鱼又一次张开嘴巴时，猛地将手中的树枝狠狠地捅进他的嘴中。这突如其来的一下，瞬间令鳄鱼没有反应过来，整根树枝深深地插进他的喉咙，并卡在了里面。鳄鱼开始痛苦地扭动身躯，希望将嘴中的木棍甩出。墨染迅速绕后接近，将别在腰间的撬棍一把扯出，一手抓住上方的弯头，一手紧紧攥住撬棍的本体，尖端的那一部分朝下，随后猛地向鳄鱼扑去。给爷死！墨染一步踏出，手上的撬棍用力向下扎去，噗呲一声刺破肉体的声响传出，撬棍的尖端直接洞穿了鳄鱼颈部的皮肤。嘶吼！剧烈的疼痛席卷，鳄鱼开始了更加发疯的挣扎。墨染左脚踏出，狠狠地踩在鳄鱼的嘴巴上，将其强行闭嘴。鳄鱼的咬合力很强，但张开的力量很弱，掏出小笔记记一记，没准以后用得上。随后手上的撬棍开始疯狂搅动，破坏着里面的组织。操！个头不小，还挺能折腾的。墨染死死地压制着这条鳄鱼，手上的力度更加重了几分。在经过几分钟的挣扎后，鳄鱼的身躯最终无力地停止挣扎，直到鳄鱼的身躯化作白点消散，在地上形成了几样物品，墨染才重重地松了口气。第13章，第一次交易。呼，终于解决了，
第一次搞定这玩意儿，还真是有点兴奋。墨染深深地呼了几口气，平复下心中狂跳的心脏，随后将目光看向地面上的这几样物品。地面上总共有4样物品，分别是3块鳄鱼肉、12颗鳄鱼的牙齿、1张鳄鱼皮，还有一个卷成筒状的蓝色纸张。这个蓝色的是什么？这4样物品中，蓝色的东西最为显眼。墨染将其从地上捡起，随后缓缓打开。纯净水收集器，可学习。建造所需材料：空水桶 X1， 木板 X10， 木炭 X5， 布料 X3， 铁片 X2。可以的源源不断地从空气中收集水分，每6小时产出1升水，升级可提升效率。这竟然是一张图纸！看着蓝色纸张上的内容，墨染不禁惊呼一声。没有犹豫，墨染迅速点下了学习。蓝色的图纸缓缓消失，制造页面中出现了新的制造选项。真是瞌睡了，有人送枕头。本来还想多弄一些容器，在这边多带一些水，看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墨染将地上的鳄鱼材料收集好，随后哼唧哼唧地返回了鼠室。看来的整个箱子这么多材料堆在地上，感觉不太好看。看着码放在角落的一堆材料，墨染在心中记下了这个任务。正好我现在有这么多的肉，不如烤几个肉来吃，刚好嘴也有点馋了。想到便做，墨染在外面收集了一些柴火，将其全部拿来山洞之中。再将柴火码放整齐后，墨染刚要准备生火。等等，这没东西着，这柴可怎么点？想到这个问题，墨染瞬间就被自己蠢到了。去市场看看，没准就有人收集到打火类的工具，顺便看一下汽油的交易如何了。墨染坐在山洞的一块石头上，开始翻看起交易市场。随着交易市场的打开，就有好几条信息传了过来，都是一些希望与墨染进行交易燃油的玩家。要买的人还是有点少，不过不需要等多久，买燃油的人就会多起来了。墨染开始一浏览这些请求，打算选择最为合算的一个进行交易。在这些交易中，还有一个人想拿2个空瓶子跟墨染换。好，这么玩是吧？还挺会白嫖的呀。墨染直接将此人拉黑，免得坏了自己的心情。最终在一堆交易请求中，墨染选择了一个叫吴凯的人。他给出的交易请求让墨染非常合眼，一个200升的大铁桶，还有2个18升的水桶，这3个整合起来就是236升的容器。不错，所有交易里面就这个最合算，就它了。墨染随即同意了交易请求。你已同意交易请求，你已获得200升铁桶 X1， 18升水桶 X2， 你已失去燃油500毫升。交易市场中，两方所要交易的物品开始调换，3样物品缓缓地出现在山洞之中，而矿泉水瓶中的500毫升燃油也缓缓消失。在另外一边，一名身材稍微有些胖胖的男子正在一辆破旧的大巴车中。胖子不高，但一脸的憨厚相，身上的衣服有些脏了，沾上了不少的污渍。在他的身边堆积了很多物品，他正在将其一样一样的上架交易市场。我运气真是太好了，竟然找到了这么大一处垃圾场，里面翻出来的好东西真不少，这么多交易上去又是不少的物资。在他的另一处身边已经堆积了一些交换过来的商品。第14章开始发财。墨染将面前的大铁桶一把抱起，随后将其拿到了鼠鼠中，找了一个角落放下。墨染随即便给里面注满了200升燃油。燃油等到明天再上架。算一算时间，一辆满油的汽车最多行驶6至8小时，明天肯定有不少人急缺燃油。打定主意后，墨染提着2个18升的水桶往外走去。他决定去整2桶水，然后拿到市场上交易。毕竟每人开始就只有3瓶水，这么久的奔波，肯定已经有人缺水了。咕噜咕噜咕噜，随着最后一个水桶装满，墨染抱着满水的水桶返回了鼠室。墨染悠闲地坐在驾驶椅上，开始翻看起区域频道。随着区域频道的打开，大量滚动的消息便映入了墨染的眼中。张浩，你恶不恶心？这么脏的水你敢搞这么高的价格？张浩，你给我滚出来！老子因为喝了你的水，现在肚子痛了。100毫升的脏水用10单位的材料换，你的心还能再黑点吗？区域频道中充斥着谩骂，所有玩家都在痛斥一位名叫张浩的人。这区域频道怎么开骂了？啥情况？看着满是谩骂言语的区域频道，刚进来的墨染也是懵逼了。往上面翻了翻后，墨染是了解到了事情的经过。原来是这名叫张浩的男子找到了一处水源，可惜这水源受到了污染，都是污水。但张浩还是将其按1.10分的比例上架，这就引来了众多玩家的口诛笔伐。不仅如此，张浩还非常嚣张地表示，自己就是愿意这样子卖，有种你们别买。面对这样的回答，当然是瞬间点燃了众多玩家的怒火。将交易市场打开，墨染开始搜索与水有关的物品。果然经过这么久的奔波，已经有不少人在求水了，水的价格也是一路水涨船高。看着上面众多的水源交易，
墨染将这2个18升的水桶拖到交易市场里，并在上面进行标注：装水容器请自备，图纸或特殊物品可进行私聊购买。然后将水与各种材料的比例设置成1:5。不仅如此，墨染还设置了一个每人最多只能购买3升水。不得不说，这个市场的交易做得还挺好，这样就能防止那些2道贩子将刚买的水拿出去进行2次交易。上架市场交易的东西描述必须与物品符合，否则无法上架。做完这些设定后，墨染直接将这2桶水点击上架。接下来我只需要舒舒服服在等着即可。墨染将驾驶座椅放低，舒舒服服地躺在上面，顺便还打开了区域频道的面板。他决定往里面打个广告：出售干净的河水，材料比例仅需1:5，仅有36升，先到先得哦。随着墨染这句话的出现，热闹的区域频道瞬间一静，短暂沉静几秒后便猛地爆发开来。什么？有干净的水？我去，是真的！我在交易市场看到了，只有36升，快抢啊，不然就没了。区域频道在爆发性的热闹几秒后便猛地安静下来，而墨染这边则是不断响起了各种交易信息，还有各式各样的物品出现在附近。哼哼，发财开始了。第15章，一个特殊的私信。100毫升水换5单位材料，36000毫升的水，总共可以为我获得18万单位的材料，真是一笔不错的收入。墨染舒服地躺在座椅上，翘着个2郎腿，哼着歌。不仅如此，墨染的私信也是响个不停，有无数的人向他发来消息，有的是来进行交易，而有的则是卖萌、卖惨或者威胁，要求墨染给予他们无条件的水。对于这种憨批，墨染懒得多看一眼，直接将其拉黑。不过也是有几个真心交易的，墨染利用2升的河水，交易到了5块打火石、1口锅、1把小刀，还有2瓶盐。生火的道具到手后，墨染便第一时间来到山洞中生火。随着升腾的火焰燃起，墨染用小刀将1块猪排切成几块，随后找来1根树枝将其串起，放在火上炙烤，同时不停地撒盐调味。在等待烤肉熟制的期间，墨染则是继续观看私信。就在继续翻阅私信时，墨染突然察觉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私信，是一名叫苏西的女子发来的。内容的话是一张图片，头像是一位黑色长发的女子，面容看起来异常精美。墨染本以为又是一个想靠图片来卖萌的女子，结果对方在图片下又加了一句：这样东西，我想墨染大佬你会感兴趣。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墨染也是点击了私信进入查看。当看清楚对方要交易的物品后，墨染猛地瞳孔收缩一下，那是一把枪，一把机枪。当墨染点击进去查看后，瞬间就便被图片里的物品吓到了。只见对方发来的私信图片上，一把黑色的机枪正静静地躺在地上，机枪上正挂着一个弹鼓，旁边还有2个上满了子弹的弹链。墨染迅速看向对方的要求，对方的要求是需要10升的水。不对劲，绝对不对劲！从图片上来看，这是一把 MG42 机枪，拥有极快的射速和300发的弹链，这么一把武器怎么可能就值10升水？要么这个所谓的苏西另有所图，要么就是这把枪有问题。墨染也是从激动中冷静下来，开始对着那张图片仔细观察起来。每个人的面板上都拥有拍照功能，可在前照和自拍上切换。这张照片拍摄的场景有点黑，而这把机枪通体也是发黑，在这样的环境下很难看清楚机枪上的细节。但在墨染的仔细放大观察下，他还是察觉到了这把枪上的不寻常点。这枪似乎破损得很严重，上面覆盖的颗粒凸起，似乎是泥土，地面上也残留着一些细小的颗粒，应该是黑色的泥土。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墨染已经可以非常确定这把枪有大问题。哼，让我看看你想玩什么把戏吧。墨染冷哼一声，随即便开始打字。这么好的枪，你为什么要拿出来卖？留着自己用不是更好吗？编辑好文字后，墨染便点击了发送。对方没有让墨染等很久，立马便回复了，似乎正在另一头等着。因为我是一名女子啊，枪这玩意儿我根本不会用。对面的苏西很快便发来了消息。看着这则信息，墨染短暂的陷入了沉默。第16章，苏西。对于一名女子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墨染摸索着下巴，略微思考过后，继续在私信中回复道：可以将这把枪上到交易页面吗？我想查看一下这把枪的状态。墨染打字说道。商品的描述一旦与本体不符合，那么它就无法进行上架。所以墨染不打算跟对方扯皮，就看对方接下来的反应是什么样的，便一目了然。墨染的话令对方陷入了纠结。看到这一幕，墨染心中已经有了大概的判断。不跟你扯皮了，直接跟你打开天窗说亮话。墨染呼了口气，直接打字说道：一把满子弹的机枪，加上2条300发的弹链，
这3样东西你就要我10升水？你这枪说没问题，真的很难让我相信。随着墨染这条消息的发出，对面的苏西也是陷入了沉默。另一侧，在一座半倒塌的房子中，一名身材姣好的女子看着面板上的消息。果然，这个叫墨染的玩家不一般，我看人的眼光果然很准。苏西看着这则消息，嘴角不禁勾起了一抹笑容。苏西，这房子里面就只有刚才找到的那个，除了之外什么都没有了。一位短发女子从旁边的房间中出来，凹凸有致的身材，加上精致的面容，看一眼就会让人如沐春风，深深的被其吸引。苏西，你一个人搁那傻笑啥？安安一出来便看到苏西站在那边傻笑。安，我联系上那位叫墨染的玩家了。苏西转头笑着对安安说道：墨染，就是那位公告上提起的玩家，你联系上他了？我看看。听到这，安安随即便来到了苏西旁边。天哪，这墨染长得也太帅了吧！而且他的头发竟然是白色，眼睛还是红瞳，难道他是混血的吗？看着面板上墨染的头像，安安瞬间震惊地叫了出来。随后看起了苏西与墨染的聊天记录，安安瞬间嘴角抽了抽。苏西，你也太坏了吧！这枪就只剩3%的耐久了，已经可以说是一把废枪了，你还拿这个钓鱼塔？不过这墨染也挺警惕的，竟然看出这把枪有问题。所以现在你准备怎么回答他？他对你的警惕性已经很高了。安安看着苏西说道：当然是直接跟他坦白，这么好的人我可不会放走。苏西说完，粉嫩的舌头还舔了一下嘴唇。咦，我说大姐，你不会是看上人家了，就找个这么拙劣的借口吧？安安看着这一幕，瞬间远离了苏西。看你是皮痒了。苏西白了一眼安安，随即便开始发送消息。这么久不回消息，不会是被我揭穿跑路了吧？真是浪费我时间。看着久久不回消息的苏西，墨染刚要关掉私信去查看别的消息，苏西的消息在这时候突然便出现了。抱歉用这种方式认识你，我叫苏西，正式认识一下。看着这则消息，墨染的嘴角使劲地抽了抽。好好，钓鱼是吧？我不想认识，你就说你这枪和这子弹卖不卖，不卖我就走了。看着墨染发来的消息，苏西不禁感到嘴角抽了抽。这把枪就剩3%的耐久了，可以说是一把废枪了，你要了也没用。苏西打字回复道。第17章 MG42 机枪，3%的耐久吗？这么低，确实可以说这把枪已经废了。墨染也是看到了苏西的回复，不过他也是立马发送道：你上架吧，这把枪和那2捆弹链我都要了。看着墨染的回复，苏西不禁感到十分疑惑。你确定要这把枪吗？只剩下3%的耐久了，几乎已经是把废枪。要，你不给的话就算了。看着墨染的回复，苏西最终还是将机枪和2捆弹链上了架。另一边的墨染在看到后，也是立刻完成了交易，生怕对面的苏西反悔。你获得了干净的河水10升，你当前未拥有容器储存。哇，不会吧？他真的买了这把破枪？而且10升的水说给就给他，哪来的这么多水？一旁的安安看到交易完成的提示，整个人瞬间就被震惊了。他应该是找到了一条河流，这上面的提示是河水。苏西看着获得的10升河水说道：那他的运气也太好了，看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不缺水了。安安说着便开始寻找起可以装水的容器。这便是 MG 机枪吗？还是第一次摸到实物，这种感觉真是前所未闻。墨染抚摸着手上这挺机枪，感受着从手心中传来的冰凉感。虽然耐久只有3%，但只要0.1过，无限能力重新恢复，这把枪将变得与众不同。墨染笑着再次抚摸一遍，随后将机枪和弹链放在了一个角落。在这段时间里，已经有一个水桶的水已经被买取干净。墨染提着空桶来到河边，继续装满了1桶水，随后将其上架。做这些后，墨染继续翻找起众多私信。没一会，墨染在众多私信中发现了一张有趣的图纸。载具装备外部尖刺装甲，所需材料：铁锭覆盖面积决定，钢板覆盖面积决定，钉子覆盖面积决定，将小幅度提升覆盖面积的装甲，并对敌人造成持续性伤害。这东西不错，浑身带刺的属士想想都令人开心。墨染没有犹豫，当即便花了2升干净河水买下。成功到手后，墨染便立即进行学习，在载具的信息面板上进行查看，发现若想要全部覆盖，而需要500块铁锭、200块钢板，还有1000枚钉子。看来材料还挺多的，不过这都不是事，以后总能安排上。此时烤肉也完全熟制，滋滋的冒着油，表面看起来异常诱人。再翻看了一下私信，确定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东西后，墨染便关掉了面板，专心吃起了烤肉。太香了，入口即化，肉质 Q 弹，我第一次吃过这么好吃的烤肉。
默然一口一口地吃着烤肉，山洞之中响起了吧唧吧唧的声音。此时的气候差不多较为温热，默然在山洞中吃得满头大汗。消灭完几块烤肉后，默然来到了外面散散热，顺便散个步消食一下。此时的天空布满余晖，太阳已经快要抵达地平线了。略微散步后，默然便回到了属室，舒舒服服地躺在座椅上，开始浏览起区域频道和交易市场。第18章，到哪都不缺脑残。打开区域频道，便能看到持续翻滚的消息。默然开始浏览起上面的信息，只看一眼，他的眉头便皱了起来。这个叫张浩的，看来对于我抢了他的供水买卖，意见很大呢。还有这一群想跟着白嫖的人，这逼脸怎么这么厚？此时的区域聊天中，张浩等一些玩家正在痛斥默然。那个什么默然，你拥有一整条河的水资源，不应该无偿的分享给大家吗？现在这种时刻，不应该一起协同帮助吗？你怎么竟然如此自私？你出来啊！当什么缩头乌龟？你敢不敢出来说说看？张浩发着消息，在区域频道中慷慨激昂的演讲。在一条臭水沟边，正停着一辆破烂的4驱轿车，车里面正有一名清瘦的青年，正一脸狞笑的在面板上打字。M 的，搅黄了我的买卖，那你也别想给我好过。张浩一脸愤愤地说着，同时手上的打字速度不停。而在区域频道中，有很多想白嫖默染河水的人，此时也在进行附和。没错，他这种人就是自私，这么多的水应该分享出来给大家。没错，现在这种时刻，我们应该互相帮助。他这种自私自利的行为是不对的。那个默然，马上将河水无偿的分发给我们。这一条条奇葩的发言，也令区域频道中不少人感到无语。哪里来的一群傻缺？人家是你爹啊，欠你们的吗？别人找到的东西，凭什么无偿的分给你们？你们也太能白嫖了吧！哪里来的一大群犬，也太能叫了吧！还真当你们活在之前的社会，现在这情况算是末日求生了好吧？那些呵斥默染的人看到这些发言，当即便怒不可遏，很快便与这些人互骂起来，整个聊天频道充满着数不尽的谩骂。好，果然不管到哪里，最不缺的就是这种脑残。看着那一条条发言，默然冷哼一声，抬手便开始打字。张浩，听说你小子想见我，你爹我现在来了，有什么想跟你爹说的？默染编辑好这条短信，反手便点了发送。随着默染这条发言的出现，滚动的区域频道也瞬间安静，随即便猛地爆发开来。是默染大佬，大佬还有水吗？我还想再买一些。哈哈，大佬这话笑死我了。大佬快点再上水，我刚才没抢到。大佬我这有好东西，快来和我交易。默染的到来瞬间引起了注，众多玩家开始纷纷找其交易。另一边的张浩看到这则消息，整张脸瞬间就被气得通红。操 M 的，你 TM 找死！张浩破口大骂一声，愤怒地在面板上敲打起来。但默染的又一则消息出现，令他手上的动作瞬间一顿。那些嚷嚷着想白嫖的人，以后我的所有物资将不会售卖给你们。至于你张浩，我希望你的运气能好一点，不然要是让我遇到你，你不会想知道后果的。发送完这条消息，默染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区域频道。私信已经响了起来，他现在可是忙着交易，可没空陪这些小丑玩。默染的这句发言瞬间让那些白嫖的人直接哑口，而其余的玩家看到这都是一阵的哈哈大笑。好，很好，今天你羞辱的事我记下了，等我和我哥会合，定然不会饶过你。啊！张浩愤怒地咆哮着，双手不停地捶打方向盘，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愤怒。第19章拓展空间。看着不断堆积的物资，默染开始着手处理起来。首先将纯净水收集器制造了出来，将其摆放在了角落。现在的资源非常充沛，默染直接将纯净水收集器升到了5级。5级的收集器每小时可以产出1升水，速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升到5级后，外观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它的整体是个长方形物体，下面有一个蓝色的水桶用于储存水。蓝色的水桶内部可以储藏约15升水，上方则是一个铁质的漏斗，里面填充着石头、碳还有布。整体上镶嵌了不少铁皮，结构也变得很紧凑，比原先1级破破烂烂的样子不知高大了多少倍。有了这个，我就有无穷无尽的水可以使用了。看着角落中开始工作的纯净水收集器，默染拿起2个黑色的模块端详起来。载具辅助空间区域拓展块，使用后可增加载具内部空间20平米。载具辅助内部储存室，使用后可获得一间10平米的储藏室，放置在内部的物品不会产生变化。这2个东西不错，正好现在里面有点挤，还有这个储存室。我正想着这些食物该怎么处理，看来这个问题解决了。默染迅速使用了这2个模块，模块化作白光缓缓消散。紧接着，属室内部的空间陡然变大，
原本的25平米直接变成了45平米。墨染还跑到外面观看，发现载具的大小并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有内部的空间，这倒是让墨染震惊了一下。在旁边的钢壁上陡然出现了一扇钢门，门上有个牌子，正写着储藏室3个字。墨染推门而入，一个10平米的空间便出现在了眼前，上方正有一个灯泡悬挂在头顶，将里面的空间照亮。10平米还是有点小，以后还有模块的话再进行升级，这里当前就用来存放食物。墨染将交易得来的肉、水果还有蔬菜等食物通通码放整齐在里面，而外面散落的物品也稍微整理了一下，让其看起来没有那么凌乱。感觉在这里面还是有点热，明天在市场看一下有没有空调这一类的物品。墨染看了一下面板上的时间，11点49分，时间也不早了，早睡早起身体好。墨染将座椅放平，随后舒舒服服地躺在上面。叔叔，将车内灯光调暗，同时保持警戒状态，如果有情况发生立刻通知我。明白，车长。听到叔叔的回话，墨染舒服地闭上了双眼，内部的灯光也开始缓缓减弱，变得暗淡无比。报告车长，外面有只黑熊正在攻击我们车铁。正在安稳熟睡的墨染听到这声音，直接一个机灵猛地的窜起。刚起床的墨染还是有点懵，不过很快就回过了神。这些都是打工时训练出来的，但凡有一丁点声音响起，墨染便会猛地惊醒。黑熊！回过神来的墨染听着鼠鼠的报告，当即便仔细的倾听起来。呲呲，可以听见细微的抓闹声从右边传出。墨染迅速来到了右边的射击口，轻轻打开一点，墨染向外看去，果然发现了一只体格壮硕的黑熊，正在不停地挠着装甲。第20章夜晚袭击的黑熊。只见一只体格庞大的黑熊正不停地用爪子和牙齿撕咬着外部装甲。墨染看到这一幕，不动声色地关起了射击口。叔叔，报告一下当前装甲的情况，有没有受损？听到墨染的声音，鼠鼠立马回答道：报告车长，被攻击的地方当前装甲耐久 100%， 未遭到损毁。听到鼠鼠的报告，墨染也是松了一口气，吓我一跳，还以为这玩意儿怎么样，结果连个气都没刮下来。经过这么一下，墨染也是睡意全无，打开面板查看一下，发现此刻的时间正是4点32分，无线属性刷新了，是时候对那把机枪使用了。墨染迅速来到角落，将 MG 机枪拿起，赋予这把机枪无限耐久。随着墨染花落，手上的 MG 机枪竟然开始闪烁起了无数雪花般的光点，这种效果在持续几秒后便瞬间消失，而此刻的 MG 机枪已经是焕然一新，整把枪体完好如初，在灯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光芒。咔嚓，墨染拉动了一下枪栓，一道清脆的声音便传了出来，果然耐久已经变成无限了。墨染看着手上的这把 MG 机枪，此刻的信息上耐久已经变成了一个无限符号。既然枪已经可以用了，那就让外面那只黑熊尝个鲜吧。墨染嘴角微微扬起，最后捡起了地上的一个弹匣，将弹匣拆开，把里面那300的弹链取出，清理了一下弹匣和弹链上的泥土，墨染将其重新装好，到时候也将子弹无限一下，那我可真的就牛逼了。将弹链卷好装入弹匣，随后卡在机枪上，装弹上膛，一气呵成。咔嚓，随着枪栓的上膛，墨染缓缓来到射击孔前，射击孔打开，墨染直接将枪口伸了出去。此时正在抓挠装甲的黑熊似乎是感受到了什么，一抬头便看到一个漆黑的铁管正对着自己。当他还在疑惑时，一阵声音猛然传出，哒哒哒哒哒，5颗子弹从枪口激射而出，径直没入黑熊的脑袋。扑通，还在懵逼中的黑熊连惨叫都没来得及一声，就这么轰然摔倒在地，随着白光缓缓消散，成了一地的物资。第一次耍着玩，还好我有锻炼，力气比较大，这感觉有点麻麻的。墨染放下机枪，适应了一下麻麻的感觉，将射击孔关闭后，墨染迅速的来到了外面。此时的地面上正残留着黑熊的物资，得到了8块熊肉、1块熊掌，甚至还有一张图纸和一把砍刀。又有图纸，我这运气这么好的吗？图纸可以通过箱子或者野兽获得，但几率非常的小，而且就算爆出，也是一些非常 low 的东西。看着地上那一捆醒目的蓝色，墨染上前将其捡起。随着这款图纸缓缓展开，里面的东西也出现在墨染面前。小型载具修理包，所需材料：木板 X30， 塑料 X10， 铁锭 X5。使用后可修复载具 20% 的耐久，并重组耐久归零的载具。这东西来的有点意思啊。墨染此时已经返回内部，正坐在椅子上看着这张图纸。怎么会有黑熊突然来袭击我的载具？或者所有的玩家都受到了袭击？墨染将这张图纸学习，随后便打开了区域聊天频道。频道一打开，一大堆鬼哭狼嚎的消息便传了出来。第21章，
小型修理箱。看着上面那一条条发言，墨染心中的想法也是确定了。啊呀！外面有只狼在撕咬我的车子，我车子外面有只狮子，已经被它撕咬掉50%的耐久了。TM 的！一觉醒来，外面有只老虎在咬我的车，我现在的车只剩下17%的耐久了，赶紧开车甩开它们啊，不然车子会被咬爆的。救命啊！有只熊把我的门扯开了，它进来了。不要啊！啊！区域频道中吵闹一片，所有的玩家都遭受到了各种野兽的袭击，有些甚至再也没有发出消息，区域频道上的人数也下降了一些。原本4000人的区域，如今剩下了3953。大家不要慌，这些野兽似乎非常的脆弱，我一颗子弹就将其消灭了，并且还掉落了一把砍刀和一些物资。名叫张天的男子此刻在区域频道中发言说道：是真的，攻击我车子的那只狼被我用一块石头敲了几下就死了。没错，这些野兽好像很脆弱，我驱车直接给它撞没了。随着张天的发言，有不少成功消灭野兽的玩家相继说道。随着这些人的发言，众多玩家也是进行了抵挡，没一会便传来了消息，这些野兽也太脆弱了，老子一拳就给他打死了，还掉了一把砍刀。是啊，我也掉了一把砍刀，这些野兽难道是来送装备的？这些野兽也太脆了，和我们平常所见的完全不一样。随着这些发言的出现，区域频道的人数也停止了掉落，稳定在了3925。果然所有人都受到了袭击，但这些怪物又非常的脆弱，并且还掉落了武器，给玩家发装备是有什么寓意吗？墨染摸着下巴，看着上面的发言，陷入了思考。就在这时，一条聊天消息出现在了区域频道中。有没有人能够帮帮我？我没有注意，导致我的载具被咬爆了。上面显示，如果24小时内我没有将其恢复的话，我将永远失去我的载具，到时候我将失去玩家资格，怎么办？有没有人能帮帮我？随着这则发言出现，聊天频道的众人也是展开了更加激烈的讨论。什么？竟然会这样？我的载具仅剩5%的耐久了，有没有可以恢复耐久的办法？我的载具也是损伤的好严重啊，有没有人拥有修复载具的方法？求载具修复的方法，有没有人拥有修复的方法？我高价求啊！看着这一条条发言，墨染的嘴角不禁微微扬起。看来我又可以捞一波物资了，不过也要照顾好这些人的心情，为我塑造一个完美的形象。想到这，墨染迅速制作了200个小型修理箱。制作好200个小型修理箱，墨染便迅速上架，并将钢板、铁钉这3样作为主要交易。因为今晚黑熊的袭击，所以墨染决定将这个东西提上日程。做完这一切后，墨染便等来到区域频道喊了一嗓子：出售小型修理箱了，只有200个，先到先得。优先交易钢板、铁钉这3样，只有200个，先到先得。随着墨染这么一嗓子，区域频道在略微沉静后便猛地爆发出来。第22章，有点不对劲。我的天，又是墨染大佬，不愧是抽中了唯一载具的人，竟然连这种东西都有。快抢啊！只有200个，来晚了可就没了。区域频道在爆发没多久后便猛然安静，同时墨染的耳边不断响起各种提示音，各种交易信息不断。看着数量越来越多的3个材料，墨染满意的点了点头。不过看的这些材料，墨染的心中也是渐渐古怪起来，感觉不太对劲。通过这段时间在区域频道看到的消息，这些玩家获得的物资似乎非常的多，而且几率很大，并且一些遇上猛兽的玩家也能轻松将其战胜。那些猛兽并不会很强，而那些死亡的玩家大多数是因为探索的时候不小心，或者在今晚的袭击中睡得太死，没有反应过来。这种种迹象来讲也太奇怪了，和最开始听到的那个通告里面的内容完全不符合。想到这里，墨染开始坐在椅子上陷入了沉思。想着想着，墨染便想起了之前与鳄鱼搏斗时的场景，在脑海里将过程细细捋一遍后，墨染心中的疑虑更深了。现在展现出来的情况肯定不对劲，在脑海中仔细想一下，那时候那只鳄鱼所表现出来的未免也太呆了。鳄鱼应该是异常狡诈的，但那只鳄鱼显然没有，就像脑子一根筋一样。想到这里，墨染的脑海中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丰富的资源，还有实力遭到削减的猛兽，以及现在只能使用的区域频道。世界频道当前无法开启，载具的升级也不行，有些选项都是灰色的，无法使用。通过种种的这些来看，恐怕这个游戏还未正式开始。此刻所有玩家待的地方应该是类似于一个新手村的场地。想到这里，墨染都被自己的这个想法给吓了一跳。这个游戏的幕后黑手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让我们放下警惕吗？墨染这时想起，在今天的区域频道中，有不少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亲人朋友，并且有很多人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地方。
这些人甚至想原地生活，并不打算四处奔波。根据我的看法，这个可能性恐怕是最高的。今天这些野兽给参赛者们送来了武器，那么明天晚上呢？护甲吗？就在墨染沉思的时候，他的好友私信响了起来。这声响动瞬间便将墨染从思考中脱离。墨染打开好友名单，一眼便看到是苏西发来的消息。还有小型修理箱吗？我想购买一些。看到这则消息，墨染也是了当的回复的。有，你拿什么来换？略微等待一会后，苏西发来了一个模块的信息。载具装备喷射推进器，根据载具的最大马力提供相对应的推力，1秒钟消耗1升燃油。当看清楚模块的信息后，墨染的眼神瞬间一亮。要说他现在最需要的，那便是速度，毕竟属世的速度真的太慢了。东西可以，你想要多少个？对面的苏西也是很快便给了回复，20个。看到这个消息，墨染并没有多大的反应，毕竟这种修理相对他来讲没有用，属的强度摆在这，况且他还有无限赋予，到时候给属世来个无限，那就直接爽歪歪了。可以。第23章喷射推进装置。另一边的苏西在看到墨染的消息后，眉毛不由得挑了挑。20个修理箱说拿就拿，虽然现在的资源找起来并不算难，但这手笔也太大了吧。而且这个模块的信息他没看到吗？1秒消耗1升燃油，难道说他的资源很多？苏西开始发现这个男人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过他也是将模块上架，并获得了交易的物品。安安，这10个修理箱给你，将车子修复一下。苏西在好友列表中找到安安，赠送了10个小型修理箱给他。在与别的玩家互为好友后，双方之间可以相互赠予物品。当有一人的载具被损毁并无法修复时，也可找到所选择的好友，与其申请共用一辆载具。为啥这些模块都是这种黑不溜秋的，就像一块板砖一样？墨染掂了掂手上的模块，随后便点击了使用。手上的模块化作点点白光，缓缓消失在墨染手上。这个东西难道是在载具后面加装上一个喷射器吗？墨染开始向着外面走去，打算看一下这个喷射器的样子。从属室后方出来后，墨染开始打量起的后部。咦，没有啊，什么毛都没看见。看着平整的后部装，墨染瞬间就疑惑了。鼠鼠，将喷射推进器展示一下，我想看看它的样貌。墨染对着鼠鼠下令道。明白，车长。脑海中便传来了鼠鼠的声音。随后属室后部的装甲突然发生了变化，一块圆形的洞口缓缓打开，一个直径1米左右的喷射口缓缓展露出来。我擦嘞，还是隐藏式的。不过这喷射口也太大了吧，都占据1/3的部分了。看着面前这巨大的喷射口，墨染震惊的下巴都快掉下来了。这玩意单单看着就知道其威力肯定不凡。好东西，到时候找个时间试一下，现在收起来吧，不然我都没法进去了。喷射口缓缓关闭，通往内部的通道重新打开。墨染一转身便走了进去，身后的入口也缓缓关闭。如今的时间已经是5点快6点，远处的天边也开始微微发亮。墨染继续在交易市场上浏览，购买了数量不少的牙膏和牙刷。好家伙，这种东西在市场上竟然有卖！看到不少的生活用，墨染也是感到一阵的惊奇。取了一些河水，墨染便开始刷牙洗脸。将自身清洁了一番后，墨染便开始制作起早餐。煎了2颗蛋，1片火腿，随后加上1片蔬菜，用2张面包夹起，1张三明治便制作完成，配上牛奶便是墨染今天的早餐。吧唧吧唧，美滋滋，真好吃！将最后1块三明治送入口中后，墨染将山洞中的柴火熄灭。今天就往森林深处走一走，看看能不能遇到什么好的资源。已经有不少人找到了水源，并且开始在网上进行售卖。继续待在这条河边，已经创造不出什么价值了。将锅碗瓢盆清洗一番，墨染便登上了鼠鼠，准备出发。第24章地线中的废墟。此时时间已经来到了7点整，整个世界已然一片光明。来到驾驶座椅上坐好，并将安全带扣紧。启动。墨染双手抓住方向盘，右手大拇指按下了启动按钮。嗡嗡嗡嗡，轰隆隆隆隆。在一阵嗡鸣声过后，柴油发动机爆发出了强烈的怒吼，前方车体两侧的排气口也是喷出了阵阵浓烈的黑烟。墨染踩下油门踏板，鼠鼠开始缓缓前进起来，将手上的方向盘往左一转，便开始向着左边缓缓转向，开始向着面前的河流前进，随后缓缓进入其中。河流不宽，水位也不深，水位连车体的一半都没到，没有多久便成功渡过了河流，抵达到了对岸。鼠鼠一往无前，面前的任何树木都被其碾压断裂，一条宽敞的道路就这么在森林中缓缓出现。咔嚓咔嚓，大约行驶了2个多小时，鼠鼠的声音在这时传了出来。报告车长，
前方800多米的密林中存在着一处地陷，下方有一座倒塌的建筑。听到这个消息，墨染活动了一下发酸的身体。这么久，可算找到点情况了。这2个多小时里，我都快无聊死了。继续向前行驶了一段，面前的树木瞬间消失，出现了一片没有遮挡的空地。空地的最中间已经完全塌陷下去，形成了一个直径100多米的大坑。透过潜望镜，墨染能隐隐约约看到，似乎有一个建筑的残骸在下面。墨染驾驶着鼠鼠围绕边缘巡视一圈，找到了一面较为缓和的坡面，调转方向，当即便往下面驶去。也是很轻松的，便来到了下方，见到了那堆建筑残骸。那是类似于一座厂房的样子，不过现在已经倒塌严重。深坑里除了一些花草，有的只是中间那一地的废墟。明亮的阳光从上方的空洞照下，照在了这片废墟上。在周围巡视了一圈，确定完全安全后，墨染背着 MG 机枪，手上拿着撬棍，一转身便来到了外面。不得不说，森林里的空气真不错。出来后，墨染深深地伸了个懒腰，随后便向着那堆废墟走去。废墟上倒塌一片，各种钢筋和钢条裸露在外。墨染伸手抚摸在一条粗壮的钢梁上，眼前便弹出了一个提示，发现废弃钢梁可分解成钢铁。哦，还能这样，看来可以好好的收获一波了。墨染撸起袖子，开始搬运起来。各种废弃的金属被分解成钢铁、钢板或者金属锭。在时间来到正午12点左右的时候，墨染已经将废墟中能看见的金属全部扫空了。呼，这感觉就像再撸铁也是小小的锻炼一把。墨染靠在鼠尸边上，身上的长衫已经脱掉，只剩下里面的一件短袖，额头上满是汗水，白色的头发淅淅沥沥地粘在上面。感受着空气中徐徐的风，墨染一边喝着水，一边查看得到的资源。收获不错，各种金属的数量都非常可观，并且尖刺装甲所需的材料已经足够了。第25章控制中枢系统组合。墨染打开面板，随后选择载具信息，将尖刺装甲全部拉满整个车身，然后点击全部覆盖。来吧，让我看看会变得怎样与众不同。墨染看着面前的鼠鼠，此刻整辆鼠鼠都被笼罩在一层白光中，白光没有持续多久，便缓缓消散开来。哇，这尖刺也太长了吧，这估摸着有10厘米了，而且上面竟然布满了锋利的放血口，这被碰一下绝对很爽。此时整辆鼠鼠的外部装甲上已经覆盖上了一层密密麻麻的尖刺，每个尖刺长10厘米，呈锥形状，上面有着很多条锋利的刀口，不规则地附着在尖刺上。不错，这模样看起来很霸气。墨染开始围绕着整辆鼠鼠查看，眼睛不停地上下打量。哎呦，什么东西？就在这时，墨染的右脚突然绊到了什么，差点一个重心不稳摔倒。墨染稳住身形，回头一看，只见后方的草地上正露出了一个箱子的边角。这是箱子？怎么有箱子被埋在地里？墨染眯眼一看，发现地下真的是一个木箱，而且木箱之中正有一个黑色的正方形物体。挖出来看看，没准是个物资箱。墨染返回鼠鼠，在出来时手上已经拎着一把铲子。墨染来到这里，开始一铲子一铲子的挖土。随着不断的向下挖掘，一个木箱缓缓显露出来。嘿咻，走你！感觉挖的差不多后，墨染利用铲子一撬，木箱便从土里撬了出来。墨染再将其拖到了外面。那个正方形的黑色的东西是什么？难道是模块吗？不过危险提示并没有警告我，看来里面的东西是安全的。围绕着木箱一阵查看，脑海中的提示并没有出现。墨染捡起地上的撬棍，开始撬动这个木箱。咔嚓！随着最后一块木条被撬下，墨染上前一把打开了木箱，随后伸手将那个黑色的正方形物体拿了出来。有点重，不过这玩意儿竟然真的是模块，而且这个模块也太强了吧！墨染看着手上的这个模块，眼神之中尽是惊喜。载具装备控制中枢系统组合，使用前提必须拥有人工智能。安装后，人工智能可接管整个载具系统，包括载具的驾驶控制、武器控制，将其发挥出最大功效，并获得一个全新的控制中心。在里面将获得新的操控和视野效果，并且大幅度增强系统防御，可完美应对各种信息入侵，巴拉巴拉的一大堆。对于这个东西的介绍还有很多，不过墨染只挑了几个重点的来看。好牛逼的样子！凡是解释的字样特别多的，这个东西绝对不一般。没有犹豫，墨染便迅速地抱着模块返回了鼠鼠。使用。墨染迅速点击使用，整个正方形模块开始缓缓化作白光，消失在手中。鼠鼠的声音在这时也是传了出来。报告车长，检测到全新的操控中枢系统，鼠鼠正在对其进行结合，该过程将持续5分钟，请车长在外面进行等待。听到这则信息，墨染也是到了外面等待起来。
第26章，震惊，全新的改变。5分钟的时间也不长，墨染在外面等待一会后，便得到了消息。报告车长，全新的控制中枢系统已安装完毕，你可随时查看。听着脑海中的声音，墨染也是逐渐兴奋起来。嘿嘿嘿，终于好了，让我来看看如今的变化吧。墨染兴奋地搓了搓手，开始向着鼠鼠走去。后面的钢装甲缓缓打开，墨染一转身便进入了内部。哇，内部的空间被扩大了吗？现在估计有150平了吧。一进来，墨染便察觉到此时的内部空间比原先增大了好多。咦，前面的操控台怎么没有了？怎么出现了一面钢壁？随着走近，墨染便发现了面前的情况。原本驾驶座椅的地方已经消失不见，有的只是一面突然出现的钢壁。墨染缓缓走了过去，在察觉到它靠近后，钢壁上突然出现一个门的轮廓，随后缓缓打开，一个通往内部的入口出现在面前。有意思，难道是介绍里所说的指挥中心？怀揣着好奇的心情，墨染抬脚便走了进去。随着墨染进入，身后的入口缓缓关闭起来，紧接着里面的空间瞬间明亮起来。墨染四处查看，发现内部空空如也，整个内部空间大约有20平左右，墙壁上也是光滑无比，并且没有任何一盏灯泡，但整个空间就是明亮，灯光不知从何而来，似乎无处不在。下一秒，一个蓝色的 3D 悬浮地形图出现在前方，图中所映照的内容便是鼠鼠周围的环境情况，并且其里面的内容非常详细。我操，这也太牛掰了吧！看着那悬浮的 3D 地形图，墨染整个人都快震惊到飞起了，他立马上前摸索起来。整个 3D 图都可以进行操作，墨染可以随意的控制旋转、翻面或者放大。随后中间位置的地板缓缓打开，一个科技感极强的驾驶座椅缓缓升起。我的天，好炫酷啊！这手感好棒，竟然还带 LED 灯。墨染一个箭步坐了上去，身体被驾驶座椅完全包裹，感受着后背传来的阵阵舒适感，墨染的脸上那是一阵的惬意，太舒服了。鼠鼠，介绍一下现在都有什么新功能？墨染舒服地躺在座椅上，对着鼠鼠说道。好的，车长，现在开始为你讲解新增的功能，并对其一展示。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了出来。第一点，经过本次改善，内部的空间比原先扩大了1倍。第二点，我已经和载具上的所有系统建立起了连接，以后不管是攻击或者驾驶，你对我下令即可，我将完美执行你的命令。第三点，您所在的地方为全新的指挥室，面前的是 3D 全息地形投影，这将帮助你对当前战局及地形的判断。鼠鼠说完，面前的 3D 地图还展示了一番。墨染听完后也是一阵的点头，随后鼠鼠的声音继续。第四点，战车已解锁全景模式，你将360度无死角地观察周围情况。随着这句话说完，墨染周围的钢壁突然变得无比透明，从左到右，从上至下，从前到后，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完美地观察到外面的情况，甚至是载具下方的地面。我的 看着周围的情况，墨染瞬间震惊地从椅子上蹦了起来，一脸震惊地看着周围。他还发现每一个区域只要他愿意都可以进行放大。墨染现在的感觉便是自己被包裹在了一个满是屏幕的地方，这尼玛也太屌了吧！墨染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些，甚至对于鼠鼠接下来的话都没有听进去。第五点，该指挥室处于独立区域，不管外面发生怎样的颠簸，里面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第27章，怎么都打算躺平了？对于如今的变化，墨染花了一段时间的熟悉后，才逐渐适应了过来。咕咕叫的肚子提醒着墨染，示意午饭时间到了。墨染起身走出指挥室，在储物室中拿块肉排和调料。旁边的角落正有一个正正方方的灶台，已经接上载具的电源。墨染开始在灶台上煎起肉排，各种调料相互交错。没有多久，一股非常诱人的香味便传遍开来。将煎好的肉排盛盘放在一块小桌上，墨染转身从储物柜中拿了颗苹果，顺便还在旁边的冰箱中取出一瓶可乐。啪，咕嘟咕嘟，呼，可乐果然是冰镇的好喝。喝了一口可乐，感受着食道中的冰凉，墨染开始享用起盘子中的肉排。可惜没看到有人在卖大米，不然米饭配肉肯定很香。没有多久，盘子中的肉盘便被消灭干净，那一杯可乐也被喝了个底。将这些厨具用水清洗一遍后，墨染将这颗苹果洗一洗，随后回到了指挥室，一脸惬意地躺在椅子上，一边啃着手上的苹果，一边打开面板。到现在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有不少玩家的燃油紧缺了。墨染打开区域频道，决定准备推销一下燃油。结果看到上面的内容后，墨染啃苹果的嘴瞬间一顿，整张脸也是变得古怪起来，眼角也是狠狠地抽了抽。燃油也太难找了吧，我找了一上午的资源，
别的材料不少，燃油就找到那么5升。可不是嘛，市场上根本没有人卖油，我车的油都快见底了，再找不到真的要趴路上了。区域频道中确实有不少人在讨论燃油的问题，但很快一些人便出现了。你们真傻，为什么要到处跑来跑去的？找个地方安营扎寨不好吗？就是，我和我老婆找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这里不仅有水源，还有一大片果树，我们在这里生活的可好了。是啊，除了没有网络以外，这里的生活还挺不错的，而且那些野外的猛兽也好弱，很轻松就可以消灭了。找个地方直接住下即可。我们这个团体都达到10几人了，我们这里的营地建立的非常好，有愿意来的话加我好友，我发位置。真的吗？我要去，我实在不想开车了，永远只有这一条公路，都快开吐了。我们营地也不错，有意者加我好友，我发位置。我们已经建立起了非常好的环境。这样的言论层出不穷，并且有越来越多的玩家选择了这种方式。我了个去，这些人怎么都摆烂了？我靠，没人愿意出去跑，那我这燃油还怎么卖？看到这一幕，墨染那是一阵的无语。算了，先把油上架了再说，也并不是全部的人都这种想法。墨染说完便打开了交易市场，将那200升燃油放了上去。出售燃油，有需要的可自行购买。上架完成后，墨染也是来到了区域频道，喊了一嗓子。第28章120公里每小时。墨染这么一嗓子，区域频道瞬间更加热闹起来。哇，是墨染大佬！我去，200升，大佬就是大佬，这运气也太好了吧！这油来的太及时了，我车里的油箱差点空了。墨染这么一嗓子确实有效，不少玩家都争先跑到市场进行购买。看来购买燃油的人数量还是不少。听着不断响起的交易提示音，墨染的脸上也是渐渐浮起笑容。就在这时，好友频道中发来了消息。墨染定睛一看，发现是张天发来的。墨染大佬，你要不要加入我所成立的营地？我们这里的人数已经达到40多人了，营地的建设也是非常完美。看着这则消息，墨染揉了揉下巴。这家伙虽然长得挺彪悍，但其实内心挺好的，给人感觉就是一种很正义的样子。不过太正义的话，可不是一件好事呢。这几天里，墨染也是有和他进行过几次交易，一来二去觉得人还行，加上他有些找到的东西也不错，两人便加上好友。不了，我还是打算在外面跑一跑。墨染打字回复，了当的拒绝了。那好吧，那墨染大佬你还有多少燃油？我这边想购买大量。营地中的发电机和外出探索的燃油消耗挺大的。看着这个消息，墨染瞟了一眼无限的燃油标志，随后打字说道：我找到一处地下室，里面存放的燃油挺多的，你需要多少直接说。没有多久，张天便回复了消息：2000升行不？我这边打算囤一些。看到张天的回复，墨染也是打字问道：没问题，你用什么东西换？没有多久，张天便发来了2个东西：载具装备机械增压器，装备后将大幅度提升载具动力，但燃油消耗将会增加。载具装备大功率涡轮，装备后将大幅度提升载具动力，但燃油消耗将会增加。2个你看行不？不行的话，我再换别的。信息发送传后，张天便打字说道。当看清楚那2个物品后，墨染眼睛便直了。没问题，就这2个。双方很快便完成了交易，这2件物品加上若干的资源。东西到手后，墨染第一时间便将其装上。叔叔，预算一下当前动力，最快可以使车辆达到多少？墨染虽然想立刻试验一番，但奈何这里是丛林，速度肯定会有点不一样。明白，车长，现在开始为你进行计算。根据当前引擎及装备的来看，车辆最快速度将达到60公里每小时。如果使用上喷射装置，速度将达到120公里每小时。此数据是鼠鼠算上风阻和摩擦等因素得到的结果。鼠鼠没有感情的电子合成音传输，深深击中墨染的脑海。1111 120 120公里每小时。我超188吨的鼠鼠跑到120公里每小时。天哪，这也太疯狂了！墨染帅气的脸上写满了大大的震惊，整个人的心情也是久久不能平静。就在这时，墨染的好友消息响了起来，让他从震惊之中缓缓脱离。可嗨嗨，身为美男子怎么可以这么大惊小怪？要淡定，淡定。稍微平复下心情，墨染打开了好友私信。第29章，不要被安逸的假象欺骗。一看好友消息，来人便是苏西。墨染姐姐，我成立了一个营地，都是我的一些好姐妹，怎么样弟弟，有兴趣来吗？这则消息后，紧接而来的便是一张图片。图片中的女子长发及腰，天使般的面容配上淡淡的微笑，这一幕仿佛昙花一现，让人看一眼便会深深沉沦。在她的身后是正在建立的营地，有几位面容精美的女子正在忙碌。
看着这个消息，再看看区域频道中那些拉拢玩家的营地消息，看着上面那一条条开心、美好，甚至分享自己营地的玩家，墨染不禁深深地叹了口气，无奈地摇了摇头。希望我给予的提示你能够反应过来吧。墨染缓缓在面板上打字，不一会便将其发送过去。另一边的苏西正靠在椅子等待着墨染的信息。我觉得他不会过来的，那个张天邀请他都没去。一旁的安安看着苏西的聊天面板，摇了摇头说道：我也只是提一嘴，万一他真的来呢？苏西用手指卷着头发，等待着墨染的回信。叮的一声，另一边的墨染发出了新的消息。苏西也只是将目光放在面板上，开始浏览起墨染的消息。只看一眼，苏西手上的动作便猛然一顿，整张脸也开始严肃起来。你咋了？怎么突然严肃起来了？一旁的安安看出了苏西的脸色变化，也是立马询问道。但苏西并没有给予回，只是眼睛紧紧地盯着面板。问你话呢，你看啥呢？看这么入迷，我瞅瞅。看到苏西不鸟自己，安安立刻凑了过来。不要沉沦当下的安逸，这是一种假象。面板上是墨染的最新消息，只有简短的2句话。啥？他发的是啥？安安读着墨染的这句话，瞬间满脸的疑惑。在略微的沉默过后，苏西抬手便给墨染回道：我知道了，感谢你的提醒。看着苏西的回复，安安更加的感到疑惑。啥？你知道啥了？看着旁边万分懵逼的安安，苏西开口说道：通知姐妹们停下营地的建造，咱们这几天以收集资源为主。听到苏西的话，安安瞬间就愣住了。不是，为啥呀？咱们不是确定好在这个地方居住吗？怎么因为他的一句话，咱们就要离开这里了？看着满脸懵逼的安安，苏西也开始为他进行解释。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地方没有想象的那么安全，如今表现出来的全部都是假象，后面肯定有意想不到的危险。刚开始那时候天空中传来的话，里面的内容你应该没忘记吧？特别是说第3天的时候将会有一场小游戏，恐怕不是什么好事。经过苏西这么一说，安安也是反应了过来。对啊，经你这么一提醒，确实如此。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听安安的话，苏西说道：让姐妹们都开始准备好行李，我们一起出去寻找物资。你不是学习了弓箭的图纸吗？到时候多制造一些武器。苏西和安安开始进行起了讨论。既然他回了消息，看来是理解我的话了。看着苏西回复的消息，墨然也是给张天提了一嘴，让他最近小心点。毕竟是2位好友，虽然素不谋面，但提一嘴而已，听不听懂就得看对方了。第30章，感到奇怪的地方。剩下的时间里，墨染不打算去往任何一个地方，继续待在这处地线中，开始在市场上购买空间拓展。鼠鼠的内部空间也不小了，大量的材料堆积在一起，很不方便。墨染购买了大量的拓展模块，直接将储物室的空间拓展到了500平米。看着里面那犹如篮球场般大小的空间，墨染脱下身上的长衣，顺便活动了一下筋骨，开始整理物资，顺便锻炼一下身体。一会设置一下，市场上买的东西直接转移在储藏室。墨染开始行动起来，将物资一件一件的搬进储藏室，并根据其相同的种类放在一起，将其整整齐齐的堆叠好。在中途休息了一下，墨染在8点多的时候成功将物资都转移到了储藏室。呼，这可真是累，休息一下吃个饭，再去洗一下澡，身体太脏了。今天的晚饭是一条烤鱼，一个烤猪肘子，然后一盘沙拉，以及饭后的1颗苹果。酒足饭饱过后，墨染拿着一套新的衣服进入了浴室。在今天市场浏览中，墨染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拓展模，便是这个浴室，里面大约20平米，里面有一个浴缸以及一处喷头，还带了一个洗手台，外加一个洗衣机，配置也是非常不错的。在里面冲了一下澡后，墨染便穿着新衣服出来了，将换下来的衣服放进洗衣机里清洗。墨染啃着苹果便来到了指挥室，舒舒服服的躺在指挥椅上，墨染打开区域频道开始观摩情况。没有多久，一些独特的发言也是吸引了墨染的注意。咦，为啥我的世界频道用不了？显示灰色的，点都点不进去。你也是这样种情况吗？我也是这样子的，还以为我卡了。让大家都是这样子的，不仅世界频道用不了，载具的升级好像也不行，都是灰色的，有些地方同样如此。这啥情况啊？从头到现在我找到了几把枪，结果全部都只有几点耐久。我这边有兄弟开了一下，直接炸了，给他的手都弄伤了。我也有捡过，那玩意儿就2%的耐久，完全就是废物一个用，都用不了，我直接给扔了。你们也遇到这种情况吗？我还以为只有我的运气这么烂。是啊，为啥这种热武器全部都是低耐久的？就好像不让我们使用一样。区域频道中的发言滚动，有不少的玩家都在讨论着这些奇怪的地方。已经有不少人发现这些奇怪的地方了。看来我心中的猜测没准是真的，
这里真的是属于一个新手村的地方。墨染继续在区域频道中潜水，时不时到交易市场上看一下。不过随着时间推移，交易市场中的物资开始出现饱和重复，因没有新的物品在交易市场中出现，时间就这么一点一点的过去，很快便来到了11点52分。真是困，不过马上要12点了，如果我猜的没错，12点将会有野兽过来袭击载具，并且是所有玩家。揉了揉发酸的眼睛，墨染继续等待着。随着面板上的时间跳到了12点整，墨染一个起身便从指挥椅上站了起来。鼠鼠，启动全景并开启夜视功能。墨染起身舒展了一下身躯，并对着鼠鼠下令道：明白车长，已为您启动全景，开启夜视功能。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周围的墙壁开始变得透明，黑漆漆的外界清晰可见。在下一秒，漆黑的视角开始缓缓变亮。此刻外面的情况在墨染看来和白天没有丝毫差别。墨染开始仔细地观察起周围，等待着那可能到来的野兽。在这时，鼠鼠的声音响了起来：报告车长，上方出现一头水牛，正在向我们急速靠近。根据方向判断，它将在10秒后出现在那条坡道。第31章护甲。听到鼠鼠的提示，墨染将目光看向下来的那条坡道，在略微等待后，便能看到一只深色的水牛正一路疾驰而下，向着他这边直直冲来，并且随着靠近还在不停地增加速度。果然真的来了，12点整，1分不差。看着那急速冲来的水牛，墨染冷哼一声，就这么静静地看着。水牛凶猛冲来，随后便是狠狠地撞击在前方装甲上，咔嚓，噗呲，那对巨大的牛角瞬间断裂，几根尖刺直挺挺地刺入脑门，脖子以及脊柱也因巨大的冲击力瞬间折断扭曲。整头水牛直挺挺地栽倒在地，开始疯狂地抽搐着。没有多久，这只水牛便化作白光缓缓消失，在地上留下了一件物品。啧，好一个千里送牛头，气势挺足，伤害为0。墨染瞟了一眼100%耐久的正面装甲，不禁一阵啧舌。来到了外面，将地上的这件物品捡了起来。这好像是一件衣服，还戴了一个头盔。看着手上的这套衣物，墨染将其带回了鼠鼠。在灯光的照耀下，墨染开始细细地端详起这件衣服。衣服有点像骑行时穿着的骑行服，整件衣服以黑色为主，抚摸起来的触感有些特殊，似乎充满了柔韧性。手部、躯干、下肢等一些关节的地方都覆盖着板子，敲击上去能发出沉闷的声音。墨染开始查看起这件衣服的属性。轻便是防护服，保持身体灵活的基础上，在一些重要的部位添加保护板。保护板内部由钢铁打造，外面硬塑包裹。头盔坚硬，可遮挡面容，并且透气性极强。不错，穿戴起来的速度还挺快的，衣服也挺有质感。将防护服穿在身上，墨染试了一下，发现这件衣服还是挺不错的。将防护服脱下放好，墨染重新躺在指挥椅上，开始打开区域频道。此刻虽然已是凌晨12点多，但区域频道滚动的消息却异常激烈。我靠，为什么今晚还有野兽袭击？我本来睡得好好的，突然感觉车子被狠狠地撞了一下，直接就给我惊醒了。不过这野兽也好弱，随随便便几下就给打死了。你们掉了什么物品？我掉落了一件皮甲。我也掉落了一件皮甲，感觉这玩意儿不太坚固的样子。我运气超好，我掉了一件铁甲，可坚硬了，但就是太笨重了，穿起来有些僵硬。我去，这是啥情况？昨天送武器，今天送护甲，明天是要送药品吗？这难道是在给咱发福利？管他呢，白送的东西不拿白不拿。墨染大佬，还有没有修理箱？车子又被撞掉一点耐久了。墨染大佬在线吗？再上架一些修理箱吧。上面的发言滚动飞快，墨染也是从里面得到了很多消息。这一次攻击的好像都是水牛或者马这种快速移动的猛兽，并且全部都是撞击，所以这一次并没有任何玩家死亡。墨染看向区域频道的剩余人数，只是有个别的玩家死亡，总体的人数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第一次是近战武器，第二次是护甲，那么第三次是什么？远程武器还是说药品？墨染沉思着，认为这两种可能性比较大。算了，在这里想也得不出什么名堂。明天就是第3天了，在半天的时候将会公布小游戏的内容，到时候便知道卖的什么葫芦药。墨染甩了甩头，不再去思考这种事，又做了一些小型修理箱，将其全部上架到交易市场。随后舒舒服服的躺在指挥椅上，便美美的陷入梦乡。第32章，你们的表现我很不开心。睡得真舒服。墨染舒服的伸了个懒腰，缓缓的从椅子上爬起，打开面板查看一下时间，此时已经是7点半左右。来到浴室中洗漱一番，墨染便开始制作起早餐。早餐是用面包、蔬菜、火腿、鸡蛋做成的三明治，再配上一杯热乎乎的牛奶。今天又是新的一天，无限赋予能力已经刷新，
这次就将它用在子弹上。吃过早饭后，墨染舒服地躺在指挥椅上，打开面板，找到右上角，那里正展示着墨染现在所拥有的全部资源。墨染找到 7.62 毫米子弹，现在总共有873发，将 7.62 毫米子弹修改成无限。随着墨染的话音落下，子弹的数量开始出现扭曲变形，随后变成了一个无限符号。搞定！无限耐久的 MG 机枪加无限子弹，芜湖起飞！看着这一幕，墨染不禁欢呼一声。做完这些后，墨染继续的在区域频道中潜水，时间就这么一点一点的过去，很快便来到了正午12点。紧接着，一道声音便从天空中响彻下来，传入每一名玩家的耳中：各位游戏中的蝼蚁们，中午好呀！距离我们第一次小游戏仅剩半天，现在开始为你们讲解游戏的内容。明天早上的6点至下午6点，在这12个小时内，将会发生野兽大暴乱。你们载具所发出的引擎声，会无比吸引野兽，将永无止境的对你们发起进攻。你们可以选择关掉引擎躲藏起来，也可以主动出击消灭野兽。每消灭一只野兽将获得1点积分，积分可在游戏结束后兑换奖品，里面包含的奖励将是非常的丰富哦。奖励领取的顺序将按排名来算，并且奖励的物品数量是有限的，并且排行榜的第1名玩家将会获得1件小奖励，一定要先到先得，不然好东西可就没了。本次小游戏为第一次，因此我大发慈悲，就算没有击杀任何野兽，也不会受到惩罚。但你们这些蝼蚁这些天的表现，真是让我感到不爽啊！天空中的那道声音说到这，突然变得异常愤怒，说话都开始变成了咆哮。为什么？为什么就嗝屁了这么点蝼蚁？杀戮！我要的是你们进行杀戮啊！你们竟然还合作，还建立营地，还打算在这边生活，真当来这边游玩了是吗？那道声音说到这，突然冷哼一声，继续说道：哼，随处可见的资源，加上特别脆弱的野兽，也难怪你们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我什么时候跟你们说过这个游戏开始了呢？果然，真正的游戏还没有开始。闻听此言，墨染也是瞬间严肃起来。而在听到这句话后，无数的玩家瞬间感到无比震惊。区域频道中，各种消息开始疯狂的滚动。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游戏还没开始？真正的游戏还未开始？我们现在不是在游戏中吗？怎么回事啊？他到底想干什么？你到底是谁？怎么要这样对我们？区域频道的发言滚动迅速，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未知的恐惧。而那道声音接下来所说的话，更是让所有的玩家遍体生寒。本来是想在小游戏结束后就告诉你们转一点的位置，但看着你们这些表现，我决定将通知的时间往后推迟。顺便在这里告诉你们一句，如果没有在规定时间到达转移点。那道声音说到这停顿一会，随后一种幸灾乐祸的语气便传了出来。那么，你们将永远的留在这个世界里，连同他一起毁灭。抓紧剩余的时间收集资源吧，否则你们以后的下场将会很惨。哈哈哈哈哈哈！狰狞的笑声缓缓消散，仿佛从未来过。第33章恐慌。随着那笑声缓缓消散，恐惧感瞬间弥漫在每个人的心头。什么意思啊？没有到达转移点，将被永远留在这个世界，这是为什么？天哪，他到底想干什么？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别聊天了，赶紧收集资源啊！你们没看到他的意思吗？是啊。快点收集资源，看这意思，以后的资源将会非常难以获取。区域频道的发言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转移点，留在这个世界，一同被毁灭。墨染念叨着这几个词语，开始坐在指挥椅上沉思。看来这里真的是一个类似于新手村的地方。那么，通过那所谓的转移点，恐怕我们将到达另一个未知的地方。就在墨染沉思时，他的好友私信响了起来。墨染打开一看，发现是苏西跟张天发来的消息。两人此刻都发来消息，询问墨染有何看法。剩下的时间里多囤点资源，以后的资源恐怕很难获得。将这个消息发送给两人后，墨染也是关掉了面板。虽然我现在的资源数量很多，但还是出去溜达一圈，没准有点别的发现。墨染看了一下自己当前的全部资源，普通的资源已经达到了6位数，大部分的也都达到了5位数，最少的都有几千。鼠鼠开始离开地线，前往森林的深处探索。墨染在指挥椅上坐好，并下令道：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嗡嗡嗡嗡，轰隆隆隆隆隆。柴油引擎发动机爆发出了咆哮，车体前方的两侧排烟孔冒出浓郁的黑烟。从地线中上来后，鼠鼠调转方向，向着森林深处碾压而去。接下来的时间里，鼠鼠带着墨染一路深入，沿途遇到了好几个物资箱，获得了不少的食物跟物资。报告车长，前方有一片乱石林，并且在其中检测到一个木箱。就在墨染躺在椅子上感受按摩时，鼠鼠的声音传了出来。
哦，终于不再是树林了，这一路看过来都看腻了。墨染缓缓从椅子上站起，看向面前的全景视图。随着最后几棵树木倒塌，一片乱石林立的地方便出现在眼前，一根根巨大的天然石柱正静静地矗立在那里。这地方不错呀，空间挺狭小的。墨染看着那片乱石林，心中开始有了一个想法。鼠鼠一路东拐西转，在乱石林中轻松穿梭。没一会，这宝箱便出现在了旁边的角落。墨染眯眼看去，一个黑色的模块便出现在宝箱中。哟，竟然是模块！看来我这运气挺好的，这种东西在市场上已经见不到了。自从那个消息出来后，市场上的资源几乎瞬间下架，每个人都不再出售手上的资源，哪怕是出售，价格也是翻了不知多少倍。特别是模块这种载具装备，所有人都开始重视起了这种东西。巡视了一下周围，在确定安全后，墨染便下去取回了模块。重新回到鼠鼠，墨染开始端详其手上的模块信息。载具装备隔音涂层，大幅度降低外界的噪音，减小声音对内部人员的影响。这东西不错，刚好我在为炮声的问题烦恼，这东西来得真及时。没有犹豫，墨染直接使用了这个模块。模块化作点点白光，缓缓消失在了墨染手上。第34章，一处不错的地方。做完这一切后，墨染来到3D 悬浮地形图。此时的地形图中呈现的便是这一片乱石林的场景。墨染开始在地形图上巴拉巴拉寻找着一处合适的地方。这里面不错，不仅地方大，而且入口只有3条，其中2条还是非常细小的。确定好地点后，墨染便在这里做上了标记。鼠鼠向着标记点前进，沿途不要将这些石柱毁坏。墨染下令道：“明白，车长，已确定最佳行进路线，即刻进行出发。”鼠鼠开始缓缓转向，在这片乱石林中四处穿梭。没有多久，鼠鼠便成功的抵达了这个区域。在来的半路上，墨染又非常幸运的从木箱中找到了一个模块。载具装备空气循环系统，大幅度过滤空气中的物质、毒素等危险，以保护内部人员的呼吸正常。好东西永远不嫌多，墨染也是立刻便使用上了。这边的周围有着大片连成的石柱，不仅高大，而且很厚实。除了进来的这一条道路较为宽敞，其余2条道路都非常狭窄，而且怪石林立。将车辆停在最里边后，墨染便穿上了轻便式防护服，带上 MG34 机枪。墨染决定在这时间里练一下枪法。虽然他拥有无限的子弹，但枪法好一点，以最大程度的命中敌人，这岂不美哉？不得不说，这件防护服的缓冲效果不错。将机枪抵在肩上进行射击，墨染并没有感到非常的酸麻。哒哒哒哒哒，墨染挑选了几个参照物，训练原地射击以及移动射击的精准。络绎不绝的枪声响彻在这片区，墨染一丝不苟的训练和熟悉着。不知不觉，时间来到了5点多，看着那逐渐西落的太阳，墨染收起 MG34 机枪，开始返回鼠鼠。不愧是无限耐久，射击了这么久，枪管愣是一点都没发热，还是这么冰凉。摸了摸冰凉的枪管，墨染脸上尽是满意之色。回到内部后，墨染先洗了一下澡，随后开始做起今天的晚餐。晚餐是一大块烤羊排，卷着蔬菜一起吃，再配上一杯冰镇的可乐以及饭后的水果甜点。看来因为今天的事，区域频道里都没啥人聊天了。晚饭过后，墨染舒服地躺在指挥椅上，一边啃着手上的水果，一边翻看着区域频道。区域频道中的消息寥寥无几，往日的热闹早已荡然无存。确定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值得观看后，墨染也是决定早早的进入休息。鼠鼠将灯光调暗，墨染拿起一块小毯子盖在身上，身后的座椅开始缓缓放平。好的，车长。鼠鼠的声音传出，周围的光线开始暗淡下来。墨染也缓缓的闭上双眼，美美的进入梦乡。半夜12点整，周，一道尖锐的鸟鸣从天空中传下，一只硕大的苍鹰从空中俯冲直下，那双锋利的利爪张开，目标直指下方的车辆。咔嚓，砰砰砰，苍鹰狠狠地撞击在前方装甲上，那双利爪瞬间折断，整个身躯也是狠狠地贴在装甲上，然后被无数的尖刺贯穿，身躯在装甲上滚过，一路乒乒乓乓地栽倒在地，随后缓缓化作白光消散开来，在地上留下了2件物品。鼠鼠内部，吧唧吧唧。墨染翻了个身，继续做着美好的香梦。第35章复合弩，舒服。墨染伸了一个大懒腰，身下的座椅开始缓缓升起。鼠鼠，昨晚外面有情况发生吗？墨染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身体，随后对着鼠鼠问道。报告车长，昨晚12点03分有一只苍鹰向我们发动攻击，不过已被尖刺装甲击杀。鼠鼠冰冷的机械声音传了出来。果然来了，这次掉了什么物品？全景模式启动，周围的钢壁开始变得透明。
外面的情况清晰可见，墨染开始四处查看起来。找到了，那是一把复合弩，还有一个箭袋。当看到地上的物品后，墨染也是震惊了一下。在将这2件物品带回来后，墨染开始仔细地端详起来。这把复合弓弩十分的有分量，拿起来有些沉甸甸的，整体为黑色，上面的发射弓看起来异常的结实强力，弓弦也是充满了坚韧，并且使用后方的一个摇把进行收紧。不仅如此，这把复合弩上还带了一个8倍镜，箭袋中有60根弩箭，每一根都是无比尖锐，上面还有镂空的凹槽，用于减轻箭头的重量。中间的箭身使用特殊材料制成，不仅轻便而且坚硬，尾部有着2片羽翼，用于保持飞行的稳定性。这东西真不错，绝对是远程偷袭的一把好手。墨染不停地把玩手上的复合弩，每一处构造都是那么的精美绝伦。第1天晚上给了近战武器，第2天是护甲，到了第3天就是远程武器。看来那些玩家都获得了远程武器。将复合弩跟弓箭放好，墨染打开区域频道开始浏览起来。此时的区域频道中消息滚动飞快。我操，这些野兽怎么没有那么脆弱了？和原来的完全不一样啊！救命啊！我车后面跟着一大群的野兽，这些东西就像狗皮膏药一样，甩都甩不掉。我只是启动了一下发动机，下一秒就有几只野兽冲了过来，现在只能不停地进行逃命了。快把发动机熄火，利用惯性继续前进，他们很快就会放弃追击的。看着这些消息，墨染继续往上拉了拉，找到了半夜的信息。这一次的袭击生物都是来自天空的鸟类，每个人都掉落了一把弓箭远程武器。巡视了一圈后，墨染便退出了区域频道。看一下面板上的时间，此刻已经7点45分，7点多了，看来那所谓的小游戏已经开始了。在面板的最上方中央位置，那里出现了一个小区域。墨染点击一下，一个排行榜便弹了出来。排行榜中记录的正是所有玩家此刻击杀的怪物积分。在这排行榜的右上角有一个商店图标，此刻正处于灰色无法使用。而此时排行榜中的第1名是一位叫约翰·查卡斯的漂亮国玩家，他现在所击杀的怪物积分已经来到了237。在其之下的第2名是一位叫山本田一郎的樱花国玩家，他的积分只有207，比第1名的约翰·查卡斯少了一些。才开始这么点时间，就已经击杀了那么多怪物，看这样子应该是团队协作，然后由本人进行最后的积分收尾。看着2人的积分，墨染一下子便想到了这种情况。看了一会，墨染便关掉了面板，开始去刷牙洗脸，随后便悠闲地做起了早餐。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可不能马虎。第36章小游戏开始。另一个区域，在一处废弃城市的街道中，正有2排汽车部署在这，两旁的楼房上有不少举着长矛的玩家。街道口的前后都被阻挡起来，外面有很多野兽在疯狂的冲撞。每辆汽车的前方都安装了一个撞角，此刻里面正夹击着一只野兽，也有不少的野兽被长矛钉在地上，开始不停地挣扎着。看着被夹在2辆汽车之间不停挣扎的野猪，约翰缓缓举起手上的砍刀，随后猛地劈下，野猪的脑袋瞬间被开了瓢，红白之物流淌而出，没有多久便化作白光消失在了原地。一路劈砍过去，那些被夹在汽车中间或者钉在地上的野兽纷纷毙命。所有人再次归位！约翰大喊一声，前方2排的车辆开始缓缓后退，楼上的玩家也纷纷下来，将地上那一根根长矛进行回收。约翰一个箭步跳到房顶上，看到所有人就位后，守在街道2旁的队员立刻打开通道，数只野兽瞬间冲了进来。在察觉数量足够多后，两边的队员立刻关闭了通道。街道最中间的位置正有一辆启动的汽车，此刻正在不停地轰击油门。进来的野兽被吸引着，向着这辆汽车冲了过来。街道口并不会很宽敞，野兽们最多只能2只并排奔跑。看着拥挤的兽群逐渐形成一条，隐藏在房子里的汽车迅速冲出，狠狠地撞击在野兽们身上，巨大的撞角死死地将其固定住。房顶上的玩家纷纷掷出手上的长矛，将那些野兽狠狠地钉在地上。真是一群没有脑子的野兽，看来这一次的第1属于我了。看一眼如今自己的排名，约翰活动了一下身子，从楼顶跳下，提着砍刀继续着收割。另一个区域，在另一边沙滩上分布着许多的集装箱，集装箱拼接起来形成了一处十字形，最终将有一个集装箱，上面正停着一辆启动的汽车。此时有非常多的野兽聚集在这里，但全部都被集装箱里内部伸出的长矛穿透了肉体，固定在原地无法动弹。在集装箱的上面正有一个男人正手持十字弩，不停地射击下方的野兽。旁边有几名玩家拿着一堆材料，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弓箭和制作新的十字弩。男人的准头非常的强，每一箭都精准地命中野兽的头颅。八嘎，怎么还差这么多？不行，这第1名一定是我的！
抽空看了一眼面板上的排名，山本田一郎不禁咒骂一声，手上的动作更快了，在各个集装箱上面不停游走。这种情况发生在各个区域世界，排行榜上的排名开始变化，有人成功超越了前一名，但下一秒便被另一位超越。墨染悠闲地吃着早饭，同时看着不断变化的排名和区域频道中各种消息。哇，这排名变化的速度真快，第一名现在都400多分了。将手上的苹果啃完，顺便清洗好各种餐具。墨染稍微走动一下，消化肚子中的食物。叔叔，启动车辆，将油门给我轰一轰。墨染此时来到了指挥室，一边穿着便携式防护服，一边对着鼠鼠下令道：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器音传出，柴油引擎开始运作起来。嗡嗡嗡嗡，轰隆隆隆隆，引擎发出的声响瞬间向着周围传播开来。轰隆隆，轰隆隆，随着油门加大，柴油引擎仿佛一只苏醒的猛兽，发出了震天的咆哮声，连地面上的沙砾都开始了微微的震动。报告车长，多个生命目标正在向我们接近，据观测是大量的野兽。鼠鼠的声音再次传了出来。第37章，无聊的刷怪。哇靠，这来的数量也太恐怖了吧！此时的3D 全息地形图上，正有密密麻麻的红点向着这里快速靠近。鼠鼠，主炮准备，瞄准正前方的那条通道，等我命令发射。明白，车长。上方巨大的炮塔开始缓缓转向，128毫米主炮也上下调整着。此时那前方的通道中正有无数的野兽向着这边冲来，狮子、老虎、大象、水牛等等等，食肉与食草动物相互交融，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野兽洪流。墨染就这么静静地看着，等待着一个最佳时机。就在前方的野兽距离出口不足1米时，墨染迅速下令道：开炮！轰！在墨染命令出去的那一刻，128毫米主炮瞬间开火，炮口处喷出一团猛烈的火焰，响亮的爆炸声传播开来，炮弹瞬间从炮管中激弹而出，飞行经过的空气都产生了变形。噗噗噗噗噗噗噗，前方冲来的野兽群瞬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击中，就像保龄球击倒了所有的瓶子，直接被贯穿而过。大量野兽的身躯纷纷爆裂开来，被急速飞行的炮弹全部撕裂。轰！炮弹最后狠狠地轰在远处的石柱上，直接将其轰出了个大洞。前面的通道口已无一只野兽幸存，只留下了满地的血液和残破的肢体。没有多久，这些痕迹便化作白光消散开来。墨染打开排行榜一看，发现这一炮让他收获了67的点数。还行，这收益还不错。此时另外两边的道路口也有大量的野兽从里面冲了出来，这些野兽狠狠地撞击在外部装甲上，瞬间便被那上面的尖刺扎得血肉模糊。鼠鼠，碾碎他们！看着逐渐包围过来的兽群，墨染迅速下令道：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车辆开始移动起来。正在最前方的野兽避让不及，瞬间便被碾压成了一地的碎肉。鼠鼠开始在这个地方前后移动，同时不停地进行360度旋转。无数的野兽瞬间被卷入履带之下，在188吨的重量下变成满地的碎肉。引擎的轰鸣声混合着各种骨头与肉体被碾碎的声音，整个场地瞬间成了一个巨大的磨盘，鼠鼠便是其中的磨轮，而这些无穷无尽的野兽便是被碾磨的物品。轰轰！128毫米主炮再次开火，75毫米同轴副炮也一同击射。最前方通道口冲来的兽群再次成了满地的残肢碎肉。不错不错，就这么一小会，我的积分已经达到300多了，这速度就跟坐火箭一样。看了一下自己现有的积分，墨染拿起了放在旁边的 MG42 机枪。鼠鼠，现在开始停止使用主炮和副炮，利用附近的山体配合尖刺装甲进行碾压。明白，车长。下达命令后，墨染便提着 MG42 机枪走了出去。哇，原来这外面这么晃的吗？刚从指挥室中一出来，墨染便差点在移动中摔倒。稍微适应了一下后，墨染便提着 MG42 机枪来到了左边的射击口。随着墨染到来，射击孔自动打开。看着外面密密麻麻的野兽，墨染直接将枪管伸了出去，随后托举好机枪，手指便猛然扣下扳机。哒哒哒哒哒哒，无数的 7.62 毫米子弹如雨点般洒出，急速飞向那密密麻麻的兽群。一朵朵血花在每只野兽的身上绽放开来，一只又一只的野兽化作白光消散。鼠鼠在整个空地四处碾压，一个旋转车身便将一面的野兽挤压至墙上，随后向前进行移动。骨骼的碎裂声，肉体的撕裂声不绝于耳。墨染左边突突完，换个地方跑到右边继续突突，右边突突一下，再换到左边突突，不停地在两边换位。手上 MG42 机枪声音就没停过，无数的子弹不要钱似的倾洒出去。第38章，无比刺眼的第一名。哎呀，
这也太无聊了吧，感觉就像在玩刷怪游戏一样。墨染舒服地躺在指挥椅上，感受着无微不至的按摩。身上的轻便式防护服早已脱下， MG42 机枪也放在了角落。我现在多少积分了？打开看看。墨染打开面板，点击了上方的排行榜信息。第一名墨染10070分，第二名约翰3154分，第三名……哇，原来我已经这么多分了吗？这排行第一名的位置可真显眼。看着还在不断上涨的分数，墨染也是被震惊了一下。哟，已经11点多了，开始做饭，恰饭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墨染关掉面板，转身便离开了指挥室。无限赋予能力已经刷新了，那么这次就用在水源上，毕竟这可是生命资源。墨染对着现有的水源使用了无限赋予，上面的数字一阵扭曲变化，最后成了一个无限符号。搞定，开始做午饭喽。墨染转身便进入了储藏室，挑选了一块牛肉，一些蔬菜。啥时候才能找到大米？好久没吃了，好想念那种味道啊。墨染一边煎着牛肉，一边回忆着那香喷的味道。将煎好的牛肉切成一片一片，随后用蔬菜卷起来，再配上一罐冰镇的可乐。这边是墨染中午的午饭。墨染胃口不大，同时也不太喜欢做很多的饭，对于他而言，能填饱肚子就行。另一个区域，此刻的约翰坐在房顶之上，喝着手上的一杯啤的，目光眺望远方，感受着空中的微风。约翰，你的排名被超过了。就在这时，一位玩家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喊道：超过就超过，反正就领先那么几分而已，等兄弟们休息好了直接反超，去一边待着，别打扰我休息。约翰摆了摆手，对着那名玩家不耐烦地说道：不是啊，不是领先几分而已，排行榜第一名现在叫墨染，他已经1万多分了。那名玩家焦急地喊道：噗，谢特，你在说什么？听到这话，约翰嘴中的皮瞬间一口喷出，整个人直接从地上弹起，满脸震惊地打开了面板。随着排行榜打开，第一名那1万多的分数是那么的刺眼。不仅如此，这分数还在不停地上涨着。法克，这分数，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等等，墨染，这不是那个获得了唯一级载具的家伙吗？看着那名字，约翰猛地想起了那件事。法克，不管你使用了什么手段，这第一名终归是属于我的，谁也抢不走。约翰恶狠狠地看着那名字，随后关掉了面板。所有人，休息时间结束。约翰拿起喇叭大喊了一声，其他的玩家虽然不明所以，但也是立刻行动起来。另一个区域，那你，这该死的龙国玩家是什么情况？这分数怎么可能？作弊！他肯定是作弊了。山本田一郎看着排行榜上的信息，整张脸上布满了震惊和难以置信。另一个区域，几名身穿中山装的老者正站在旁边的山体上，下方是一条山谷，许多身穿迷彩制服的士兵正在消灭野兽。墨染，没想到我龙国竟有如此才子，哈哈，真是后生可畏啊！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抚摸着胡须，一脸欣慰地看着排行榜上的第一名。联系上他了没有？如此才俊，定然会被某些家伙盯上，必须找到他并保护起来。老者看向身边的一位秘书，缓缓开口说道：抱歉，古老，墨染可能和我们不在同一区域，好友信息搜索不到他的资料。一旁的秘书十分不好意思地说道：好了，古老，这位墨染能做出如此成绩，定然不是什么等闲之辈，你就放心好了，我们早晚会联系上他的。旁边的一位老者缓缓走来，拍了拍古老的肩膀。你说的对，我们确实没必要在这里这么担心，是我太杞人忧天了。古老点了点头，随后众人将目光继续看向下方。第39章，时间到，游戏结束。享用完午餐后，墨染开始清理锅碗瓢盆和打扫桌面，走一走，运动运动，再来突一下。稍微休息了一下，墨染便返回了指挥室里，将轻便式防护服穿上，提起角落中的 MG42 机枪。咔嚓，拉栓上膛，墨染提着 MG42 机枪便来到了射击口。哒哒哒哒哒哒，猛烈的枪声再次响了起来， 7.62 毫米子弹如雨点般倾泻出去，在无穷无尽的兽群中绽放出一朵朵绚丽的血花。头顶悬挂的太阳开始西落，时间也一点一点的流逝着。转眼之间，面板上的时间已经来到了5点27分。不打了，这也太无聊了。反正时间只有半小时了，看看我现在有多少积分。墨染收起 MG42 机枪，转身便进入了指挥室里，将机枪放置在角落。墨染开始脱下身上的轻便式防护服，卸掉身上的防护服后，墨染舒服地躺在指挥椅上，一边感受着全方位的按摩，一边打开面板浏览起排行榜。第一名墨染100534分，第二名约翰8943，
第3名。哇哦，10万多分哎，我已经打了这么多了吗？看着排行榜上那6位数字，默然也是被微微的震惊到了。打开区域频道，里面各种消息早已铺天盖地。我去，默然大佬已经10万多分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天呐，这是用什么手段打到的10万分？我拼死也才打了100多，大佬就是大佬，这排名第1的分数真是恐怖如斯。切，他肯定是用了什么奇特的方法，所以才能如此轻松的消灭野兽。没错，肯定是这样子的。快点把方法交出来，你不可以这么自私，你必须把这个方法告诉给大家。频道中充斥着各种震惊的发言，也有一些妒忌和不屑的言论。此时的区域仅剩人数3657，有不少人在这次野兽暴乱中丧失了生命。大致扫了一眼，默然便关掉了区域频道，转头看向好友私信。此时的好友私信已经多了很多未读的消息。这两人干鸡毛啊，发这么多消息给我干啥？看着那几10条未读的消息，默然一脸无语的打开私信。两人发来的消息大差不差，都是对于默然现在积分的震惊。找了个风水宝地而已，一天下来有点忙，所以没空回复消息。编写好文字，默然便发送给了两人。两人对默然的消息表示不信，但也没有过多的进行追问。另一个区域10万多，这怎么可能？他怎么得到这么多分数的？约翰看着排行榜上的分数，整个人的表情是愤怒加震惊。旁边的玩家看到这，都纷纷远离了他的身边。另一个区域，那你10万分，这龙国默然肯定是开挂了，怎么可能有人能达到这么高的分数？山本田一郎看着排行榜上的信息，整个人状若癫狂，满脸的不敢相信。他旁边的樱花国玩家也是纷纷附和，所有人都不敢相信排行榜上的数字。另一个区域，这位默然小辈还真是后生可畏啊！古老看着排行榜上的数字，都不禁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难道他是某位隐士的家族，拥有庞大的团体力量？不然这10万的数值真的太震惊了吧？那也不可能啊！10万这个数字，一整天不吃不喝的击杀，这谁消耗得起？旁边一众的老者也是议论纷纷，都对默然的分数感到不可思议。处于各个区域世界的玩家或团体，都对排行榜上的数字感到十分震惊。此刻时间已经悄然来到6点整，那道声音再次从天穹中传了下来。时间到，本次小游戏圆满结束，奖励商城已解锁，现在开始按照排名顺序开启，并且本次排行榜第1名将额外获得1件小礼品，让我们恭喜他。那么现在开始兑换你们的奖品吧。第40章奖励商城。随着天空中的那道声音说完，默然的面板上弹出了新的信息：你是本次排行榜第1名，你可以优先挑选奖励商城中的物品。同时排行榜右上角的商城灰色的图标也是被点亮了起来。将面前碍事的信息关掉，默然并没有急着去兑换奖品，因为此刻他的手上正拿着一个小铁盒，是在刚才突然出现的，正是排行榜第1名额外的1件小礼品。铁盒呈现金色，上面的花纹看起来异常华贵。默然将手放在盒子上，欲做出开启动作。危险提示没有警告，看来这铁盒里面没有危险。等了一会，确定盒子里100%安全后，默然便抠开了上面的锁扣，随后将盒子一把开启。随着铁盒被打开，一张白色的信封正静静地躺在里面。默然拿起信封，背面正写着一行小字：关于下个世界的提示。这是提示。看到这行小字，默然的瞳孔不禁收缩一下，带着略微紧张的心情，默然一把撕开了信封，随后将手伸了进去，从里面拿出了一张白色的纸张。纸张上没有任何文字，只有一个燃烧的火焰图案。火。看着白纸上的图案，默然不禁感到一阵疑惑。火代表光明还有温度，难道下一个世界是非常炎热的环境吗？看着手上的这张白纸，默然不禁疑惑地说道。似乎是印证了默然的想法，白纸、信封连同铁盒竟然开始化作粒子，缓缓地消失在默然面前。看来我猜对了，下个世界的环境非常的炎热，没准奖励商城中就有应对关于下个世界的物品。想到这里，默然便打开了排行榜中的商店。商店打开，便能看到3排的枪械武器映入眼帘。排在最外面的都是一些碎发枪，随着向后面拉动，便能看到更多的枪械。各种栓动式单发步枪紧随其后，到了后面便演成了一些老旧的自动步枪。这些枪械没一个现代的，全部都是老式产物。不过对于现在的玩家来讲，这确实是一件难得的武器。默然没有在这些枪械上面停留，不停地向后拖拉。好东西都是在最后面的，这点他当然十分清楚。前面的那些枪械只不过是吸引人的一种操作罢了。果然滑到中间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很多物品和材料。继续向后滑动，
墨染的手指快得飞起，商品也是快速的向前移动。很快，墨染便滑到了商店的最后面。这里单独分开了一个间隔，列举出了几个物品。果然和我想的一样，看着那些物品的信息，墨染也是确定了心中的想法，将目光看向第一个，也是所有商城物品中最贵的一样东西——载具装备车内恒温系统。无论外界温度如何，车内将永远保持在最舒适的环境，并且可任意调节温度。售价2万积分，剩余数量1。这是商店所有模块中个别不需要使用蓝图制造，可直接使用的模块。没有犹豫，墨染直接买下了这件物品。随后，一个黑色的模块便缓缓地出现在墨染手上。看着手上的模块，墨染直接选择了使用。手上的模块缓缓化作白光，一点点的消失不见。做完这一切后，墨染将目光放在了旁边的几样物品上。载具装备车载空调系统蓝图，可手动调节制冷或制热，在使用过程中将会增加燃油消耗。售价2000积分，剩余数量1。这东西不错呢，看来下个世界发家致富的方法有了。墨染也是一挥手，直接买下了这张蓝图。随后看向最后一个物品，这也是一个模块，载具装备隔热涂层，售价1万积分，剩余数量1。使用后将大幅度增强载具的隔热性，可以有效地阻止热量传播，能够大幅度保护载具的内部零件以及里面的驾驶人员。保护内部零件，看来那个世界的高温是可以对载具造成破坏的。看着这个模块的介绍，墨染便瞬间想到了这个想法。没有犹豫，墨染也是迅速地将其买下。将这个区域的所有物品购买完后，墨染开始往前拖动。在滑动过来的时候，也是瞄到了不少的好东西。第41章花光积分。墨染浏览着奖励商店的物品，里面的物品大体分为4类。第一类分别是玩家的远程和近战武器，第二类分别是各种材料、资源、燃油和食物，第三类分别是车辆的模块以及装备图纸，而第4类便是载具的武器。墨染此刻查看的便是这些。咦，这种黄色的圆球是什么？里面好像有个锤子类的标志。墨染此时在载具武器中发现了一种奇特的圆球，点击一下那颗圆球，属于它的信息便弹了出来。载具武器区域模块武器化，一颗圆球可选择载具的一块表面区域，将这面区域武器化。表面区域武器化后，可以随时更换安装在当前表面的任何武器。更换武器将不会受到武器耐久的负面惩罚，也无需等待更换时间。售价1000积分，剩余数量10颗。我操，这东西牛逼啊！随时随地更换武器，还不需要等待更换时间。墨染满脸震惊地看着介绍，没有任何犹豫，立马全部买下。数除去底下和炮塔下方，其余的区域刚好10个，全用了。东西到手后，墨染便立刻打开了载具信息，将车体的前后左右还有上方直接使用了5颗，然后便是上方的炮塔，也是前后左右连同上方一起使用。随着10颗区域模块武器化的使用，载具的武器面板瞬间发生了改变。从此之后，墨染便不用再等待更换武器的时间，而且只要表面区域的空间足够，墨染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装备上各种武器。报告车长，我已与各个表面区域建立联系，你可随时指挥我更换各种武器。鼠鼠的声音在这时传了出来。不错不错，真不错。听到这样的答复，墨染非常满意的点了点头。处理完这些事后，墨染继续查看起了奖励商城。没一会儿，一个载具武器便进入了墨染的视线。这武器不错，而且是所有载具武器中最贵的。23毫米4连装机炮，每分钟射速高达1000发，可对2500米范围内的地面或空中目标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载具武器耐久增加 50%， 载具武器耐久消耗降低 20%。售价5万积分，剩余数量 x1。详细查看了一下这个武器的数值，墨染直接将其拿下。到现在为止，墨染已经使用了92000点积分，如今还剩8000多点积分。墨染开始继续浏览起其他的武器。没有多久，墨染便再次找到了一件心仪的武器 M2HB 车载重型机枪，使用 12.7 毫米穿甲弹，可轻松穿透载具装甲，每分钟射速580发，最大射程可达2500米。载具武器耐久增加 50%， 载具武器耐久消耗降低 20%。售价3000积分，剩余数量2。这个也不错，也是这些载具武器中第2个贵的。查看了一下它的数值，墨染非常的满意，直接将其拿下。此刻的墨染还剩下2000积分，分别兑换了1000发23毫米机炮弹以及2000发 12.7 毫米子弹。所有的东西全部加起来，墨染已经成功的挥霍干净所有积分。墨染将23毫米4连装机炮装在了炮塔的最顶端，
两挺 M2HB 重型车载机枪则是安装在了炮塔的左右两侧。第42章，转移点公布，搞定。出去看看这些大宝贝长什么样。将这3样载具武器装备上后，墨染便转身到了外面。咦，炮塔上什么都没有，难道又是被隐藏起来了？我的载具是有这种独特的功能吗？看着那毫无变化的炮塔，墨染瞬间就疑惑了，感觉也只有这种可能性。叔叔，那3样车载武器亮相出来，给我并展示一番。明白，车长。所有武器已启动。叔叔冰冷的机械音在墨染的脑海中传出。巨大的炮塔上方瞬间打开了一个正方形缺口，一挺4连装机炮缓缓上升出来。整座机炮通体以黑色为主，从头到脚充满了一股浓厚的金属质感。4根23毫米炮管以正方形状合并在一起，4根炮管集合在一个底座上，底座下有很多齿轮和圆形的转盘。这门机炮可以进行360度的旋转，还有180度的仰角，可以说是全方位进行照顾。紧接着，炮塔的两侧也缓缓打开一个长方形口子，左右两边各伸出一挺 M2HB 车载重型机枪，整体呈现黑色，全长1653毫米，单枪管就有1143毫米。整挺 M2HB 重型车载机枪被固定在一个圆形的齿轮底部，可以进行360度旋转，拥有180度仰角，做到全方位无死角打击。真不错，这隐藏式的效果真好，而且更换起来的速度也太快了。只要墨染一个念头，这3种武器便能随时随地的出现在各个区域表面。重新将这3样武器回归至炮台后，墨染便转身进入了内部。已经6点多了，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难怪肚子咕噜咕噜的叫。揉了揉喊饿的小肚子，墨染便开始做起了晚饭。晚饭还是老4样，美味的肉，新鲜的蔬菜，饭后的水果，加上一瓶冰镇可乐。虽然天天吃这些东西，但墨染完全不会感到腻。吧唧吧唧，大口吃肉的感觉永远是那么的爽，可比以前在出租房里面吃快餐好多了。墨染的手上抱着一个肉肘子，此刻正吃得满嘴流油。另一边，尼可开始进行选取奖励。法克，那家伙在干什么？领了半小时才好，不会好东西都被拿走了吧？看着弹出来的信息，约翰不禁咒骂一声，立刻点击了排行榜中的商店，进入里面选取起各种奖励。各个区域的玩家开始依照排行榜的顺序，依次进入里面挑选奖励。这种老式的单发栓动枪，真是好久都没摸到了。古老抚摸着手上的这把枪，似乎是在回忆着很久之前的事。将这些栓动步枪交给打得最准的士兵，十字弩和弩箭的制造抓紧时间，争取给每个士兵都分上一个，砍刀什么的也要人手一把。古老将枪递了出去，同时对着旁边的人吩咐道。时间滴滴答答，转眼之间便来到了8点整。天空中的那道声音此刻也是重新转了下来。各位蝼蚁们，想必你们在这1小时内休息好了吧？那么我就开始为你们公布转移点的位置，它将实时的在你们面前标示出来。转移点的位置位于最中心，只要在这几天里都在不停的前进，那么你将非常快速的到达转移点。如果这几天里都没有前进的话，那么只能自求多福了喽。你们一共拥有10个小时的时间，如果未在明天早上6点前到达转移点，那种后果你们是不会想知道的。哈哈哈哈！讥讽的笑声缓缓消失，天空之中又是一片的死寂。很快，所有玩家的面前便出现了一个三角形标点，指向了某一个方向，并且还在旁边标志出了剩余的距离。第43章，直接超近路。我超3273公里，怎么这么远？正舒服的躺在指挥椅上剔牙的墨染，在看到面前显示出来的距离后，直接浑身一个机灵，从指挥椅上弹了起来。叔叔，根据记好点位置，迅速出发，用最快的时间赶到。墨染不敢耽搁，立马出声下令道：明白，车长。已接收到记好点的信息，开始为你计算出最近的路程。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柴油引擎在下一秒便被瞬间启动。嗡嗡嗡嗡嗡嗡，轰隆隆隆隆，轰！随着一脚油门的下去，柴油引擎发出了震天的咆哮，前方车体两侧的排烟孔冒出了浓郁的黑烟。鼠鼠开始移动起来，随后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沿途挡路的石柱瞬间被其撞得粉碎，一路上可谓是势如破竹。没有多久，鼠鼠便成功的冲出了这片乱石林，调转车辆，向着森林的一个方向冲去。鼠鼠，这个方向没错吗？怎么往反方向跑了？看着逐渐增加距离的标注点，墨染疑惑地问道。报告车长，此方向的标记起点为公路，往这个方向前进将会节省很多时间。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了出来。哦，我懂了，原来是超近路啊。墨染一听就懂了，标记点的距离是从公路上开始进行计算，所以跟着那个标地点的方向走，就会回到公路上。而沿着公路前进的话，
肯定需要绕过很多个区域，但那个家伙肯定没想到，出了墨染这么一个 bug， 直接从没法行走的森林中冲出去。咔嚓，嘎嘣，咔嚓，前方无数的树木瞬间折断，直接被履带碾压至了地上。树木茂密的森林中，一条道路就这么凭空出现，并不断的进行延伸。看着外面那不断碾压的树木，墨染缓缓地坐回指挥椅上。区域频道里还真是鬼哭狼嚎一片呢。墨染打开区域频道，查看了一下现在玩家的情况，发现区域频道的所有玩家此刻都是非常的痛苦发言。我操，500多公里，这是要一个晚上不眠不休的开啊？这是要累死我们吗？那家伙也太恶心了吧！别废话了，赶紧开车啊！现在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时间啊！对啊，都别 TM 聊天了，赶紧开车啊！不然肯定没法在6点前到那里，距离那边只有300多公里。哈哈，我肯定可以赶到，我距离那里4700多公里，怎么办啊？我根本没法在6点前到达那里。区域发言中，有一名玩家无比痛苦地说道：我操，这位兄弟，请你节哀。是啊，虽然不知道你接下来会遇到什么，但还是吃好喝好，一路走好吧。你不会从开局就没跑多远吧？这也太惨了，你自求多福吧。随着这条发言，出现了一些勉强算得上是安慰的话语。同时，区域频道中的消息也开始减缓，越来越多的玩家投入到了紧张的赶路中。这家伙真可怜，这么远的距离肯定赶不到的。墨染也是看到了那条发言，不得不说这位仁兄挺惨的。轰隆隆，随着前方树木的倒塌，鼠鼠直接冲出了森林，来到了一条柏油公路上，直接驶上了柏油公路，向着前方继续挺进。此时的黄色标记点也发生了变化，不仅位置转移到了面前，上面的距离也是变化了，只剩2135公里，这近路超的也太值了。看着上面的距离，墨染不禁兴奋起来，开始启用喷射推进器。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后部装甲缓缓打开，一个直径1米多的喷射口瞬间出现，随即便是瞬间启动。轰呼呼呼呼呼呼，一条数米长的蓝色火柱瞬间喷出，在火柱之中能隐隐看到一圈一圈的圆环。鼠鼠的速度也是瞬间拔高，履带与地面摩擦，迸发出了大量的火星。我擦嘞，这也太尼玛牛叉了！通过全景模式，墨染自然也是看到了屁股后面那条粗壮的火柱，整个人也是瞬间震惊住了，满脸不敢置信地看着后方。速度也开始一点一点的升高，65、73、89兆1041亿17137150，速度最终定格在150，看得墨染是一阵的目瞪口呆。第44章转移点的信息，这也太牛叉了吧！188吨的鼠鼠跑到了150公里每小时，这要是被撞一下，那对方不就直接成渣了？看着现在的载具速度，墨染是一阵的啧啧称奇。看了一眼面板上的时间，此刻已经来到了9点23分。今晚早点休息，保持好自身睡眠充足。如今所有的玩家都在熬夜赶路，精神上肯定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或许那家伙就是要这么故意做的。看了一眼空无消息的区域频道，墨染并不再打算理会，决定开始休息。鼠鼠，接下来继续保持前进，在3点钟的时候将我叫醒。明白，车长。在吩咐完鼠鼠后，墨染也是盖上小毛毯，舒服地躺在指挥椅上。周围的光亮开始减弱，指挥椅也缓缓地向后平躺下来。黑夜的荒野中，一道明亮的蓝色火柱在柏油公路上一闪而逝，卷起了强大的劲风，周围的沙尘都被高高的抛到天上。在继续行驶了2小时后，周围开始出现茂密的树林，最前方的公路尽头处出现了一个右转的弯道。鼠鼠直接扎入尽头的树林中，身后的喷射装置也缓缓关闭。鼠鼠的速度开始下降，在丛林中平稳地穿梭着。报告车长，3点整时间到。正在熟睡中的墨染猛地睁开双眼，一双红色的眼眸便显现出来。3点了吗？墨染舒服地伸了个懒腰，身后的指挥椅也缓缓上升起来，周围的空间渐渐明亮起来。墨染站到地上活动了一下身体，随后通过全景看向外面，此刻的鼠鼠已经驶出了那片森林，来到了另一条柏油路上，还剩下253多公里，看来赶到那里是没有问题的了。看了一眼剩余的标记点距离，墨染便转身走出了指挥室，来到卫生间洗漱一番后，墨染便开始制作起了早餐。早餐是由面包、鸡蛋、火腿、蔬菜做成的3明治，再配上一杯热乎乎的纯牛奶，为身体达到均衡的营养分配。以后也得想办法将内部的空间分隔一下，不然这地方也太晃了，有点行动不方便。感受着周围的晃动，墨染一手护住盘子避免摔碎，一手吃着3明治。享用完早餐，顺便清洗好锅碗瓢盆后，墨染便重新进入了指挥室。没想到已经有人到达转移点了，看来人数还是不少。墨染此时正坐在指挥椅上，开始浏览区域频道中的信息。
此刻的区域频道有不少人在发言，很多发言的都是到达转移点的玩家，并且这些玩家还发来了很多图片，默然也是一一点入进去查看。通过对图片的观察，可以得知转移点正在一处巨大的盆地中，周围是一圈连绵不绝的山峰，将这块盆地包裹在内。盆地有8条山谷，连绵不绝的公路便是通往这里。来自四面八方的玩家通过公路进入到了这座盆地的内部，已经有不少的玩家到达了盆地，大部分都是一个团体的队伍。鼠鼠，按照现在的路程和时间，我们将在何时到达转移点？墨染对着鼠鼠问道。报告车长，按照当前路程和速度，我们将在5点03分到达转移点。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向墨染给予了回应。看来时间还是挺充足的，不过到时候给踩点进去。听着鼠鼠的报告，墨染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打开市场交易，在睡觉前上架的200升燃油，此刻已经被购买完毕，获得了不少的基础资源。看来现在的人都不愿意把好东西拿出来卖，都是一些普通的资源。对于这种情况，墨染并没有多少意外，再次抽取了200升燃油，随后将其挂在了交易市场上。第45章，掐着时间到5点整。此时的鼠鼠已经来到了盆地上的一座山顶，就这么一动不动地待在那。墨染坐在指挥椅上，通过全景视图可以清晰地看到下方盆地的众多玩家，10几名或几十名玩家组合成一个群体，群体中大部分的人都在休息，少部分正在站岗警戒。看来大部分的玩家都在这里了，其中还有2位熟人呢。通过全景视图的放大，墨染也是看到了正在巡逻警戒的张天，还有不远处的苏西。2人此刻都是一脸警惕，拿着武器巡视着周围。等到时间差不多了，我再踩点进去。墨染翘着个2郎腿，舒服地躺在指挥椅上感受按摩。虽然他已经到达了这里，但他并不想现在就下到盆地，毕竟鼠鼠这种坦克肯定会引起不小的注意，能不那么早被注意，这不妨是一件好事。早在之前的时候，墨染便找到了头像的隐藏功能，如今除了张天与苏西2位好友以外，是没有谁见过墨染的真面目。时间1分1秒的过去，很快便来到了5点55分。苏西醒醒，时间快到6点了。安安拍了拍熟睡的苏西，后者便迷迷糊糊的醒了过来。睡了一觉，总算没有那么困了。清醒后的苏西伸了个懒腰，随后看向安安问道：有找到墨染吗？他到这边了没有？苏西穿好外套，并从帐篷中走了出来。没有看到，这里的载具大部分都是破破烂烂的，有些稍微好一点，但这些怎么可能是上过通告的？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还没来。听完安安的话，苏西也是扫了一眼周围的情况，这都56分了，他怎么还没到？看着面板上的时间，苏西不免得有些担心。他给墨染发送了几条消息，但对方并没有回复。我说阿姨，你不会是看上人家了吧？这么的关心。看着苏西的反应，安安声音缓缓地响了起来。安安，我看你是皮了，敢这么对你的总裁说话。苏西直接揪住安安的耳朵，一脸杀气地说道。哎，我错了，我错了。总裁大人快放手啊，好痛啊。安安立马举手求饶，苏西这才放开了他的小耳朵。奇怪，墨染大佬还没来吗？时间已经不多了。张天一边注视着面板上的时间，一边看向那8个入口。他发送给墨染的几条消息都没有接收到回应。此时的时间已不足3分，很多休息的玩家也纷纷醒了过来。叔叔，可以冲下去了。看着面板上的时间，墨染对着鼠鼠下令道：明白，车长。嗡嗡嗡嗡，轰隆隆隆，柴油引擎瞬间启动，野兽般的咆哮爆发出来，载具瞬间移动起来，向着山脚下的盆地急速冲去。砰砰砰砰，咔嚓咔嚓，沿途大量的树木、石头纷纷被其碾碎，地上的泥土也被履带高高抛起，大量的烟尘瞬间将鼠鼠笼罩在内。剧烈的声响打破了这片盆地的平静，所有的玩家也是被吸引的看了过来。我去，那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冲下来了？快闪开啊！他往我们这个方向冲过来了。位于墨染方向上的玩家全部惊慌失措地驾驶载具迅速远离了这个区域。大量的碎石、泥土、断裂的树木纷纷顺着山坡滚落下来，浓郁的烟尘瞬间弥漫起来，将这片区域遮挡起来。所有人只能清晰地听到那越来越近的引擎咆哮声。冲进盆地之后，4条履带迅速刹住，在地上滑行一段后，鼠鼠平稳地停在了盆地中。时间刚刚好。墨染看着面板上的时间，此刻已经来到了6点整。就在所有玩家一脸震惊，不清楚那烟尘中是何物时，那道自天穹下来的声音在这时响了起来。第46章，转移。时间到。所有的蝼蚁们，你们成功到达转移点了吗？如果没有也不用担心，毕竟你已经没有时间担心了。哈哈哈哈。所有到达转移点的蝼蚁们，请回到你们的载具内部坐好。
接下来你们将会经历一场从未体验过的旅行。听着这道声音，那些处于震惊中的玩家也是瞬间反应过来，所有人也是迅速的回到自己的载具内部，等待着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当所有人都回到载具中后，便出现了一个光球将载具包裹起来。外面的人无法看到光球内的情况，但光球里的人却可以看到外面。紧接着，所有的光球开始缓缓上升，带着里面的载具和玩家缓缓地漂浮上天空。我已经到达这里，你们不用担心。编辑好信息，墨染便发送给了张天和苏西。张天，我去。刚才的动静不会是墨染大佬你搞出来的吧？苏西，刚才的动静肯定和你有关，我说的没错吧？两人也是很快便回了信息。墨染看到后微微一笑。所有的光球越飞越高，下方的景色也是越来越小。轰隆隆，轰轰轰隆隆隆隆。就在这时，绵绵不绝的轰隆声突然从下方响起，并且异常响亮，仿佛无数的爆炸声响起。天空中所有的玩家也瞬间被吸引，纷纷将头伸出车窗，透过光球看往下面。只看一眼，所有人便感到遍体生寒，一种强大的恐惧感席卷全身。只见下方的大地突然剧烈的抖动起来，地面都被震得荡起了涟漪，整片大地瞬间被撕裂了一般，出现了无数条巨大的裂缝。剧烈的轰隆声震得所有人耳膜发颤，大量的山体地面全部沉没进地底，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世界开始一点一点的崩坏，一点一点的消失。有些眼尖的玩家还看到一些正在赶往这里的玩家瞬间被眼前突然出现的巨大裂缝吞入，消失得无影无踪。区域频道中瞬间炸开，大量的发言滚动飞快。我的天哪，那么大一座山就那么沉入了裂缝之中，太可怕了！这个世界是在经历毁灭吗？看着区域频道中的消息，再看着下方那山崩地裂的画面，墨染帅气的脸庞上也是布上了一股凝重之色。使用完毕的新手村就没有必要再存在了是吗？看着下方的场景，墨染缓缓的低声呢喃着。圆球继续向上漂浮，上方的天空在这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所有的圆球全部飘入了漩涡之中。在所有圆球全部进入后，巨大的漩涡缓缓的关闭消失。进入到漩涡之中后，所有玩家只感觉眼前一黑，看不到任何东西。是想把我们带到新的世界吗？透过夜视全景，墨染看到外面仍是漆黑一片。这种情况持续了很久，只有面板上跳动的时间告诉众人时间还在行走。面板上的时间在过去24小时后，猛烈的强光突然爆发出来。待强光消散过后，墨染发现自己出现在了一条沙漠的公路上。紧接着，那道天空中的声音便传了下来。第47章新增的游戏内容。蝼蚁们，欢迎你们来到新世界，请不要害怕和惶恐，因为这将不会是最后一次。现在开始为你们讲解新增的游戏规则。1. 世界频道从现在开启，你们可以与更多的玩家进行聊天。2. 每个区域的玩家数量增加至2万人，如果玩家数量过于减少，将与其他区域进行合并。3. 市场交易的物品将涵盖至所有玩家，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将更加丰富。4. 载具升级开启，载具将分割成几个部分，使用材料将其进行升级，使其进入更高的下一等级。5. 载具进化开启，将载具所有部分提升至最高等级后，可将载具进行进化。载具进化需要用到载具核心，击毁其他玩家的载具可掉落2至4个核心碎片，集齐10个后可合成载具核心，也可通过搜寻宝箱、秘境探索等途径获得载具核心。载具进化的分支可自我选择，一旦选择后将无法更改。6. 载具武器和装备加入使用等级，载具等级低于武器和装备等级的话，将无法装备和进行使用，需要升级载具等级。7. 从现在起，载具被击毁后将无法复活，如果未在24小时内获得新载具，将失去玩家身份。8. 增加更多的武器跟小道具，这会令我们的游戏变得非常愉悦。9. 组成载具好友后，经双方同意后，可将载具合并，载具的数值和空间将有些许提升。但载具一旦损毁，所有人将失去游戏资格，失去载具的玩家可以与拥有载具的玩家组成载具好友，可以避免失去玩家身份。以上便是新增的游戏内容，希望每一条都令你们牢记于心。至于这个世界拥有怎样的危险，我相信时间会告诉你们答案。那么我现在宣布，游戏正式开始，让我看看你们这些蝼蚁能够存活到什么时候吧。哈哈哈哈！随着那道声音缓缓消失，笼罩在载具周围的白色光团开始消散。看来新增的东西可真不少，世界频道也已开启了。蓦然打开世界频道，发现里面已经有很多消息正在滚动，并且每一个人的头像都是黑色的，全部都设置了隐私状态。不过姓名倒是没法隐私，在旁边还有当前所属区域的编号。
漠然此刻所属的这个区域是21号区域，上面的消息杂乱无章，大部分都在讨论刚才的内容。紧接着，漠然打开载具的升级与进化，这是本次新增的重要东西。咦，这是什么情况？一打开升级与进化的页面，漠然就瞬间愣住了。升级页面出现了很多乱码，载具的升级部分都无法进行点击。主要的问题便是进化页面，整个页面满是雪花和扭曲的波纹。数据错误，数据错误，数据。这种情况在持续1小会后，整个进化页面瞬间消失。漠然看到这，满脸震惊地揉了揉眼睛。在将面板进行多次开启关闭后，漠然确定了一件事情：我操，完呢！进化页面呢？我那么大一个进化页面呢，怎么没了？在经过长达几分钟的懵逼后，漠然也是想到了为何会这样。难道因为我是穿越者，而这辆鼠鼠也不属于这个平行世界？因为这是两者不存在的东西，所以才会导致这个情况。这么一想，在这个情况便能解释得通了。那这不就是说，我现在的鼠鼠不就成了5等级？那以后的任何载具武器和装备，我不就可以无视等级直接使用？一想到这，漠然直接由懵逼变成了惊喜。第48章开始探索。鼠鼠出发，沿着这条公路前进。漠然下令道：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了出来，车辆开始缓缓移动起来。今天又获得了一次无限赋予，但好像没有什么比较适合施加的。现在的装备也不是很强力，先把这次留着吧，等到需要的时候再进行赋予。略微思索过后，漠然决定今天得到的无限赋予不使用，先保留下来。漠然还制造了一个小型修理箱，将鼠鼠全身修理了一下。毕竟这一段时间都在东撞西撞，前方的车体难免有些划痕，看起来十分的不好看。随着小型修理箱的使用，整辆鼠鼠瞬间焕然一新。鼠鼠保持着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这片沙漠中的公路上前进。除了中间黑色的公路，两边便是一望无际的漫天黄沙。看来除了我看到的那个提示，水源在这个世界恐怕非常的稀少。透过全景，漠然看着外面那一望无际的沙漠，再看看自己右上角那无限的水资源，帅气的脸上勾起一抹迷人的微笑。哼哼，又多了一条发财的野路子。不过先等等，等明天再上架水源，到时候才会有人愿意拿出好东西来买。之后的温度肯定会越来越高，到那时候便是车载空调系统出厂。打定主意后，漠然悠闲地躺在指挥椅上，感受着那无微不至的按摩。此时的太阳已经开始爬高，周围的温度也是一点点的上升。不过对于拥有车内恒温系统和隔热涂层的漠然来讲，外界的高温根本不能对内部的情况造成一丝影响。大约过了2个多小时，就在漠然睡眼惺忪的时候，鼠鼠的声音在这时响了起来。报告车长，左前方1600米有一处毁坏的建筑，推测内部可能有物资。听到鼠鼠的声音，漠然直接从指挥椅上爬了起来。终于找到点东西了，这个世界的物资也太匮乏了吧。伸了一下懒腰，漠然放大了那个方向的全景。随着全景不断放大，画面中果然出现了一栋2层建筑。建筑的外表是由各种石头填充上一些泥土制成，似乎经历了非常久的风化，房子的外表被摧残得非常破旧，有一角的区域已经倒塌，不少的沙子都灌入了里面。鼠鼠继续前进，没一会便到达距离那房子最近的公路边。漠然并没有让鼠鼠直接前往那里，毕竟这个区域都是沙漠，而且鼠鼠自身非常的重，为了防止陷入沙子，漠然决定独自前往。鼠鼠，警惕好四周，如果有人接近，先进行警告，对方如果不听取，则直接击杀。漠然一边穿戴轻便式防护服，一边对着鼠鼠说道：明白，车长，已牢记你的命令。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了出来。将轻便式防护服穿好后，漠然戴好头盔，将复合弩和 MG42 机枪背在背上，右手拎上撬棍，再带上一壶纯净水。准备工作做好后，漠然便来到了外面的公路上，感受了一下外面的温度，并没有预想中的那么炎热。看来得抓紧温度升高前多探寻一些资源了。扫视了一眼周围，除了一望无际的沙子，有着便是脚下这条看不见尽头的公路。漠然背好身上的东西，转身便向的左边那栋建筑走去。那栋建筑距离公路差不多100多米，只是脚下的沙子让行走起来异常困难。第49章冰淇淋机蓝图。幸好没有将鼠鼠开进来，这些沙子的流动性也太高了，好多地方都很松软。看着脚下的这些沙子，漠然很庆幸自己没有将鼠鼠开进来。虽然被耽误了一些时间，但漠然也是成功的到达了这栋建筑前。就在漠然打算继续前进时，那道苍老的声音急促的从脑海中响起：快停下，前面有一个流沙坑，再往前走会陷下去的。听着这道声音，漠然抬起的右脚迅速抽回，身体也往后退了几步。竟然有流沙！沙漠里行走最怕这玩意了。
幸好我有提示。看着面前那平坦的沙地，墨染直接将 MG42机枪从背后取了下来。咔嚓，拉栓上膛，墨染举枪瞄准了前方那片沙地，接着便是扣动了扳机。哒哒哒哒哒哒，7.62毫米子弹瞬间激膛而出，如雨点般落在那片沙地上，无数的沙子瞬间被击飞起来，紧接着那平静的沙地瞬间流动起来，一个向下的漏斗形陷坑瞬间出现，周围无数的沙子疯狂地向里面涌入。墨染看到这，迅速停止射击，开始向后退去。陷坑越来越大，最后成了一个直径有4-5米的大坑，周围的沙子也是停止了涌动，一切又变成了平静的样子。做完这一切后，墨染将 MG42机枪收好，从旁边绕了过去，安全地到达了这座建筑。建筑的门口有2扇对开的木门，上面已经被风化的腐朽不堪。墨染伸出手，轻轻地推了一下木门，砰！2扇木门不堪重负，直接倒塌下来，掉落在地，碎成了好几块。这风化的还真是严重。看了一眼地上的木门，墨染抬脚便进入了建筑中。建筑内部空无一物，只有一条通往2层的土质楼梯。这里面怎么啥也没有？去楼上看看吧。墨染缓缓来到楼梯边，开始一层一层的向上走去。每向上走一层，墨染便停下来等一会。脑海中的危险提示并没有声音，说明这条楼梯并不会突然断裂。墨染也是很快便上到了2楼。2楼同样空无一物，但在角落中却有一个物资箱。墨染眯起眼睛看向箱子，里面正有一张蓝图躺在箱子里。终于出货了，希望能来一张好一点的蓝图。墨染拿起撬棍，开始对着木箱撬动起来。随着最后一块木条拿下，墨染一把打开木箱，将那张蓝图拿了出来。冰淇淋机蓝图，建造后可制作冰淇淋，口味和配方自行摸索。不同组合制作成的冰淇淋将会获得不同的增益 buff。冰淇淋机，这图纸可以啊！看着这张图纸，墨染瞬间眼前一亮，直接便选择了学习。看了一眼所需的材料，都是自己拥有的材料，这收获不错。走了，回去做一个冰淇淋尝尝。将图纸学习后，墨染便转身下了楼梯。就在墨染打算出去的时，鼠鼠的声音在脑海中响了起来。报告车长，有一辆未知意图的汽车正在靠近。听到这声音，墨染身体一顿，随即探头向外看去，果然看到远处的公路上有一辆面包车正在接近鼠鼠。鼠鼠，继续保持警戒，一会听我命令。墨染说着，随即转身便向着2楼走去。明白，车长。墨染来到2楼，将背上的复合弩取下，打开上面的瞄准镜盖，通过窗户看向那逐渐接近的汽车。希望你们只是路过，否则就休怪我无情了。墨染的手指缓缓放在扳机上，眼神冰冷地看着那辆面包车。第50章，第一次嘎人。还是大哥你精明，一眼就看出那小子特肥，还真让你找到了一张秘境藏宝图。一位黄毛青年坐在副驾驶上，转头不停夸赞后面的一位男子。瘦毛你 TM 少拍马屁了，遇上我们3兄弟，那是他命不好。这张藏宝图就由我替他收下了。后方的座椅上正躺着一位光头壮汉，他的手上正拿着一张黄色的地图。在车子的后方是数不尽的物资，还有几把染血的砍刀，上面的血渍已经干枯，紧紧地粘在刀身上。是，大哥果然英明神武。瘦毛继续一脸笑容着拍着马屁。我操，那是什么车？主驾驶突然传出一声暴喝，紧接着便是一脚急刹，刺啦！刺耳的刹车声瞬间响起，几道醒目的刹车痕迹出现在公路上。我操你妈！胖子你 TM 干啥呢？我操！胖子你哥那发啥癫？这突如其来的急刹车令后方的壮汉瞬间滚在地，副驾驶的瘦毛也狠狠地撞在了玻璃上。不是，大哥，看前面有一辆车呀！看着那壮汉就要举拳砸来，副驾驶的胖子赶忙出声求饶。什么车让你惊成这样？我刚才都狠狠地撞在，哎呦我操！光头壮汉顺着胖子的目光往前一看，直接爆出了一句粗口。我操，那是什么车啊？好大一只，而且那上面竟然有个大炮。旁边的瘦毛也是一脸震惊地看向远处，脸上满是震撼。走，把车开过去，看看那是什么东西。光头壮汉咽了一口唾沫，转头对着旁边的胖子说道。大哥，那玩意可是有个大炮的呀！胖子颤颤巍巍地说道。啪！光头壮汉直接一巴掌呼了过去，胖子脸上立马出现了一个红色的掌印。你 TM 怂的蛋！那车里面要是有人，早就把我们一炮轰死了。这肯定是一辆野生的车子，有它咱们就可以换车了。光头壮汉一脸凶相地说着，做事便要再次动手。胖子赶紧开车。大哥说的没错，那里面要是有人，早就一炮把我们轰了。旁边的瘦毛也是催收道。大哥别打我，马上开车，别打。胖子不敢耽搁，
立马启动车辆驶过去。随着越来越近，面前的这辆庞然巨物也是更加清晰地呈现在他们面前。没有多久便到达了这辆车的前面，三人也是立刻从车上下来。好霸气的车，只有这车才能配得上我的气质。哈哈，车我要定了。光头壮汉看着面前的鼠鼠，那叫一个满脸激动。鼠鼠一个不留。看着那三道人影，墨染冷冷地说道。看着三人的表现，墨染便明白了对方的意图。这时候再不动手，那还等什么？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下达了对方的死讯。炮塔两侧打开一个缺口，两挺 M2HB 重机枪便瞬间出现。不好！看到这一幕，光头壮汉瞳孔猛然一缩，身体迅速反应起来。哒哒哒！紧接着三道枪声瞬间响起，3颗12.7毫米子弹从枪膛中射出。前面的瘦毛和胖子没有任何反应，直接被命中了头颅。他们的脑袋就像西瓜一样轰然炸开，各种红白之物散落一地。光头壮汉反应特别迅速，在机枪出现的那一刻便向后逃去，但他的左腿仍然被击中，仅剩一点皮肉相互连接着。啊！我的腿啊！啊！光头壮汉倒在面包车后面，一脸痛苦地捂着自己断掉的左腿。直接过去的话，就不会有这种事了。看着瞄准镜中那不停痛苦嚎叫的光头壮汉，墨染直接扣下扳机，一根弩箭瞬间射出。噗呲！弩箭直接贯穿了光头壮汉的脑袋，巨大的冲击力还折断了他的脖子。扑通！光头壮汉的身体缓缓栽倒在地，再也没有任何反应。第51章分解载具。看着瞄准镜中那3具躯体，墨染缓缓收起复合弩。我去，我刚刚打了3个人，为啥我没一点心情波动？我不会是个变态吧？抚摸着自己的胸口，里面的心脏正平常的跳动着。墨染的内心不禁一阵嘀咕，不过还是走下了楼梯，开始进行返回。没有多久，墨染便重新回到了公路上。看着地上未干枯的鲜血，墨染小心翼翼避开，避免一会沾上鲜血带到鼠鼠里面，这肯定会脏了地板。来到对方的面包车前，墨染一把拉开了车门，能看到后座那满满当当的各种物资，以及角落中那几把沾血的砍刀。看来这3个人也不是什么好鸟，估计也是打过人的。看着这一幕，墨染不禁皱起了眉头。发现无玩家载具，是否进行分解？分解后将获得对方全部资源，有几率获得对方载具的模块装备及若干载具核心碎片。是否分解？是否？就在这时，墨染的面前弹出了一个面板。这送上门的东西，不要白不要。墨染直接点击了是，面前的面包车瞬间被白光包裹。待白光消散，地上只留下了一些物品，其余的资源全部转移到了储藏室中。这就是那所谓的载具核心吗？这玩意儿不就是个大号的玻璃弹珠？墨染从地上捡起3块透明的碎片，将其拼凑在一起后，可以大体看出是一颗圆形的玻璃球，里面还刻了一个汽车的图案。这是什么？就在这时，墨染注意到了地上的一张黄色纸张，将其从地上捡起并进行展开。未知秘境藏宝图，跟随藏宝图上的标记，将找到一处未知的秘境。是否使用藏宝图？是否？好东西！这竟然是一张藏宝图！墨染一脸兴奋地看着这张藏宝图，对于地上趴着的那3个人，墨染突然觉得这几人看起来还挺顺眼的。墨染直接选择了使用，面前便出现了一个金色的指示3角点，1789公里，看起来还挺远的。将手上的地图收好，墨染便转身走向鼠鼠。哦，差点忘了还有这玩意儿。走到一半的墨染突然跑回，捡起了地上的一个模块。载具装备发动机润滑强化，增强发动机的运转，增加载具20公里每小时速度。不错不错，又是一个速度类的增益模块。墨染直接选择使用，模块化作点点白光，消失在墨染手上。做完这一切后，墨染便带着物资返回了鼠鼠。嗡嗡嗡嗡嗡，轰隆隆隆隆，车体两侧喷出浓郁的黑烟，鼠鼠开始移动起来，随后速度越来越快，很快便带着墨染逐渐远去。从原先的30公里每小时到如今的80公里每小时，真是不敢想象呢。看着两边向后退去的沙漠，墨染那是一阵的感慨。看着已经抵达正午的时间，墨染离开了指挥室，开始做起今天的午饭。今天的午饭吃炖肘子，将肘子以及各种配料下到锅里面炖煮后，墨染开始制造起冰淇淋机，他可没有忘记这个东西。随着材料投入，墨染直接点击制造。随着一阵白光涌动，一个物体便出现在墨染面前。第52章制作冰淇淋。一个高2米的长方形物体出现在墨染面前，它的整体为银色，上面有一块显示屏，下方则有一扇可开关的盖子，旁边有一个把手。这玩意儿
怎么这么像个冰箱？墨染看着面前的冰淇淋机，再看向放在角落中的小型冰箱，发现两者除了大小不一样，其余的基本差不多。紧接着，冰淇淋机上的屏幕开始缓缓点亮，墨染开始上前了解和操作起来，不一会便有了个大体的了解。冰淇淋机是与储物室相互连接的，只要在上面的屏幕中选取想要加入的材料，那么冰激凌机就能根据选择进行制造。至于出来的会是什么东西，墨染也不清楚，不太懂这步骤，先试试老三样加上水果看一下。墨染开始在屏幕上操作起来，分别选择了牛奶、鸡蛋、白糖这3个基础物品。最后一个就选芒果吧，这东西我也挺爱吃的。在将芒果选定后，墨染直接点击要制作。正在制作中，请稍等。屏幕上弹出了新的页面，墨染开始耐心地等待起来。制作完毕，请从下方拿取。你解锁了新的图谱，芒果冰淇淋。哟呵，竟然误打误撞的成了！墨染瞬间眼前一亮，迅速打开了下面的盖子。只见一个芒果冰淇淋正放在架子上，上面还散发着阵阵白烟。墨染将其拿起，随后开始吸溜吸溜吸溜。太 TM 香了，真好吃。不知不觉中，手上的冰淇淋已经尽数消灭。不仅如此，墨染身上还上了一个 buff， 清凉食欲，降低自身 10% 温度并增强食欲。这就是 buff 吗？感觉浑身都清爽起来了。有了一次的成功，墨染开始继续的捣鼓起来。没有多久，墨染便再次解锁了几个图谱，并且这些不同的冰淇淋都可以获得不一样的 buff。薄荷冰淇淋，降低自身 20% 温度并保持30分钟不上升。香草冰淇淋，降低自身 10% 温度并缓解因高温导致的身体不适。等等等，一大堆。吸溜吸溜吸溜，嗝！不搞了不搞了，真吃不下了。墨染长长的打了个饱嗝，他已经吃了好几种口味的冰淇淋了。他再这么吃下去，指定要狠狠的窜一波。清洗了一下满嘴满手的冰淇淋，墨染便准备开始吃午饭了。打开冒着热气的炖锅，里面的肘子已经完全熟透。将肘子的肉切下来，加上洋葱、萝卜等配菜，再用菜叶卷起来，一口下去，满满的都是满足感。一阵风卷残云过后，墨染收拾好锅碗瓢盆，手里啃着一颗梨子，慢慢悠悠地回到了指挥室。还有些距离，估计晚上10点左右应该就能到那边了。看了一眼秘境点的距离，墨染大体判断了一下时间。鼠鼠继续前进着，墨染也是稍微午休了一下。报告车长，前方出现物资箱。听到鼠鼠的声音，墨染也是立刻清醒了起来。这跑了一路，终于再见到一个物资箱了。墨染伸了一下懒腰，随后从指挥椅上站了起来，将面前的全景画面放大。墨染眯起眼睛看向箱子里面，那好像是一个望远镜。通过透视，墨染可以看到箱子中正放着一个物体。转身提起撬棍，墨染便到了箱子的旁边，利用撬棍撬开箱子周围的木条。墨染一把打开箱子，将里面的东西取了出来。还真是望远镜，不过这个怎么看起来好像很高科技的样子。墨染打量着手上的望远镜，它没有普通望远镜的2个圆筒，而是集合在一起，里面是电子显示的屏幕。高科技电子望远镜，拥有超远距离的观察效果，带有红外和夜视功能，并且能与载具中的人工智能绑定，做到精准的远程目标打击。好东西啊，还能跟人工智能绑定，而且看起来好圆好清晰。墨染拿着望远镜不停扫视周围，看着它是一阵啧啧称奇。不过这玩意儿需要充电，但对我来讲都不是事，看我无限赋予。墨染直接对望远镜使用了无限赋予，里面剩余的电量瞬间变成了无限。把玩着手上的望远镜，墨染一脸心满意足地回到了鼠鼠。鼠鼠再次出发，向着目的地前进中。第53章到达秘境点。把玩了一下手上的望远镜，墨染便浏览起了世界频道与区域频道的消息。频道中的消息都在抱怨资源特别难找，水源这种物资更是无比短缺。墨染关掉频道，到交易市场上查看了一下现在水的比例。好家伙，现在的水和物资的比例都达到1比100了，而且还在涨。看着现在水源的价格，墨染那是一阵的啧啧称奇。不过这样才好，明天才能让我大赚一笔。墨染帅气的脸庞浮起一抹微笑，随后便关掉了交易市场。时间一点一点的流走，天空中的太阳也缓缓西落，周围一望无际的沙漠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开始陆陆续续出现荒原的地形。不过所过之处一眼望去都是一望无际的荒凉。在享用完晚饭后，墨染开始整理起装备。他决定今天晚上就去那秘境看看，毕竟好东西肯定是要先到先得。花了一点物资，在交易市场上买了一个战术背包。墨染往里面装了一些矿泉水，还有一些干粮食物，然后便是一些照明物品，还有用于几个大功率手电筒。医疗用品这些也备上，顺便还准备了几条攀岩绳。也不清楚秘境里有什么，
凡事多备一些，小心为妙最好。准备好所需要的装备后，墨染觉得稍微的休息一下，让自己拥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用于应对接下来的探索。鼠鼠，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叫醒我。明白车长。周围的光线缓缓暗淡下来，墨染也盖着小毯毯进入了梦乡。许久，报告车长，我们已即将接近目的地。听到鼠鼠的声音，墨染也是迅速清醒了过来。终于到了吗？墨染伸了一个大懒腰，随后缓缓从指挥椅上坐起，通过全景看向外面，此刻外面已是漆黑一片，时间也来到了10点多。鼠鼠此时正在一片荒原上前进，在他的面前正有一座巨大的荒山，此时的秘境指示点就在那荒山里。终于快到了，看着面前那巨大的荒山，墨染开始穿戴起轻便式防护服，随后背上战术背包，复合弩跟 MG42 机枪也拿上，顺便将那一天获得的砍刀也别在腰间，近战远程都武装到位。鼠鼠很快便在一面垂直的山壁前停下，面前的山壁上正有一条通往内部的裂缝，裂缝不宽，大约1米多，可以容纳1人进入。墨染拿起手上的秘境藏宝图，上面的方向正指引到裂缝深处，看来秘境的入口应该是在这条裂缝里面。鼠鼠调转方向，将车辆后面对准裂缝。墨染看了一眼手上的藏宝图，随后对着鼠鼠说道：“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车辆开始原地360度转向，随后向后倒去，将后方对准了那条裂缝。鼠鼠，从现在起警示周围，如果发现有人靠近，先进行警告，对方如果不听劝阻，则立即击杀。明白车长，遵循你的命令。吩咐好鼠鼠后，墨染将头盔戴好，随后一个转身从后面出去，向着裂缝中深入。身后的出口缓缓关闭，让人看不出任何一点缝隙。第54章，深入秘境。这里面还真是凹凸不平，真是难以行走。墨染打开大功率手电筒，照亮了缝隙内部的情况。两边有很多凸起的不规则石头，地上也是凹凸不平，稍有不慎就会摔倒。在手电筒的照明下，墨染小心翼翼地行走着。很快，在行走了10几分钟后，墨染来到了裂缝的尽头，面前正有一面枯萎的藤蔓。看来入口便是在这里了，先将这些枯萎的藤蔓清理一下。透过面前藤蔓的缝隙，墨染可以看到里面正有一个洞口。将地图收进背包放好，墨染抽出别在腰间的砍刀，开始对着这面枯萎的藤蔓劈砍起来，将其全部清理干净。不多时，随着最后一根藤蔓斩落，一个不大不小的洞口便出现在墨染面前。提着手电筒，墨染一个弯腰便走了进去。往里面走了一段距离后，墨染来到了一个较为宽敞的空间。环视了一圈周围，只有几块大石头位于角落，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在不远处的地面上，正有一个通往下面的不规则洞口。墨染来到洞口边上，通过手电的光亮往下面看去，可以看到下面又是另一个空间，距离洞口差不多有4、5米的距离。周围没有东西，看来还要再往下面走一段。墨染从背包中取出一捆攀岩绳，将其捆在角落旁的那几块石头上。捆好之后，墨染用力地拉扯几下，纹丝不动，看来支撑我的重量是没有问题的。固定好攀岩绳的一头后，墨染将绳子往身上缠几圈，一会再往下降的时候，可以起到非常大的减速效果。随后将剩下的抛入洞口，墨染开始一点一点的向下降去。没有多久，墨染便安全的抵达了下面。下面也是和上方一样，是一个略微宽大的空间。在一侧的墙壁上有一个洞口，通往更深处的内部。墨染打着手电筒，向着那道洞口不断深入。在这洞口中没走多久，墨染便来到了一处更大的空间。只见眼前有一扇巨大的石门，另一块已经倒塌下来。这底下竟然有这么大一扇石门，看来里面的空间很大。墨染打着手电筒照在那石门上，可以通过倒塌的那扇石门看到里面那漆黑的空间。就在墨染继续向前行走的时候，那道苍老的声音再次从他的脑海中响起：“小心，里面有一只大蛇，并且还会喷射火焰，请小心应对。”听到这声音，墨染迅速地关闭了手上的手电筒，整个人也是快速地靠到旁边的墙壁，随后一点一点地挪动至门边，在背包中一阵翻找，拿出了那个望远镜。墨染拿起望远镜，随后向着里面看去。我操！你管这 TM 叫大蛇？这玩意估计都有30米以上了吧？当看到里面的情况后，墨染差点没忍住喊出来。透过望远镜的夜视能力，墨染清楚地看到了内部的场景。内部是一间巨大的密室，最前方有一块巨大的台面，周围有着很多石柱，大部分都已经倒塌下来。而在那台面上正蜷缩着一只体型巨大蛇，它通体呈现黑红色，巨大的头颅上长着一圈红色的毛发。这圈红色的毛发从头颅开始，直接顺着脊背延伸到尾部，在它的下颚脖子处长着一团红色的肉球，肉球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
能看到红色的光芒，时而暗淡，时而明亮。这只巨蛇就这么盘旋在这里，周围有着很多动物的骸骨。咦，那有一个物资箱。就在这时，墨染通过望远镜看到后方的高台上有一个物资箱放在那边，表面还盖了一层薄薄的灰尘。看来得想办法解决掉这只巨蛇，才能安全的拿到那个物资箱，并且这么大的一条巨蛇，没准可以爆点好东西出来。想到这里，墨染开始四处查看起来，决定下一步的计划该怎么做。第55章消灭巨蛇。那好像有根石柱快倒了，而且那条蛇就在这根石柱的最中央。在望远镜的观察下，墨染看到右边有一根石柱倒塌了下来，不过被左边的石柱顶住了，但它俩的接触面很小，仿佛只要有点动作就会倒下来。而那条巨蛇此刻就在这根石柱的下方，这根石柱差不多有15米以上，并且有2米左右的宽度，想必重量肯定不一般，只要能替我压制这条巨蛇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足够让我打烂它的脑袋了。决定好计划后，墨染便迅速的准备起来。旁边另一扇未倒塌的石门处于半开状态，这令它的角落刚好有一条缝隙。墨染迅速将 MG4 机枪取出，将前面的2个支架打开放在地上，枪口的方向正对着这条门缝，在这个角度刚好可以攻击到里面的那条巨蛇。选择这里刚好可以借助石门的掩护，哪怕情况不对也可以安全撤离。墨染还将手电筒打开并反扣在地上，这是他的另一重保险。做完这一切后，墨染直接趴下，随后解除了机枪上的射击保险，右边的肩膀顶住枪托，右手则放在扳机上，左手拿着望远镜用来观察前方的情况。刚才那个声音提示火这条蛇会喷火，可能和下巴的那一团肉球有关。看着那不断起伏的肉球，墨染觉得这东西要着重注意一下。呼，来了！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墨染猛地扣动扳机，哒哒哒哒哒哒，猛烈的枪声瞬间响起，无数的 7.62 毫米子弹组成一道利箭，直接命中了那2根柱子的交界处，刹那间尘土飞扬。死！突然响起的枪声瞬间惊醒了巨蛇，就在他还未反应过来时，轰隆隆，那根即将倒塌的石柱瞬间倒下，狠狠地压在了他的身上。死！巨蛇也是反应了过来，疯狂地扭动身躯，想从石柱下冲出，但在下一刻，无数的子弹犹如暴雨般疯狂地砸在他的头颅上，坚硬的鳞片在持续的攻击下纷纷碎裂，从头颅上不断掉落，脆弱的肉体暴露在了外面，紧接着便是 7.62 毫米子弹狠狠地钻入其中，大量的鲜血顺着弹孔往外流淌，剧烈的疼痛席卷了巨蛇的全身。嘶吼！嘶！嘶嘶！巨蛇发出了更加尖锐的嘶鸣，疯狂地扭动脑袋，想要躲避那未知的攻击。操！这玩意儿还挺硬的呀！墨染不停地瞄准头颅射击，将更多的子弹尽可能的命中。在这么持续的攻击下，巨蛇的头颅很快便血肉模糊。他也在这时发现了这道攻击似乎来自面前的那扇门后，下颚的那颗肉瘤开始膨胀，红色的火光开始逐渐明亮起来，同时他的嘴巴开始张开，若隐若现的火焰从喉咙中冒出。他发现我了，而且看这样子是要喷火。墨染看到这一幕便知道他要做什么，迅速抓起旁边的手电筒，随后猛地甩了进去。砰！啪嗒！手电筒飞了进去，摔在地上滚了几圈，明亮的光线也是照耀出来，瞬间吸引了巨蛇的注意。下一秒，呼呼呼，一道猛烈的火焰瞬间从巨蛇的喉咙中喷涌而出，直接将地上的手电筒笼罩在内。我尼玛，第一次见到蛇喷火的，得赶紧毁了他那个肉瘤。墨染不敢怠慢，停顿些许之后的枪声再次响起，哒哒哒哒哒哒，无数的 7.62 毫米子弹激射而出，狠狠地命中在那颗肉瘤上。噗噗噗，那颗肉瘤十分的脆弱，瞬间便被无数的子弹洞穿，里面一种发光的红色液体瞬间流淌出来，在与空气接触到的一瞬间，那红色的液体迅速燃烧起来，且火势异常凶猛。嘶吼！嘶嘶！嘶嘶！火焰开始蔓延起来，猛烈的高温将大蛇灼烧得异常痛苦。好机会！墨染看到这一幕，迅速抓住这个天大的好机会。墨染瞄准大蛇的脑袋，就是一阵疯狂的子弹风暴。死！没有多久，大蛇无比痛苦的仰天嘶鸣一声，随后高高的头颅直接一软，直接狠狠地砸落在地上。第56章，爆出好东西了。看着那一动不动的巨蛇，墨染继续向着他的头颅不断射击，哪怕他的头颅已经被打得稀烂，墨染还是不太放心。在下一瞬间，巨蛇的身躯缓缓化作白光，连同那熊熊燃烧的火焰消失不见，随后在地面上留下了一卷红色的图纸和一块黑红相交的模块。终于死了，看起来爆东西了，去看看。看到消失的巨蛇，墨染也是重重的松了口气。
将望远镜收入背包，并重新取出一把手电筒。墨染左手抓着手电筒，并横于胸前，右手则抓着 MG42 机枪，并将前端放在左手上。随后小心翼翼地向里面走去，手电筒的灯光扫过周围的每个角落。右手的食指也是放在扳机上，只要一有情况立刻扣下。就这么一路小心翼翼地前进，墨染很快便来到了高台之上。在巡视了一圈确定安全后，墨染才开始查看起地上的这2件物品。首先便是这卷红色的图纸，墨染将其捡起展开，这张图纸的信息便出现在他面前。特殊图纸车载烈焰喷射器，使用后将无需制造，直接获得车载武器烈焰喷射器，可向前方喷射出一条长30米、宽3米的高温火焰，可对任何目标造成无视装甲的高温伤害，并将其破坏溶解，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该武器为特殊武器，无法修复和填装弹药，耐久消耗完毕后将直接损毁。牛逼啊！这武器不就是为我量身定造的？看着图纸上的内容，墨染是一阵的惊喜。将这张图纸卷好，墨染小心翼翼地放进背包，随后查看起地上的另一块物品。这是一块略有不同的模块，特殊模块高温外部战甲，改造载具的外部装甲，使其可以产生强烈的高温，并且对于受到的高温攻击无效化。但载具结构出现破损的话，将失去这个效果，只有载具保持完整才可开启。这个东西也很不错，简直就是为我的叔叔量身定做的。看着这个模块的介绍，墨染也是非常的兴奋。这就意味着他的叔叔不仅拥有尖刺装甲，如今还能使装甲产生强烈的高温，这完全可以有效的抵御任何想近身攻击的敌人，而且对于任何高温攻击都无法对叔叔造成伤害。至于这个结构损坏，这在叔叔上面根本不可能出现。没想到这只巨蛇就有这么好的东西，那上面的宝箱有什么呢？我更加期待了。墨染看着高台上的宝箱，兴奋地搓了搓手，开始缓缓地走去。就在墨染准备顺着楼梯走上去的时候，脑海中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快停下！这条楼梯是假的，踩上去的话你将会掉下去。听着这道声音，墨染迅速收回右脚，身体也快速向后退了几步。好家伙，到了领奖时刻还有陷阱，哪个老阴逼这么搞的？墨染瞬间一阵无语，眯起眼睛看向面前的这条楼梯。只见楼梯的表面由一层轻薄的石板构成，下面是一个很深的洞口。只要墨染刚才踩上去，那么楼梯就会瞬间断裂，让他掉入下方的深渊。第57章又是一个神仙奖励。楼梯是假的，看来得换一个方式上去了。墨染开始观察起四周，随后将目光锁定在旁边一根破损的柱子上，目测了一下柱子的长短，刚好距离高台不远，且下面布满裂纹，还破损了一大块。把这个石柱打断，随后顺着柱子爬上去，没准可行。决定好后，墨染直接架起 MG42 机枪，开始对着石柱的一个地方扫射。刹那间尘土飞扬，不多时，石柱在经历了长达10几分钟的子弹洗礼后，底部也是承受不住重量，轰然断裂，向着高台的方向倒去。轰隆隆，随后狠狠地压在高台上，不多不少，刚好合适。墨染爬上这条石柱，小心翼翼地来到了高台之上。这里面好像是一个模块，而且还是一个正方形的。墨染眯起眼睛看向里面，在确定没有危险后，直接着手开箱。哒哒哒！由于没有带上撬棍，墨染直接用 MG42 机枪开箱，将箱子上的木条尽数打断后，墨染一把打开了箱子的盖子，随后将里面的那个正方形模块拿了出来，开始端详起它的信息：载具装备弹药组合枢纽，可记录所获得弹药的类型，并将载具上所有武器的弹药进行组合，使其适用于所有武器。我操！这是什么神仙模块？模块的介绍很简短，只有短短的2句话，但就是这么短短的2句，直接震惊墨染100年。这上面的意思，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就是将载具所有武器使用的弹药全部集合成一种弹药。那加上我的无限赋予，不就是说我所有的载具武器都拥有无限子弹了？墨染已经兴奋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了，这一趟秘境的探索真的收获太大了。怀揣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墨染一路飞也似的返回了蜀黍。报告车长，你不在这段时间内一切正常，无可疑人员接近。墨染一回到内部，蜀黍声音便传了出来。我知道了。没有遇到麻烦事，墨染也是非常的愉悦。迅速取出那3样物品，直接点击了使用。3件物品化作白光，缓缓的消失不见。墨染右上角的载具弹药，不管是主炮或者机炮的弹药，以前单独分裂出来的武器弹药，此刻已经全部整合在了一起。随后便是高温外部装甲，墨染带着一瓶矿泉水来到外面，将其拧开，随后直接往战甲上泼去。呲，矿泉水在接触到战甲的一瞬间便被尽数蒸发，产生了大量的水蒸气。
这玩意还真是厉害，隔着这么远我都能感受到散发过来的热量。看着这种效果，墨染是感觉非常的满意。随后便是烈焰喷射器，墨染将其安装在炮塔顶部的前方位置。烈焰喷射器的外形就像一节很粗的钢管，最前面像一个炮口制退器，钢管上布满了很多错综复杂的金属管路，周围也有许多钢板进行包裹。后方连接着一根粗壮的管子，深入进车体内部。鼠鼠，向前方试射一下烈焰喷射器。墨染向鼠鼠命令道，同时自身跑开老远。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在墨染脑海中响起，随后烈焰喷射器猛地启动。呼呼呼，一条汹涌的火柱瞬间喷涌而出，就像一只咆哮的火龙。猛烈的火焰瞬间驱散了周围的黑暗，将附近的一切照得明亮。炽热的高温席卷开来，向着周围迅速扩散。就算隔了老远，墨染也是清晰地感受到那股扑面而来的灼热感。距离烈焰喷射器最近的火焰呈现蓝色，最远的则呈现深红色。我操，这也太牛逼了！好了，快停下吧。看到效果如此不错，墨染迅速喊停了测试。汹涌的火龙缓缓消失，被火焰灼烧过的地面还在持续的燃烧着。这种效果持续了好一会，最后才缓缓的消失。难怪这武器是特殊类的，这么使用一小会就掉了 5% 的耐久。看着烈焰喷射器所剩余的耐久，墨染也是明白了这武器为何如此强大。第58章，第一个无限耐久的载具武器。随后墨染便返回了鼠鼠内部，此刻时间已经11点53分，正好之前睡了一觉，墨染现在还精神充沛着。热了一杯牛奶，墨染一边吃着小饼干，一边观看频道中的消息，毕竟这是为数不多消遣的做法。深夜的消息相比白天较为热闹，很多搜寻了一天物资的玩家此刻也是在频道上相互聊天，有的在抱怨，有的在吹牛。无限赋予耐久。12点时间一到，墨染便对着烈焰喷射器使用了无限赋予。烈焰喷射器瞬间被无数的乱码条纹包裹，在出现时，烈焰喷射器的信息已经发生了改变，上面的耐久变成了无限的符号。搞定，第一个无限耐久的载具武器诞生。看了一眼烈焰喷射器的信息，墨染帅气的脸上浮起一抹微笑。吧唧吧唧，咕噜咕噜，嗝。在将牛奶和饼干消灭一空后，墨染稍微休息了一阵，拿起一套晾干的衣服，转身便进了浴室。毕竟这一天的搜寻下来，身上可是沾了不少的沙子跟泥土。洗完澡后，顺便刷个牙，继续在频道中潜水一阵后，此刻时间已经来到了2点多，频道中的消息也开始减少。睡觉，保持良好的精神，明天就在这片荒地中寻找一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好的物资。拿起旁边的小毯子盖在身上，身后的指挥椅缓缓躺平下来，周围的光亮开始缓缓暗淡，墨染开始美美的进入梦乡。时间流转，日月交替，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刺破黑暗，整个世界开始逐渐明亮起来。起床。墨染舒服的伸了个懒腰，身后的指挥椅开始缓缓直立起来。从指挥椅上站起，墨染活动了一下全身筋骨，随后便来到了浴室洗漱。洗漱完毕后，开始制作起今天的早餐。早餐还是用面包、火腿、鸡蛋、蔬菜制成的三明治，再配上一杯温热的牛奶。随后，墨染打开交易市场，用材料再次购买了一个200升的大铁桶，将原来的2个18升小水桶替换掉。墨染往里面注入了200升水，顺便将另一个铁桶也注满200升燃油，随后将这2样上架在交易平台，价格比例1比50，每人限购5升，容器自备。好嘞，就这样，设置好限购参数，墨染直接开放交易，顺便还来到了区域频道喊了一嗓子，提升一下销量。200升水和200升燃油上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有好东西的可与我私信交易。做完这些后，墨染便关掉了面板，专心恰饭。在享用完午餐并清洗好锅碗瓢盆后，墨染转身来到了指挥室。鼠鼠出发，向着荒原深处前进。墨染一声令下，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随后车辆迅速启动。嗡嗡嗡嗡嗡，轰隆隆隆隆，前方车体两侧的排烟孔冒出浓郁的黑烟，车辆开始缓缓前进起来，向着荒原继续深入。在另一边的荒原中，正有一座城市坐落于此，整座城市早已残垣断壁，到处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黄沙。此时，一辆白色的 SUV 轿车缓缓地驶入了这座城市。第59章，星岩和星瑶。白色 SUV 在城市中左拐右拐，随后驶入了一座看起来还算完整的2层小楼。随后主驾驶的门打开，下来了一位女子。女子面容精美，五官端正，一双凤眼看起来十分迷人，似乎是长时间没有喝水，粉嫩的嘴唇此刻布满干裂，乌黑的长发扎成了一个马尾披在后背，身上穿了一件短袖，身材虽然算不上非常完美，但也是让人眼前一亮。
紧接着副驾驶的门打开，一名扎着丸子头，身形比这名女子稍微小一点，但容貌却有几分相似。这名女子似乎有点虚弱，整个人的精神看起来有点萎靡。星瑶，你下来做什么？你中暑了，赶紧在车上休息好，找水的事就让姐姐来。另一边的女子看到这，将星瑶赶忙扶回车里躺好。星妍姐姐，我休息了一阵，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了，让我跟你一起去找水，2个人加上这张地图，这样的速度才能更快。躺在座椅上的星瑶一脸不放弃，还是想一起出去找水。星瑶听姐姐的话，你就在车里好好的休息，地图上显示的物资箱就在这房子里，姐姐不会走太远的，你在车里等着姐姐好吗？星妍一手抚摸着星瑶的额头，满脸关心的说道。那好吧，姐姐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在劝说下，星瑶最终放弃了一同前往。星瑶真听话，在这里好好等姐姐，把车子反锁好，姐姐马上就回来。星妍拎起撬棍，背上了一把十字弩。在看到车内的星瑶将车门反锁后，星妍才放心的前往楼上探索。看到星妍远去的身影，星瑶躺在椅子上闭眼休息起来。仪表台上正有一个小风扇，正呼呼的吹着丝丝凉风。星妍顺着楼梯来到2楼入口，小心翼翼的打开房门向里张望，在确定没有危险后直接进入，手上拿着一张地图不停的对比。物资箱就在前方的卧室里，一定要有水源啊。星妍来到卧室门前，随后径直推门而入。随着房门打开，一个物资箱正静静地摆放在地上。星妍一把上前，利用手上的撬棍开始进行开箱。呼，来瓶水，一定要来一瓶水。星妍深吸了口气，随后一把打开了物资箱。物资箱打开，里面正有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还有2根巧克力棒。太好了，是水！看到里面的那瓶矿泉水，星妍瞬间大喜起来。将物资从箱子里面拿出，星妍一把拧开瓶盖，先往嘴里倒了一些水润润喉咙。终于找到水了，赶紧给妹妹送过去。星妍将水小心翼翼地捧在怀中，随后快步地向楼下跑去。星瑶来，我扶你起来，快喝点水。星妍小心翼翼地扶起星瑶，随后将矿泉水瓶缓缓地送入口中。姐姐，我喝够了，你也快喝一点。看着不足半瓶的矿泉水，星瑶赶忙推辞给了姐姐。星妍在喝了几口后，将剩下的水都给了星瑶，随后缓缓地扶着星瑶，让其躺下休息。看着闭眼休息的星瑶，星妍眼中尽是担心，这点水根本不够，妹妹现在还中暑了，必须找到更多的水。带着一丝期望，星妍决定看一下是否有人出售更加低廉的水源，毕竟现在的水源真的太贵了，再多的材料也支撑不了多久。打开区域频道，无数的消息疯狂地滚动着。怎么回事？怎么聊天的人突然这么疯狂？星妍一脸疑惑地看着区域频道，随后不停地往上拉，看到了最开始的消息：200升水和200升燃油上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有好东西的可与我私信交易。墨染，第60章，一个大单。墨染，是他，那个排行榜上的第1名，而且他竟然在这个区域。看到发言人的名字，星妍内心一阵震惊，迅速关掉区域频道，紧接着打开了交易市场。可恶，来晚了，水已经没有了。看着已经售卖一空的200升纯净水，星妍不禁一阵懊恼。但在下一秒，已经售卖一空的200升纯净水再次出现，不过只在眨眼间便被轰枪一空。4400升的水说卖就卖，而且看这样子完全没压力，这墨染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星妍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完全不清楚刚才发生了什么。等等，我可以直接与他进行交易啊！星妍在这时突然想起墨染之前在区域频道中的那句发言，但我要用什么物品与他进行交易才能够吸引他的眼球？星妍想到这里，开始低头沉思起来。慢慢的，他的目光瞟到了手扶箱中，那里正放着一张红色的蓝图，还有一个黑色的模块。那就看看这2个东西能够卖到多少水源。看着扶手箱里的这2件物品，再看向旁边的星瑶，星妍一咬牙，当即便联系上了墨染。好家伙，直接抢空，看来这些人真是可得不得了啊！看着自己重新上架的200升水，只在一瞬间便被哄抢干净。墨染只想说一句牛逼。私信的消息也不少了，让我来看看有什么好东西。看着不少出现的陌生私信，墨染兴奋地搓了搓手，紧接着便一条一条地浏览起来，寻找着自己看得上的物品。自动烘衣机要了，烤面包机要了，全自动烤箱要了，扫地机器人要了，镶金边的马桶要了。一条私信一条私信的查看，墨染也是找到了非常多的东西，还有各种珍稀的金属资源，所得到的数量也是非常的可观。需要50升纯净水。哇，这是来了的大客户吗？就在这时，墨染突然瞄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私信。私信的发言人是一名叫星妍的女子，
并说这里有足够价值的物品。好熟悉的台词，这不会又是跟苏西那家伙一样钓鱼的吧？墨染不禁心中一阵嘀咕，不过也是点击进去。哦，那你就拿出来看看，看看你所说的物品是否值这50升纯净水。墨染打字完毕，随后点击发送。另一边，看着这么久还未回消息的墨染，就在心妍以为对方不感兴趣时，私信叮咚一声，立马将心妍的情绪拉了回来。他终于回我了，我还以为他不感兴趣。看到墨染回复消息，心妍不禁松了一口气。随后他打开系统的相机，对着扶手箱拍了一张并发送了过去。我去，红色蓝图。看到心妍发来的图片，墨染一眼便锁定了那一捆红色物体。对于红色蓝图的效果，墨染可是十分清楚。那烈焰喷射器的威力，他到现在可是还清清楚楚的记得呢。等等，扶手箱下面那包白色的东西是一包大米。就在这时，墨染突然注意到心妍发过来的图片中，在一双洁白无瑕的玉腿下，正垫着一包大米。我操，那是谁啊？竟然踩着那包大米！墨染都快被那张图片给雷到了，稳住自身的心情，连忙打字问道：那张红色蓝图和模块的信息发给我看一下，东西不错的话我就购买。第61章合作，看来他感兴趣了。看到墨染的回复，心妍也是松了口气，随后将红色蓝图和模块的信息一同发送给了墨染。这两个东西不错呀，但我更在意那袋大米。此时墨染已经收到了心妍发送过来的信息，当即也是浏览了起来。特殊蓝图蜂鸟无人机轰炸群，使用后将获得一个无人机槽，里面拥有50只蜂鸟无人轰炸机，每只都携带一定当量的高浓缩炸药，可对指定目标造成毁灭性打击。蜂鸟无人轰炸机的攻击距离最远可达5公里，无人机数量无法补充，使用完毕后该装备将直接销毁。载具装备节流车体模块，在不改变载具外观的前提下，大幅度缩减空气对车辆的阻碍，对载具的速度将有显著提升。这两个东西不错，我要了。顺便问一下，你大米卖吗？数量有多少？这两件物品墨染十分满意，不过他更在意那包大米。看着墨染发来的消息，心妍扭头看向了那包大米。大米？难道说这个墨染他喜欢吃大米？看到这里的心妍顿时有了个不成熟的想法，随后打字说道：我拥有一间培育室，里面播种的都是大米，不如我们合作，我提供大米，你提供水源。心妍打字说道，其实他也是抱着一个开玩笑的心态，他与墨染不熟，也不认为他会答应这个要求。但在下一秒，墨染便发来了消息：可以。简短的2个字，现在心妍的脑海中掀起轰然大波。不会吧，他真的同意这个要求了？心妍不敢置信地喊了出来，瞬间惊醒了旁边休息的心瑶。姐姐，发生什么事了？心瑶赶忙坐起身，一脸疑惑地询问道。没事没事，你好好休息。心妍赶忙安抚心瑶进行休息，随后继续打字回复道：真的？你没开玩笑？看着面板上出现的消息，墨染轻蔑一笑，哼，也可是有无限的水源，会在意你这点用水？紧接着墨染打字回道：交易吧，事情就这么定了。墨染直接给了心妍100升纯净水，随后成功的收到了那3件物品。使用，通通使用。墨染直接使用的这个模块以及这张红色的蓝图。鼠鼠，释放一只蜂鸟无人轰炸机。墨染对着鼠鼠下令道，他想看一下这种武器的威力如何。明白，车长。已释放蜂鸟无人轰炸机。前方车体的上面打开了一个正方形小口子，一道小巧玲珑的黑色身影瞬间冲出，速度之快宛如闪电。紧接着在墨染面前的全景上分割出了一块单独的画面，画面中所呈现的正是那只释放出去的蜂鸟无人轰炸机视角。可以啊，这玩意还能传回实时视角，看来以后可以用于侦察攻击2不误了。看着那块区域的画面，墨染也是微微的震惊了一下，向着下面的那一块空地进行攻击。跟随无人机的视角遨游几圈后，墨染选择了一处平坦的空地作为攻击对象。明白，车长。攻击目标已锁定，轰炸打击开始。蜂鸟无人轰炸机迅速接近目标上空，随后直接以90度姿势向下急速俯冲。下方的空地在瞬间内急速变大，然后画面猛地消失。墨染迅速通过全景看向那个方向，只见一颗橘红的火球在空地上升腾而起。墨染放大全景视角看向那片空地，便能看到地面上出现了一个直径5至6米、深3至4米的爆炸坑。我勒个娘嘞！要是被这玩意炸到，这不得东一块西一块的。看到这件武器的效果，墨染是十分的震惊和满意。第62章，龙国方面高层。那么接下来便是这包大米了，刚好现在已经中午了，今天就吃米饭加肉肘子。想想那个画面，墨染的口水都快从嘴角流下来了。
抱着大米来到了一处门前，推门而入，是一间20平米的厨房。这是墨染刚才买到的厨房拓展模块，将外面的冰箱、角落里的锅碗瓢盆，还有吃饭的桌子全部搬到了里面。取出一些大米，过水清洗一下，随后将其放进电饭煲里进行蒸煮。再从储物室中拿出一块肉肘子，加入水和香精调料，放入高压锅里进行蒸煮。准备完毕，差不多半小时左右就能开饭了。将灶台上散落的水渍擦洗干净，墨染转身便出了厨房，来到了指挥室。水已经买完了，今天在最后上架一次。看着已经售卖一空的200升水，墨染再次进行补充上架。自从有了无限水源，感觉那纯净水收集器都快长蛛网了。墨染突然想起还有这个东西，出去一看，发现那收集器的水桶已经满了，不知早已停止工作多久。到时候给它搬到储藏室里面，感觉放在这里也没啥用。墨染重新回到指挥椅上，舒舒服服地躺了下来。闲暇时刻，墨染开始翻看起私信。龙国高层方面的人，这种人竟然会与我联系。就在这时，墨染看到了一则来自龙国高层的私信，对方表示是龙国高层方面的人，希望能与墨染进行交流一下。找我应该是有事，看一下他们想说什么。墨染直接点击了私信，随后开始打字。是我，请问找我有什么事？编辑好这则消息后，墨染直接点击了发送。另一个区域，在一处峡谷中，正有一处临时搭建起来的营地，营地内停满了众多载具，还有很多士兵正在巡逻。在营地的中央有一辆集装箱卡车，一位秘书急速地进入了车辆中，里面的空间非常大，中间还有一张很长的桌子，有不少的士兵正在周围忙碌着。桌子上正有多名身穿中山服的老者，还有几名魁梧的军长正在交流。古老，那个墨染我联系上了。秘书快步来到古老身边，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好，我知道了。听完秘书讲的话，古老点了点头。各位，就在刚才，我们联系上那位墨染了。随着古老的话一出，其余的众人也是纷纷停下交流，将目光看了过来。终于联系上了，这小子也太不懂得低调了。是啊，连续上架600升的纯净水，这肯定会被某些人盯上。问一下他在哪一个区域，我们是否为其提供一点帮助？其余众人议论纷纷，看着古老说道：好，各位先停一下，我先与他进行一下交流，看一下他现在的情况。秘书很快便将古老的信息推送给了墨染，让其添加好友。看来这个人应该是龙国高层说得上话的一位了。看着古老的好友信息，墨染直接点击了添加。你好啊，墨染小兄弟，很高兴认识你。好友一添加上，古老的发言便传了过来。您好，请问找我是有什么事吗？墨染打字回复道。找你还是因为担心，因为你最近的表现太过显眼，担心你被一些不好的人盯上，所以在这边是想问一下，你是否需要帮助？我能在有限的能力里帮助你。看着古老的消息，再看向如今身处的蜀黍内部，虽然觉得对方有点过于担心，但墨染还是感觉非常的暖心。你老担心了，不过你放心，我现在非常的安全。至于那些想图谋不轨的人，我定然让他们有来无回，因为我压根不将他们放在眼里。墨染编辑好文字，随后点击了发送。第63章，送你们一点见面礼。另一边的古老也在这时收到了墨染新的消息。哈哈，够狂妄，够气魄，这年轻人我喜欢。古老身后一名国字脸军官在看到面板上的消息以后，刚毅的脸上瞬间浮起笑容，哈哈大笑的说道：这小子有意思，定然不会是一位等闲之辈，不过也太过张扬了，还是低调一点比较好。古老的身后聚集了不少老者，众人也都看到了墨染发送的那条消息。哈哈，这小子！古老看着墨染发送的消息，整张脸上也是浮起了一抹笑容。随后私信页面上，墨染再次发来了一段消息：想必你们也遇到了缺水的问题，小小见面礼请收下，希望我们以后的联络与合作能更加紧密。紧接着，古老便收到了提示：21区玩家墨染赠予你纯净水收集器 X99 1级，纯净水收集器 X1 5级，10万升纯净水，10万升燃油，不够的话可以再找我要，当然以后有好东西了，记得第一个考虑我。发送完消息，墨染便关掉了好友私信。时间差不多了，恰饭。墨染从指挥椅上爬起，转身便走向了厨房。另一个区域，10万的水，还有燃油。我操，这小子哪来的这么多资源？这数量也太恐怖了吧！国字脸的军官看着消息面板上的赠与信息，刚毅的脸上充满了无比震惊。我就说这小子肯定是什么家族，这随手拿出的资源数量也太恐怖了吧！那得是多大的家族啊！这么多的资源说拿就拿，还显得这么轻松。其余的一众老者都是大眼瞪小眼，所有人的脸上都是无比的震惊。
还真是英雄出少年，这位墨染还真是不一般。古老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嘴角都在肉眼可见的抽搐，把水都给将士们分下去。今天的气温更高了，让所有人保持好水分。同时，那些种植的蔬菜还有养殖的畜牧，也要及时的为其补上水源。还有将这些纯净水收集器进行升级，咱们以后就无需担心水源问题了。古老开始提取墨染赠予的物品，众多士兵搬运着一个又一个纯净水收集器，将其摆放在一个房间中，并对其进行升级。集装箱卡车内的一处储水塔，里面瞬间被注满了干净的纯净水。士兵们开始拿着各自的水壶，排着队接取水源。另一边的墨染打开厨房门，一股诱人的肉香便飘散了出来。打开电饭煲，便能看到里面那颗粒饱满的米粒。墨染将其全部盛到碗里，随后从高压锅中捞出那块炖得软烂的肘子肉，将其夹在米饭上，随后再从锅中捞了点汤汁洒在上面，用汤匙挖起一勺带汤汁的米饭，然后再咬一大口肘子肉。两种食物混合在嘴巴里，通过不停的咀嚼感受其散发出来的味道。太 TM 香了，这味道真是流连忘返。一口下肚，墨染在脸上露出无比享受的神情。咕嘟咕嘟，爽！从冰箱中取出一瓶冰镇可乐，一口下肚，那清爽的感觉直冲脑门。墨染很快便扫清了所有食物，清洗一下锅碗瓢盆，然后揉了揉肚子，心满意足地回到了指挥室。第64章荒漠中的村落。回到指挥室，墨染舒舒服服地躺在了指挥椅上，继续打开私信浏览起来，发现古老回礼了一些物品。墨染小兄弟，这些东西我们也不白拿，这个模块我觉得你应该用一下，同时也送你一些蔬菜和鱼肉。墨染看着上面的消息微微一笑，也是收下了古老赠予的物品。载具装备信息隐藏模块，隐藏你载具的任何信息，任何玩家无法使用拍照、视频等功能记录你的载具。这东西不错，可以防止有狗仔来偷拍我的鼠鼠。看着模块的信息，墨染直接将其食用。模块化作点点白光，缓缓地消失在墨染手上。报告车长，前方出现一片废弃的村落。就在这时，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了出来。终于有点别的东西了，这都快跑1天了。躺在指挥椅上闭眼休息的墨染，在听到声音后直接站了起来。透过面前放大的全景视图，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片荒废的村落。村落中的房子都由泥土和石头打造，不过此刻已是残垣断壁。无尽的黄沙覆盖了整片村落，有种要将其掩盖的趋势。墨染开始穿戴起轻便式防护服，随后将战术背包拿来，里面早已备上了干粮和水源。墨染往里面装取了一些荧光棒和手电筒，背上战术背包， MG42 机枪和复合弩挂于两侧，将砍刀别在左边的腰间，右手拎起放在角落中的撬棍。鼠鼠将车辆行驶到谷仓前，看着那越来越近的村落，墨染一眼便锁定了不远处那即将倒塌的谷仓。明白，车长。车辆缓缓转向，在村落中四处穿梭，很快便来到了这座快要倒塌的谷仓前，随后缓缓地停止下来。后面的舱门打开，一身轻便式防护服的墨染便钻了出来。鼠鼠将载具驶入谷仓，随后毁坏里面的支柱，让载具完全隐藏在内部。墨染合上头盔上的面罩，随后对着鼠鼠下令道：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在墨染的脑海中传出。车辆开始缓缓启动，随后一头扎入了谷仓之中，并瞄准了内部的几根支柱，将其直接撞断。砰咔，哗啦，哗啦，哗啦，早已摇摇欲坠的谷仓瞬间倒塌，直接形成了一地的废墟。而那在里面的鼠鼠则被完美的掩盖在里面。掩盖得非常完美，这样就不会让人发现鼠鼠了。古老说的对，还是低调一些比较好。围绕着废墟转了一圈，确定完全看不到里面的鼠鼠后，墨染开始拎着撬棍在村落中四处搜寻起来。一路走来，墨染发现很多的墙壁和房门都有狰狞的爪痕，这些好像是野兽的抓痕，但又是什么野兽才能造成这么大的伤痕？抚摸着墙壁上的抓痕，墨染的心中充满了疑惑。率先来到了最近的一处房子，伸出手推了推面前的木门，嘎吱嘎吱，木门发出了刺耳的嘎吱声，但并没有被推开，后面似乎被东西挡住了。看来这门被锁住了，后面应该是插上了木栓。看着这种老式的对开木门，墨染一下子便想起了农村的那种样式，拿起撬棍，用尖尖的尾部对准门缝用力一插，随后双手抓紧前端，向着一个方向用力一撬，咔嚓，木头断裂的声音瞬间响起，整个木门直接被轻松的撬开。墨染推门而入，一副普通的院子便映入眼帘。第65章搜索村落。外面什么也没有，沙子都快把这个院子堆满了。在四周搜寻了一圈，并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随后墨染缓缓走向房子，决定去里面搜寻一下东西。砰！
门口两扇木门摇摇欲坠，墨染直接抬起右脚踹出，两扇木门应声而开，有一扇还从门轴上断裂，直接倒塌在地上。入眼所及处是一间类似客厅的地方，右边的话是厨房和餐厅，左边的话则是卧室和浴室，还有一间储藏东西的杂物间。砰砰，墨染一脚一个木门，那速度可比撬棍快多了。用啥撬棍的真慢，直接上脚踹。墨染率先来到厨房，里面吃饭的桌子、柜子里还有很多锅碗瓢盆，还有一些应该是食物的东西，由于长时间的腐烂，已经融化成了一坨，看起来十分的恶心，并且那味道也很臭。啥也没有，换个地方继续看看。将所有的房间搜寻一遍下来后，墨染真是什么毛都没看见。墨染从这间院子出来，前往下一个房子。砰砰砰，在连续踹了10几间房子后，墨染终于找到了一个物资箱。哎呦喂，终于找到一个物资箱了！我的脚都快踹酸了，这爆率也太低了吧！揉了揉发酸的右脚，墨染拿起撬棍开始撬动起来。咔嚓咔嚓，随着箱子上的木条被撬下，墨染也是成功的打开了箱子，竟然是一大袋瓜子。随着物资箱打开，墨染也是看到了里面的物品，那是一包瓜子，大小足足有一包大米那么大。好家伙，这足够我个好久了。把背上的战术背包卸下，墨染直接将这袋瓜子塞了进去。战术背包的空间还是挺大的，容纳下这么一大袋瓜子完全没有问题。重量还行，不会有太大的拖累。背起来运动了一下，虽然有些沉重，但不影响墨染的行动。这户人家应该挺有钱的，毕竟是这个村里为数不多建2层的。墨染通过一侧的楼梯来到了这座房子的上面，站在房子的外面向外观看，可以将村落的大部分房子映入眼帘。也就我之前去过的那几间屋子比较完整，其余的基本都快成废墟了。墨染向着外面四处查看，随后目光锁定在了村子中央的一栋建筑。这建筑比所有的房子都要大，而且足足有3层，并且院子也不小。虽然有一半的墙体已经倒塌破损，但整体的结构看起来较为完整。那个地方如果在农村的话，应该是类似于一个村委会的地方，去那里看看，没准有好东西。打定主意后，墨染便迅速的下楼，向着那个方向走去。周围的墙壁都是这种抓痕，而且很多户的大门都被暴力破坏了，里面似乎很凌乱，就好像是在逃命一样。一路走来，随着越靠近最中央的那个建筑，墨染便发现周围的情况似乎不太好，满是各种巨大抓痕的墙壁，周围房屋的院门都被破坏，上面也同样布满了抓痕。虽然不清楚那是什么生物的爪痕，但墨染觉得这东西肯定不是什么好鸟。没有多久，墨染便抵达了这座建筑的大门前。第66章进入。2扇木门由不知名的木材制成，虽然经过不知多久的时间冲刷，但还是能分辨出原本木门的颜色，上面似乎刻画了很多图案。但是最令墨染在意的便是木门的上面有非常多触目惊心的抓痕，每一道抓痕都是那么的深邃，似乎是由不知名的强大生物留下。看来里面有大秘密。墨染将撬棍的尖端狠狠地插入门缝，随后方向用力地撬动起来。咔嚓嘎嘣，门缝处被撬下了不少碎屑，大门只是略微松动，总体还是非常的稳固。我操，这后面到底加了多少木栓？怎么这么难撬？看着这扇木门，墨染都感到了十分的震惊。周围的建筑墙面都风化得如此严重，如果木头做的大门还能这么坚硬，算了，直接用 MG42机枪将里面的木栓打断，这样撬到啥时候？墨染收起手上的撬棍，直接将背上的 MG42机枪拿了出来。稍微站得离门远了一些，墨染将机枪对准那2扇木门的缝隙，左手抓牢枪身，右手食指放在扳机下，随后猛然扣下。哒哒哒哒哒哒，猛烈的枪声瞬间响起，7.62毫米子弹瞬间激膛而出，砰砰砰砰砰砰砰，木门上瞬间碎屑纷飞。墨染对着中间那条裂缝从上往下扫射一遍，随后枪声停止，2扇木门也变得摇摇欲坠。墨染端着机枪一把上前，随后一脚狠狠地踹了上去，砰嘎吱，木门应声而开，发出一连串的刺耳摩擦声。我就说怎么这么难撬，好家伙，这后面不仅有2条木栓，还往上钉了几个木板。墨染收起机枪走入其中，一转身便看到了门上的东西，固定大门的2条木栓还有几块木板已经被从中间扫断开来。门后的院子还挺宽敞，但周围同样散落着很多杂物。墨染顺着几条楼梯来到了面前的房子，透过已经破损的窗户玻璃，可以看到后面被钉上了很多块木板。墨染来到门口，用力踹了几脚，木门纹丝不动，还落下了不少沙子和灰尘。得嘞，还得继续开门。墨染端起 MG42机枪，对着面前的木门就是一通扫射。木门后面的木栓瞬间打断，墨染直接一脚踹了上去，砰！
木门成功被墨染踹开，但并没有完全开启。透过开启一点的木门，墨染往里面看去，只见很多的桌子椅子堆积在门口，将木门死死地卡住。堆这么多东西，这里面到底有啥？看到后方那堆积的各种椅子桌子，墨染对于里面的情况更加好奇了。将背包和武器放下，墨染活动没了一下筋骨，最后一个蓄力助跑，直接狠狠地冲撞在那木门上。砰！哗啦哗啦，后方的那些桌椅早已风化，在墨染这么一下的撞击下，纷纷支撑不住断裂开来，木门也是成功的被墨染撞开。哎，差点没站稳摔倒。稳住身形，墨染回头取回了背包和武器。这里面还挺黑的，不过也是进了好多沙子。墨染从背包中取出手电筒，随后向着里面走去。第67章强哥。在远处的荒原上，一辆面包车正疾驰而来。果然跟着强哥你才能享清福，之前那妞的滋味可真不错。张浩双手轻柔地为一名男子按压肩膀，同时一脸谄媚地笑道：是啊是啊，跟着强哥混，顿顿有肉又有酒，跟着强哥混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周围5、6名小弟也是同样的表情，纷纷为这名男子端茶倒水，捶脚按摩。面包车内的空间经过了升级，变得非常的宽敞，而且地板和墙壁上都铺满了很多五颜六色的地毯。这话我爱听，都是兄弟，那就是一家人，跟着强哥绝对不会让你们受到委屈。还有张浩，听你说你被那个叫什么墨染的给欺负了，这几天看那交易市场，这家伙似乎很肥呢，到时候遇到他直接宰了拿资源，顺便给你报个仇。坐在沙发上的男子缓缓开口，语气十分的平淡。谢谢强哥，有大哥你这话，小弟真是太暖心了。张浩满脸开心的说道，他都可以幻想到那种场面了。沙发上的男子身穿白色背心，外加一条黑色长裤，结实无比的肌肉块块隆起，就这么暴露在外面。脑壳上没有一根头发，看起来十分光亮。一张油腻粗糙的大脸上有着一道十分狰狞醒目的刀口。也不知道被那个王八蛋暗算，不然我也不可能进到那里面去。幸好这个所谓的求生游戏到来，不然我可真的栽在里面了。强哥说到这，脸上不由得升腾起一股杀气，那道刀疤也因面部肌肉的运动变得愈加狰狞可怕。强哥，前面出现了一片村落。就在这时，坐在副驾驶上的一位黄毛青年转过头来喊道：那就去看看。强哥淡淡的开口说道：好嘞强哥。前面的两人瞬间开口，车辆也开始向着那座村落驶去。哒哒哒哒哒。就在这时，一道由远而近的哒哒声传了过来。那是什么声音？好像是枪声，听着声音似乎还挺密集的。放屁，我听明明是引擎声。你长的什么耳朵？你 M 个屁，谁家引擎能传这么远？嘿，你敢骂我，看我削不削你！旁边的几位小弟瞬间因这道声音的内容吵了起来。都给老子 TM 闭嘴！强哥一声暴喝，众多小弟连忙住口，一脸瑟瑟发抖的看着。都是兄弟，都是一家人，吵什么吵？管他是什么声音，只要有声音说明那边有人，拿上你们的家伙，发财的时候到了。强哥一脸不争气的看着一众小弟。是，强哥！众多小弟立刻喊道，随后纷纷跑到角落，捡起了属于自己的砍刀和弓弩。每把砍刀上都残存着干枯的血迹，都已经开始变得深褐色。强哥也是拿起了旁边的一个小包，将其系在了腰上，随后从腰间的枪袋中抽出了一把老旧的碎发手枪。该干活了。看着手上的这把碎发枪，强哥那狰狞的脸上充满了狞笑，从小包里取出黑火药和弹丸，开始为碎发手枪进行装填。第68章帕克的日记。这里面还真是乱，到底经历啥了？墨染一手打着手电筒，一手拎着撬棍，小心翼翼地探索着。所有通往外面的门窗都被用木板封起，并且还堆积了大量的桌椅。如此大费周章的操作，似乎是为了抵挡什么东西进来。紧接着，墨染来到一处房间，里面有一张长长的木桌，周围有很多倒塌的木柜，很多纸质的资料散落了出来。看来这里应该是类似于一个开会的地方。墨染翻阅了一下那些散落出来的纸张，纸张经过风化非常脆弱，轻轻一翻便会四分五裂。上面记载的文字墨染从未见过，但经过游戏的翻译，墨染也是看清了上面的内容，都是记录的一些有关村庄的事情。稍微翻看了一下，墨染便放弃了，实在是风化的太过严重。在周围的几个房间中翻找一遍，并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物品。继续顺着一条走廊往里走，在路过一个拐角后，只见一大片桌椅出现在走廊中，几乎快要填满走廊的一半。将最上面的椅子搬掉一些，墨染踩着下方的桌子，小心翼翼地翻了过去。后面便是走廊的尽头，有一个木桌正放在那里，在木桌的旁边正斜靠着一副骸骨。墨染打着手电筒缓缓地接近，骸骨的样貌也是越来越清晰。
他的身上穿戴着一件迷彩的军服，两只鼓手正紧紧地护在胸前的防弹衣上。这个世界原来是有人的吗？看着面前的这具骸骨，墨染心中的阴谋想法开始缓缓升起。紧接着，那双手护住的地方引起了墨染的注意，利用手上的撬棍将那两只鼓手挑开，能看到一个隐藏在防弹衣内的口袋。墨染缓缓打开那个口袋，从里面取出了一个小小的笔记本。笔记本放在口袋之中，没有受到太大的风化影响。墨染缓缓抠开上面的盖子，打开了这本小小的笔记本。通过浏览上面的内容，发现是由一位叫帕克的士兵所书写的。原来你叫帕克，那就让我看看帕克你写了什么。看了一眼骸骨，墨染借着手电筒的灯光，开始浏览起日记中的内容。前面的内容都是记载着帕克从军时候的经历，记录了每一天的过程，以及很多特殊的时刻和事情。对于这些，墨染大体浏览，迅速地向后面进行翻阅。找到了。大约翻了3/4的内容后，墨染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12月3日，那时的我正在与战友们进行日常训练。当时间来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应该是说所有的人类都听到了，从天空之中传来的声音。那些声音似乎在交流，我不清楚他们交流的内容，但我就是突然感到非常的恐惧。声音没有多久便消失了，紧接着整个世界都被一股红光笼罩。12月4日，自从那声音出现之后，整个世界的人几乎都陷入了恐慌，所有人都对这种未知的东西感到无比的恐惧。大家的训练都被叫停了起来，所有人都在讨论昨天的事。12月7日，到现在如此一切正常，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有很多人还处于恐惧之中，但大部分的人已经开始进入正常的生活。明明是冬天，但是我感觉天气似乎越来越热了。12月13日，天气一天比一天热，明明现在是冬天的季节，但是我感觉自己正处于夏天之中，并且开始发生一些怪事，茂密的森林似乎在消失，很多个原来郁郁葱葱的地方已经变成了遍地的黄沙。12月18日，天气变得越来越热，感觉我们的星球仿佛变成了一个火球，土地的沙漠化越来越严重，我们的世界仿佛正在变成荒漠。12月23日，变了，彻彻底底的变了，我们的世界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气温变得无比的炎热，整个世界已经变成满是黄沙跟荒凉，有些地方的地面甚至出现了岩浆，开始向着周围蔓延开来。改变的不仅是环境，还有生活在环境中的各种生物。那些生物变成了怪物，它们的身上长出了很多红色的脓包，还有很多锋利的尖刺。它们会喷吐火焰，浑身上下变得十分坚硬，而且十分狂暴。1月17日，我战友来到一处村庄援护居民撤离，但那些怪物来得太快了。村长带领的居民躲到村子中心的地窖，我和我的兄弟开始掩护他们。字迹到这里就开始断断续续，并且有褐色的痕迹滴在本子上。我用仅存的力气堵上了地窖入口，并搬来桌子椅子挡住通道。这是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做的，希望那些怪物不要发现这里。第69章，一阵的无语。日记上的内容到这边便结束了，再往后翻译是空白一片。原来如此，那些声音是什么存在？是那所谓的神？恐怕我们来到的这个求生游戏就与对方有脱不开的关系。蓦然想到这里，嗅到了一丝阴谋的味道，将笔记本重新放回骸骨的口袋，墨染用撬棍将其扒拉到一边。日记中所描绘的地窖应该就是在这书桌下面。墨染打着手电筒趴下去一看，透过书桌下的缝隙，果然看到地面上有一个拉手。此刻的拉手似乎受到了撞击，已经彻底变形了。墨染来到书桌的另一侧，将其用力地推到一边去。呲呲，沉重的书桌在地上摩擦，发出了一阵刺耳的摩擦声。随着上面的书桌被移开，一个正正方方的地下暗门便出现在墨染面前。这暗门的拉手都被撞变形了，看来得用撬棍撬了。墨染将撬棍插入缝隙，随后用一扳，暗门便被撬出了一个缝隙。随后左手抓住边缘，直接一把提起。暗门一开启，里面便突然出现了一个东西，直接碰在墨染左脚上。我操！墨染直接一个机灵，左脚迅速抽回，右手的撬棍猛地挥出，狠狠地敲击在那东西上。随后整个人的身体迅速向后退去，捡起地上的手电筒直接照了过去。只见在视线中，一只被敲得粉碎的鼓手扒拉在了暗门外，呼吓老子一跳，还以为是什么东西扒拉了我的脚。看清楚那东西后，蓦然也是松了一口气，随后上前直接一把将暗门开启。暗门一打开，一股非常恶心的腐臭味瞬间传出。我操！这 TM 什么味儿啊？哪怕头上戴着头盔，蓦然都闻到了一股浓重的腐臭味。蓦然快速地退到了老远，这股味道真的让他无比反胃。等待了许久后，蓦然才敢上前查看。虽然还是有那股腐臭味，但相比之前已经好太多了。蓦然缓缓来到暗门前，
打着手电筒往里面照去。时间一条由石板铸成的楼梯通往下方，而此刻在这条楼梯上，正挤满了几具骸骨，每具骸骨都保持着生前凄惨的模样，用尽全身的力气向外冲去。下面暗门的盖板上布满了各种抓痕，那些骸骨的手指上很多都被磨平了指尖，难怪暗门上的把手会变形，这里面的人是拼了老命要出来。这尼玛，我都没办法描绘帕克你所做的事了。看着入口的这一幕，墨染一脸无语地看向旁边那具骸骨。好家伙，别人没有被那所谓的怪物吃掉，你直接给人家关死在里面了。拿着手电筒往更深处照去，能看到遍地都是残破不堪的骸骨，地面上流淌了一层不知名的黑色物质，像是肉、脂肪腐烂融化的样子。咦，太尼玛恶心了！这趟来啥也没找到，还狠狠地看了一波下饭的东西。墨染已经不想再看里面的东西了，他已经快被恶心到不行了。转身翻过这堆桌椅，墨染决定离开这座村庄。刚才在帕克的日记中，墨染得知了他来自北边的军事基地。军事基地不用想，里面绝对有非常多的好东西。从这栋建筑中出来，墨染开始向着鼠鼠的方向返回。小心，周围有8个不怀好意的人，他们正在埋伏着你。走在路上的墨染听到脑海的声音，眼神迅速一凝，不过还是保持若无其事，继续的向前走去。鼠鼠，准备支援我。墨染在头盔中说道，声音很小，没有任何人听见。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在脑海中传了出来。第70章打劫。在一栋倒塌的废墟后，8双眼睛正看着越来越近的墨染。强哥，来人了，来人了，强哥来人了！一名小弟着急忙慌地说道。砰！你 TM 闭嘴！我不瞎，我看到了。强哥给了那小弟一个脑瓜崩，狠狠地瞪了过去。那名小弟赶忙捂住额头，不再敢发出一点声音。强哥，那家伙穿着一件衣服，还戴着头盔，看不清里面长啥样。不过他后面背了一把机枪，还有一把复合弩，以及一个战术背包。张浩放下手上的望远镜，转头对着强哥说道：不会吧，那家伙有个机枪，咱们能打得过吗？他可是有把机枪啊！旁边一栋小弟又开始窃窃私语。强哥听到后，每人都赏了一个脑瓜崩。慌什么慌，你们这群怂蛋！你看过现在哪一把机枪可以使用的？不都是没耐久，一开就炸膛的？这机枪肯定是他在里面捡到的物资，他的主要武器肯定是旁边的那个复合弩。就这种武器，我们还需要怕他？强哥一脸不争气的看向一众小弟。哦，对，强哥说的对，没错，是我太神经大条了，竟然忘记这种事了。一众想必也是连忙附和强哥的话。好了，别 TMBB 了，我张浩还有你们2个从前面包抄他，你们其他4个绕到后面，防止那家伙一会跑了，听明白没有？明白。X7，一众小弟连忙附和，纷纷抓紧了手上的武器。上！强哥一声下令，其余4名小弟立马弓着身子向后绕去。强哥在计算了一下时间差不多后，迅速带着其余3人冲了出来。站住！打劫！把你的钱财、物资、武器还有裤衩子都给我留下！张浩举着砍刀冲着墨染大声喊道：还有你的小命也要给我留在这里！强哥缓缓举起碎发手枪对准墨染，并拉开了击锤。另外的4名小弟也从后面冲出，将墨染堵在了这条街道中间。好家伙，这是什么打劫名言？头盔下的墨染听到这话，嘴角都不禁抽了抽。那个人不是张浩吗？哟呵，竟然遇到他了！就在这时，墨染突然觉得最先开口的那个人好面熟，在脑海中一阵思索后，便想起了那时与他卖水产生争纷的张浩。那时每个人的头像都没有隐藏，墨染自然也是看到了对方的真面目。呵，我说你看什么呢？不会是被我们给吓傻了吧？哈哈！看到墨染一动不动，就这么看来看去。哈哈，强哥，这小子肯定是被我们吓尿了。就是，你看他都不敢吱一声。强哥，快宰了他！那背包里面肯定有很多好东西。周围的小弟议论纷纷，都开始嘲笑起墨染了。看着一众人的反应，墨染冷哼一声，眼中的寒芒更加凌厉。我在想，怎么轻松的把你们全部嘎掉？我可不想沾上你们这些恶心东西的血。墨染的声音缓缓传出，周围嘈杂的声音瞬间消失。第71章，没有悬念的战斗。前方的强哥听到这，额头上瞬间爆起数根青筋，整个人的脸也是瞬间阴沉下来，使得原本就狰狞的脸变得更加恐怖。站在他旁边的张浩都能感觉周围的空气瞬间冷了几分。希望你一会还能说出这妖牛逼的话。所有人给我上！宰了这！轰！轰隆隆！轰！就在强哥准备发号施令时，后方的侧面突然传来了剧烈的轰隆声，似乎是什么东西正在加速冲来，
并且伴随着大量房屋被撞碎的声音，连同强哥在内的其余小弟瞬间被这股声音吸引。现在众人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时，鼠鼠的身影瞬间从后方的墙壁冲出，后方的4名小弟躲闪不及，直接被履带碾压成了碎肉。刹那间，烟尘滚滚，空气中漂浮着漫天黄沙。随着空气中的沙子缓缓飘落，鼠鼠有身影也渐渐显现出来。鼠鼠，除了那小子以外，其余3个全部干掉。墨染命令道：“张浩这家伙，他可是与对方在之前有过一则约定呢。”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在墨染脑海中响起。我操，那是什么东西？后面那4个人，是不是被这玩意碾到下面去了？这难道是战车吗？没见过长这样的战车啊！其余4人满脸惊恐地看着鼠鼠，紧接着在他们的视线中，那巨大的炮塔缓缓转向，并对准了他们。随后炮塔两侧打开了一个口子，2挺 M2HB 重型机枪瞬间出现。快跑！救命！哎呀呀！大！其余3人只来得及惨叫一声，脑袋便被 12.7 毫米子弹贯穿，就像西瓜一样轰然炸开，成了散落了一地的红白之物。扑通扑通扑通，3具无头躯体缓缓栽倒在地，鲜红的血液瞬间流淌开来。啊呀！强哥，你没事吧？看着那一动不动的躯体，张浩整个人已经被彻底吓傻，直接跌落在地，满脸恐惧地看着满地的血液。他以前虽然也砍过人，但只是把人顶多砍伤，从未真正杀过人。如今这一幕真是彻底吓坏他了。他的裤腿处瞬间湿润一片，不知名的液体瞬间流淌了地面。墨染从背后拿出 MG42 机枪，向着张浩缓缓地走了过去。大哥，饶小弟一命吧，小弟绝对对你做牛做马，永远忠诚于你。看到过来的墨染，张浩用脚趾头想都知道对方要做什么，立马翻身跪下，不停地磕头求饶着。张浩，没想到你运气这么不好，这么快就遇到我了。看着地上那不断求饶的张浩，墨染声音从头盔中传了出来。大哥，你认识我？张浩猛地抬头看着墨染，眼神中有疑惑，但也有一种似乎要劫后余生的喜悦。头盔下的墨染看到这一幕，嘴角不由得微微勾起。认识啊，怎么会不认识？我以前不是跟你说过，你最好运气好一点，不要这么快遇到我，否则你的下场哼。听着墨染的声音，张浩神情一顿，随即立刻反应过来。你是墨染？是你？张浩的表情也由害怕震惊缓缓转变成愤怒，随手抓起落在旁边的砍刀，就要起身冲上去和墨染拼命。哒！但墨染的速度更快，直接赏了对方一梭子 7.62 毫米子弹。张浩的头颅瞬间被打得稀烂，冲过来的身躯也瞬间失去力量，直挺挺地栽倒在地。哒！墨染手上的扳机不松， MG42 机枪继续发射着子弹。这样应该就不会诈尸了。看着头颅被打得粉碎，心脏和脊柱也被彻底贯穿的张浩，墨染非常满意地离开了这里。他决定去寻找一下对方的载具。第72章武装清洁室蓝图。鼠鼠跟上我，并扫描一下这附近是否有载具。墨染一边走着，一边对着鼠鼠下令道：“明白，车长。”经过扫描，对方的载具正在村落的前方。鼠鼠冰冷的机械音在墨染脑海中传出，车辆也是缓缓行动起来，跟在墨染的身后。听着鼠鼠的提示，墨染一路向着村落外走去。走到村落外，果然看见一辆面包车正停在那里。面包车的外形非常崭新，并且表面的各个区域还覆盖上了一层铁皮，还上锁了。不过这可难不倒我。拉动了一下车门，发现已经上锁，无法打开。墨染举起撬棍，用尖端狠狠地插入门缝之中，找好角度站好，双手紧握撬棍，随后用力一撬，砰咔，主驾驶的车门应声而开。墨染随即向内张望进去。咦，这里面的烟酒味太重了吧，而且还有一股臭脚丫子味。一探头进去看了一眼，墨染便瞬间被熏了出来。发现1级无玩家载具，是否进行分解？是否？墨染挑选了一些资源，其余的食物和一些物品统统不要。墨染可不敢要那些，他甚至还看到了一条作为物质的裤衩子，上面还有不知名的污渍，看样子还是腌入味的。挑选好自己需要的物资后，墨染便选择了分解。面前的面包车很快便被白光包裹，在出现时已经成了一地的废料。墨染快速地捡起地上几块拓展空间模块，还有一张蓝图以及4块载具核心碎片，紧接着便快速地返回了鼠鼠。那些不知名废料的味道实在是非常的巴适。回到鼠鼠里面后，墨染就将这几个拓展空间模块使用在了内部。
内部的空间一下子变大，如今差不多有230平米的大小。紧接着，蓦然打开手上的这张蓝图，里面的信息便显示了出来。载具拓展模块武装清洁式蓝图图，能够清理护甲和武器的所有污渍，让其的表面焕然一新，并且可以清除掉上面的任何影响，使其完全不影响使用。原来是清洗武器跟护甲的，看来还是有点用的。低头看了一下自身的状况，轻便式防护服上满是灰尘跟沙子。材料的话我看看，大部分的材料都有，唯独缺少了2极管、电线、电路板还有芯片。看着缺少的材料，蓦然瞬间就疑惑了，这一个清洗的东西为啥需要这么多的电子元件？算了，反正接下来要去那个军事基地，没准里面就有这些材料。蓦然直接将这张图纸学习了，随后来到厕所开始脱下身上的装备，毕竟现在可是满身的沙土，蓦然可不想将外面的地板弄脏。将背上的武器和背包卸下，用毛巾拍一拍上面的沙尘。蓦然将那包瓜子从背包中取出，随后拿到了外面，再将身上的轻便式防护服脱下，并甩了甩，清理掉上面的沙子。将清理好的武器和背包拿到外面放好，蓦然重新拿了一套新的衣服，洗了一下澡，随后将换下的衣服丢进洗衣机。蓦然梳了梳头发，随后来到了指挥室。第73章，哟呵，这要牛逼的吗？鼠鼠向着北面方向前进。蓦然坐回指挥椅上，对着鼠鼠下令道：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车辆开始行动起来，向着北边的方向前进。此时的时间已经来到了3点半，天空中的太阳开始向西而落，周围的气温也没有正午时刻那么的炎热，阳光也没有那么的晒人。鼠鼠以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荒原上行进，在背后卷起了一片扬起的沙尘。闲来无事的蓦然拆开的那包瓜子，从里面抓了一把，开始嗑了起来。好久没有嗑过瓜子了，这滋味今日一尝，还真有点怀念。蓦然还将扫地机器人从外面抓了进来，嗑一颗瓜子吐一块皮，地面上哪里有瓜子皮，扫地机器人便会过去清理，真的是太方便了。蓦然想往哪一个方向嗑都可以。扫地机器人，好，这么完事吧，你真清高了不起。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打开游戏面板，蓦然决定查看一下，在这段时间里还有没有新的私信进行交易。私信一打开，各种消息铺天盖地，看着上面的各种资源交换请求，只要不是太差的，蓦然全部照单全收。毕竟水都是无限的，亏的人永远不可能是蓦然。而且蓦然也是一位资深的游戏仓鼠党，对于囤物资这种事情最喜欢做了。哟呵，这还有一条特别的私信呢。就在这时，蓦然在众多私信中发现了一条特立独行的。私信的发送者是一名叫山田花英子的樱花国玩家，听名字的话应该是一名女玩家。私信的内容很明了，就是命令蓦然无条件为他们提供水源，并且言语中还充满了贬低和不屑，仿佛蓦然本应如此一样。好，这么完事吧，那我一定要让你感受一下语言的魅力。蓦然索性瓜子也不嗑了，直接双手打字说道：哟，哪里跑来的疯狗，是不是你父母今早出门忘记给你拴家里了？你这样牛逼的话咋不上天，有种顺着网线过来打我啊。蓦然编辑好了文字，顺便加上了好几段美妙婉转的语言。至于是什么美妙的语言，那么这里就不放出来了。打得我手都快酸了。看着发言面板上的长篇大论，蓦然甩了甩发酸的双手，随后点击发送，紧接着直接将对方进行拉黑。解决完这个小插曲后，蓦然继续嗑起了瓜子。另一边，在一处临时搭建起来的营地中，这个该死的龙国蓦然是没有听清楚我的话吗？竟然敢这么久不回我的消息。山田花英子看着毫无信息的面板，脸上不由得浮起一抹怒容。叮！就在这时，消息面板的提示音响起，山田花英子立马将目光看了过去，便看到了那么一大串的发言。经过游戏的翻译，上面的文字自动转化成了他能读懂的样子。随着持续的浏览，山田花英子的整张脸开始了变化，就像那彩灯一样，整张脸那是青红蓝绿轮番变化，最后整张脸黑到了极致。第74章，哥哥，他欺负我。经过长达30秒的沉默，山田花英子最终爆发了出来。你怎么敢的？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讲话？刺耳的尖叫声瞬间传出，山田花英子宛如疯魔般大喊大叫。帐篷外正在营地中忙碌的樱花国玩家瞬间被这道尖叫声吓了一跳，无数身穿黑衣服的人瞬间往帐篷方向冲。妹妹在营地的一边正停放着一辆经过改装的房车，房车的顶部有一挺88毫米高射炮，前方以及两侧各有好几根56毫米火炮，两侧以及头顶的机枪不在少数，外表包裹着很多厚重的铁皮。一名戴着圆框眼镜的男子正站在这，指挥着手底下的玩家升级这辆房车。
在听到那道尖叫声后，山田本侍郎瞬间冲向帐篷。妹妹你怎么了？山田本侍郎瞬间冲入帐篷，就看到宛如疯魔般的山田花英子。哥哥，看到来人，刚才还宛如疯魔般的山田花英子瞬间哭了出来，就像一个受到欺负的小女孩，找到她亲爱的哥哥求安慰一下。妹妹别哭，哥哥在这，没有谁能欺负得了你。山田本侍郎安慰着怀中哭泣的妹妹，同时询问着原因。是漠然。山田花英子一边哭着，一边将聊天面板调了出来。山田本侍郎将目光看了过去，便看到了那么大一篇含码量、含碟量极高的发言。漠然，我要嘎了你！当看完上面的内容后，山田本侍郎双眼通红，浑身都开始气得发抖。他与妹妹自幼就失去了双亲，所以对于妹妹他都是无比的呵护。如今被人如此这番羞辱，还是往双亲这个伤口上撒盐。这几番丝滑的操作下来，山田本侍郎的理智瞬间被清空了。妹妹你别哭，哥哥我现在就为你报仇去。说完，山田本侍郎便向着外面走去。哥哥，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啊！山田花英子在后面说道，一脸担心的看着。放心吧妹妹，哥哥又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冲着身后的山田花英子微微一笑，山田本侍郎比了一个放心的动作。漠然是吧？你死定了！山田本侍郎从口袋中掏出一个小包，里面有的很多张卡牌。从里面掏出一张卡牌，山田本侍郎的脸上尽是残忍之色。战车保养的如何了？山田本侍郎来到房车旁，看着那些忙碌的黑衣人说道。山田家主，战车已全部维修完毕，子弹也全部填装完整。旁边一名黑衣人跑来，鞠躬毕敬的回答道。让所有人立刻做好准备，我要去宰一个人。山田本侍郎的语气说到最后，都带上了一抹浓烈的杀气。嗨！黑衣人转身下去执行命令，没有多久，一群全副武装的黑衣人便准备完毕。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穿戴着铁甲，手上都带着一把武士刀和一副十字弩，其中有几个手上还拿着，单发是栓动步枪。山田本侍郎和这群黑衣人一同踏上了这辆房车。使用区域载具决斗卡。山田本侍郎迅速使用了手上的卡片，他的面前迅速弹出了一个面板，请输入对方所属的区域，请输入对方的姓名。21区，漠然。山田本侍郎快速地填下了信息，然后点击确定。正在向对方发送决斗请求，请稍等。看着面前的信息，山田本侍郎的脸上是止不住的狞笑。第75章载具决斗。另一个区域，正躺在指挥椅上嗑瓜子的漠然，突然面前弹出了一则信息面板。37区樱花国玩家山田本侍郎向你发起普通载具决斗，请在5分钟内进行同意，超过时间将视你为失败。这是个啥？看着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面板，漠然直接一脸懵逼。放下手上的瓜子，漠然开始仔细地浏览器上面的信息。载具决斗信息： 1. 拥有载具决斗卡后，只要在上面输入玩家的区域和姓名，你就可以向其发起决斗。 2. 如对方玩家拒绝进行决斗，需要扣除自身拥有的 40% 资源，该资源将直接给予发起决斗方。 3. 被选择进行决斗的玩家可以选择决斗地图，也可以进行随机地图或者放弃选择。 4. 在普通模式下，玩家在决斗世界内死亡将不会真正死亡，决斗结束后将返回原地。 5. 决斗胜利的一方将获得对方 80% 的资源，失败的一方将失去自身 80% 的资源。还有这样的道具，规则的话倒是清楚了。不过这个什么山田本侍郎，这家伙为什么要跟我进行决斗？等等，这家伙的名字怎么跟那个什么山田花英子这么像？看到这里的漠然打开黑名单，在里面找到了山田花英子的名字。经过这么一对比，漠然发现这两人前方的姓氏是一样的。好家伙，这还真是打了小的，来了老的，合着这是来报仇的呀！看着这一幕，漠然都快被逗乐了。看一下面前的面板，漠然刚要点击同意，眼睛的余光一瞟，发现在这个面板的旁边有一个红色的选项，生死载具决斗。哟呵，听名字就觉得很有意思呀，看一看。漠然当即便点击了那个选项，面前瞬间弹出了一个面板。这个面板与平常的面板完全不一样，整个面板都是鲜艳的红色，仿佛浸满了鲜血一样，里面的文字以深黑色为主，还向下流淌着鲜血。生死载具决斗场，请谨慎选择，该模式死亡后将无法复活，胜利方将获得对方全部的资源以及对方所使用的载具。决斗时间限时1小时，1小时内未结束决斗，将触发生死模式，地图将开始崩坏，并有强大的怪物生成，唯有消灭对方后才能离开决斗世界。你当前违背决斗方，一旦同意生死载具决斗后，决斗方如果进行拒绝，则判断对方失败，
你将获得对方 90% 的资源，同时你失去选择地图的权利，地图将交于对方选择。好家伙，这规则不错。我选择生死再聚决斗。将规则全部浏览完毕后，墨染直接点击确定。你已进行同意，普通再聚决斗切换成生死再聚决斗，正在向对方发送通知，请稍等。搞定。那么你现在该怎么办呢，小伙子？敢不敢跟我碰一碰呀？墨染看着面前鲜红的面板，红色的眼眸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另一个区域，这么久了还不进行同意，看来这墨染也不过如此，恐怕我要不战而胜了。看着仅剩1分多钟的时间，山田本侍郎不禁冷哼一声。就在时间进入1分钟倒计时后，山田本侍郎的面前弹出了一块红色的面板。21区玩家，墨染，修改再聚决斗，当前已从普通模式转换为生死模式，请在5分钟内同意，否则将视为你失败，你将失去自身 90% 的资源。第76章生死再聚决斗。那你生死再聚决斗，八嘎，这墨染真是疯了。经过浏览上面的信息后，山田本侍郎不禁咒骂一声，他的心中打起了微微的退堂鼓，但一想到要失去 90% 的资源，还有他妹妹之前受到的羞辱，两种 buff 相结合，山田本侍郎的理智成功被踢到脑子外去。八嘎，来就来，我还会怕你不成？山田本侍郎迅速点击同意，并且选择了自己最适合的一张峡谷地图。随着同意键的按下，红色的面板缓缓消失在面前。两人的面板最上方分别出现了一条红色的提示框，正在进入生死再聚决斗世界，倒计时10。看着面板上的红色提示框，墨染继续悠闲地躺在椅子上嗑瓜子。对于这什么所谓的生死再聚决斗，有鼠鼠在，他完全不担心。到时候快点结束，免得到时候赶不上晚饭的时间。看了一眼快要西落的太阳，墨染继续着嗑着手上的瓜子。另一个区域，山田家主，这好像跟我们以前的再聚节奏不一样啊。是啊，为何这个叫生死再聚决斗，与我们之前的有不一样的规则吗？生死再聚决斗，难道会有生命危险吗？这辆房车是由山田本侍郎本人、他的妹妹以及家族中的一些人员组成的，他们所有人都共用这一辆载具。这样做的好处便是，你永远不清楚别人的汽车里能够下来多少名玩家，所以他们等人也是会收到提示，但由于不是发起人，他们无法看到其中的规则。失败者就会死，所以你们是怕了吗？山田本侍郎缓缓开口，语气冰冷无比。闻听此言，一众的家族成员面面相觑，但随即都齐声高喝道：不怕，我们永远追随山田家主。没错，我们拥有威力强大的大炮，还有各种载具机枪，我们无惧任何人。没错，我们不怕，我们永远追随山田家主的决定。看着一众家族成员的反应，山田本侍郎非常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他的私信便响了起来，是他的妹妹发来的消息。他也是收到了这则提示，所以十分担心的发来询问。山田本侍郎刚想进行回复，但由于时间已到，他还没来得及发消息，便连同载具传送至了决斗世界。看来要让妹妹担心一段时间了，不过这场决斗的胜利一定是我。关掉消息面板，山田本侍郎开始穿戴起防具，其余的一众家族成员也是迅速的来到各自的岗位，各种火炮开始进行装填弹药，房车驾驶员和机枪手也迅速就位。随着笼罩在载具外面的白光消散，决斗双方都来到了一片广袤的峡谷之中，各种宽敞或细小的峡谷蜿蜒曲折，就像一片巨大的迷宫一样。山田本侍郎选择这个世界的主要目的便是这点，将对方逼进狭小的峡谷中，让其完全没有任何躲避的余地，只能被他的炮火和子弹抹杀。他已经用了这个方法解决掉了很多仇人，自身的实力也是发展的十分迅速。第77章决斗世界。随着包裹在鼠鼠外面的白光消散，墨染发现自己来到了一条峡谷中，顺着峡谷向上看去，是一片晴朗无云的天空。鼠鼠，释放蜂鸟无人轰炸机进行侦查。墨染坐在指挥椅上，一边嗑着瓜子一边下令。明白，车长。蜂鸟无人轰炸机已释放。鼠鼠冰冷的电子机械音传出，墨染的命令迅速执行了下去。车体的前方上面打开一个口子，一只蜂鸟无人轰炸机迅速飞出，犹如一道黑色的闪电，迅速的消失在天空之中。墨染面前的全景视角处出现了一个新的屏幕，屏幕中所播放的内容正是在天空中的蜂鸟无人轰炸机传输回来的画面。能看到下方满是的密密麻麻的裂缝，每一条裂缝都是一处峡谷。墨染此刻就在其中的一条峡谷中，所有峡谷错综复杂，就像一片巨大的迷宫。蜂鸟无人轰炸在天空中急速飞行，很快便锁定了对方的位置，不算很远，刚好就在前方的位置。看着放大的屏幕画面，可以清晰地看到一辆正在峡谷中急速前进的房车，正是山田本侍郎的载具。
不如玩点别的，这么快结束的话，感觉没意思。刚想让蜂鸟无人轰炸机使用俯冲轰炸进行攻击，墨染突然转念一想，一个坏坏的想法便在心中升了起来。鼠鼠，根据蜂鸟无人轰炸机传来的位置，迅速向对方载具接近。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车辆迅速启动，并向着前方驶去。顺着原来路线过去，那个墨染应该就在我们前方的那边。山田本侍郎对着前方的驾驶员命令道：“嗨！”前方的驾驶员回应了一声，房车向着一个预定的路线前进。第一次进入决斗世界的山田本侍郎也是花了不少的时间才找到了对方的载具。经过几次的进入后，他也是摸通了这个决斗世界的形式。对方的载具基本就在前面，而且决斗双方距离不会很远，两人都在向着前面的方向前进，相互之间的距离也是越来越短。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轰隆隆的声音？好像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就在这时，山田本侍郎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些声音，好像是从前方的远处传来的，并且声音好像在越来越靠近我们。我也听到了，那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处于房车里的众人也都听到了这轰隆隆的声音。就在这么一会儿的时间，那道声音已经变得越来越响亮了。停车！把车子停下！所有人迅速准备好！山田本侍郎突然觉得这道声音令他感觉非常的不舒服，甚至隐隐约约有一种恐惧感，令他感觉非常的不适。快速行驶的房车一记刹停，很快便停止了下来。车上的那门88毫米火炮开始调整，对准了正前方的峡谷。其余正面的火炮和车载机枪也是迅速调整，纷纷对准了前方的峡谷。轰隆隆隆隆！那道远处传来的轰隆声越来越响，连同地面也开始了颤抖。里面的颤抖通过房车的4个车轮传达给了内部的所有人。听着那道越来越响的轰隆声，以及感受不断颤抖的房车，所有人的心在这一刻都被提了起来，一脸紧张地看向面前的峡谷。并没有让人等待很久，只见一只钢铁巨兽经过一个拐角，就这么突然地出现在众人面前，两辆载具就这么遥遥相望着。嘿嘿嗨，我 TM 来了！看着远处的那辆房车，墨染帅气的脸庞勾起一抹微笑。第78章，懵逼了吧？看着远处那辆钢铁巨兽，房车内的所有人都亚麦呆住了，每个人都那么呆呆地看着，完全不清楚下一步该做什么。八嘎，别发呆了，开火，快开火呀！山田本侍郎率先反应过来，迅速大喊着开火。在他的这道声音下，其余众人也是迅速反应过来。轰轰，哒哒哒哒哒，88毫米火炮瞬间开火，其余的56毫米火炮也是紧随其后，两侧以及头顶的车载机箱也是迅速吞吐着火舌，连绵不绝的枪炮声，火药燃烧过后的硝烟瞬间充斥在整个房车内。这种炮弹子弹如雨点般向着远处的鼠鼠急速飞去，砰砰砰砰砰砰！这种炮弹子弹在命中装甲的那一刻，全部都被坚硬的装甲纷纷弹开，装甲未击穿。跳弹！某款游戏的恶疾突然发作，鼠鼠的装甲上顿时火星四溅，所有的炮弹只在上面留下一点点凹痕。真是一群小苍蝇！鼠鼠，碾碎他们！墨染坐在指挥椅上，百无聊赖地看着这一幕，随后直接下令鼠鼠出击。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车辆迅速启动，向着远处的房车冲去。那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炮弹和子弹打不穿？为什么？看着那毫发无损的鼠鼠，山田本侍郎瞬间目瞪口呆。山田家主，那东西冲过来了！就在这时，前面的驾驶员突然喊道。山田本侍郎也是迅速的过神，便看到那只钢铁巨兽竟然在向他这里冲来。八嘎！后退！快后退啊！山田本侍郎不停大吼，房车迅速向后退去，随后一个漂移转身，向着前方快速逃窜。看到那急速逃窜的房车，墨染就在后面悠闲地追击着。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在极度的恐惧和压力下，房车驾驶员一路左拐右拐，开进了一条峡谷之中。看着这条峡谷，山田本侍郎神情一顿，随即立刻反应过来，整个人瞬间被恐惧感淹没。八嘎！快出去！你跑错地方了，这是我们围堵狩猎的地方。八嘎！你怎么给我开到这里面来了？啊呀！八嘎！山田本侍郎不停地破口大骂，同时不断地捶打驾驶员。斯尼马塞！驾驶员被山田本侍郎打得抱头手转，一边不停地道歉，一边快速地操控车辆。房车快速地刹停下来，随后迅速地调转方向，紧接着便是一脚油门下去，向着峡谷的出口冲去。八嘎！一定要赶在那家伙前冲出峡谷！
一定要啊！山田本侍郎一脸紧张地盯着前方峡谷，峡谷的出口在他眼前不断放大，同时远处的轰隆声以及地面的颤抖都让他的心在一下一下的揪起。但事与愿违，就在距离峡谷出口还有30米左右的时候，那只钢铁巨兽从拐角处冲出，调转方向，径直朝他们冲了过来。刹车！快刹车啊！山田本侍郎看到这一幕，整个人的魂都快被吓飞了。驾驶员迅速踩下刹车，行驶中的房车速度瞬间骤减，猛烈的刹车声瞬间响起，地面上被拖出4条长长的刹车痕迹。这突然的刹车瞬间使房车内的所有人摔倒在地。八嘎！快倒车！快倒车啊！你们快爬起来！开火！快开火呀！山田本侍郎不停地吼道，他感觉自己的嗓子都快被吼哑了。房车驾驶员在经过多次的尝试后，终于将车辆挂入倒档，房车再次启动起来，迅速地向后退去。其余的众人也是连忙从地上爬起，操控着火炮跟机枪不停地进行射击。第79章变成铁饼。但所做的一切终究是徒劳，所有的炮弹和子弹只能在鼠鼠坚硬的装点上留下点点凹痕，完全无法击穿任何装甲。再往后退可就是死路了。你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看着蜂鸟无人轰炸机传来的影像，默然已经提前得知这条峡谷的尽头是一条死路。果然没有多久，后方的峡谷已经没有任何出路，一条高耸的崖壁不知何时出现在这里，看得山本田侍郎一行人心拔凉拔凉的。房车在崖壁前20米处停下，车里的山田本侍郎双眼通红的盯着冲来的钢铁巨兽。默然，我跟你拼了！啊！加速！给我冲上去撞死他！山田本侍郎满脸狰狞，对着前方的驾驶员吼道。可是那玩意连炮弹都打不穿，我们八嘎！给我闭嘴！你是要违抗我的命令吗？驾驶员的话还未说完，便被山田本侍郎粗暴地打断了。看着山田本侍郎那感人的目光，驾驶员不敢再多说半句，立刻启动车辆挂挡，最后一脚油门踩了下去。倘若犹如离弦的利箭，迅速冲向鼠鼠，并且速度越来越快。哟，这是想跟我玩碰碰车？那这种要求肯定要满足。鼠鼠将车辆速度提到80公里每小时，默然直接手上的瓜子也不磕了，站起来欣赏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车辆的速度瞬间提高，柴油引擎的轰鸣声和履带的摩擦声更加响亮，两车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410米、320米、217秒、112米、53米。啊！默然看着抵达眼前的钢铁巨兽，山田本侍郎发出了人生的最后一声怒吼。轰！两辆载具相撞的一刹那，猛烈的撞击声瞬间响起，房车的前半部分瞬间凹陷下去，里面的驾驶员和副驾驶与座椅合为了一体。整辆长长的房车在这一刻长度瞬间缩减大半，在强大的惯性力下，房车的尾部高高飞起，随后重重地砸落在地。所有的轮胎在强大的撞击下瞬间破裂，车底和地面直接亲密地接触在一起。整辆房车的底部瞬间火星四溅，被鼠鼠推着向后冲去。反观鼠鼠这边，在相撞的一刹那稳如泰山，车辆还是保持着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将这坨房车往后方推去。随后被鼠鼠以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直接撞在了后方的崖壁上。轰隆隆，剧烈的撞击声瞬间响起，周围的地方都产生了不小的震动。整辆房车顷刻间变成了一块铁饼，后方的崖壁也瞬间凹陷下去，崖壁上的裂痕狰狞恐怖，还有不少的碎石纷纷掉落。哎呦喂，这一下可真不轻，前面的装甲都掉了7%的耐久了。鼠鼠此刻报告了前方装甲的受损情况，足以证明这撞击力度有多大。默然拿出了一个小型修理箱，将鼠鼠修理了一番。整辆鼠鼠瞬间焕然一新，各种划痕和小凹陷瞬间消失。还真是撞得惨烈，里面的人恐怕都变成汁了吧。透过面前的全景，默然可以清晰地看到鼠鼠面前的那坨铁饼，从里面渗出了很多黑色的机油，还有很多鲜红色的液体。鼠鼠退后，使用烈焰喷射器灼烧一番。为了防止对方没死透，默然决定给他们好好的烤一烤火。明白，车长。车辆缓缓后退，炮塔顶部的火焰喷射器瞬间出现。呼呼，面前的那坨铁饼顷刻间被烈焰包裹。当火焰消散时，那块铁饼已经融化成了一堆铁水。第80章，你是胜利方。看着那融化成一坨的铁水，默然满意的点了点头。不过这家伙已经变成这样了，那些奖励该怎么获得呢？默然突然想起，胜利方可以获得对方的资源，但现在的情况有点特殊哎。下一秒，一个红色的面板出现在默然面前，发起决斗方已死亡，
你是本场决斗的胜利者，你已获得对方100%的资源以及对方所使用的载具。随着这个面板的出现，一个蓝色的正方形方块缓缓地出现在墨染面前。墨染伸出手，将浮在空中的这个蓝色方块拿了下来。随着方块拿到手中，上方瞬间出现了一个面板，面板中记录着对方的所有资源以及那辆4级载具房车。原来是这样子，看来以后就不用担心将对方搞得太烂而损失资源了。墨染浏览了一下方块中的资源，发现大部分都是各种火炮、副炮，还有车载机枪，以及好几把单发式栓动步枪，还有不少的弹药跟燃油。这里面的资源都快算得上一个小型军火库了。不过这些装备很一般，对我的叔叔帮助不大，这玩意就给古老他们了。不过这个东西倒是不错，这玩意我就要下了。查看了一番，墨染拿走了一个小包，里面正装着7张载具决斗卡。这东西墨染决定留下，没准以后有用。墨染点击了上方的退出按钮，鼠鼠重新被白光包裹，在出现时已经回到了墨染原先所处的荒原。最后墨染打开私信，将这个方块给赠予了过去。你们缺武器不？我嘎了只樱花国玩家，里面的武器挺多的，没准对你们帮助挺大。墨染编辑好信息，随后点击了发送。没有多久，古老的消息便传了回来。墨染兄弟真是感谢了，这里面的武器还真不少。不过你是与樱花国玩家起冲突了吗？发生了什么事？看到古老的回信，墨染将刚才的事情简短的说了一下。原来是这样子，那些家伙还是一如既往的厚颜无耻。不过墨染你没有事就好。对了，你需不需要什么东西？我们部队今天找到了一座城市，搜寻到了很多不错的资源。看到古老的信息，墨染略微思索一会后打字说道：有没有绳梯、力量比较大的液压钳，还有比较强力的炸药？墨染编辑好文字，随后点击了发送。毕竟他接下来是要去军事基地，有了这些东西应该能帮得上一些忙。另一个区域，看一下这些东西我们有没有，有的话拿过来，要挑最好的。古老对着旁边的几名士兵吩咐道。士兵领命下去，不一会便拿来了一堆东西。看着地上那堆东西，古老将其拍了一下照片，随后发给了墨染。墨染你看一下，这些都是所有符合你要求的，你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看着古老的消息，墨染点击了那一张图片。图片中有几捆100多米的绳梯，还有3捆200米的绳梯，2把双钢液压钳以及1把爆破液压钳，45个 C4 炸弹，37个定向爆破炸弹，500米的引爆线束以及6个引爆器。浏览完图片中的东西后，墨染退出来打字说道：这些东西都不错，我全要了。好，那我现在赠予给你。古老那边很快便回了消息，地上的那些物品也赠予了过来。两人在相互客套几句后，分别挂断了私信。第81章斩草要除根。做完这一切后，墨染看向外面，此刻太阳已经快要落入地平线，一晚上的时间也来到了5点51分，已经是下午很晚的时间了。时间不早了，开始做饭。墨染从指挥椅上站起，走出指挥室，进入了厨房。另一个区域，这些数量的武器足够我们的士兵武装好了，还有一辆4级的载具。将多余的载具武器安装在我们的载具上，武器弹药都给士兵们分配好。古老对着旁边的一位人员说道，对方回应了一声，便带着方块转身下去。实力才是真理，武装自身刻不容缓。古老缓缓开口，眼神中充满了惆怅。你个老家伙，又在这作诗呢，还整得挺高尚。一名老者从一侧走来，一脸笑容地看着古老。嗨，你个老东西，我这么好的意境就被你给破坏了。看到来人，古老瞬间气不打一声。你也别惆怅了，来吃饭吧，今天咱们吃面。又一位老者从后面走出，三人谈笑一阵后，向着营地的厨房走去。另一个区域，为什么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哥哥还是没有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山田花英子在帐篷中焦急地踱步，哥哥从未离开这么久，这么久的载具决斗还未结束，这令他非常的担心。就在这时，在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面板，你的绑定载具已被摧毁，请在24小时内绑定新的载具，否则将失去玩家资格。看着面前的面板信息，山田花英子整个人瞬间愣住了。什么意思？载具被摧毁了？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哥哥他已经……山田花英子不敢置信地看着面板，随即想到了什么，他颤颤巍巍地打开面板，想确定心中的那个想法。不会的，哥哥不会有事的，不会的，不会。随着好友列表打开，往下找到了山田本侍郎的信息。此刻山田本侍郎的好友头像已经变黑，这预示着对方已经死亡。不，哥哥！看着那变黑的头像，山田花英子整个人仿佛五雷轰顶，整个人瘫软在地上痛哭流涕，那模样要凄惨有多凄惨。这番凄惨的哭声也是吸引了外面的家族成员，但想要进来的人
无疑被山田花英子呵斥在外。过了许久，山田花英子缓缓从地上爬起，虽然脸上还带有泪痕，但整个人已经发生了改变。无尽的生杀大仇已经完全占据了他的全身。墨染，你给我等着，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你血债血偿！山田花英子仰天怒吼，表情狰狞的仿佛恶鬼。阿嚏！我操！谁在说我坏话？正在做饭的墨染突然打了个喷嚏，差点没把手上的电饭锅甩出。不对劲，肯定有人在说我坏话。难道是那个山田花英子？估计是他，毕竟我可是把他哥给嘎了。想到这里，墨染也觉得只有这种可能。将米饭跟肉肘子下去炖煮，墨染从厨房返回了指挥室中。正所谓斩草不除根，那春风肯定吹又生，看我载具决斗卡。墨染抽出一张载具决斗卡，在上面填入区域号和山田花英子的名字。走你！发起载具决斗。墨染填好信息后，直接点击发起。对方已拒绝载具决斗，你获得对方随机的 40% 资源。没有几秒，墨染面前便出现了一个面板。啊，这直接拒绝了，看我再来。墨染再次使用了一张载具决斗卡，但不出几秒又被对方拒绝了。算了算了，这么怂的话就不打了，没意思。看到对方连续拒绝2次，墨染也是没有了兴趣。世界很大也很小，没准哪一天就碰上的。另一个区域，墨染，今天这事我记住了，以后我一定会加倍奉还。看着自己损失的 80% 资源，山田花英子气得都快原地爆炸了，但是也无可奈何，毕竟他现在根本没有实力去找墨染复仇。第82章，向着海洋的方向前进。鼠鼠继续向北面行驶。明白，车长。鼠鼠瞬间启动，向着北面行驶起来。墨染也重新回到了厨房，继续做起晚饭。太阳慢慢沉入地平线，黑夜重新笼罩了这个世界。墨染那晚饭也在这时做好，盛出香喷喷的米饭，再浇上一块肘子肉，配上一碟小菜和一瓶冰镇可乐，这便是朴实无华的一顿晚饭。一边吃着晚餐，墨染一边打开区域频道开始观摩消息。没想到短短2天内，这个区域只剩下17000多人了。看来残酷的环境加上稀缺的资源，不仅使生存的环境变得更加严酷，而且也已经开始激发人体内的恶性。区域频道中也没有了以前的欢乐，只有简单的物资交流，更多的则是各种不满和戾气，以及各种相互的争吵和谩骂。看来到了以后，这些情况只会愈演愈烈。继续在频道中浏览一番，墨染便关掉了面板，专心的吃饭。吃饱喝足后，墨染清洗了一下锅碗瓢盆，稍微运动一下消化，随后便重新返回了指挥室内。已经看不见那些荒山了，周围的地势开始平坦，还有些下移，看来是来到新的地方了。鼠鼠推测一下附近的地形，通过全景，墨染发现外界的环境与之前相比有了一些不同的变化。明白，车长。正在推测周围地形，请稍等。鼠鼠冰冷的机械音响起，几秒后重新传出。报告车长，根据周围地形推测，该地方为沿海地区的可能性为 87%。鼠鼠的声音很快便传了出来。沿海地区嘛，看来那个所谓的军事基地应该就在某座海岛上。想到这里，墨染若有所思地摸摸下巴。鼠鼠到前方那座土坡上。墨染放大全景，用手点击了上面的一块区域，那里正有一座土坡，并且被打上了一个标记。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响起，车辆开始向着那里转向。没有多久，鼠鼠便平稳地停在土坡上。稍微等待一会，待外面漂浮的烟尘消散，墨染才带着电子望远镜出来，毕竟他可是洗香香了，可不想再弄脏了。此刻的太阳早已落山，但墨染还是能感受到那无处不在的高温。来到鼠鼠的右侧面，车体和炮塔外的尖刺装甲缓缓缩入内部，紧接着几块钢板从内部伸了出来，一路延伸到炮塔顶部。看到这一幕，墨染不禁一阵感慨，有时候他真的感觉鼠鼠是活的，每次都能如此贴心的帮忙。墨染踩着这些钢板，一下子便来到了炮塔上，拿起手上的电子望远镜，墨染开始眺望远方的情况。周围的地形非常平坦，墨染所处的地方地势也很高，自然而然的，墨染便看清了远处的所有情况。只见在那遥远的地平线上，有一片一望无际的向下凹陷区域，看来这里真的是海岸线，那些向下凹陷的应该是已经干枯的海洋。看来那是一座建立在大海上的军事基地，如果方向没错的话，不久应该就能见到了。探测好远处的情况后，墨染便返回了鼠鼠内部。车辆再次启动，向着远处逐渐驶去。第83章，新增的天气。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墨染向古老询问了这些炸药的使用方法。古老那边也是告诉了墨染各种炸药的使用方式，以及使用它的相对应场景。这些炸药的使用方法基本都是这样，墨染你要是还有什么不懂的话，可以随时来询问我，
我会详细的为你进行解释。没问题，有劳你了。在相互寒暄几句后，墨染便与古老挂断了私信。嗑一嗑瓜子，再翻看一下市场频道中有没有什么好东西。查看了一圈，发现都是一些基础的物资交流，感觉实在没有什么好东西后，墨染便开始洗脸刷牙，准备早早睡觉。身后的指挥已缓缓放平，周围的光线也缓缓暗淡下来。墨染盖上自己的小毛毯，美美的进入甜甜的梦乡。鼠鼠持续前进，后方被履带抛起了滚滚尘烟，很快便来到了干枯的沙滩，顺着沙滩一路向前，很快便进入了这片干枯的大海，周围早已被无尽的黄沙覆盖，但还有不少的礁石裸露在外。鼠鼠的速度开始降低，用于在此起彼伏的礁石上保持平稳，履带与礁石摩擦产生了大量火星。车身虽然略有不稳，但完全影响不了处于指挥室睡觉的墨染。时间流转，日月交替，黑暗逐渐消失，光明重新照满世界。起床了。早上7点多，墨染的生物钟便将他自动叫醒，将背上的小毛毯卷好，并放置在旁边。墨染从指挥椅上站起，原地活动了一下筋骨，伸展懒腰。看来已经进入干枯的海洋了，没想到这就是大海内部的情况，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呢，看起来还挺新奇的。一边活动筋骨，一边透过全景看向外面。此刻的外面怪石林立，隔一段距离便能路过一些奇形怪状的巨大礁石，无尽的黄沙覆盖了整片海底，但还是能依稀见到下面那干裂的地表。以墨染如今的视角来看，现如今就处于一个一望无际的巨大陷坑之中。看来今天的天气会更加炎热，好像还起风了，很多沙子都被卷了起来，视野有些受阻。此时有很多沙子被风吹起，漂浮在空中，使得原本明亮的外界变得有些辉煌。这些漂浮在空中的沙子恐怕会对载具的行驶有影响。想到这里的墨染打开面板，决定查看一下频道中的消息。这是什么？天气 buff。 面板刚一打开，墨染便看到了左上角出现了一个新的列表，上面正显示了一个火红的太阳，还有一个黄色的风图标。墨染点击进去，一个新的面板出现在他面前。高温，今天温度将持续上升到48度，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下将使人体出现负面 buff， 将会对自身造成各种负面影响。持续的高温会对载具进行灼烧，使载具的各个部件耐久持续降低。部件耐久低于 50%， 将有几率出现各种随机问题。部件耐久若低于 20%， 将持续出现各种随机问题。风沙1级，将不定时刮起强风沙，将使能见度略微降低。载具若长时间暴露在风沙下行驶，将对发动机等零部件造成些许损伤。部件耐久若低于 50%， 将会有几率出现各种随机问题。部件耐久若低于 20%， 将持续出现各种随机问题。第84章发现一处基地。看完上面的两个天气 buff， 墨染不禁微微皱起眉头。环境不仅变得更加恶劣了，现在还搞出这种天气 buff， 看来这游戏所谓的幕后黑手真是一个坏低狠的人。随即墨染关掉了这个面板，紧接着打开区域频道浏览起消息。不会吧，这温度还要上升到48度，这还让我们活吗？今天48度，明天没准就50度了，这还让我们怎么存活？这几天下来，我都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才出去探索，白天根本受不了，坐在车里面就像一个大蒸笼。这个风沙什么的也太恶心了吧！我在外面跑了一会，发动机就已经损失了 17% 耐久，可以等风沙结束后再出去。风沙大约持续半个小时，随后会有2个小时的真空区，可以将各种衣服套在车辆的发动机进气口，这样也可以起到很好的阻挡作用。没错，这方法真的可行，只需要每隔一段时间及时清理掉衣服上的沙子，发动机根本不会损失各种耐久。区域频道中消息很多，是在讨论今天的这2个天气 buff。 看来针对新出的这2个天气 buff， 这些玩家都有了应对之法。不过那个风沙显示1级，那就是说明后面有2级甚至3级。墨染略微思索一会后说道：叔叔，报告一下当前发动机的情况，判断风沙是否对其产生影响。明白，车长。当前发动机耐久为 98%， 对于发动机的影响效果不大。叔叔冰冷的机械音传了出来。98%吗？如果这个天气是从凌晨12点开始的，那么到现在将近7个小时左右，看来叔叔的进气过滤系统还是可以。不过最好找到提升进气系统的方法，这种风沙的强度肯定不止于此。在略微思索一阵后，墨染便转身出了指挥室，先来到厕所刷牙洗脸一番，随后才来到厨房开始制作起早餐。已经有了大米，所以今天的早餐墨染做了粥，搭配上一碟小菜，还有几个煎蛋，朴实无华的早餐便是如此。毕竟早上还是要吃的清淡一点。一阵风卷残云过后，墨染便享用完了这顿早餐，清洗一下锅碗瓢盆，运动运动，消化一下胃里的食物。报告车长，远处出现一座基地，
与你描绘的军事基地十分相近。就在这时，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了出来。好，我知道了。听到鼠鼠的声音，墨染擦了擦沾水的双手，随后摘掉洗碗围巾，径直来到了指挥室中。面前的全景放大，便能看到一座巨大的山峰。鼠鼠，释放蜂鸟无人轰炸机，前往那座山峰上进行侦查。墨染看着全景视图中的那座山峰，随后对鼠鼠下令道：明白，车长。蜂鸟无人轰炸机已释放。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前方车底的上面打开一个口子，一道黑色的身影瞬间窜出，那个口子也缓缓关闭。紧接着，墨染面前的全景视图分割出了一块新的屏幕，正是蜂鸟无人轰炸机传来的画面。外面的风沙在这时也是逐渐消停，屏幕中的画面也是逐渐清晰起来。无人轰炸机很快便抵达了那座山峰的上空。第85章，找到军事基地了。画面中出现了一片平整的海岛，两条又长又宽敞的跑道贯穿了整个海岛。左边有很多类似于厂房的巨大钢棚，墨染猜测那应该是停放飞机的地方。右边则是很多栋建筑，其中一栋建筑最为高大，足足有5层，并且占地面积也是非常的大。顶部有很多信号塔和电线，不过大部分都已被折断和损毁。一圈铁丝网将整个基地包裹在内，每隔几米便能看到一座哨塔。看来路线没错，可算让我找到这军事基地了。看着画面中的军事基地，墨染不禁开始兴奋起来。毕竟这种地方，墨染可不相信没有什么好东西。将释放的蜂鸟无人轰炸机收回，墨染便躺在指挥椅上浏览面板。毕竟那里的距离还是有些遥远，在等待前往的这段时间里，墨染决定售卖一下车载空调系统。毕竟现在的天气已经非常炎热，想购买这套系统的人肯定不在少数，发家致富的手段这不来了。不过市场上也有不少降温的产品，各种大小型风扇居多，但价格也是非常感人。不过没想到竟然还有空调这种东西。墨染在交易市场中浏览着现在的情况，发现里面最好的散热产品是空调。不过这种空调的安装需要破坏载具的一个区域，用于放置空调外机，这会导致那个地方没有防护。不仅如此，这种空调还需要大量的电源进行驱动，所以载具上自带的电源根本无法启动，必须再次购买一个发电机。以至于这个东西虽然制冷效果很好，但由于这各种限制以及价格也非常昂贵，所以基本没有任何人进行购买。先做个300个，然后上架，限制物品购买设置为蓝图或模块。设置好各种限制后，墨染直接将其上架到了交易市场。之所以限制模块，是因为墨染打算进行大量囤积。毕竟载具都可以升级进化，那么到了以后，武器以及模块这种东西也极有可能会进行升级和进化。对于资深游戏党的墨染来讲，他认为这种可能性非常的高。车载空调系统上架没多久，便有大量的交易信息传出。看着那一个个天花乱坠、五彩斑斓的模块，墨染啥也不管，全部进行照单全收。这些玩家还真是鸡贼，只会用一些最为普通的模块进行交易。不过这求生游戏也是奇葩，物品都没有品质区分。看到交易得来的各种模块，墨染都不禁一阵无语。比如有增强灯光亮度的模块，这玩意还算有点用处，但这降低尾气污染的模块，就真的让墨染摸不着头脑。什么玩意儿？这种奇葩的模块谁会用啊？啪的一下很快啊，墨染直接使用了降低尾气污染模块。可嗨，毕竟鼠鼠的尾气真的太黑太浓了，为了不阻挡视线的观察，所以墨染才会进行使用的。你还别说，自从这个模块下去之后，原本两侧排烟孔的浓郁黑烟已经变得不那么明显了，如今排放出来的已经是那种白色的烟雾，好像没啥屁用啊。这烟就换了个颜色，该挡也是挡。看着那换了个颜色的尾气，墨染的嘴角不禁抽了抽。不过用都用了，墨染也懒得拆下来了，就那么让它待着吧。第86章，售卖车载空调系统。不得不说，这些玩家确实是被热坏了。300个汽车空调系统，没有多久便被轰枪一空。好友私信也是陆续响起，几位老熟人也是不约而同的发来消息：弟弟，姐姐可热了，还有没有车载空调系统？给姐姐来一个呗。苏西发来了消息，并配上了一张清凉的图片。图片中的女子美若天仙，穿着一袭洁白的背心，胸前的实力展露无遗，令人血脉喷张。拿东西来换。墨染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图片，随后打字回道：切，这家伙怎么这么不懂风情？看着墨染的回复，苏西不由得鼓起了腮帮子。哎呦，我说大姐，你赶紧跟他换吧，咱姐妹们都快被热死了。安安此刻满头大汗地抱着一个风扇，恨不得将整张脸都埋入其中。听到这话，苏西脸色瞬间冷了下来，随后一手掐上了安安的小耳朵。哎呦喂，错了，
看着安安那变红的小耳朵，苏西这才停下了手上的动作。我拿这个东西跟你换。苏西打字回复道，随即附带上了一张图纸。载具运动结构复合钢材料，在不改变载具运动结构的形状、重量、运动方式的基础上，改变其内部特性，使其变成更为坚硬的复合钢。复合钢材料能应对更加强烈的冲击，更为剧烈的磨损。这图纸不错，刚好可以解决鼠鼠履带的磨损问题。如今鼠鼠的履带不仅要承受自身188吨的重量，还要经常应对超快移动下的动能，以及面对各种崎岖的地形，承受住各种各样的磨损。虽然墨染有考虑过为履带赋予无限特性，但鼠鼠的这个履带是最为基础的，并不能带来一些特别的属性加成，所以墨染选择拥有更为强力的履带后，再将其赋予无限特性。毕竟无限的白板武器和无限的神级武器，墨染还是知道怎么选择的。没问题，就这个。墨染制造了一个载具空调系统，随后与苏西完成了交易。复合钢多用于军事，想必那座军事基地里面应该拥有这种材料。看着手上的这张图纸，墨染直接将其学习。随后墨染看向了另一位好友私信，正是张天发来的。墨染大佬，你还有没有载具空调系统？我找到一个载具武器，你看这个需不需要？张天发来了私信，并附带上了一个物品信息：载具武器地雷发射器，可发射多种型号以及大小不一的地雷，可以保持地雷原本的触发属性，也可自动设置地雷的触发时间。死，这东西不错。看到这个载具武器，墨染瞬间眼前一亮。如今他拥有弹药组合枢纽，只要找几个不同种类的地雷，将其全部添加至车载弹药，那就想要发射多少地雷，不就手到擒来。墨染直接化身封路战士，完全就是断路的一把好手。这东西不错，我要了。好的，墨染大佬，我现在就上架。张天很快便将地雷发射器上架，墨染也是给予了他载具空调系统。两人很快便完成了交易，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哇，好凉爽啊！这几天都快把我热傻了，我都忘记空调是什么滋味了。安安整个人趴在空调出风口上，脸上满是无比的享受。把衣服披上，你这样吹一会指定窜。苏西扔给了安安一件衣服，自己也往身上披了一件。芜湖，真是太凉快了。张天哥，这墨染大佬也太厉害了吧，这东西都有。是啊，墨染大佬的实力也太强了，跟他交好完全不亏啊。张天闭眼感受着冰凉的冷风，脸上尽是舒爽之色。跟他交好啊，肯定没错的。听着众多玩家的交谈，张天缓缓开口说道。墨染随即也是询问了古老，看他们是否需要。对方表示他们已经有了这种空调系统，不过也向墨染的关心表示了感谢。第87章开始进入搜索。收到地雷发射器后，墨染将其安装在了炮塔的后方。炮塔的后方打开一个口子，一根非常粗大的管子从里面伸了出来。不得不说，这小东西长得挺别致啊。说真的，墨染对于这玩意的长相还挺失望的。今天的无限赋予已经刷新了，这次就将它用在蜂鸟无人轰炸机上。毕竟这玩意确实挺好用的，不仅能攻击，还能用于侦察。决定好之后，墨染就对蜂鸟无人轰炸机使用了无限赋予。蜂鸟无人轰炸机的属性面板一阵扭曲，随后无人机的数量直接变成了无限。做完这一切后，墨染便开始收拾装备。此时的鼠鼠已经来到了这座海岛下面，开始向上攀登这座山峰。水、干粮、照明物品、绳索以及绳梯，还有炸药、引爆索以及引爆器，将这些物品通通放入战术背包。随后墨染便开始穿戴起轻便式防护服。有东西的重量还真是不低，再带上液压钳以及武器的话，恐怕会令我的行动非常迟缓。先看一下上面的情况，再决定带哪些东西。穿戴好轻便式防护服后，墨染尝试背起了一下背包，发现这些物品的重量个个不低，再带上2把武器和液压钳的话，自己几乎寸步难行。想到这里的墨染将背包卸下，决定先上去查看一下上面的情况。如果在上面遇到什么阻碍的话，再带上相对应的东西进去解决。没有多久，鼠鼠便成功从海底爬了上来，成功的驶上这座海岛，开始向着右边的那栋5层建筑驶去。鼠鼠一路前进，轻松碾断了那一排铁丝网，很快便在这栋5层建筑前停下。墨染的身影也从后方出来，背包中将那款绳梯取消，其余的物资也是进行了一些缩减。如今背包中所需要的物资刚好足够，并且不会影响墨染的行动。又起风沙了，这些沙子真是讨厌。无数的沙子随风飘动，如雨点般噼里啪啦地打在墨染的头盔上。右手拎着撬棍，墨染径直向着那栋建筑的大门走去。大门并没有上锁，就这么径直敞开着。墨染很轻松便进入了内部，看到了内部此刻的情况。周围满是一片狼藉，各种桌子、椅子、柜子杂乱无章地倒在各个地方，很多扇窗户的玻璃早已破裂，
各种沙子在风的吹动下灌了进来，地面上以及各个物体的表面早已覆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黄沙。墨染开始在第一层浏览起来，第一层所有的房间都是开启状态。墨染快速的浏览一番，除了一片狼藉和满地的黄沙，并没有搜寻到任何的物资。随后墨染继续往上搜索，2楼、3楼也是同样有着很多房间，应该是储存各种档案的场所，到处都可以看见散落满地的纸张。墨染还在3楼的时候发现了个物资箱，不过里面藏有一条毒蛇。墨染也不愿意去打这种东西，毕竟得不到多大的收益，而且万一被咬伤那么一口，那指定要在原地躺板板吃席。4楼的位置是所有楼层中最为宽广的，不仅周围的视野最为开阔，而且在中间的位置有一间巨大的房间，里面的墙壁上挂满了很多大型的屏幕，各位也是有着很多操作台。墨染猜测应该是类似于指挥的地方。这地方也太穷了，真是啥也没有。第5层看完的话，就直接到另一边去，武器和装备应该位于那里。一边说着，墨染也是抬脚来到了第5层。第5层应该是类似于高层开会的地方，在一个房间里，有一张很长的桌子以及各种椅子，还有几块挂在墙壁上的巨大屏幕，还有不少的沙盘以及地形图。当然，里面一样一片狼藉，什么毛也没有。咦，有一个门上锁了。就在这时，墨染突然看到了一扇紧闭的房门，上去转动了一下把手，把手纹丝不动，似乎从里面锁上了。墨染尝试利用撬棍撬开，但房门与门框严丝合缝，墨染没有找到合适的角度将撬棍插入，无法将这扇房门撬开。用机枪扫射一番，子弹并不能完全穿入门中，看来这扇门是由特殊材料制成，是时候用上炸药了。墨染从背包中取出一块塑形炸药，将其贴在门把手与门框的附近，随后插入引爆线，将其拉到楼梯的一处拐角。蹦蹦炸弹在拐角处躲藏好，墨染直接按下了手上的引爆器。轰！第88章到达另一边，一道响亮的爆炸声传出，周围的沙子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波，纷纷从物品上扬起，周围瞬间弥漫起的一阵烟尘。当烟尘缓缓消散，墨染才来到了这座房门前。此刻房门的把手已被炸断，门板上也是被炸出了一个缺口，房门也是向内缓缓开启了一些。墨染伸手一推，嘎吱，房门发出一阵刺耳的摩擦声，随后便向里面开去。墨染向里看去，便能看到一张正对门口的桌子，而此刻的桌子上正趴着一具发白的骸骨，骸骨让穿戴着一件军装，通过上面的勋章，墨染判断此人应该是一位等级不低的军官，这里应该是他的办公室。往里面走近一看，便能发现骸骨的右手上有一把手枪，在头骨的侧面方向能看到2个贯穿的洞口，看这模样，他应该是自杀的。墨染拿起那把手枪查看了一番，发现手枪的耐久早已归零，轻轻拉动了一下枪栓，整把手枪便瞬间散架成了一堆零件。都烂成这样了，这得经历多长时间？拍了拍手上的灰尘，墨染开始四处搜索起来。左边应该是一间会议室，桌子上散落着很多布满灰尘的文件。右边是一间满是书籍的房间，墨染还在里面发现了一个保险箱，这保险箱竟然没上锁。尝试转动了一下上面的扳手，保险箱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随后箱门缓缓被墨染拉开，里面有着一些档案资料，还有一张身份卡。身份卡上正有一个人的半身照，根据上面所穿戴的衣服判断，墨染认为此人就是外面那具趴在桌子上的骸骨。原来他是这个基地的总指挥官，希望他的身份卡还能使用。将身份卡收好，墨染便转身下来了。鼠鼠再次启动，直接横穿2条跑道来到了对面。鼠鼠直接撞进去。看着越来越近的1号钢棚，墨染对着鼠鼠下令道：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传出，车辆的速度也是拔高了一个档次。砰！哐当哐当，2扇对开的钢门瞬间凹陷下去，直接从门轴上断裂，重重的砸在地上。鼠鼠不费吹灰之力的便驶入其中。墨染开始打量起内部的情况，内部也是异常凌乱，各种各样的工具设备散落在各个角落，最中间的位置空空如也，不过能看出是用于停放飞机的地方。在内部的角落位置堆放着很多飞机换下来的零部件。墨染穿戴好轻便式防护服，随后便从鼠鼠上下来，开始向着那些零部件走去。这些都是飞机上的零件，分解之后肯定能得到不少的高级金属。墨染很快便来到了这堆零件上，并开始进行分解。大量的碳纤维、铝块、电线、电路板以及各种电子元件开始在地上积聚。没有多久，那些堆放在角落的飞机零件已经被墨染分解成了一地的材料，并且数量十分的多。数量还挺多的，就不进行详细的清点了。鼠鼠将车辆倒后过来，看了一眼堆放在脚下的各种材料，墨染放弃了进行详细的清点。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随后车辆开始360度坦克掉头。
后方的入口打开，墨染开始将地上的材料搬运进储藏室中。第89章分解喷气式战斗机。大约花了半个多小时，墨染终于将地上分解出来的材料都放进了储藏室。随后墨染继续在周围寻找起来，发现了不少用于维修飞机的工具。不过这些工具经过长时间的风化，已经全部变得锈迹斑斑，且无法使用。但这些工具也是可以进行分解，墨染得到了不少的钢材和铁块。随着不断进行搬运工作，墨染也感到了自身越来越炎热。头盔虽然带有透气功能，但还是让墨染热得满头大汗。白色的头发被汗水打湿，紧紧地贴在了额头上。虽然墨染很想脱掉这身轻便式防护服，但现在的风沙又起来了，那种沙子打在身上的感觉非常不好受，所以墨染还是决定就这么穿着。这天气也太热了吧！虽然我是一位冰山美男子，但我这冰山属性也经不起这么热的天气啊。在将最后一个分解的物资放进储藏室后，墨染终于能脱下轻便式防护服休息一下了。鼠鼠，将内部的温度稍微降低一点。墨染决定来点低温舒爽一下，但也要保证自身不会太过着凉。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内部的温度开始下降了几度。随着温度的下降，墨染便感觉全身一阵的舒爽。不同于吹空调的冷风，这种冰凉的感觉似乎无处不在，从各个方向附着在墨染身上，让其全方位感受凉爽。不愧是价值4万积分的恒温系统，这效果就是不一样。感受着逐渐消失的炎热感，墨染当即让鼠鼠将温度调回了正常范围。鼠鼠，前往第2座钢棚内部。明白，车长。车辆再次启动，随后驶出了这座钢棚，开始向着旁边的另一座驶去。砰！哐当！哐当！随着2扇拉门被撞开，墨染也是进入了2号钢棚内部。此刻的中间位置正停着一辆喷气式战斗机，在周围有着很多木箱以及很多油桶。竟然有一架战斗机，不过看型号似乎是有些老式的，去看看。墨染穿戴上轻便式防护服，重新来到了外面。随后墨染来到了这架喷气式战斗机的旁边，将手放在上面，一个面板便出现在了墨染面前。一代喷气式战斗机，搭载武器30毫米机炮 X2， 空对地导弹 X4， 空对空导弹 X2， 当前耐久 2%， 修复后可绑定为载具。分解将有几率获得飞机中的部件或者各种材料。原来还能用这种方式获得载具，不过这架飞机对我没用，还是分解了。随着分解键的按下，整架喷气式战斗机瞬间被一层白光包裹。等到白光消散时，在地上留下了一个蓝色的正方形方块。让我看看有什么好东西。墨染向前走去，将地上的那个方块捡起，竟然获得了喷气式引擎，还有一个雷达系统。能看清楚方块内的物品框，墨染不由得一喜。鼠鼠终于可以换掉那个柴油引擎了，让我看看新引擎的功率如何。墨染随即便返回了鼠鼠内部，紧接着将喷气式引擎进行了替换。方块物品栏中的喷气引擎瞬间消失，在出现时已经位于载具信息面板上。墨染看向信息面板上的数据，此时鼠鼠的速度已经可以达到120公里每小时。看着上面的速度数据，墨染是一阵的啧舌。还有这个雷达系统也装上，虽然只有200公里的搜索距离，但对于现在来讲，已经是一个非常强力的装备了。随着雷达系统装上，墨染已经可以在指挥室里看到效果。一个深绿色的面板悬浮在正前方，此刻正在不停地向周围扫描。第90章，第3座钢棚。随后方块中所分解得来的材料也尽数被墨染转移进储藏室。方块内的物资消耗干净，整个方块也缓缓化作蓝光消散开来。处理完这些事后，墨染再次返回到了外面。这些箱子里面是什么东西？看着堆放在角落中那一排排箱子，墨染提着撬棍便走了过去。咔嚓，将木箱上的封条撬开后，墨染直接将上面的盖子拉开。随着木箱的盖子打开，4枚航空炸弹映入了墨染眼前。高爆型航空炸弹，可对指定地面目标造成大范围攻击，请注意投掷时所处高度。使用条件：飞机类型载具。竟然是炸弹，难道这些箱子里面装的都是飞机使用的炸弹吗？墨染随即将目光看向旁边的那些箱子，将其打开一些后，映入眼帘的便是战机使用的机枪子弹或者各种导弹以及航空炸弹。猎鹰空对空导弹，拥有极快的速度，可用于对付空中飞行目标。使用条件：拥有导弹发射架或者飞机类型载具。分解后将有几率获得图纸以及物体所构成的资源。虎熊空对地导弹，拥有不朽的杀伤力，可对地面目标造成高额伤害。使用条件：拥有导弹发射架或者飞机类型载具。分解后将有几率获得图纸以及物体所构成的资源。看这些导弹的数量，估计应该有上百枚。不过我也没有导弹发射架，这些导弹对我也没有用处。
不过还是搬2枚进去，毕竟拥有了弹药枢纽，只要将这2枚导弹的信息记录一下，到时候装上一个导弹发射架，这导弹不就直接当糖豆打？想到这里，墨染当即便分解了2种导弹。不得不说，运气这一块墨染从未输过，直接获得了这2种导弹的图纸，随后将其直接学习。虽然学习这种图纸没啥用，但墨染只是为了满足心中的收集乐趣。接着，墨染搬运了1枚空对空导弹以及1枚空对地导弹。这些导弹数量太多，并且搬运起来也很麻烦，到时候将这里全部炸了，这种东西我可不会让其落入别人手上。虽然墨染有想过将这些导弹全部赠予给古老，但这些导弹并不属于自己的物品，只有进入载具之后才能算是。墨染可不想这么麻烦，自己可是拥有无限能力的男人，这种导弹想要多少还不是有多少，到时候直接炸个爽。最后看了一眼周围，墨染便登上了鼠鼠内部，车辆瞬间启动，向着第3个钢棚驶去。更换了喷气式引擎后，不仅引擎的声音变得与众不同，而且之前所排放出来的黑烟此刻已经完全消失。砰！哐当哐当，再一次破门而入，墨染成功进入第3座钢棚之中。第3座钢棚是这3座之中最大的，所以墨染也是将其放在最后开关。咦，这里面怎么什么都没有？看着全景外的情况，墨染瞬间疑惑的摸不着头脑。只见这钢棚内十分宽敞，周围只有几个散落的空箱子，角落中一个由防水布盖起来的物品，以及最中央一个特殊的平台。中间那个平台是升降机吗？看这模样似乎是通往下面。墨染放大全景，看向最中央的那个平台，只见在平台的角落处有一个操纵面板，笼罩在了一个透明的玻璃箱中。下去看看，没准能发现什么好东西。墨染转身走出指挥室，在出现时已经来到了外面。墨染率先来到角落处，那防水布盖着的物品，抓住防水布的一个边角，随后用力一扯，整张防水布便被拉下，下面的物品也出现在了墨染面前。第91章下方的区域，随着防水布的扯下，一台大型发电机出现在了墨染面前。大型柴油发电机，为修复，所需修复材料：铁块很多很多，电线数量不少，螺丝这个也要很多，钢板这个也不少，剩余燃油0升。大型柴油发电机，难道与那个平台有关吗？墨染看到有几根粗壮的电缆从发电机中牵出，连接到了中央的那块平台。跟随着电缆的方向，墨染来到了平台旁边的控制器上。这是一个升降平台，难道下面还有存在别的区域吗？透过外面的透明照看向内部，墨染可以看到控制器上写着升降平台。下去看看，希望这平台通电之后还能使用。略微思索过后，墨染决定通过平台下去下面看一下。先来到大型柴油发电机这，利用各种物资先将其修复好。随后墨染往里面注满了燃油，紧接着抓住旁边的一根启动摇把。嘿咻嘿咻嘿咻，墨染双手紧握摇把，使出全身的力气转动起来。随着转动的圈数越来越多，发电机也开始发出阵阵嗡鸣，嗡嗡嗡嗡，轰轰轰。经过长达几分钟的旋转后，柴油发电机瞬间点燃，发出了响亮的轰鸣声。呼呼呼，妈了个巴子的，这逼玩意也太难启动了吧，差点没把我一口气累过去。柴油发电机成功启动后，墨染直接一个脱力栽倒在地，躺在地上缓了几分钟后，墨染才悠悠地从地上爬起。这玩意真不是人能干的，还好付出有回报。控制器的灯已经亮了，接下来就看它能不能正常运转。捶了捶发酸的胳膊，墨染来到了控制器的旁边。此刻的控制器上的指示灯已经亮起，其余的按钮也是接连点亮。砰咔，拿起手上的撬棍，墨染直接敲碎了外面的透明防护罩。毕竟这玩意可是被锁着，他可没有钥匙来开锁。敲开控制器的透明盖子后，墨染站在了平台的外侧。毕竟他还不清楚平台是否能安全运转，要是突然给落下去，那他可就凉凉了。伸出右手手指，墨染按在了向下的图标上。嘎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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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串的金属摩擦声响起，平台下面的铰链开始向下运转，整个平台发出了特别响亮的声音，紧接着便开始缓缓向下移动。随后墨染按下上升键，平台停顿一会后缓缓上升起来。紧接着墨染整个人走在平台上，将手放在了控制器上。略微等待一会后，脑海中的那道声音并没有再次出现。那这个东西能够正常运转，危险提示没有警告我，说明这东西还算安全。确定好平台能够正常运转后，墨染便转身返回了鼠鼠内部。此刻的时间已经来到了11点，墨染决定先吃完午饭再下去。天大地大，恰饭最大，在恰饭这件事上，什么事情都得通通靠后。第92章
神奇的武装清洁室。返回鼠鼠内部，墨染率先脱下了轻便式防护服。哇，真是出了好多汗，这件防护服的里面都湿透了，外面也沾满了沙子。看着手上这件脏兮兮的防护服，墨染瞬间就有点无奈了。对了，我不是拥有那个武装清洁室吗？现在缺少的那些材料应该足够了。墨染打开制造面板，果然发现武装清洁室所需的材料已经足够。材料充足，墨染直接点击了制造。很快，一个黑色的长方形模块缓缓漂浮在墨染手上。墨染决定后，将这个武装清洁室放在浴室旁边，随后便是点击确定。手上黑色的模块缓缓消失，面前的钢壁上缓缓出现一扇钢门。墨染推门而入，进入到了武装清洁室的内部。只见在正前方的中央位置，有一根巨大的玻璃柱正位于那，在它的旁边还显示着一块液晶屏幕，似乎是显示玻璃柱中的情况。两侧共有2排长短不一的黑色柜子，外形有点像冷藏用的冰柜。每一个冷柜的上方都有一块屏幕，上方都记录了所属冷柜的信息。墙壁上有很多 LED 灯，正散发着蓝色的光芒。报告车长，我已与武装清洁室连接沟通，请将需要清理的护甲和武器交给我。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了出来，随后天花板上打开一个口子，几根银白色的机械臂从里面伸了出来，缓缓来到墨染面前。这里面看起来还挺高科技的，不知道它的使用效果是怎么样。墨染将手上的轻便式防护服递出，那几条机械臂便将防护服从墨染手上接起，随后径直来到最中央的透明玻璃柱上。玻璃柱上方的盖板缓缓打开，机械臂将轻便式防护服放了进去。墨染在这时才发现，中间那巨大的玻璃柱中竟装载着一种透明的液体。由于这些液体实在是太透明了，墨染都没有在玻璃柱中看见。轻便式防护服在机械臂的辅助下，缓缓在玻璃柱中伸展开来。随后大量的气泡开始从底部冒出，将整件轻便式防护服包裹起来。墨染走近一看，便能发现有大量的污渍从轻便式防护服的每一个角落扩散出去，随即便溶解在了这透明的液体中。清洁起来的速度也太快了吧，且看起来洗得非常干净。通过旁边的那块显示屏幕，墨染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前的清洗进程，上面的进度条滚动飞快，不一会便到达了尽头。玻璃柱上的盖子缓缓打开，那几条机械臂将轻便式防护服从里面拿了出来，随后将其在空中折叠好，最后缓缓地送到墨染面前。那里面的液体是什么？清洗过后竟然没有在上面留下一点水渍，上面的污渍也全部消失，整件防护服简直就跟新的一样，这也太神奇了。看着手上这件防护服，墨染都有一种这件不是我的吧的想法。放到鼻子下嗅了嗅，闻不到任何一点味道。不错不错，看来以后可以在外面尽情折腾，不用担心将衣服搞脏了。收好轻便式防护服，墨染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武装清洁室，将防护服叠好放在角落。墨染率先来到厨房开始做饭，取出适量的大米进行清洗，随后往里面加入适当比例的纯净水，之后将其放入电饭煲，并设置好半小时的时间。从储物室中取出几根猪脚，先将其进行焯水，随后利用剁骨刀进行碎块，并将其倒入高压锅，接着往里面加入黄豆、生姜、八角以及各种墨染喜欢的调料，随后加入适量的清水，并将高压锅密封严实。将封存严实的高压锅放到电磁炉上，墨染同样为其设置了半小时的时间。将午饭全部下好之后，墨染拿起一套新的衣服便进了浴室。毕竟经过这么半天的收集，浑身上下连同裤衩子早都被汗浸湿了，而且现在的汗水已经干了，这导致浑身上下感觉十分的黏糊糊，这令墨染非常的难受，必须要马上洗掉身上的汗渍。经过10几分钟的洗刷刷后，墨染一身清爽的从浴室中走了出来。换洗下来的衣服早已扔到洗衣机中清洗，墨染抓起洗手台上的吹风机开始吹头发。第93章，游戏来了。真是太帅了，这张脸无论怎么看都是这么的帅。拨弄着自己白色的头发，墨染一脸满足的欣赏镜中的容貌。在臭美了几分钟后，墨染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浴室。来到厨房，墨染查看了一下当前电饭煲与高压锅的进度，还有10几分钟，看来还需要再等待一会。看了一眼剩余的时间，墨染转身来到了指挥室中。刚在指挥椅上坐下，准备看一下区域频道打发时间时，那道自天穹中传来的声音在此刻传了出来：“蝼蚁们，你们好啊，这几天的生活感觉如何？想必你们过得非常的好吧？”哈哈哈哈！竟然听到了我的声音，各位蝼蚁们也是知道我来的目的。没错，我又给你们带来了非常好玩、愉悦、开心、快乐的小游戏了。听着天穹中的那道声音，墨染的眉头不禁皱了起来。现在12点半，提前半小时通知，恐怕明天又要来那所谓的游戏了。墨染看一下面板上的时间，此刻已经来到了12点整。打开区域频道，里面各种玩家的消息滚动飞快。游戏？又要来什么游戏？
我可不想再参与你什么游戏了，这里的环境已经快让我疯掉了。对，不参加游戏，上次那个游戏我什么也没干，也没把我怎样。没错，以前通告里面的那些话就是吓我们的，根本不会把我们怎么样。就是那个野兽暴乱，我躲了一天，什么都没参加，也没有受到什么处罚。区域频道中的玩家吵吵闹闹，有的玩家担心不参加游戏是否会受到惩罚，而有更多的玩家站出来反驳了这一观点，反对的声音也是越来越多。这群憨批，那次所谓的小游戏可是在新手村里，现在才是这个游戏的真正开始，怎么可能不受惩罚？看着频道中这些玩家的发言，默然只感觉一阵的无语。天穹中的那道声音还在继续，而接下来所说的内容也是证实了默然的想法。本次的小游戏为团队合作打怪，每个区域中的所有玩家为一个队伍。现在开始为你们介绍游戏的内容，游戏将在明天6点的时候正式开始。1. 所处区域中将出现10处异化点，将在你们的面前以红色三角形标出它的方位以及距离。2. 每清除一处异化点，将会使最终决战的 BOSS 实力减少 10%， 最低可减少 100%， 将使最后决战的 BOSS 实力大幅度缩减。3. 若该异化点清除失败，则会导致最终决战的 BOSS 实力增加 10%， 最多将增加 100%， 将使最后决战的 BOSS 实力大幅度增加。4. 进入异化点之后，清除行动将正式开始。成功消灭最中心的异化之星则为成功，在清除期间所有玩家死亡或者逃离异化点后，该异化点将判断清除失败并即刻消失。5. 每个异化点最多支持进入2000名玩家，进入内部的玩家将进行记录，后续的玩家无法进入，记录的玩家出逃后也无法再次进入。6. 当10处异化点被清除或清除失败后，将会召唤最终决战 BOSS，BOSS 将随机降落在区域的任何一处，请即刻前往并以最快速度击杀。BOSS 所处的地方将会在你们的面前显示出它的方位和距离。7. 该游戏为排名赛，前10名区域的所有玩家将获得奖励，在游戏中贡献最大的10名玩家将获得比其余人更加丰富的奖励，奖励的丰富程度将按照排名逐渐递增，第1名的玩家将额外获得1件小礼品。当然还有最后一点，有奖励那么就会有惩罚，在游戏排名倒数的10个区域将连同所属的区域世界一同毁灭，而贡献值为0的玩家也将被游戏进行抹杀。所以各位蝼蚁们，是生是死将由你们进行决定。哈哈，天穹中的声音缓缓消失，仿佛从未来过一般。第94章，升降平台下方。哼，果然如此，又整出新的幺蛾子了。不过没想到将会有10个区域，近20万人连同世界被毁灭，这还真是有够狠的。还有那所谓的贡献值，看来这是要求每个区域的玩家都必须进入那所谓的异化点，那里面肯定没有那么简单。听完那道声音所讲的内容，默然的面色也是凝重了起来。此刻在他面板的正上方位置再次出现了一个区域，上面正显示着倒计时，点开便能看到那声音所说的内容。默然分别到世界频道以及区域频道查看，发现里面消息的滚动速度简直前所未闻。所有玩家都对那所说的内容感到难以置信，很多人都开始大肆购买市场上的武器，市场上的武器也一路水涨船高，但很快便已全部缺货，并且大量的玩家开始相互抱团，各种团体之间的人数越来越多。先吃饭，之后再到平台下面看一下，在这里关注这件事也没用。默然起身走出指挥室，转身进入了厨房之中。此刻设定的时间已经到达，高压锅和电饭煲都冒着蒸腾的热气。盛出米饭，将高压锅的卤猪搅盛出，均匀的淋在上面。随后颠个勺炒份小菜，再从冰箱中取出一瓶冰镇可乐。一顿朴实无华的午饭就是如此。默然当即大快朵颐起来，吧唧吧唧嗝。享用完美味的午餐，默然开始收拾起锅碗瓢盆，顺便消化一下。吃饱喝足，浑身都充满了力量，走起！默然穿上轻便式防护服，随后背起准备好的战术背包。这次的背包中，默然只带了水、攀岩绳、各种炸弹以及照明物品。将旁边的复合弩跟 MG42 的机枪背上，默然将砍刀别在了腰间，撬棍的话固定在战术背包上，随后一把提起地上的这个双钢液压钳。这玩意的分量还真不低，希望你的威力能对得上你的分量。掂了掂手上的双钢液压钳，默然一步踏出鼠鼠，向着前方的升降平台走去。来到液压平台的控制面板处，默然放下手上的双钢液压钳，随后伸出右手按在了平台的向下按钮上。嘎吱嘎吱，平台发出一连串的金属摩擦声，4个角落的铰链开始向下工作，平台开始缓缓的向下运行。默然也是打开了手上的强光手电筒，随着不停往下，周围的光线也是越来越暗淡下来。默然手上的强光手电筒扫向周围，
能看到四面都是生锈的墙壁，上面布满了各种灰尘，在这时都因平台的移动飘了起来。这速度还真是慢，生锈的也太严重了吧！听着耳边持续不断的嘎吱声，默然百无聊赖地等待着。大约向下运行了10几分钟，升降平台最终抵达了最底部。哐当，升降平台经过一阵晃动，随后缓缓停止。这地下有这么深的吗？看样子足够有100多层楼的高度了。默然抬头向上看去，只能看到一个小小的正方形入口，周围已经非常的黑暗，唯一的亮光便是默然手上的强光手电筒。第95章抵达下方。看了一眼上方的情况，默然将视线放在了面前。他的面前便是升降平台的出口，不过现在正有一处铁栏阻隔着，铁栏上锈迹斑斑，腐朽的非常严重。默然看向操控面板，在上面发现了一个开门的标志，这个应该是开门的按钮，不过这玩意都锈得这么厉害了，还能正常开启吗？瞟了一眼面前那生锈的铁栏，默然觉得这玩意能正常开启的可能性不大。按下按钮，铁栏的两侧传出了沉闷的电击声，嗡嗡嗡嗡，咔咔咔，嗡鸣的电击声夹杂着咔咔声，似乎是某些齿轮正在打转。得了，看来里面的齿轮是废了，看来这铁栏得由我亲自敲开了。默然上前仔细地打量这面铁栏，发现它是向左右对开的方式，将背上的武器跟战术背包卸下，随后将强光手电筒对准这扇铁栏。默然从战术背包上取下撬棍，瞄准两扇铁栏的中间缝隙狠狠插入，撬棍的尖端狠狠扎入两扇铁栏的缝隙，随后默然用力一撬，打咔打打，铁栏发出一连串沉闷的声响，开始向着两侧缓缓移动。大约撬开了10厘米后，两站的铁栏猛地顿住，无论默然再如何使劲，两扇铁栏都纹丝不动。我擦，竟然卡住了！不行，这得上液压钳了，看这缝隙足够把钳头塞进去了。对比了一下当前铁栏的缝隙以及液压钳的钳头宽度，发现液压钳的钳头足够进入后，默然抓起地上的双钢液压钳，随后将钳头杵进缝隙中，接着便是启动液压钳。液压钳的钳头开始缓缓张开，两扇铁栏发出了阵阵金属撕裂声，嘎嘎嘎，砰！大约过了几秒，一道响亮的金属断裂声传出，似乎是某样东西断裂了，两侧的铁栏也被液压钳顺利的撑开。看来挡住这两扇铁栏的东西被撑断了，这下应该可以顺利进入了。默然放下双钢液压钳，双手抓住两旁的铁栏，随后猛地用力向外推去，两扇铁栏缓缓地向两侧移动开来。呼，可算搞定了！拍了拍手上的铁屑，默然转身背起地上的物品。默然打算将液压钳暂时放在升降平台，毕竟这玩意重量不小，默然肯定不可能带着移动，毕竟实在太拖后腿了。到时候哪里需要用上这玩意儿，默然再返回过来拿去。拿起地上的强光手电筒，默然便走入了铁栏的后方，里面有着非常宽广的空间，左右以及正前方各有一条通往内部的通道，地面上铺着一层厚厚的灰尘，默然每踩一脚都能留下一个显眼的脚印。3条路，去哪个地方呢？拿着手电筒往3个方向的通道照入，默然看向了3个不同的方向。正前方的远处出现了一扇钢门，类型还是对开的。在右边的位置有一个控制台，似乎是一个刷取身份的地方。左右两边各经过一个拐角，通往不知何处。这里好像有一张规划图，应该是这个地方的布局。就在这时，默然看到了左边的墙壁上挂着一张图片，虽然上面覆盖了灰尘，但默然还是看到了一些类似规划的东西。来到这张图片面前，默然伸手将上面的灰尘抹除。随着灰尘被抹除，一张地下基地示意图出现在默然面前。第96章满地的碎骨。通过这张基地示意图，默然清楚了这3个通道都通往哪里。首先便是最中间的通道，也是这座地下基地占比最大的地方，里面是各种装备的堆放场所，还有武器、飞机等载具的停放和修理。不仅如此，默然还在最面看到了一个导弹发射井。左边的通道通往指挥部门、档案室以及各个技术部门，右边的通道则通往生活区，不仅有一个大型宿舍，还有食堂以及各个娱乐锻炼区。看来我得先去往左边的通道，那里有一处供电室，如果也能像外面的大型发电机一样修复的话，没准我就可以恢复这间地下基地的供电。决定好这个想法后，默然便打算率先前往供电室。在临走之前，默然还将墙上的这张示意图拿了下来。示意图被夹杂在一个密封的盖子里，所以虽然过了这么久，但并不会一碰就碎。向着左边的通道走去，在转过一个拐角后，一条更为宽敞又笔直的通道出现在默然面前，两边出现了更多的通道口。通过示意图上的判断，默然向着右边最前面的通道口走了过去。啪嗒啪嗒啪嗒，
狭长又黑暗的通道中，只有强光手电筒的光亮照射在前方。空旷又无比安静的通道内，只有墨染的鞋子踩在地上发出的啪嗒声。这地方也太瘆人了吧，感觉就像在玩恐怖游戏。不会等会从某个角落里直接窜出个玩意吓我一跳吧？随着越往里走，墨染的心里就越来越起毛。毕竟在这安静黑暗的空间中，让谁都会感到心理上的特别不适。咔嚓！就在这时，墨染似乎是踩到了什么东西，一道咔嚓声从他的脚下响起，并伴随着某种物体碎裂的感觉。我踩到什么东西了？感受着脚下的怪异感，墨染低头一看，在强光手电筒的照耀下，一截被踩断的骨头出现在墨染眼前。这是骨头？地面上的灰尘很厚，墨染刚才都没注意脚下还有这玩意。弯腰蹲下，墨染从灰尘中将半截剩余的骨头捡起。被拿起的这半截骨头呈圆柱形，长长的，而且附带了一些弯曲。这个骨头的形状好像有点类似于人的肋骨。看着手上的这截骨头，墨染真是越看越像人的肋骨。这截骨头分化得很严重，墨染轻轻一用力便直接折断。拍了拍手上的灰尘，墨染从地上站了起来，手上的强光手电筒向着周围的地面扫去。这次墨染非常专注地看向地面，在强光手电筒的照耀下，墨染能看到满是地面的灰尘里有那么一个个的小凸起。快步来到那一个个的小凸起旁，墨染将其扒拉出来，又是一个骨头。看这情况是脊柱，地面上的那些小凸起被墨染逐个扒拉出来，无一例外全是骨头，并且这些骨头都是断裂的，似乎是被什么东西给咬断的。我去，这地方不会有猫腻吧？不行，看来接下来要提高警惕了，这地方绝对有问题。看着被自己扒拉出来的满地骨头，墨染只感觉心中的发毛感越来越强。不管这些是不是属于人类的，总之这地方绝对不一般。第97章开始修复宫殿。墨染不敢再放松警惕，直接将 MG42 机枪从背后抽出，咔嚓，打开保险并拉枪上膛。墨染右手抓住握把，左手一边拿着手电筒，一边将机枪的前端抵在左手上，右手拇指放在扳机上。墨染就这么持枪着向前前进。没有多久，墨染便来到了这条通道的尽头。尽头处正是发电室的发电区域，旁边一间是控制室。不过此刻墨染的注意力并不在那，他的眼睛正盯着旁边的那间控制室。只见在那控制室的铁门上布满了很多纵横交错的抓痕，整扇铁门更是直接被撞得变形，就这么半开着在那。我尼玛，什么玩意能把铁门搞成这样？墨染慢慢的来到铁门前，略微驻足等待了一会。危险提示并没有警告我，看来里面是安全的，不过还是要保持警惕。现在脑海中无任何响动，墨染伸出左手用力一推，嘎吱，铁门发出一阵沉闷的摩擦声，随后缓缓地被墨染推开。强光手电筒的光线迅速扫入，墨染的视线和机枪口也是跟随光线扫视着整个房间的任何角落，随后一点一点的缓缓进入。房间的左边是一排的控制台，上面还有一些显示屏幕，右边的墙壁上有很多柜子，很多纸质的资料散落了出来。虽然周围的物品和墙面落满了灰尘，但墨染依然能够见到很多褐色的痕迹洒在上面。将房间内的各个角落巡视一遍后，墨染才来到了控制台前。供电室控制台未修复，所需材料存在故障，双联发电引擎损毁。看来除了修复控制台，还需要修复里面的发电引擎。看着上面的提示，墨染清楚外面另一扇门里应该就是那所谓的发电引擎。看着控制台上所缺失的材料，墨染直接点击投入并选择修复。随着个人面板中一些资源减少，控制台也瞬间被白光包裹。待白光消散时，破损的控制台已经焕然一新，上面的灰尘也瞬间消失。内部自带的小型发电器开始工作，控制台上的按钮也逐个点亮，连同墙上的屏幕开始显示。看来没问题了，接下来就去修复供电室中的发电引擎。墨染走出供电控制室，来到了发电引擎室的铁门前。引擎室的铁门受到了更加猛烈的撞击，门框与铁门也产生了变形。不过在门锁的那一角与门框之间产生出了一条缝隙，但铁门仍然紧紧地立于门框之上。墨染尝试推动对方纹丝不动，看来得用双钢液压钳将其撑开，门缝与门框之间的这条缝隙应该足够了。比对了一下那条缝隙的宽度，墨染认为放进液压钳的钳头没有问题。墨染一路返回到了升降平台，带着双钢液压钳重新返回了这里，将液压钳的钳头插入那条缝隙，墨染直接启动了液压钳的开关。咔咔咔咔咔咔，砰！液压钳的钳头缓缓张开，铁门与门框的那条缝隙也逐渐变大，最后砰的一声，固定在内部的锁块瞬间断裂。放下手上的液压钳，墨染伸出双手用力往里推，嘎吱嘎吱嘎吱，
变形的铁门在墨染的推动下，一点一点的缓缓开启。第98章恢复供电。随着将铁门推开，强光手电筒的光亮照入，只见2台巨大的 V24 引擎正一左一右的摆放在两侧，最后方则是排列着2个巨大的逆变器，墙壁和天花板上布满了粗壮的电缆。墨染继续在周围巡视起来，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这个地方应该是不经常有人进入，只有随处可见的灰尘。巡视了一圈，确定安全后，墨染率先来到一座发电引擎前。V24 发电引擎未修复，所需材料剩余燃油0升。所需的材料与上面那台柴油引擎相似无二，只是数量略微多了一些。但这些对于墨染来讲，就跟毛毛雨一样洒水。对着2个 V24 发电引擎投入材料，随后便是点击修复。2座引擎被白光包裹，待白光消失时已焕然一新。紧接着便是运转所需的燃油，墨染直接为其全部注满。看样子应该没问题，是时候让这2个大家伙运转起来了。墨染重新回到控制室，在上面找到引擎的启动按钮，打开上面的透明盖子，墨染按下了这颗红色按钮。嗡嗡嗡嗡嗡嗡，持续的嗡鸣声传出，2台引擎开始缓缓转动起来。在预热了近2分钟后，2台 V24 引擎猛然启动。嗡嗡嗡嗡，轰隆隆隆隆。随着嗡鸣声的传出，头顶的灯光开始一闪一闪，随后点亮。通道里的灯泡一个接着一个点亮，开始蔓延到整个地下基地各处。虽然大部分的灯泡都是一闪一闪的，但对于墨染来讲，能够提供光亮就已足够。这2个引擎还真是神奇，明明体积这么大，但运转起来的声音并不会很吵。看着重新充斥着光亮的地下基地，墨染知道是时候开始干活了。带上双缸液压钳原路返回，墨染重新回到了升降平台处，将双缸液压钳放在升降平台上，墨染转身走向最中间的通道。至于右边的生活区，他没有兴趣去看，他来这里可是为了武器和装备。来到这扇肛门的右边控制器，墨染从背包中翻出那张身份卡，随后放在上面的卡槽中一刷，绿色的通过提示亮起。嘎吱，砰，嘎吱，砰，那扇巨大的肛门开始缓缓开启，发出了特别响亮而且刺耳的摩擦声。里面运转的齿轮似乎有些损伤，不仅大门开启的速度非常的慢，而且每隔一会儿的时候就会发出一声特别响亮的撞击声。这也太响太吵了吧，这玩意得秀成什么逼样才能这样？实在是被那刺耳的声音吵得不行，墨染索性回到了升降平台，离那玩意远远的，不然指定能被吵死。刺耳又响亮的声音传遍四方，通往了某个黑暗的环境。吼，嘶嘶，吼，吱，不知名的嘶吼声此起彼伏的响起，一双双血红的眼眸在黑暗中亮起。听着那刺耳的声音，黑暗中的不知名存在开始骚动起来。轰！随着一声沉闷的震响传出，2扇肛门成功的开启。第99章收回无限赋予。可算开启了，我的耳朵都快被吵得起茧了。将放在地上的战术背包背起，墨染手持 MG42 机枪向着前方走去。越过这扇大肛门，墨染进入了后方一个非常宽敞的空间，几根巨大的正方形支撑柱分布在各个角落，支撑着整个结构上方的力量。右边的区域最为宽敞，停满了许多被拆解的飞机以及种类型的步兵战车。左边的区域则摆满了很多排柜子，上面放置了很多大小不一的盒子，还有许多用于维修的工具以及各种零部件。试问有哪个仓鼠党玩家能够抵挡得住这么多的资源？芜湖，发财了发财了！墨染兴奋地搓了搓手，率先来到左边的这一排柜子，从上面取下一个盒子，将上面的锁扣打开后一把开启。随着箱子打开，一把 M4 突击步枪出现在墨染面前。我去，满耐久！这盒子的保鲜效果这么好的吗？这枪竟然没有遭到时间的磨损。当看清楚这把 M4 突击步枪的信息后，墨染瞬间就被震惊了。这与他预想过的武器耐久完全不一样，实在是令他没有想到。墨染再次从柜子上抽下一个盒子，随后一把打开，一把满耐久的格洛克手枪出现在墨染面前，看得他是一怔一怔的。随着一个个盒子被从柜子上抽下，一把又一把耐久全新的武器呈现出来，突击步枪、射手步枪、重型狙击枪、轻机枪、重机枪等等，看得墨染的眼睛都快直了。拿起一把全新的 MG4 轻机枪，看着那棱角分明、沉稳厚重的质感，墨染发现自己手上这把机枪，他突然间感觉不香了。不过这把 MG42 机枪已经被赋予无限特性了，就这么放弃，感觉怪可惜的。要是赋予的无限特性能收回就好了。看着手上的 MG42 机枪，墨染感觉怪可惜的。结果就在下一秒，手上的 MG42 机枪瞬间被无数的乱码包裹。等待乱码消散后，
原本崭新如初的 MG42 机枪已经变得残破不堪，原本无限符号的耐久也在一阵扭曲后变成了4%。我操，这还真的能收回来吗？看着手上这把残破不堪的 MG42 机枪，墨染瞬间睁大了眼睛，满脸不敢置信。为了更加验证这种情况，墨染当即做起了实验，赋予无限耐久。随着墨染话落，无数的乱码瞬间包裹了 MG42 机枪。等待上面的乱码消失后，原本残破不堪的 MG42 机枪立马焕然一新。回收无限赋予，墨染再次出口，乱码再次包裹了 MG42 机枪。乱码消失后，MG42 机枪再次变回了残破不堪的模样。这也太酷了！以后的武器不就随便赋予，等到不需要的再将其收回。看着手上的 MG42 机枪，墨染扑哧一下直接给它扔了。毕竟这个是一把老机枪了，墨染肯定喜欢更加全新现代的武器。MG42 机枪需要我的时候对我爱不释手，有了新欢立马抛弃了我。呸！渣男！阿 T！ 谁在骂我？墨染突然打了个喷嚏，取下头盔揉了揉鼻子，一脸奇怪地看了看周围，随后便不再理会。第100章开始搬运物资。嘿嘿嘿，小宝贝，来让我看看。墨染兴奋地搓了搓手，将盒子中的 MG4 机枪拿出。盒子中不仅有机枪，还附带了一个8倍瞄准镜，一个红外镭射器，一个三脚架，以及一个上满 5.56 毫米子弹的弹夹。墨染将里面的配件一一取出，随后组装在 MG4 机枪上，试了一下拿在手上的手感，发现其异常顺手。将背上的背包卸下，墨染缓缓地舒展了一下身体。这里所有的东西我全要带走，一个不留。墨染左看右看，发现旁边停着一辆布满灰尘的小型拖车，拖车的上面正有一个长方形货斗。墨染决定用这辆拖车来装运，消耗掉一些资源和燃油，这辆小型拖车便成功的运转起来。开着拖车来到左边的柜子旁，墨染开始将那些枪械全部装上，一个又一个的盒子从架子上抽出，一把又一把崭新的枪械丢入了拖车的货斗。墨染的动作快得飞起，地上很快便堆积了大量的空盒子。此刻拖车的货斗中已经堆积了满满的一斗枪械。搞定，先将这些枪械运上去。墨染开着拖车来到了升降平台，随后升降平台启动，开始缓缓上升。似乎是因为地下基地的供电恢复了，这次升降平台的速度比之前快了不少。没有花费多少时间，便将墨染成功的送到了地面。鼠鼠后方的入口打开，墨染开始将漏斗中的枪械搬运至储藏室。看来需要搞一个能帮忙搬运物资的，不然一个人这样子的话太累了。看着角落里成堆的枪械，墨染摘下头盔，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将所有的枪械搬运至储藏室后，墨染开着拖车重新回到了升降平台。升降平台缓缓下降，没有多久便重新返回了地下基地。这次墨染的目标转向了右边，那里有许多正在拆解维修的飞机和战车。呼呼，分解分解，通通分解！墨染在每一辆飞机和战车间奔跑，手每按在一辆飞机或战车上，该飞机或战车都将被白光包裹，最后变成一地的材料。场上的飞机和战车一辆接着一辆消失，取而代之的便是一地又一地的材料。由于这里的飞机或战车都是拆解状态，结构性不属于完整状态，所以分解出来的只有所构成的材料，图纸的话是分毛不见。哟，这竟然有一架战斗机没有被分解。墨染很快便跑完了全场，所过之处的飞机和战车都被分解。在来到最后方的时候，墨染看到了一架未被分解的战斗机。分解，让我看看能得到什么好东西。战斗机瞬间被白光包裹，在出现时只有地上的一个蓝色正方形。墨染上前捡起蓝色方块，开始查看其里面的物品。喷气式引擎有了，雷达也有了，导弹发射架，咦，这个可以。里面中的物品与墨染之前分解的那架喷气式战斗机一样，不过这次多了一个导弹发射架，墨染没有犹豫，直接将其收下。剩下的物品墨染不想要，直接将方块随手丢到一边去。方块咕噜咕噜一通乱转，最后掉进了一个没有遮挡的排气口，顺着排气管路一路向下，随后从一处天花板中掉出，精准地砸在下方一个控制器的按钮上。按钮被点亮，上面显示出了开启2字。打咔打咔，旁边一扇铁门缓缓开启，里面传出了阵阵嘶吼声。大门后方的黑暗中亮起了一双又一双血红的眼睛。第101章弹药库。又要开始大出汗了，今天真是有够累的。看了一眼遍地都是的材料，墨染索性将头盔直接摘下，随后将其放在背包旁边，转身便投入了材料的收取。过了 N9， 呼呼呼，终于搞定了，今天都快累成狗了。足足跑了3趟，
墨染才将分解出来的材料全部放入储藏室中。中途还是休息了一会，不然指定能被累到榨干。墨染坐在拖车上，一手保持方向盘，一手拿着一瓶冰镇可乐痛饮。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哦，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开着拖车向着后方驶去，在左右的两旁各有几扇钢门，中间的位置是一处卷帘门。通过示意图上判断，左边位置的这几扇钢门后是用于存放各种武器弹药的地方，右边位置的几扇钢门里是用于存放各种飞机载具的弹药，中间的卷帘门则是通往四面八方的综合通道。弹药都堆放在这么近的地方，难道就不怕爆炸吗？不过也对，这位置估计是处于海底，也没什么能够炸得到的。一口闷完手上剩余的可乐，墨染驾驶拖车率先来到左边，因为左边的这几扇钢门并没有上锁，省事的事情墨染肯定先做。嘎吱嘎吱嘎吱，用力推开第一扇生锈的钢门，墨染进入到了这间房间中。房间的四面墙壁上摆满了架子，上面放着大大小小各种箱子，箱子上标注着内部的东西，并打上了其详细的介绍。箱子里都是各种枪械所使用的子弹，这种类还挺多的，估计包含了所有。墨染在这几排架子上一一浏览，清楚了各种箱子中所对应的东西，那就每种型号的子弹都搬几箱，毕竟我有无限富裕，子弹这种东西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也没必要拿这么多。墨染将拖车调转方向，使他的货斗朝向这里。打开后方的盖子，墨染开始搬运起架子上的子弹，步枪、手枪、散弹枪、重机轻机枪、冲锋枪、狙击枪所使用的子弹，不管其是多少毫米，墨染都或多或少的搬运个2、3箱，完美做到全方位雨露均沾。不得不说，这些种类的子弹数量还真不少。这么多的箱子弹堆积在一起，很快便将整个货斗的空间占满。墨染还跑了一趟上面，将货斗中的空间清理了一下。好嘞，接下来到另一边看看。拍了拍手上的灰尘，墨染驾驶拖车来到了旁边的第二间钢门。嘎吱嘎吱嘎吱，费力的推开这扇钢门后，墨染成功进入内部的房间。头顶的灯泡一闪一闪，不过并不影响墨染的视线。房间里同样有着很多架子，上面同样放满了各种规格的箱子。与之前房间中的箱子不同，这些箱子似乎略微大些，其中还有几个放在地上的箱子盛开其状。墨染上前一看，只见在那开启的箱子中正有好几颗落满灰尘的手榴弹。明明武器会受到风化的影响，但这些弹药似乎并不受此影响，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拿起一颗沾满灰尘的手榴弹，墨染看向其所显示出来的信息：破片手榴弹，爆炸后的破片将笼罩范围20米的区域，对其中的所有目标造成杀伤。当前状态正常。放下手上的手榴弹，墨染撬开了地面上一些盖着的箱子，里面是各种各样类型的手榴弹，还有各种规格不同的地雷。第102章开门。看来这里面都是以爆炸类的弹药为主，那我得好好的搜一波了。首先便是地雷，墨染可是还惦记着那个地雷发射器呢。不过并不需要拿很多，毕竟鼠安装了弹药组合枢纽，任何载具所使用的弹药都将互通，只要在枢纽中记录相对应的弹药即可。所以对于地雷这种爆炸物，墨染每个种类都拿2、3个。地雷的种类非常的多，有对付步兵人员，以及各种类型载具，有破坏路面等。地雷选取完毕后，便是各种投掷类型的手雷，有高爆手雷、破片手雷、白磷手雷，以及闪光弹、震撼弹和烟雾弹。墨染还在架子的最后方发现了一个物资箱，从里面爆出了3张图纸。追踪火箭发射器，拥有瞄准锁定攻击目标的能力，做到精确的远程打击。锁定目标需要消耗一定的时间，否则将无法精确命中。火箭弹空，拥有极快的飞行速度，可完美打击空中的飞行目标。火箭弹地，拥有高额当量的爆炸药物，可对地面目标造成大范围的高额伤害。大狙，这是一把大狙啊！墨染满脸兴奋地看着这3张图纸，随后直接点击了学习。材料完全足够，到时候造一个出来玩一玩。关掉面板，墨染继续搬运起箱子，各种各样的手雷被墨染一箱一箱的往货斗上装，货斗很快便被装满。墨染再次跑了一趟上面，再次返回地下基地后，墨染驾驶着拖车来到右边的2扇钢门前。这2扇钢门对比左边的来讲，会比其更加的宽大，并且是以对开的形式，2个铁锁紧咬着中间的上下位置。生锈的那么厉害，看来得需要用上炸药了。墨染来到钢门的下方，尝试搬动下方的开启杆。砰嗡！哎呦我操！墨染一个使劲，开启杆瞬间从根部断裂。墨染在猝不及防下，直接4脚朝天的摔在地上。看来必须得用炸药开门了，这生锈的实在太厉害了。从地上爬起，墨染将战术背包和头盔重新捡回，将头盔戴好。
墨染从背包中取出4块塑形炸药，随后将拖车用作垫脚。墨染将这4块炸药分别放在这2扇门的上下锁上，牵出4条引爆线，随后分别连接了4块炸药，将4条引爆线连接在一起。墨染将引爆线一路牵至中间通道的拐角，随后将引爆线与引爆器连接好。墨染的身形也隐藏在拐角处，一切准备妥当。墨染迅速按下手上的引爆器，轰轰轰轰，4道爆炸声传出，在这空间中显得格外响亮。2扇钢门瞬间弥漫起了浓郁的硝烟，待上面的硝烟消散后，墨染拿起望远镜看去，发现那2扇钢门上的锁块已经被炸毁。搞定，接下来把门打开就好了。墨染重新坐上拖车，到了这2扇钢门前，从背包中取出一捆攀岩绳，墨染开始向着2扇钢门走去，将其固定在第1扇钢门的右半边门上，以及第2扇钢门的左半边门上，随后将其连接在了拖车的尾钩，紧接着一脚油门下去，嘎吱嘎吱，攀岩绳猛地绷紧，2扇半边的钢门被一点一点的缓缓拉开，刺耳的金属摩擦声传出，向着周围传播开来。第103章203毫米双联自动舰炮。将2扇钢门拉开至合适的角度后，墨染便操控着拖车开始向后倒去。开讲时刻到，先看看第一个里面都有什么。墨染搓了搓双手，转身便进入了第1道钢门之中。在内部灯光的照耀下，墨染也是看清楚了里面的东西。只见周围的角落中堆积着很多零件，依稀能看出是各种火炮的部分。除此之外，有的便是最中央的一个物资箱。啊，这没了，就只有这些破烂。看到内部无比空旷的空间，墨染只感觉一股失望感涌上心头。哎，费了这么大一个劲，结果这里面啥也没有。不过倒也有一个物资箱，希望里面有些好东西吧。墨染来到物资箱旁，拿起撬棍开始撬动上面的木条。随着木条被全部撬下，墨染一把掀开了上面的盖子。随着盖子打开，一卷红色的蓝图正静静地躺在箱子里面。这是特殊蓝图。看着箱子里的那卷红色蓝图，墨染的瞳孔不禁猛地一缩。正所谓红色蓝图中都是特殊武器，每一项武器都不同凡响。这波赚大了，有这张蓝图直接翻倍回本。墨染压制下兴奋的情绪，将那张蓝图从箱子中捡起，最后缓缓打开。特殊载具装备203毫米双联自动舰炮，拥有自动供弹系统，可实现左右舰炮相互开火，对目标造成持续性的压制力，同时可进行双管齐射，将大幅度增加炮管中的膛压。齐射出去的炮弹将具有更大的穿透和破坏力。该武器拥有2种类型炮弹，分别为撕裂穿甲弹以及高温震爆弹。撕裂穿甲弹拥有无比坚硬的弹头，可轻松穿透任何一切厚重装甲，同时进行高速旋转，将撕裂的装甲碎片化作无数的金属射流，对目标装甲内的一切存在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另外一种为高温震爆弹，穿透效果较为低弱，但内部填充大量浓缩炸药，可在命中目标的一瞬间产生剧烈高温，使命中区域的一切装甲融化，并产生强烈的震荡效果，将对任何装甲及内部成员造成无法修复的毁灭性打击。该2种炮弹可在双联炮管中任意进行切换或同时存在。该物品为特殊武器，无需进行任何建造，可直接进行装备使用。该武器无法进行修复，当耐久为0时，武器将直接销毁。使用限制：该武器的攻击和自动装弹将消耗大量的电能，电能不足将无法使用。同时，载具体积不能过于狭小，吨位不得低于80吨，否则该武器无法进行安装。我的发！看完那一大行的介绍，墨染拿着图纸的双手都在不停颤抖。这玩意也太强了吧！这个是舰炮啊，还是能持续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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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舰炮，简直就是为我的鼠鼠量身定造的。呼呼呼！冷静冷静，我可是一名美男子，怎么可以如此失态？不过上面介绍需要大量的电能，到时候我得将那个引擎发电室给带走，毕竟以鼠鼠自身的电量，肯定是不可能支撑起这个东西的。努力平复下无比兴奋的心情，墨染将这张图纸小心翼翼地卷好，并放在战术背包中。就剩另外一间了，看看里面都有什么东西。这座地下基地的探索也差不多该到尾声了。墨染转身离去，向着第2扇钢门走去。对于堆放在角落中的那些零件，都有这玩意了，还要啥？第104章危险！快离开这里！进入第2扇钢门之中，墨染也是见到了内部所拥有的东西。内部的空间相比于之前的所有，显得更加的宽敞和宽大。很多长方形的箱子按照型号与大小不同，分批次摆放在了不同的区域。看这箱子的长度，这里面肯定装的是导弹没跑了。墨染来到最近的一处箱子堆，利用撬棍撬开一个长方形箱子，只见一枚长长的银白色导弹正静静地躺在箱子里。
这些导弹的体积似乎都进行了比例缩小，看来是为了适应载具的大小。不过现在的体积还是太大了，以我的力量肯定是带不走的。直接分解成图纸和材料，再带到鼠鼠中进行制作。反正有弹药组合枢纽，墨染想来导弹流星雨也不是问题。墨染拿着撬棍撬开一个一个区域的箱子，将里面的导弹进行分解。物品分解得到的材料只会有制作物品所需要的1/2，所以每种类型的导弹，墨染都会分解2颗。至于分解得到的图纸，以墨染被增加的一点点运气来讲，这都不是事。哟呵，大家伙呀！就在这时，墨染在最后面找到了几个大家伙。洲际巡航导弹，内部搭载小型核弹头，爆炸范围将影响至20公里，导弹射程1万公里。使用条件需要车载导弹发射井。核弹，这可是个好东西。不过需要这个车载导弹发射井，这玩意儿是啥？车载还能有导弹发射井？经过对上面的信息的了解，墨染也是清楚了这东西的作用。任何一切导弹只要超过50公里的射程，那么就需要使用车载导弹发射井。50公里以上的导弹无法使用导弹发射架，这将使它无法进行正常发射。经过这么一了解，墨染翻开了之前所学习的导弹图纸，发现这里绝大部分的导弹都需要使用车载导弹发射井。需要导弹发射井的都是那种打得远，而且炸起来很牛逼的。墨染，作者大大，请给我一个车载导弹发射井。作者 OG8K。 随着一阵白光闪过，面前的导弹变成了一些材料以及2张图纸，其中一张正是车载导弹发射井。墨染直接将其学习，再撬开一个盒子，拿到了制造所需要的1/2材料。墨染将分解出来的材料全部搬运至了拖车上。就在墨染继续闲逛时，脑海中突然传出了那道急促的声音：快离开这个地方，有无数的怪物正在向你这边接近，快跑！在听清楚那道声音后，墨染直接撒丫子开跑。等等，是时候来发炸裂的退场了。墨染刹住脚步，从背包中拿出大量的 C4， 将其挨个扔到成堆的导弹中，并设置上5分钟的时间。但墨染并没有启动，远程引爆器正被他抓在手上。做完这一切后，墨染向着外面的拖车冲去，同时眯起眼睛看向周围的地面，他想看看那所谓的怪物是什么。我操，那些是什么鬼东西？墨染这时看到了下方的东西，在断断续续的灯光照耀下，能看到很多无穷无尽的怪物正向着上方冲来，有像猪一样那么大的老鼠，犀牛那般大的狗子，还有很多长得特别猎奇，但能依稀看出是人的模样。这些怪物的身上都长满了红色的脓包，身躯之上都是烂肉遍布，大部分都身上长出了各种奇形怪状的肢体，以各种扭曲的姿势不停挥舞。墨染收起目光，一个飞跃直接跳到拖车上，随后一脚油门下去，拖车迅速地向前方的通道冲去，接着一个漂移右拐，向着宫殿室的方向冲去。第105章，怪物来袭。看着逐渐接近的宫殿室，墨染一脚刹车猛然踩下，吱，刺耳的摩擦声响起，拖车的速度骤减，随后迅速停下。车辆还未停稳，墨染便一个箭步跳下，向着引擎发电室冲去。分解分解！哎呀，分解键快出来啊！墨染冲进引擎发电室中，双手不停地在周围的墙壁上摸来摸去。终于在墨染摸向一块墙壁的时候，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分解的标志。终于出现了！看着面前出现的分解面板，墨染不敢怠慢，迅速按下。刹那间，整个引擎发电室瞬间被白光包裹，无论是墙壁和天花板上的电缆，那2个 V24 发电引擎或者后方的变压系统，全部被白光笼罩。随后白光缓缓消失，房间中的所有物品已全部消失，只在中间的地面上留下一个蓝色的正方形方块。墨染迅速捡起地上的方块，随后将其放进战术背包中。做完这一切后，墨染一个箭步飞上拖车，紧接着一脚油门下去，拖车一个旋转漂移之后向着前方冲去。再驶出去没多久，墨染便听到了响亮的卷帘门声音。这道声音的来源方向正是中间通道的那个空间。听着声音，估计是那卷帘门被破坏了。我操，那些怪物的速度这么快的吗？墨染一边单手控制着拖车，一边取出了背在身后的 MG4 机枪。MG4 机枪上有一条可调节的背带，这使得墨染可以轻松地进行单手操控。当拖车快要驶出这条通道时，墨染听到右边的通道中传来了阵阵嘶吼声。我超不会吧，这地方也来了！墨染迅速调转枪口，提前瞄准右边。在成功驶出通道口后，墨染便看到在那远处的通道内，那种恶心的怪物正成群结队的往这里来。而此刻的那些怪物也是发现了墨染，发出了更为刺耳响亮的嘶吼，并且移动的速度也是陡然拔高。我去你大爷的！哒哒哒哒哒！墨染迅速扣下扳机，
5.56毫米子弹如雨点般从枪膛中激射而出，同时墨染的左手抡得飞起，快速的操控拖车进行转向。5.56毫米子弹急速命中怪物的身躯，预想中的穿透肉体并没有出现。这些子弹击打在这群怪物身上，只留下了一点点的凹痕。我的发！那些怪物身上的烂肉怎么这么硬？墨染一边注意着前方的路况，一边观察后方的情况，就看到了这震惊的一幕。但那些怪物身上的红色脓包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些红色的脓包好像是……就在墨染思考的时候，一只冲在最前面的怪物突然鼓起嘴巴，紧接着那道脑海中的声音在这时急促地响了起来：赶快闪开！这只怪物要喷火！此时的拖车已经来到了拐角处，听到这声音的墨染直接猛打方向，拖车以几乎要倾斜的角度转过弯道，后斗还撞了一下前方的墙壁。就在拖车拐过弯道的下一秒，一道猛烈的火焰瞬间喷射出来，整个拐角直接被汹涌的火焰笼罩，炙热的高温瞬间席卷开来。操！我想起来了，这种怪物不就跟那条蛇一样吗？不仅会喷火，身上还长了脓包。看着身后那汹涌的火焰，墨染迅速将手上的机枪甩至身后，开始全心操控起拖车。此刻升降平台的入口就在那远处的右边。第106章撤离。拖车一路疾驰，右边升降平台的入口也是越来越近，此起彼伏的嘶吼声从各个方向传出，并且声音的来源也是越来越近，哪里都有，这是要给我包饺子啊！墨染此时成功的进入升降平台，从这里能看到正前方的通道内已经有无数的怪物越过那扇钢门，向着墨染这边急速靠近。墨染快步来到控制器前，随后一把按下上升按钮，嘎吱嘎吱嘎吱，升降平台发出刺耳的摩擦声，随后开始向上移动。墨染迅速取下背后的 MG4 机枪，随后拉栓上膛。此刻的怪物群距离升降平台已不足30米，按照现在平台的上升速度，如果不进行阻止的话，这些怪物肯定会在平台上升前冲上来。大大大大大大！墨染单膝跪地，双手持握 MG4 机枪开始射击。在瞄准镜的辅助下，墨染的每颗子弹都精准打到怪物身上的脓包。脓包被打碎的一刹那，流出红色的液体，随后迅速的剧烈燃烧起来。被火焰包裹的怪物发出痛苦的嘶鸣，没一会便在烈焰之中一动不动。看来这些怪物虽然表皮坚硬无比，但身上的这些脓包却极为脆弱，并且里面红色液体遇到空气还能剧烈燃烧。如果不清楚的人上前进行近战搏斗，肯定会被这种液体烧得尸骨无存。墨染将 MG4 机枪切换为单发模式，扳机上的手指也是抠得飞起，一颗又一颗 5.56 毫米子弹精准地命中每一只怪物身上的脓包，一团又一团的火焰升腾而起，很快便形成了一片剧烈燃烧的火海。随着平台的不断上升，下方出口的缝隙也在一点一点的变小。就在墨染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左边的拐角猛地窜出一只怪物，快跳起来！有只怪物要向你喷火！就在脑海中的声音响起的一刹那，墨染猛地一个鲤鱼打挺，双脚迅速发力，整个人直接从平台上弹起。就在墨染双脚离开地面的一刹那，一道猛烈的火焰透过缝隙，直接横扫进升降平台中，周围的温度刹那间直线上升。但缝隙很快因平台的上升而消失，那道火焰也戛然而止。弹跳至空中的墨染也在这时落地，迅速地退至平台的后方。我操！真尼玛是个老六，差点就被阴到了。墨染心有余悸地舒了口气，随后从背包中掏出了 C4 引爆器。MD， 看我炸不死你们这群鳖孙！看着手上的引爆器，墨染直接打开上面的防护盖，并且并按下引爆按钮。导弹弹药库中散落在各处的 C4 开始启动，滴答滴答的声音持续传出，上面开始出现一个5分钟的倒计时。鼠鼠，撤离到来时的位置等待我。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在墨染脑海中响起，同时车辆迅速启动，向着来时的方向急速驶去。墨染也在几分钟后到达了上面。此时已经过去了2分多钟，距离 C4 的引爆时间已不足一半。墨染不敢有任何犹豫，将拖车挂上最快的档位，随后一脚油门踩下，拖车一个加速向着外面冲去。第107章处理奖励。墨染开着拖车来到跑道上，向着最开始来的方向前进。此刻在那远处的边上，鼠鼠已经在进行等候。距离引爆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候，墨染距离鼠鼠的位置已经十分接近。鼠鼠将载具开入下方的斜坡，并将后方的入口打开。墨染边操控拖车一边说道：明白，车长。鼠鼠的声音在墨染的脑海中响起，随后车辆直接驶下斜坡，在下方4-5米的地方停下，同时后方的舱门入口打开。看着快要接近的边缘，墨染直接一个甩尾漂移，将拖车的后方正对斜坡，
随后整辆拖车直接向下驶去。在斜坡的下方，鼠鼠的身影早已在此等候。墨染操控着拖车，直接精准地靠在鼠鼠后方。随后，墨染脱下身上的背包和武器，将其一把甩了进去，整个人从驾驶位上爬起，进入了拖车的货斗之中。随着后方盖子的插销被墨染拔起，无数的材料直接涌入进鼠鼠内部。等到最后一块材料进入后，墨染整个人也跳了进去。随着墨染的身形进入，身后的入口直接关闭起来。鼠鼠，加速离开这里。墨染一个翻滚，从地上爬起，随后对鼠鼠说道：“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车辆一个箭步直接向着斜坡冲了下去。滴滴滴滴滴 5.4.3.2.1。随着最后倒计时的结束，所有的 C4 瞬间被引爆，引爆的 C4 也一同引爆了周围的导弹。在这地下密闭的空间中，爆炸所释放出来的冲击波在这一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猛烈的火光和强悍的冲击波瞬间横扫至地下基地的每个角落。轰隆隆，上方的地面瞬间鼓起，就像被吹起的气球一样，随后猛然收缩，整个地面开始向下塌陷下去。刹那间，碎石纷飞，烟尘弥漫，一个直径1000米的深坑瞬间出现。这威力！弹药库的讯爆果然不同凡响。此时的鼠鼠已经来到了下方的海底，墨染通过释放出去的蜂鸟无人轰炸机看到了上方的画面，真是一段不错的探险历程。现在开始整理所得到的资源，将外面的蜂鸟无人轰炸机收回后，墨染转身便离开了指挥室。首先来到武装清洁室，将身上的轻便式防护服以及战术背包脱下，这两件上方都布满了各种灰尘和污渍，防护服中还都是墨染的汗液。将这两件装备交给鼠鼠清理后，墨染径直来到了外面。此刻外面的地板上都是散落下来的导弹制作材料，先把这些导弹都制作出来，将其填入弹药组合枢纽。墨染打开制造页面，将那一枚枚分解开来的导弹重新进行制作，后制作出来的导弹自动进入弹药组合枢纽，成为载具综合弹药的一部分。接下来便是引擎发电室了，有了这个才能装备那门203毫米舰炮。墨染取出一个拓展房间模块，将其使用在储藏室的旁边，随后再用拓展空间模块将其内部的空间进行扩大。将里面的空间扩大到足够的大小后，墨染拿出了那一个正方形方块，里面装载的物品正是引擎发电室中所有的配件。进入到房间之中，墨染直接将方块进行使用，整个房间被一阵白光包裹。等到白光消散的时候，整个引擎发电室重新出现在了这里。鼠鼠的声音也在这时传了出来：“报告车长，我已与引擎发电室建立连接，我们的发电量已得到提升，你可随时查看引擎发电室的状态。”鼠鼠的话落，两台 V24 引擎开始运转起来。随着两台 V24 引擎的启动，后方的变压系统开始发出电流的嗡鸣声。第108章，敢问哪位阁下敢与我对轰？不错，现在鼠鼠的发电量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值，看来以后不需要再为电量的问题担心了。不愧是为一个基地供电的设备。看着面板上鼠鼠的发电功率，墨染是感到非常的满意。走出引擎供电室并带上房门，门框上已经出现了一个标注供电室的门牌。那么接下来便是那203毫米的舰炮了，真是令人兴奋啊！打开手上的这张红色蓝图，墨染直接点击了使用，请选择放置该武器的位置。一个小型鼠鼠 3D 投影出现在墨染面前，并在上方标志出了一串字体。墨染伸出手指，点击在了鼠鼠上面的炮塔上，该部位已有部件，是否进行替换？是否。新的面板出现，墨染伸手点在了是的选项上。随着选项的确定，手上的红色蓝图缓缓化作白光消散。去外面看看鼠鼠的新炮塔，刚好现在外面并没有起风沙。墨染兴奋地搓了搓手，随后向着后方的出口走去。墨染转身便来到了外面，一回头就看到了现在全新的炮塔。整个炮塔由原来的灰色变成了深红色，就像长满了各种铁锈一般。炮塔的大小并没有任何变化，不过原本的128毫米火炮，此刻已经变成了2根203毫米舰炮，两根舰炮紧紧地挨在一起。那巨大的口径看得人十分震撼，一眼便能知晓其威力定然不凡。舰炮的颜色也呈现深红色，与炮塔的颜色完全相同，实在是太酷了。这口径谁看了不迷糊？而且还是2根舰炮，这要是打在别人身上，指定一打一个不吱声。墨染满脸兴奋地围绕着鼠鼠观看，那巨大的舰炮怎么看怎么顺眼。紧接着，墨染的面前弹出了一个面板，原本的部件已被进行替换，安装在该部件上的物品已被退回。区域武器模块化 X5 23毫米4连装机炮 X1 烈焰喷射器 X1 地雷发射器 X1 M2 HB 车载重机枪 X2。原来是之前炮塔上安装的武器，
那么就重新安装在这个新的炮塔上。默然打开载具信息面板，开始在上面操纵起来。首先便是将5个区域模块化装上，这是第一个必须的物品。该炮塔为特殊车载部件，如果未及时拆除安装在上的部件，一旦该武器销毁后，上面安装的任何部件也将一同销毁。是否继续操作？默然区域模块武器化放在上面，一则警告提示便弹了出来。原来是这样子，不过对我来讲不是事。正好今天有2次无限赋予还未使用，刚好能在这里用上。默然随即释放了无限赋予，将203毫米自动舰炮的弹药修改为了无限。毕竟这武器的炮弹打完之后，那么它就会被自动销毁。随后第2次的无限赋予，默然将其使用在了弹药组合枢纽上。无限糖豆时代即将来临，敢问有哪位阁下敢与我对轰的？看着无限炮弹的203毫米自动舰炮以及无限数量的载具武器弹药，默然无比帅气的脸庞上浮起了超级灿烂的笑容。随后将原先炮塔的武器全部都按照原来的位置装在现在的炮塔上。做完这一切后，默然重新返回了蜀黍内部。第109章相互赠予。这门舰炮的装甲还挺厚重的，从头到脚都达到了300毫米的厚度。不愧是特殊类型的武器，果真是不同凡响。进来后的默然还在查看这门舰炮的信息，真是越看越喜欢。天色不早了，是时候开始准备今天的晚餐了。默然关掉面前的面板，透过全景看向外面的天边。此刻的天边一抹红霞，太阳已有2/3没入了地平线中。夕阳西下，晚饭该做了。起身离开指挥室，默然转身便走入了厨房之中。今天晚饭默然决定吃面，面食这类食物默然也是挺喜欢吃的。从储藏处取出一块牛排骨，将其剁成大小一样的肉块，利用纯净水清洗一遍，随后将其下到高压锅中，往里面加入各种调料，随后加入适量的纯净水。准备工作完成后，默然将其放在了灶台上炖煮。今晚默然要做的是牛肉面，所以牛肉需要先进行炖煮以保证软烂。在等待牛肉炖煮的时间里，默然打开区域频道开始打发消息。区域频道中的消息一直在滚动，各种各样的发言充斥在上面。默然大致扫了一圈，便看到很多相互鼓励、加油打气的发言。看来只有利益被绑在一起，人们才放下偏见与执着，相互合作。关掉区域频道，默然接着打开好友私信页面。好友私信一打开，又能看到好几条的消息挂在上面。消息都是那几位老友发来的，都是询问是否一起组队，或者有没有强力武器。武器嘛，我这里倒是有很多，但是到底要不要给他们呢？对于古老的询问，默然自然是不会推辞。毕竟对方代表的是龙国的高层，在他们这些高层的带领下，龙国的发展也是前所未有的好。这对于生活在龙国内的默然来讲自然清楚。毕竟默然的前世就是龙国人，被异世界卡车拱死之后，默然便来到了这个平行世界的龙国。总的来说也算是一个缘分。虽然现在的情况特殊，但默然帮得上的话一样会帮，毕竟他可是有一颗火热的红心。我就说默然，你这一天为啥都没消息？合着你是在闷声发大财？看着默然赠予过来的一大堆武器，古老惊的下巴都快掉地上了。东西我也不白拿，这些图纸和模块就交换给你了。古老说着，赠予了许多图纸和模块过来。两人在相互交谈一阵后，便互相挂断了私信。古老赠予的图纸中有很多都是载具使用的武器，默然一一浏览过去，发现都是各种型号的火炮和车载机枪。不过默然并没有选择学习制造，毕竟他更喜欢用现成的。不过在众多的图纸中，默然也是发现了2张用得上的图纸。车载武器刀锋撞角，在载具前方安装坚硬的撞角，可大幅度减少受到的撞击伤害，同时对进行撞击的目标造成更加严重的撞伤。车载装备复合钢装甲，保持载具的外观形态不变，改变其装甲内的特性，使其变成更加坚硬的复合钢，可以抵御更为猛烈的攻击。第110章其余的交易。这2张图纸我喜欢，我的叔叔最喜欢和别人玩碰碰车了。默然直接学习了这2张图纸，并率先将刀锋撞角进行了制作。刀锋撞角制作出来后，默然直接将其安装在了鼠鼠的前方。鼠鼠的前方很快便覆盖上了一面厚重的撞角，中间是一条锋利的刀锋。刀锋呈现120度的三角形，上面的利刃看起来十分锋利。厚重坚硬的装甲几乎覆盖了整个鼠鼠的前方，起到了非常好的保护作用。复合钢装甲加上复合钢运动结构，看来我的鼠鼠将要进行一场全身的改变了。默然打开载具信息面板，将整辆载具全部选取，覆盖整辆鼠鼠所需复合钢的数量便呈现在了默然面前。所需用到的数量确实很多，但对于刚薅了一个地下基地的默然来讲，这些材料都是洒水了，随便花根本花不完。随着制造键的按下，储藏室中复合钢的数量略减了一些。
紧接着，整辆鼠鼠都被包裹在白光之中。待白光消散之后，原本以灰色为主的鼠鼠，此刻已经变成了漆黑色的模样。不错呀，漆黑的颜色显得更加霸气了，搭配上深红色的炮塔，深红色与黑色相互呼应，使得整辆鼠鼠看起来更加美丽了。由于外面再次起了风沙，所以墨染利用蜂鸟无人轰炸机进行观察。模块的话，则是一些拓展空间或者房间的模块。墨染在之前跟古老提过一嘴，没想到他这次给墨染的模块数量还不少，足有将近200多个。墨染先将鼠鼠内部的空间扩展至500平，宽敞的地方没有谁不喜欢。随后浴室和厨房也用了几个，将内部的空间弄大一点。至于剩下的拓展模块，墨染全部将其用到了储藏室中。储藏室的面积变得比之前更加的宽大，墨染又可以更加快乐的囤物资了。虽然拥有无限富裕，但囤物资的快乐怎么可能放弃呢？紧接着便是另外几位好友的消息，墨染思索过后，也是与对方进行了交易。与张天进行交易后，墨染得到了一张载具装备图纸。载具装备电子迷彩涂层，可根据周围环境的情况释放光线迷彩，将载具的身形完全融于环境之中，使其不容易被敌人发现。攻击或者受到攻击的话，迷彩涂层将被迫取消。东西不错，学。所需要的材料有，那就做一个 OK。 将电子涂层制作出来后，墨染直接进行装备。至于效果嘛，确实跟介绍的一样，完美的融于环境之中。与苏西进行交易，墨染也得到了一样载具装备图纸。载具装备引擎降噪工艺，将减弱引擎 80% 的噪音，可以降低你被敌人发现的概率。这个也不错，与电子迷彩涂层刚好是绝配。墨染也是直接进行学习并制造，随后将其安装了鼠鼠上。不得不说，确实非常有效果，那种澎湃的引擎咆哮声瞬间没了。所以墨染直接给它拆了，需要用的时候再进行装备。至于最后的心言，身为墨染的大米供应户，墨染可不希望对方嗝屁的那么快。至于为什么不无限大米，对于1天1次的无限富裕，墨染更希望能用在武装自身上。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将我给予的武器对准我，否则到那时候我定然不会手软。希望永远不要有那一天的到来。关掉面板，墨染拿起一套新的衣物进入了浴室。毕竟今天可是干了不少活，身上都快被汗水淹臭了。第111章导弹发射架的第一次。呼，洗个冷水澡真是舒服。将换洗下来的衣物丢进洗衣机清洗，墨染一脸清爽地从浴室中出来，来到厨房之中。高压锅中的牛肉已经炖煮完毕，整个厨房散发着一股诱人的肉香，令人十分的食欲大开。起锅烧油，开始煮面，往里面加入一把青菜，还有一些小调料，随后盖上锅盖进行炖煮。等到里面的面食差不多熟透后，墨染将高压锅中炖烂的牛肉取出，将其倾倒在锅中，随后盖上锅盖继续炖煮。大约5分钟后，随着锅盖打开，一股诱人的香气溢散出来。墨染找来一个大碗，将锅中的牛肉面尽数盛出，吧唧吧唧，这才叫真正的牛肉面。右手拿着筷子夹面，左手拿着一块从碗里捞出的牛肉，一口肉一口面，嘴巴之中尽是满足感。干完一大碗牛肉面后，墨染非常满足地打了个饱嗝，将锅碗瓢盆清洗一下，墨染便返回了指挥室中。导弹的发射架和发射井也给装上，能发射导弹的鼠鼠谁不爱？墨染将导弹发射架放在鼠鼠的炮塔的上面，导弹发射井则放在前方车体上面的中间，那地方的位置足够大。既然2个都已经装上，那就来试验一番尝尝鲜。墨染左看右看，将目光锁定在远处的那块海底礁石上。鼠鼠发射一枚对地导弹，目标是前方那块礁石。面前的全景自动放大，一个瞄准键直接锁定在了那块礁石上。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上方炮塔的顶端打开一个长方形口子，一座导弹发射架迅速伸出，此刻的上面正装载着一枚银白色的导弹。导弹发射架伸出的一刹那，这枚导弹的尾部便瞬间点火，嗖，一道银白色的残影窜了出去，在漆黑的环境里，能看到一枚火红的流星越来越远，随后径直命中远处的那块礁石。轰！二者相遇的一瞬间，刺眼的强光瞬间爆发出来，紧接着便是响亮的爆炸声，以及那冲天起的一大团火焰。随着火焰缓缓消失，弥漫在周围的硝烟也缓缓消散。在全景的夜视下，那块瞄准的礁石已被炸得粉碎，下方的地面也受到了不小的波及，一圈焦黑的地表入眼可见。这威力真不错，那枚导弹应该是发射架中为数不多的高当量。看着那爆炸过后的情况，墨染非常满意的点了点头。他已经开始期待起以后用无数的导弹疯狂离地的场面了。至于导弹发射井，墨染就不是了，那种的威力肯定是现代这个的 N 倍。反正来日方长，以后有的是机会和时间尝试。洗了一盆葡萄，
墨染悠闲地躺在指挥椅上，一边品尝着美味的葡萄，一边在各个区域频道中闲逛。身后的指挥椅自动开启按摩功能，为墨染进行全方位的按摩。看来以后得搞点娱乐的东西，虽然现在的生活不错，但还是会感到有些无聊。时间来到10点多，墨染开始准备进行睡觉，毕竟明天6点，那所谓的游戏就会开始。他可是要提早起来，去见见那所谓的异化点是什么。叔叔，关灯睡觉，明天5点的时候叫我。明白，车长。身后的指挥椅缓缓躺平，周围的光线也是渐渐暗淡下来。墨染盖上小毛毯，美美的进入梦乡之中。第112章，游戏开始。夜越来越深，时间也在不停地走动着。12点整，时间一过，外界开始刮起了风沙，并且风沙变得越来越猛烈，吹得周围飞沙走石。无数的黄沙在空气中乱舞，将整个世界都染上了朦胧的黄色。鼠鼠内部的墨染舒服地睡着，外界的响动并不能造成一丁点影响。报告车长，5点整，时间已到。鼠鼠冰冷的机械音响起，周围的光线开始明亮起来。墨染睁开双眼，一双红色的眼眸显露了出来。身后躺平的指挥椅开始缓缓上升，恢复到了原先的状态。起床起床，又是新的一天到来了。墨染从指挥椅上站起，舒服地伸了几个懒腰，随后转身走出了指挥室，进入到了浴室之中，刷牙洗脸上厕所，随后来到厨房中开始做早餐。今天的早饭还是做粥，不过这次往里面加了一些红薯，炒一盆小菜和一碗肉丁，再加上几个水煮蛋，一顿朴实无华的早餐便是如此。墨染开始快速地享用起来。在边吃饭的时候，墨染还打开了频道进行观察。此时外面的天边刚刚蒙蒙亮，但频道这种消息已经非常的多。还有不到20分钟，我现在感觉好紧张啊。是啊，那所谓的异化点是什么？难道是要我们去打怪物吗？很有可能。你没看到他最后说的是么区域 BOSS 吗？不过今天的风沙好像变大了，都上升到2级了。今天的风沙也太大了吧，我车上都被盖了一层厚厚的沙子，这也太难受了，吹得我都快睁不开眼睛了。频道中的消息吵吵闹闹，很多的玩家都在发言，都是在讨论接下来将要开始的游戏，以及今天突然变大的风沙。今天已经是2级风沙了吗？看来明天很有可能是3级了。墨染关掉面板，开始专心的进行吃饭。快速扫完所有的饭菜，墨染清洗好锅碗瓢盆后，便返回了指挥室。刚到指挥室中坐下，那道天穹中传来的声音再次响起：蝼蚁们，时间到，游戏开始，请你们一定要牢记哦，排名最后的10个区域将被毁灭，从现在起。开始与时间，不是开始与其他的区域玩家进行比拼吧？排名最后的10个区域将连同那个世界一起毁灭，不要忘了哦，哈哈哈。随着天空中的那道声音消失，10道红色的光柱从天空中落下，随即降落在区域世界的10处地方。在这10道巨大红光的照耀下，一座座巨大荒废的城市开始缓缓地从地面中浮起。刹那间飞沙走石，无数的黄沙灰尘弥漫开来，周围的地面开始产生剧烈的颤抖，仿佛在经历一场猛烈的地震。紧接着，一圈红色的光墙出现，将整座城市包围在内。在城市的最中心，一颗火红色的石头缓缓从地面浮起，巨大的红色光柱也在这时缓缓消散，城市中的黑暗开始亮起一双双血红的眼睛。随后，该区域的每名玩家面前都出现了10个方向的红色标记点，每个标记点的旁边都标注了当前距离的数字。同时，每名玩家面板上方那一块区域，此刻的内部也是进行了更新，里面显示出了当前区域中还剩下的异化点数量。同时，区域排行榜以及玩家贡献排行榜也开启，这2个排行榜上空空如也，还没有任何区域和玩家入榜。第113章进化。这10处异化点的位置好像都是处于这个世界的边缘。墨染看向这10个方向的标记点，发现最远的距离1万多公里以上。不过我的运气还真好，刚好处于地图的边缘，正好距离一处异化点特别近，先去看看那是什么东西。墨染将目光看向左边，那里正标注着一处异化点的方向。此刻那个异化点距离墨染的位置只有短短的87公里距离。鼠鼠向着左边那处87公里异化点前进。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车辆瞬间启动，随后速度越来越快，在这片干枯的海底中一骑绝尘。墨染看向此刻鼠鼠的速度已经达到了150公里每小时，这要是被鼠鼠撞一下，那对方得变得多扁呢。墨染摸着下巴，脑海中不自觉地冒出这个问题。在等待前往的这段时间，墨染躺在指挥椅上打开区域聊天。兄弟们冲啊，向着你们最近的异化点进攻。我们现在的区域只剩下17000多人，每个一个异化点的人数一定要分配好，所有人加油啊，一定不要成为那倒数10个的区域。
区域频道中的消息滚动飞快，但没一会便迅速的销声匿迹。所有的玩家都开始启动载具，向着距离最近的异化点冲去。看着毫无消息的区域频道，漠然也是直接关掉了面板。没有多久，漠然已经距离异化点不足1000米之多。通过放大的全景视图，漠然看到了一座庞大而荒废的城市，正远远地坐落在干枯的海底上，一圈红色的光墙将其围绕而起。那就是所谓的异化点吗？先看看里面都有什么。看着红色标记点所指示的那座城市，漠然当即释放了蜂鸟无人轰炸机进行侦查。车体前方打开一个口子，一道小巧的黑色身影迅速冲出。同时，漠然面前的全景视图上出现了一块长方形的屏幕。此刻屏幕中所呈现的影像正是蜂鸟无人轰炸机传来的画面。蜂鸟无人轰炸机的速度极快，不一会便飞进了城市之中。只见在这座荒废的城市中，有无数长满脓包的怪物正在游荡。大部分的怪物都位于大街小巷中，少部分的怪物隐藏在房子的黑暗里。哟，竟然是这种怪物，这应该是我第2次见到他们了吧？蜂鸟无人轰炸机继续在城市中前进，很快便抵达了这座城市的最中心。城市的最中心有一片巨大的广场，中心位置正有一块红色的石头，而此刻的中心广场上聚集了数量不少的怪物在此，那就是所谓的异化之星。看来摧毁它就能消除这处异化点了。鼠鼠，发射一枚对地导弹，目标异化之星。看着屏幕中的那块石头，漠然对着鼠鼠下令道：“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炮塔上的导弹发射架瞬间弹出，一枚对地导弹拖拽着长长的尾焰，呼啸着急速远去。蜂鸟无人轰炸机迅速远离了中心位置，向着更高处飞去。看着那枚急速远去的导弹，漠然将目光重新放在了屏幕上。几秒过后，一道银白色的身影迅速命中那枚异化之星。轰！一团橘红的火焰升腾而起，强烈的爆炸波席卷周围，一些离得最近的怪物瞬间被升腾的火焰吞噬。等到猛烈的火焰和浓郁的硝烟退散后，便能看到满地的红色碎片。21区漠然已进化一处异化点，该区域当前为领先状态。一道机械音从天空中传出，同时每名玩家面板上都出现了这行提示：第114章怪物的特性。听着那道声音，以及看着面板上出现的这段通告，漠然那帅气的脸庞上，嘴角是止不住的抽了抽。好家伙，我特别严重怀疑这是故意的。叮叮叮，听着那响起的好友私信声，漠然知道来了。跟区域的玩家说一下怪物的特性，毕竟是一个区域的，毕竟他们失败的话，我也得不到什么好处。漠然打开区域频道，里面果然已经是消息满天。我操，这才多久啊？漠然大佬已经干掉一处异化点了吗？不愧是漠然大佬，这实力也太恐怖如斯了。漠然大佬，快说一下，异化点里面都是什么情况？是啊，快说一下，我们都不清楚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按着上面那一条条消息，漠然开始进行打字。异化点是一座城市，异化之星就位于城市的最中心广场，同时里面有很多长满脓包的怪物，身上的脓包是他们的弱点，同时也要小心这些怪物，他们不仅能喷射火焰，而且身上的那些脓包一旦被打破，会从里面流出一些红色液体，这些液体在遇到空气后将会剧烈燃烧，千万不要被其沾上。所以不要与怪物进行近战搏斗，利用远程手段打破脓包，或者使用火焰烧爆他们身上的脓包，这也会使他们彻底死亡。编辑好这一大串发言后，漠然直接将其发送在了区域频道。异化点里面竟然有怪物，而且还会喷射火焰，脓包中的红色液体会燃烧，那这玩意不就相当于白磷的效果？不愧是漠然大佬，竟然已经找到了解决的方法。学到了，感谢漠然大佬的告知。看着频道中的各种消息，漠然将其关掉，并打开了私信好友。张天大佬，你也太厉害了，这么快就消灭一个异化点。苏西弟弟真厉害，一个异化点就这么被你解决了。星言大佬真厉害，这速度也太快了。看着好友私信中的那一条条消息，漠然也是发了一句小心应对怪物。随后点开古老的好友面板，此刻他也是发来了消息：漠然你这速度也太快了，这么快就解决一处异化点了。看着古老的消息，漠然也是告诉了对方这种怪物的特性以及应对的方法。好，你说的我都清楚了，我会多加进行注意的。两人相互寒暄几句，便都挂断了好友私信。随后漠然抬头看向前方，只见远处的那座城市正在一点一点的分崩离析，并缓慢地沉入地底之中。轰隆隆隆隆隆，大量的沙尘弥漫开来，围住城市的红色光墙也缓缓消失。等到一切尘埃落定后，前方已然只剩一片干枯的海底，10个红色的标记点也少了一个，同时21区的名字出现在排行榜第1，漠然的名字也是紧随其
出现在贡献排行榜上第一。还有一个标记点离我挺近的，距离也就4000多公里。现在这个区域的人数仅剩17000多，我还可以再吃下一个，剩下的就交给他们了。可别说我不给他们贡献值的机会。思考过后，墨染对着鼠鼠下令道：“鼠鼠，发射洲际巡航导弹。”第115章远程打击命中。随着墨染的话音落下，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也是响了起来。明白，车长。鼠鼠的炮塔开始缓缓转动至侧面，随后前方车体的上面部分，一个直径2米的圆形发射口缓缓开启，随后洲际导弹的弹头缓缓露出，以锁定攻击目标。远程导弹打击启动。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洲际巡航导弹瞬间被启动。轰隆隆隆，大量的白色硝烟从发射口中喷出，体长18米的洲际导弹瞬间冲出，尾部喷射出来的火焰裹挟着浓郁的硝烟，直接将整辆鼠鼠笼罩在内。洲际导弹发出响彻的呼啸声，身影也在天空中越飞越高，随后缓缓调转方向，向着目的地急速远去。看来鼠鼠的隔音效果还要加强一下，这洲际导弹的发射声也太响了。不过这画面也真是震撼，第一次零距离观看洲际导弹发射。墨染掏了掏耳朵，对于刚才的一幕感到非常的满意。直径2米的发射口缓缓关闭，鼠鼠的炮塔也旋转回了原位。接下来便是等待了，差不多20多分钟后应该就有结果。墨染悠闲地躺在指挥椅上，眯起眼睛等待接下来的消息。天空中的洲际导弹拖拽着长长尾焰，向着目的地急速逼近。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已经可以看见远处下方的异化点。洲际巡航导弹进入了最终的攻击距离，飞行的速度也是陡然暴增。随后在天空中开始缓缓转向，径直对准下方的异化点，随后猛然俯冲而下，以一种恐怖的速度命中最中央的异化之星。轰隆隆隆，巡洋导弹命中异化之星的一刹那，一股强光瞬间爆发出来，紧接着便是响彻云霄的爆炸声，以及那足有100米之余的巨大火焰。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席卷八方，广场上的怪物瞬间被撕裂成了无数碎片，广场周围的建筑也是遭到了不小的波及，使得原本更加残破不堪的房子开始倒塌。浓郁的硝烟久久不能消散，爆炸产生的高温在这片区域持续存在。21区墨染已进化一处异化点，该区域当前为领先状态。难道机械音再次从天空中响起，同时通告再次出现在所有玩家的面板上？竟然没有偏移，看来鼠鼠的定位还是挺精准的。不过这番操作下来，恐怕我又要狠狠地出一波名了。标注着9个异化点的红色标志，此时再次减少了一个。蓦然打开区域频道，里面果然已经彻底爆炸。我去！奈何本人没文化，一句我去走天下。这才过了多久，又一个异化点被墨染大佬解决了。每个异化点距离都非常遥远，墨染大佬是怎么做到的？墨染大佬很可能是拥有导弹。我之前有在世界频道中听说过，有一群漂亮国团体玩家，他们的载具上就有导弹。导弹这种载具武器，不是需要6级载具才能使用吗？大佬就是大佬，这种武器都有，这也太强了吧！区域频道中消息无数，所有人都对墨染的操作感到无比震惊。哦，原来不止我一个人拥有导弹，看来也有很强实力的玩家。墨染自然也是发现了那条发言，不过他对此并没有多大的在意。第116章暗流。一处一望无际的荒原上，一队车辆正在急速行驶中。车队的前方是一些特殊的越野车，不仅长度和大小比普通的越野车大，下方更是有8个车轮支撑车体，正在飞速的旋转中。在车队的中央是一辆体长20多米的巨大厢式货车，货车上装载了各种火炮武器，还有天线等通讯设备。厢式货车的内部非常宽大，被分割出了很多个巨大的房间。在一间房间中，正聚集了很多龙国高层正在交流。我去，这小子什么手段？这1个小时内干掉了2处异化点。听着天空中那道机械音，国字脸军官是满脸的震惊。他应该是用导弹进行远程打击，破坏异化点之中的异化之星。桌子旁边的一位老者开口，认为很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导弹的话我们也有，就是不能进行精确的制导打击。墨染这小子应该是找到了什么部件，所以才能精确的辅助导弹攻击。古老抿了一口茶水，随后缓缓开口说道：那看来他的实力非常的强大，不过也要提醒一下他，现在这么大个动静，那些家伙想不注意到他都难。坐在古老旁边的一位老者在这时也是开口说道。这名老者也是引来了某个话题，其余的一些高层也是讨论起。没错，那些家伙真不是个东西，竟然联合起来对付区域中的龙国居民。我以前还能联系上那个区域的龙国居民，但从昨天起，我就再也没有收到他们的消息，并且他们的头像也都变成了灰色。幸好通知他们进行抱团，不然这种情况
恐怕会愈演愈烈。一众的高层议论纷纷，脸上尽是愤怒之色。确实没错，蚁多还能咬死象，我会通知他多加小心的。古老也是点了点头，开始在面板上操作起来。行，我知道了，你所说的那些我会多加进行注意的。在与古老相互寒暄几句后，默然也是与其挂断了私信。古老说的确实不是没有道理，但如对方来犯的话，我也毫无畏惧。鼠鼠开始启动，开始缓缓离开区域边缘。这些异化点都位于边缘区，这让默然从中嗅到了一丝阴谋的气息。在一辆载具的内部中，一名西装革履的男子坐在豪华的沙发上，左手正摇晃着红酒杯，右手正吮吸着手上的一根雪茄。呼，默然，又是这名龙国玩家。男子吐出一口烟圈，随后转头看向站在旁边的一位女秘书。这几天交给你拉拢他的事进行到哪一步了？男子缓缓开口，嗓音充满了磁性和庄严。抱歉，总统先生，我在前几天的时候尝试拉拢过他，他将我臭骂了一顿，还将我给拉黑了。女秘书面色难看，不过还是将事情说了出来。听到这话的漂亮国总统身形一顿，随后继续抽起了手上的雪茄。既然他这么不识抬举，那就将其直接扼杀，通知那个区域的漂亮国子民，是时候让他们献出对漂亮国的忠诚了。漂亮国总统缓缓开口，碧蓝的眼眸中尽是冷漠。明白，我这就去通知他们。秘书转身便离开了房间，开始进行通知。既然你不愿意加入我漂亮国，那你就去嘎吧。呼，猛吸了一口手上的雪茄，随后缓缓吐出，房间内的烟雾又多了几分。第117章消息。21号区域，此刻前往各处异化点的车队中，一些玩家收到了来自其他区域的消息，他们警惕地查看四周，在确保周围无人后，快速浏览起消息。在将消息浏览完后，每个人都回上了明白二字。此刻那些收到消息的玩家都带上了无比阴狠的神情。鼠鼠，启动电子迷彩涂层，还有装备上引擎降噪工艺。默然坐在指挥椅，对着鼠鼠下令道：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这两道命令瞬间执行下去。鼠鼠的外部表面开始变得透明，整辆载具在一点一点的消失不见，只有2条履带碾过地面所带起的滚滚烟尘。不过现在正处于风沙时间，扬起的烟尘与空气中的沙尘完美融合，简直是浑然一体，让人无法进行察觉。咆哮的喷气引擎声瞬间降低，同时配合上这猛烈的风沙，一辆那么大的鼠鼠就这么消失在了沙尘之中。毕竟现在的玩家都在往边缘跑，为了防止在半路和别人撞上，这2件东西还是装备上，不过这效果是真的不错。看着如今鼠鼠的状况，默然都不由得感到一丝惊讶。此刻的默然打开面板，开始通过频道查看当前玩家的状况。区域频道中没有什么消息，玩家们似乎都在进行赶路。于是默然打开了世界频道，到这个地方进行窥屏。我的发，那个龙国默然到底是什么情况？1个小时干掉2处异化点，他到底是用了什么手段？我们还在赶路，他就已经干掉2处异化点了。我听在21区的人说，默然似乎使用的是导弹。导弹？那不是5级载具才能使用的吗？难道默然已经5级载具了？有最新消息，我们在21区的玩家打听到了异化点的信息，那里面竟然有这种怪物，不过有应对的方法，这解决起来就轻松多了。世界频道中的发言迅速，都是在讨论关于默然以及异化点的消息。消息被传出去了，看来区域中大部分都是龙国玩家，还有少部分默不作声的外国玩家。不过这分配也太奇怪了吧，想不出个所以然，默然索性继续观看起世界频道的消息。没过多久，频道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发言消息，而这些发言消息也是给默然带来了几点信息。我们的车队已经到达异化点了，真的如21区的那些人说的一样，里面真的有好多怪物，而且身上都是十分恶心的脓包。这些怪物似乎不能从城市中出来，无论怎么攻击都不会越过光墙半步，而且我们可以站在外面对里面的怪物造成攻击。对那些怪物造成伤害后，我们自身的贡献值都得到了增加。增加贡献值也没用，不将异化点进行清理，贡献值再高也没有作用。是啊，还不是要进去清理，感觉里面会很危险的样子。世界频道的消息在这一刻开始陆陆续续的增多了起来。攻击怪物就能增加贡献值，没准我还能再吃下几个异化点。看着世界频道中的消息，默然摸着下巴思索起来。鼠鼠向着北面那处6700公里的异化点前进。思索过后，默然决定去往一处最近的异化点看看。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车辆开始向着北边的异化点转向。第118章，如雨后春笋般的通告。在鼠鼠前进的这段时间里，默然时刻关注着区域以及排行榜上的信息。排行榜和贡献榜都在不停的进行变化，看来已经有不少的玩家到达异化点。
开始进攻异化点了。这些人的速度还是挺快的。在9点27分的时候，响起了其他区域进化成功的通告，接着没多久又响起了另一个区域的进化成功的通告，紧接着便是如雨后春笋般，天空中的机械音播报就没停过。位于面板上的那条通告，此刻也是滚动不停，这数量真是一个接一个，也不清楚这个区域的玩家进行到哪里了。默然打开区域频道观察，发现只有零星的几条购买武器消息，除此之外便没看到什么消息。默然看了一眼后便关掉了区域频道，应该都开始在进攻异化点了，没多久后应该就有消息了。默然躺在指挥椅上，眯起双眼，悠闲地感受着按摩。另一边，一处位于沙漠中的异化点正坐落于此，一座破旧荒废的城市就这么出现在沙漠上，与周围的一切显得极其的古怪。远处的沙漠中浓烟滚滚，只见有近100辆汽车组成的一群车队，正浩浩荡荡地行驶过来，目标正是此处的异化点。一辆拥有6个轮胎的越野车，此刻正一马当先地位于前方，在它的左右两侧也有2辆一模一样的越野车。这些越野车不仅宽，而且长，与普通的越野车完全不同。张天哥，我们快到了，前面那座城市就是异化点。驾驶位上的一名壮汉回头向着后方喊道。后方的内部是一处非常宽大的空间，此刻正聚集了20多名玩家，周围有着许多的房间，还有几条通往深处的走廊。所有人各就各位，拿上武器到达你们指定的位置，还有通知其他2队，让他们也马上准备好。一名身材魁梧的壮汉拨开人群，来到最前方说道：走走走，拿好武器，拿上武器，快就位，准备打怪了。20多名玩家熙熙攘攘，但都有条不紊地来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几名玩家身上穿着铁质护甲，手上都拿着连发弓弩，他们分别来到了左右两侧，等待着接下来的战斗。还有一些玩家通过旁边的楼梯径直爬上上面的空间，上面的空间中有很多挺车载机枪，还有几个类似于迫击炮的武器，在旁边还有很多个箱子，里面正摆放着各种武器的弹药。这些武器都被固定在一个升降架上，上面的空间足够容纳4、5个人，并且这些武器的前方都设立了一些防护板，将正前方给完美的保护起来。打开这些武器上方的区域，呼啸的风沙便灌了进来。TM 的，这风沙也太大了吧，好多沙子都灌进来了，一会又要累死累活的扫地了。把眼罩跟口罩都戴上，不然一会指定被熏死。别逼逼了，赶紧把武器都给升上去。这些玩家4、5人一队，分别来到各自的武器架子上，随后开始转动上面的把手。这一挺车载武器带着这些玩家开始缓缓地向上升去，下方的几名玩家也是拖来了旁边的箱子，开始整理起里面的弹药，随时准备进行提供。第119章进攻异化点。车队开始缓缓减速，最后在距离光墙10米左右的地方缓缓停下。引擎的轰鸣声吸引了城市中的怪物，他们聚集在了光墙的边缘，一双双血红的眼珠正死死地盯着外面的众人。真恶心，这些怪物长得也太丑了，好猎奇的一群玩意，给我都快整吐了。越野车顶的众多玩家看着那一只只怪物都感觉十分的恶心。一些体型较大的载具缓缓上前，来到了队伍的最前方。紧接着每辆载具的侧面或者上方都生出了各种型号的口径机枪和火炮。嘟嘟，我们都准备好了，先将这边缘的怪物清理一下。是啊，这数量真多，直接冲进去肯定不行，咱们抓紧时间将这处异化点拿下。张天手上正握着一个对讲机，里面传来了各种各样的声音，这些声音都是来自旁边的载具，每一个载具里面都是一个组合起来的团体。没错，开始攻击，先将外面的怪物清理掉。听完对讲机中说的话，张天也是立刻回复的。轰轰，哒哒哒哒哒，周围的各种载具开始进行攻击，一枚枚炮弹从火炮中激射而出，径直命中光墙之后的怪物。剧烈的爆炸直接破坏了怪物身上的脓包，脓包中红色的液体流了出来，遇到空气后直接猛烈的燃烧。他们开打了，我们也跟上。越野车上的玩家开始转动武器，将车载机枪和火炮纷纷对准那些怪物，各种枪炮声开始响亮起来，里面的怪物也一只一只的被包裹进火海中。你们这群丑恶的怪物，给爷尝尝这个吧。一名玩家拿出一个燃烧瓶，将其点燃后迅速放入那类似迫击炮的炮管中。砰，里面的高压气体瞬间激发，那枚燃烧瓶瞬间被推送着飞向远处，随后径直落入那怪物群中，直接燃烧起了一大片火焰。在火焰的炙烤下，那些怪物身上的脓包一个接着一个破碎，一只又一只的怪物被火焰包裹，在嘶吼中纷纷倒下。后方的各种载具也是迅速上前，都在倾斜着自身所拥有的火力。就在前方所有的玩家都在专心致志地对付怪物时，位于最后方的一辆轿车在这时开始后退，随后一个方向往左边打起，
借着左侧的一处沙丘，开始向着那座城市的左边悄悄靠近，并没有任何人发现它的异样。这辆汽车就这么绕过大部队，在横跨了一大圈后，来到了城市的另一边。随后车辆调转方向，一个加速便向着异化点里冲了进去。你已进入异化点，当前异化点人数1-2000。车辆一头扎入光墙之中，随后径直撞入一群怪物堆里。周围的怪物迅速围了上来，不停地撕扯和拍打这辆汽车。车上正坐着一名男子，此刻的他全身发抖，双手正捧着一颗 C4 炸弹，大拇指已经按在了引爆的按钮上。为了伟大的漂亮国！啊！男子发出一声怒吼，在心中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没有任何一丝犹豫，手指瞬间按下了引爆按钮。轰！汽车轰然炸开，一团橘红的火球升腾而起，爆炸所产生的声音瞬间传播开来。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好像是爆炸声。没听清楚，这风太大了，啥也没听见。我好像听见了，好像是从城市里传来的。城市中传来的是有谁的炮弹落进去了吗？有些玩家似乎听到了爆炸声，开始与周围人议论起来。就在这时，令所有人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了。第120章进化失败。就在所有玩家还在攻击时，面前的那堵红色光墙瞬间凝实起来，原先还能穿过去的各种炮弹，在这时纷纷在其上面炸开。什么情况？子弹为什么打不进去了？我也是，炮弹打不进去了。这面墙什么情况？发生什么了？这个异化点似乎不太对劲啊！看着各种各样的攻击落在光墙上，在场所有的玩家纷纷停下了开火。所有人都是一脸的疑惑和不解，不清楚这光墙到底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这异化点似乎与刚才不一样了。车内的张天透过挡风玻璃，看着那变得似乎有点不一样的异化点，他的心中开始隐隐感觉有一种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了。轰隆隆隆隆！就在所有人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时，面前的异化点突然传出了剧烈的轰隆声，紧接着周围的地面开始产生剧烈的颤抖。我操！发生什么了？怎么地震了？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突然发生地震了？还这么剧烈？你们快看！异化点在下降！突然，一名玩家喊道。所有人都将目光看了上去，只见面前的这座巨大城市竟然开始一点一点的向下沉去。异化点在消失！我去！异化点为什么在往下降？看着那一点一点下降的异化点，所有的玩家脸上都是惊愕和震惊。轰隆隆！等到最后的一栋建筑沉入地面后，所有玩家的面前都出现了一个信息：一处异化点进化失败，最终决赛 BOSS 实力增加 10%， 当前 BOSS 实力加成负 10%。 天空之中的那道机械音在这时也是响了起来。21区进化一处异化点失败， BOSS 实力增加 10%， 当前为负 10%。 随后每个玩家面前的8处红色标记点瞬间减少了一个。看着面前的红色信息面板以及天空中的那道声音，所有还处于懵逼中的玩家在这时也是反应了过来。异化点攻略失败，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啊？异化点中已无玩家，那刚才有谁进去里面了吗？我就说我刚才听到了爆炸声，之后就出现这样的事情了，就是有人捣乱啊！是谁？这到底是谁啊？车队中的玩家一瞬间就骚乱起来，所有人都不清楚为何会这样。就在所有人还处于骚乱时，那块红色的面板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一处异化点进化失败，最终决赛 BOSS 实力增加 10%， 当前 BOSS 实力加成 0%。 随着红色的面板出现，那道天空中的机械音也接踵而至。21区进化一处异化点失败， BOSS 实力增加 10%， 当前为 0%。 通告再次出现，所有人面前的红色标记点再次减少了一个。这下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不过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所有人的面前不断的弹出红色面板，天空中的那道机械音也持续播报。每个人面前的红色标记点开始一个接着一个消失。就这么短短的几分钟内，最后一个红色标记也消失在所有人面前。一处异化点进化失败，最终决赛 BOSS 实力增加 10%， 当前 BOSS 实力加成 60%。 红色面板的出现也令天空中的那道机械音响了起来。21区进化一处异化点失败， BOSS 实力增加 10%， 当前为 60%。 第121章决战 BOSS 的规则。我靠，这是什么情况？正悠闲的躺在指挥椅上按摩的墨染，在听到这则通告后直接一个机灵弹起，一睁眼就看到了面前的这块红色面板。异化点进化失败，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不是将应对怪物的方法告诉他们了吗？难道他们在里面遇到了某种情况？就在墨染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他的面前又弹出了一块新的面板，紧接着那道天空中的机械音
在这时又响了起来。啊嘞，啊嘞嘞嘞嘞！看着新出现的这个面板，蓦然感觉自己被懵逼给狠狠地击中了。但这还没完，就在他不停思考原因的这几分钟里，一个又一个的面板不断弹出，天空中的那道机械音也是持续不停的播放。他面前的那几个红色标记点也在一个又一个的消失，直到最后一个标记点也消失在了蓦然面前。有问题，这肯定有问题，赶紧去频道里看一下是什么情况。蓦然重新坐回指挥椅上，正准备开启面板打开区域频道。就在这时，天空中的那道机械音再次传出：21区域已无异化点，最终决战 BOSS 将于明早6点出现。当前决战 BOSS 的实力加成 60%， 决战 BOSS 将变得非常难以对付。由于决战 BOSS 的实力大幅度上涨，如果成功击杀决战 BOSS， 所有玩家将获得一份高级奖励，最终击杀者将额外获得一份特级奖励，并且所有人不受贡献值抹杀，所有玩家都将晋级到排行榜之中。同时，该区域将直接晋升排行榜第一，除非出现更高加成的 BOSS。如果未能在一定时间内击杀 BOSS 的存在将导致这个世界开始崩坏。随着天空中机械音的结束，所有人面板上的游戏区域也发生了改变。一个 BOSS 降临倒计时开始进行，红色的字体看起来非常引人注目。原来如此， BOSS 的加成越高，那么最后得到的奖励也就越丰富。前提是能够解决 BOSS， 这还真是会玩呢。蓦然摸索着下巴，仔细地阅读上面的规则。异化点都是位于区域的边缘，那么 BOSS 很有可能在中心位置，但也有可能出现在任何区域，要不要赌一把呢？蓦然开始在脑海中思考这个问题，但没多久便有了答案。那就开始前往中心位置，以我的运气，我不相信他不会出现。鼠鼠调转方向，向着南面前进5000公里。蓦然决定了心中的想法，随后对着鼠鼠下令道：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车辆一个转向，朝着南边急速驶去。区域频道中果然一片混乱，毕竟这种情况确实很难让人镇定。蓦然打开区域频道，里面果然嘈杂一片，所有人都是特别的不解和疑惑，不清楚为何异化点会凭空消失。就在这时，区域频道中出现了几条消息，令所有的玩家纷纷一愣。异化点的消失是人为的，我看到一个人驾驶着载具冲了进去，随后他直接进行了引爆，那个异化点也就消失掉了。没错，那个载具的速度很快，估计快达到将近400公里每小时了。这边也是，有一个人直接冲了进去，然后自爆了，随后异化点就显示进化失败。这些出现的消息很快便被蓦然注意到，在看清楚后也是不由得一愣。第122章，我自有办法。速度很快的载具冲进去后就进行了自爆，那就是说这些人的目的是故意这么做的。看着那几名玩家传出的消息，蓦然神情不禁严肃了起来。叮叮叮！就在这时，好友私信的提示音响了起来。私信的提示音打断了蓦然的思虑，打开好友私信后，蓦然便看到了发送私信的好友，正是古老发来的消息。蓦然，你们那边发生什么了？怎么所有的异化点都进化失败了？看着古老急促的询问，蓦然将在区域频道中看到的消息进行打字。异化点的消失似乎是有人故意的，他们驾驶的载具速度很快，没有犹豫的冲入异化点之中，随后直接进行自爆。被激活的异化点检测不到玩家，所以就被判定为进化失败。在编辑好消息后，蓦然直接点击了发送。砰！竟然有这样的事情！看到蓦然发来的消息，古老瞬间生气的拍了桌子一下。问清楚了吗？他们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啊，这短短几分钟内，所有的异化点都被进化失败，这动静也太大了。看着周围一众高层的反应，古老将自己的消息面板呈现在大家面前。当所有人看完蓦然发来的消息后，全部都是震惊加愤怒。竟然会有人如此恶毒，这是想将整个区域的人都给拉下水。看这种手段，恐怕与那几个家伙脱不了关系。没错，这种事情肯定是他们所为的，也就他们这种德性才能干出来。如果猜的没错的话，他们这么做的目的肯定是因为蓦然。该死的！现在该怎么办？60%加成的 BOSS 恐怕没那么简单。看着一众高层激烈的讨论，古老打字向蓦然问道：蓦然，那60%加成的 BOSS， 你有信心对付他吗？发送完这则消息后，古老便紧张地等待起来。有，你不必如此担心，我自有办法对付那 BOSS。看到蓦然消息的古老不禁一震，其余的高层也是纷纷将目光看得过来。听这小子的语气，他难道还有杀手锏？很有可能，就像我们之前捡到的些道具，他的手上应该有更加强力的。这小子到底藏了多少好东西？听这语气，完全不担心啊！看着蓦然的发言，众人刚才那严肃的气氛也不由得缓了几分。好，那你多加注意，如果需要什么帮助的话，尽管找我，
我会尽全力帮助你。好。看着墨染发来的消息，古老缓缓将好友频道关闭。这小子机灵，没准还真有点好东西，我们就等着吧，操心也帮不上忙。古老摇了摇头，不由得嗤笑一声。60%加成的 BOSS 吗？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下核弹的一击，明天或许可以试一试。墨染摸了摸下巴，脑海之中开始有了一个想法。叮叮叮，又是几道私信好友的声音传出，墨染不用想也知道是他们几人。没事，明天交给我。给每个人随便发了一句，墨染便关掉了面板，转身便走出了指挥室。现在已经11点多了，是时候开始做饭了。第123章，玩家间开始的不安。另一边的张天在看到墨染发来的消息后，也是不由得微微一愣。听墨染大佬的语气，他似乎有办法解决那 BOSS。张天哥，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这旁边的玩家情况不太对。前方的驾驶员突然喊道，将张天从思考中拉了出来。张天立刻透过车窗向外看去，只见玩家中开始爆发了些许摩擦。不用想也知道是因为异化点的事，导致现在人心惶惶和变得异常焦虑。通知其他人，我们快速离开这个地方。张天拿出对讲机，开始联络另外2队，驾驶员也是一把踩下油门，车辆迅速地远离了人群，朝着远处的方向疾驰而去。越来越多时区的人们离开了车队，剩下的人也在不久后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小弟弟，姐姐，我真是越来越好奇你的实力了。看着墨染发来的发言，苏西的眼眸中充满了好奇。姐，我说你可别看消息了，咱们赶紧离开这里吧。苏西抬头扫了一眼窗外，随后一脚油门下去，车辆迅速的远离此地，带起了一路的滚滚烟尘。星妍姐姐，那墨染真的有办法解决那 BOSS 吗？星瑶看着星妍面板上的消息，有点不太相信的问道。只能是相信他了，毕竟我们的贡献值现在都是0。如果他不能解决 BOSS， 那我们就会被游戏规则所抹杀。听完星妍所说的话，星瑶顿时感觉到了一阵压抑。看到妹妹的反应，星妍当即也是温柔地抚摸她的脑袋。好啦，也不要这么心情低落，咱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接下来的区域可能会充满混乱。如今60%加成的决战 BOSS 可是一把悬挂在每名玩家头上的利刃，在这种未知的恐惧下，人的理智是会被清空的。砰砰砰，利用掌骨刀将案板上的鸡剁成碎块，随后放入锅中进行焯水。将焯好水的鸡块拿出备用，随后开始准备起各种调料。旁边的电饭煲里已经加入了大米和水，现在正在进行着蒸煮。各种需要的调料准备好后，墨染直接起锅烧油，将葱姜蒜等先放入油锅翻炒，随后将切碎的鸡块倒入，紧接着大火翻炒，再加入适量的盐、鸡精、料酒等调料，加点辣椒，不过还是少放点，毕竟我不太会吃辣。取出几根辣椒，将其切碎后倒入锅中，墨染操控着锅铲快速翻炒。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股诱人且充满微辣的香气瞬间便弥漫在了整个厨房。内部的空气循环系统自动开启，将厨房里大量的油烟排出。差不多了，时间应该是足够了。盖上锅盖焖了一会，感觉差不多后，墨染将其盛到盘子上。盘子上的鸡块散发着烟气，每一块鸡肉都是那么的晶莹饱满。炒上一盘青菜，再将早已煮好的米饭盛出，顺便从冰箱中拿出一瓶可乐，一顿朴实无华的午餐便大功告成。夹起一块鸡肉放在嘴中咀嚼，各种调料的香气和微微的辣感迸发开来。再扒上几口米饭，一口下去，满满的幸福感。风卷残云过后，顺带收拾好，墨染一脸满足地返回了指挥室。第124章，最后1个小时半。一进入指挥室，墨染便一把躺在了指挥椅上。指挥椅上的按摩功能启动，开始为墨染进行全方位按摩。异化点的进化失败，想必所有的玩家都开始人心惶惶了。躺在指挥椅上的墨染打开区域频道，无数的消息正在疯狂的涌动中，各种悲哀绝望的发言比比皆是。不过也有少部分人在相互鼓励，但这样的效果甚微，绝大部分人都对此感到毫无希望。拥有这样的反应也纯属正常，毕竟未知的东西确实会令人感到恐惧。关掉区域频道，墨染紧接着打开世界频道进行查看，里面同样有很多消息在滚动，但都是关于21区的话题。哈哈，这21区笑死我了，连续8个异化点失败。听说那个什么墨染也在21区，他这次肯定死定了。没错，抽到唯一级载具又如何？60%加成的 BOSS 一样让他完蛋。我们漂亮国的约翰此刻已经登顶排行了，这次的第一非我们莫属。原本第一的排名都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哈，这可真是笑死我了。想必很快就能听到21区被毁灭的消息了，真是期待那一刻的到来。世界频道中的消息无不都是嘲讽、贬低和幸灾乐祸。看着上面那一条条滚动的消息，墨染不禁冷哼一声，眼神中尽是冷漠。哼，笑吧，等到明天的时候，我就让你们笑都笑不出来。
关掉世界频道，默然不再去理会那些消息，抠一抠脚趾，再打个盹。时间啪的一下来到了6点多。吃完晚饭后，抠抠脚趾，再看看消息，时间啪的一下来到了9点多。默然开始洗脸刷牙，准备睡觉。毕竟他明天可是要去见一下那所谓的 boss。叔叔，4点半的时候将我叫醒。明白，车长。指挥椅开始缓缓放平，周围的光线也是渐渐暗淡下来。默然盖上小毯子，早早的进入了梦乡。报告车长，4点半的时间到了。属属冰冷的机械音传出，周围的灯光开始点亮起来。默然睁开红色的眼眸，昏睡的大脑渐渐清醒起来。身后的指挥椅开始缓缓上升，默然从指挥椅上站了起来。又是新的一天，距离 BOSS 降临还有1个半小时，开始变得期待起来了。大大的伸了个懒腰，默然转身进入浴室，开始洗脸刷牙。清洁好自身的卫生后，默然来到厨房开始做早饭。今天早上默然就不做稀饭了，直接做三明治，更加的快速。拿出几片面包，在里面加上鸡蛋、肉松、火腿还有蔬菜，再热上一杯牛奶，一顿简单的早餐便是如此。记者在吃早餐的间隙，默然打开频道观看起来。现在的时间虽然是4点半，但区域频道早已热闹非凡。完了，只剩下不到1小时的时间了。那种 BOSS 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有希望能击败他吗？兄弟们，有什么好吃的多吃一点，不然以后肯定吃不到了。哈哈，毁灭吧，都毁灭吧！我早就受够这样的生活了。哈哈，大家别放弃啊！我们这个区域还有14000多人，人多力量大，我们还是有希望的。是啊，团结起来，我们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先不要这么快的放弃。默然抬头看向左上角的人数，此刻还有14731人。就这么半天的时间里，就死了几千人吗？还真是人心难测。随后，默然关掉了区域频道，紧接着打开了世界频道。第125章，即将降临。打开世界频道，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消息在不停滚动，而那些不停滚动的消息都是在聊关于21区的事情。还剩下40多分钟，21区那个所谓的 BOSS 就要降临了。哈哈，我们是要见证一个2万人的区域毁灭吗？这也太让人激动了。我难得一次起了个大早，就是为了等待21区的毁灭消息出现。你们笑得也太早了吧？21区毁灭了之后还有9个区域呢。就是小心别笑到大牙，到时候怎么嘎都不知道。都是一群落井下石的家伙，别到时候成为那倒数的10个区域之一。世界频道中的消息杂乱无章，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等待接下来的事情。这种情况下，人性的阴暗面全部都展露无遗。可惜要让你们失望了。将手上最后一块三明治塞入嘴中，将杯子中的牛奶一饮而尽。默然开始打扫起餐桌上的残渣，随后转身进入了武装清洁室，将早已清洗完毕的轻便式防护服取出，开始往身上进行穿戴。洗得真干净，感觉每一天穿的都是一件新的衣服。小小的欣赏一下自身，默然便进入了储藏室之中，向着储藏室的左边角落走去。那里的墙上出现着一扇门，默然推门而入，一间长50米、宽20米的房间映入眼帘。在房间的角落上摆放着一些枪械，正前方的位置放着一张桌子，远处摆放着很多木板，上面有着很多弹坑，地上掉落着很多不同规格的子弹。这间房间是默然新开辟出来的，用来试验各种枪械和练枪。今天要打 BOSS， 那就用上点重武器吧。跟着地面上那一排的枪械，默然弯腰捡起了一把巴雷特重型狙击枪，将巴雷特重型狙击枪拿到外面。默然返回带来了一个箱子，箱子中装的正是巴雷特的子弹，并且还不是普通的子弹，每颗子弹的弹头都是红色的，还带有一圈一圈的黑色条纹。这些都是高爆穿甲燃烧弹，拥有极其恐怖的穿透能力。默然取出巴雷特的弹夹，开始为其一发一发的压上子弹，大约压满了30个弹夹，默然才停下了手上的动作。这些应该够了，30个弹夹就是150发子弹。默然拍了拍手，突然间像是想到了什么。对了，那个什么追踪火箭发射器，那东西或许能造出来玩一玩，一会刚好有一个实验目标。想到这里，默然打开面板上的制造页面，在里面找到了追踪火箭发射器，随后直接点击进行了制造。随着一定数量的材料投入，追踪火箭发射器直接被制造了出来。一个被白光包裹的物品悬浮在空中，待上面的白光消散后，追踪火箭发射器便出现在了默然面前。默然伸手拿下，开始详细观察起来。追踪火箭发射器大约长2米多，整体为浅灰色，上面有很多菱形的结构，看起来充满科幻和结构感。重量整体来说不轻，有点沉甸甸的。在靠近前方的位置下有一个把手，上面正是火箭发射器的扳机。在把手的左边，一个黑色的盒子包裹在火箭发射器的炮管上，它的前面是一个类似摄像头的东西，后面是一块显示屏幕。
墨染将其点亮，屏幕中正是用于锁定的功能，并且屏幕自带夜视和红外功能，用于帮助攻击者的锁定。这东西的颜值看起来还行，先来20发炮弹试试水。墨染将手上的追踪火箭发射器放下，随后制造了20枚对地导弹。好嘞，就这样，现在还剩2分多钟，是时候开始了。墨染转身进入了指挥室中，随后一把坐在指挥椅上等待。第126章决战 BOSS 降临。面板最上方的区域，上方的倒计时开始进入最后5秒。5、4、3、2、1。随着倒计时的结束，一道粗壮无比的红光从天空中落下。21区决战 BOSS 已降临，请所有玩家以最快的速度击杀。天空中的那道机械音在这时也是响了起来。墨染迅速扭头向左边看去，红光的降落地点便是在那边。鼠鼠向着红光的方向加速前往。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车辆迅速启动，一个加速便向着东边的方向冲去，尾部的喷射推进器开始启动，一道粗壮的蓝色火柱瞬间喷涌而出，鼠鼠的速度在这时陡然拔高，300公里每小时，这速度还真是恐怖。不过复合钢结构的履带还是太脆了，这耐久真是哗哗的掉啊！看着鼠鼠现在的速度，墨染是非常的震惊和满意，但那不停掉落的履带耐久100%比，也是让墨染看得一阵抽动。今天的无限富裕刚好刷新了，那就将它用在履带上，到时候有了更加高级的履带，再将无限富裕进行收回。讲到这里，墨染直接对着鼠鼠的履带使用了无限富裕，随着履带的耐久变成无限，墨染也停下了小型修理箱的使用。BOSS 降临的地方距离墨染非常的近，只有大约12公里的距离。墨染凭借着自己超好的运气，成功赌对了 BOSS 降临的地方。鼠鼠，释放蜂鸟无人轰炸机前去进行侦查。墨染说道，在雷达的影响下，蜂鸟无人机的距离可以达到400公里，超快的移动速度和小巧的体型，不拿来当侦察工具真是浪费了。其实他还是挺想使用核弹给对方来一下的，不过在这之前还是先看清楚。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车体前方打开一个小口，一道黑色的身影一闪而逝。同时，墨染面前的全景上分割出了一块全新的屏幕。今天的风沙到达了3级，对于视线还真是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墨染通过全景看向周围，此刻的外面狂风大作，无数黄色的沙子被风带起，漂浮在每一处空气中，导致外面整个世界像是被上了一层黄色的滤镜。蜂鸟无人轰炸机的速度极快，不一会便抵达了那处地方。只见在画面中出现了一个直径有1万米左右的红色玻璃罩，那个红色的玻璃罩与异化点的光墙十分相似，但是却呈现不透明的状态，看不清下面的东西。红色的玻璃罩，那东西看起来像是光组成的，和异化点的那种光墙有些一样。鼠鼠，进去看看。墨染说道，随即仔细地注视屏幕，等待接下来将要看见的东西。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蜂鸟无人轰炸机开始向下俯冲，屏幕中的红色玻璃罩开始一点一点的放大，随后画面猛地消失不见。第127章 BOSS。 看着突然消失的画面，墨染直接愣住了。报告车长，蜂鸟无人轰炸机已自爆，似乎是撞上了某种物体。就在这时，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了出来。物体？难道那个玻璃罩不是由光组成的吗？无法穿透进去？就在墨染十分疑惑时，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红色面板，无法在光墙范围外攻击 BOSS。 看着面前这块面板上的消息，墨染也是明白了过来。原来如此，游戏中所谓的范围保护机制吗？还好没有第一时间扔核弹过来，不然指定白扔了。不过看他这样的意思，是要进入那里面跟那个 BOSS 对打。墨染摸了摸下巴，英俊帅气的脸上勾起一抹灿烂的微笑。那正合我意，就陪你好好的玩一玩吧。墨染看向前方，那个巨大的红色光墙与差已不足100米。鼠鼠，减缓速度，进入那光墙之中。明白，车长。车辆后方的喷射推进器开始关闭，鼠鼠的速度也是缓缓降低下来，最后以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径直驶入面前的光墙。与蜂鸟无人轰炸机的无法进入不同，鼠鼠没有任何阻挡的穿入光墙之中。随着进入光墙之后，猛烈的沙尘被阻隔在了外面，地上一望无际的沙漠也变成了一种漆黑的坚硬地面，像是火山爆发过后的熔岩所凝结而成的样子。表面非常的粗糙，能在上面看到很多不规则的凸起。鼠鼠的履带行驶在上面，相互摩擦间产生了大量火花。而在这空间的最中心位置，正站着一只体型巨大的怪物，足有30多米那么高，身体的骨骼外形和人类的相似。如果要说一个相似的东西，那用兽人来描写最合适不过。此刻这只怪物全身上下披满铁甲，全部都是一块块坚硬厚重的铁片，
这些铁片像鳞片一样相互堆叠，牢牢地固定在怪物身上，并且这一些厚重的铁片表面还长满了一根根的尖刺，从头到脚严丝合缝，连关节都做了特殊处理。怪物双手上的拳头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2个巨大的流星锤，手臂上缠满了长短不一的铁链，每一条铁链都是那么的粗壮。脑袋上顶着一具厚重的头盔，头盔之上是一对巨大的尖角，尖角上布满了各种尖锐的凸起，看起来十分的瘆人。此时那只怪物听到了后方的动静，巨大的身躯开始缓缓转动过来。头盔的前方有一道开口，里面正有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鼠鼠。这就是所谓的决战 BOSS 吗？看着全身上下的铁片，这防御拉得真高。看着远处的那只 BOSS， 墨染觉得对方看起来还挺彪悍的。墨染还顺便打开面板，为对方拍了一张美美的全身照。吼！一道刺耳难听的嘶吼声从头盔中传出，紧接着那只 BOSS 开始冲了过来。虽然体型非常巨大，但他的速度一点都不低。巨大的身躯加上全身沉重的铁甲，每一脚踏出都让地面微微的颤抖起来。第128章，行不行啊？细狗！哟呵，看着挺大一坨，没想到跑得还挺快。鼠鼠顺着边缘行驶。明白，车长。停止的车辆再次行动起来，围绕着光墙的边缘行驶。吼 ！BOSS 嘶吼一声，右手猛地向前一挥，只见右手上那颗巨大的流星锤就这么径直从手臂上脱离，拖着后方的一条铁链就照着鼠鼠的方向砸了过来。看着从天空急速砸来的流星锤，鼠鼠瞬间一个提速，轻松躲过。轰！那颗巨大的流星锤狠狠地砸落在地，地面上瞬间裂纹密布。我操，这玩意还能甩出来的吗？这突然间的一幕确实给墨染吃了一惊。吼！一击没有得手， BOSS 发出了一声愤怒的嘶吼，紧接着右手猛然一扯，那个巨大的流星锤便从地上扯起，随后被后方的铁链拉扯，再次回到 BOSS 的右手上。 BOSS 继续速度不减，在鼠鼠的后方追击着。身为帅逼的我向来提倡礼尚往来，既然阁下已经先手，那就轮到在下了。鼠鼠，全武器火力全开。墨染身后的指挥椅缓缓转动至后面，透过全景看向后方追击的 BOSS。 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攻击的命令瞬间执行下去。上方的舰炮炮塔开始转动，2根203毫米口径舰炮缓缓对准 BOSS。 炮塔上的23毫米4连装机炮瞬间出塔，紧追而至的烈焰喷射器，两侧的 H2MB 重型车载机枪以及导弹发射架全部出现。车体前方的洞口也是打开，一只蜂鸟无人轰炸机疾驰而出。看着那缓缓转向过来的炮塔，后方的 BOSS 瞬间察觉到一丝不对劲，迅速将手上2颗巨大的流星锤举起，将其牢牢地挡在面前。轰轰！203毫米舰炮率先开火，炮管之中瞬间喷射出2团火焰，2颗撕裂穿甲弹相继从炮管中喷射而出，随后径直命中在了怪物面前的流星锤上。砰咔砰咔，2个流星锤的表面瞬间被洞穿出了2个巨大的洞口，洞口处竟是被融化的铁水，还在冒着丝丝缕缕的黑烟。炮弹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力瞬间将 BOSS 的双臂向后折断，随后一个重心不稳，重重的摔落在地。嗖！砰砰砰砰！哒哒哒哒哒！一枚对地导弹迅速从发射架上脱离，急速冲向倒地的 BOSS。23毫米4连装机炮也是瞬间开火，4根炮管疯狂地吞吐着火舌，两侧的 H2MB 重型车载机枪也是不甘示弱地紧随其后。一大群蜂鸟无人轰炸机在空中一个回旋，向着下方的 BOSS 急速俯冲下去。轰隆隆，轰轰轰轰！刹那间火光冲天，爆炸声连绵不绝。那么大一只的 BOSS 直接被笼罩在了猛烈的爆炸火焰中。轰轰！填充完毕的203毫米舰炮再次开火，2个炮弹迅速离膛，犹如一抹残影，径直飞入那爆炸之中。哇呜！这无限数量的蜂鸟无人轰炸机也太凶残了，这真的是一个接着一个往死里炸啊！这小东西我喜欢。看着前方那连成一条线从那小口中不断飞出的蜂鸟无人轰炸机，以及后方那团不停爆炸的东西，墨染突然觉得好奇怪耶，感觉我都没地方出手了。不过这玩意还挺耐打的。就在墨染说完这句话的下一秒，包裹在这里的红色光墙瞬间开始消失。21区，墨染成功消灭 60% 决战 BOSS。21区全体玩家晋级排行榜，并获得一份高级奖励，最终击杀者墨染额外获得一份特级奖励。随着光墙的消失，天空中那道机械音传了出来：嘿，这家伙不中用啊，刚夸牛逼就嗝屁了，行不行啊？细狗！墨染瞬间嗤笑一声，并让鼠鼠停止了攻击。等到攻击的火光与烟尘消散，
地面上只留下了一大滩被融化的铁水以及满目疮痍的地面。第129章，这不狠狠地嘲讽一波。随着红色光墙的彻底消失，周围强劲的风沙瞬间填充了整个区域，黑色的岩石地面开始变得透明，无数的黄沙再次铺满整片大地。墨染的面前出现2个箱子，一个金色，一个紫色。箱子大约50厘米宽，呈现正方形的模样。2个箱子散发着2种不同颜色的光芒，看起来十分的奇特。墨染伸手接下漂浮在空中的箱子，随后摆放在了地上。他现在还不着急打开，现在可是有更加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做。抬头看了一眼面板上的时间，6点21分，算上赶路和墨迹的时间，墨染估计这只 BOSS 连10分钟都没撑到。看这样子，我算是彻彻底底的出名了。墨染打开区域频道，里面早已被无数条的消息所填满。发生什么了？我听到了天空中的机械音，然后一个紫色箱子就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墨染大佬竟然把 BOSS 宰了，这也太让人难以置信了吧！太不可思议了，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管他怎么做到的，我们什么也没干，白拿奖励啊！那只 BOSS 可是受到了60%的加成，他是怎么宰掉对方的？区域频道中的消息翻滚无数，所有玩家无不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不错，这感觉真不错。看着那无数条区域消息，墨染心中的虚荣感得到了莫大的满足。可嗨，人嘛，情理之中。随后，墨染打开了世界频道，这才是他打开面板的主要目的。他要让那些之前嘲讽的人狠狠地给上一耳光。与区域频道的消息翻涌不同，世界频道中安安静静，没有一丝发言。哼，都哑住了是吧？那就再给你们来一记杀人诛心。墨染冷笑一声，双手开始在面板上打字。21区已经解决完 BOSS 了，其他区域的各位要加油哦。打字完毕，墨染伸手点击了发送。墨染的这条发言在空荡的世界频道中显得那么的刺眼。随后天空中再次传来那道机械音，带给了其他区域一个更不好的消息。21区已率先解决 BOSS， 游戏开始进入最后倒计时。所有区域决战 BOSS 将于明天早上6点全部降临。降临的决战 BOSS 将根据区域中剩余的异化点进行强化。哟呵，好事啊，真是双喜临门。听着天空中那道机械音，墨染第一次觉得是那么的美妙。打开游戏的排行榜进行查，此刻区域排行榜上的第一正是21区，玩家贡献排行榜上的第一正是墨染，第二则是21区的全体玩家。怎么感觉我好像亏了？这些家伙分炮不打，直接占了个第二，我靠，这不就是白嫖？墨染看到后不禁嘴角一抽，不过转念一想，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看来这第一的宝座我是稳坐了，那些普通的载具武器用于对付那种级别的 BOSS， 估计也只能给对方挠痒痒。想出现比我加成更高的 BOSS， 这简直就是毫无可能。在刚才攻击 BOSS 的时候，墨染注意到23毫米机炮和12.7毫米重型机枪的表现，这2个武器并不能对 BOSS 造成伤害，子弹全被那些厚重的铁片给弹开，而各种爆炸所产生的剧烈高温直接将整个 BOSS 融化成了铁水。看来以后得多搞点特殊攻击的武器了，枪炮类型的武器到后面可能就不适用了，除非武器的口径很大，那么才能手握真理。在心中记下这个任务，墨染低头看向地上的2个箱子，嘿嘿嘿，现在是开奖时刻。搓了搓手，墨染率先打开了紫色箱子。至于金色箱子，这种好东西当然是要留到最后的了。第130章开箱时刻。随着紫色箱子打开，一道紫色的光芒从中喷涌出来。哇哦，真是紫气东来，看起来还挺有范的。随着紫色光芒的消散，一个黑色的正方形物体静静地躺在箱子中。黑色的正方体上游走的一些紫色线条，看起来十分的奇特。原来是模块，紫色宝箱开出来的想必也不差。墨染伸手将模块拿了出来，随后放在了眼前进行观察。随着模块的拿出，紫色的宝箱缓缓消失不见。载具装备：黑客入侵系统，你可入侵敌方载具、武器，甚至任何电子设备，对入侵的目标造成破坏或进行控制，同时大幅度增强载具的反入侵防御。使用条件：必须拥有人工智能。哟，这东西不错，黑客攻击敌人内部，大炮照顾敌人外面，两面包夹之势，妙呀！墨染直接点击了使用，黑色的模块在手上化作白光消散开来。那么接下来便是头奖，金色的宝箱，能给我开出个什么东西呢？墨染伸出双手，一把打开了金色宝箱。宝箱开启的那一刹那，一道金色灿烂的光芒喷涌而出。金色传说！哎呀，这光也太耀眼了吧！墨染瞬间眯起眼睛，等到耀眼的金光消散后，往箱子里看去，只见金色的箱子中正躺着一块正方形的黑色方块，上面布满了很多金色的纹路，纹路还一闪一闪的，看起来十分奇特。
又是一个模块，这次又是啥？墨染将箱子翻转过来，随后拿起来拎了拎，将模块倒出。毕竟这模块真的挺大的，都快把箱子塞满了。墨染这双修长白皙的双手伸不进去，怎么想都伸不进去。随着箱子里的模块倒出，金色的箱子也缓缓消失不见。墨染将地上的这个模块抱起，开始端详起它的信息。战甲武装室，内置一套初级战甲，可在武装室中进行升级和强化各个部件，同时可将各种武器进行改造，使其适用于战甲并安装。战甲的一切行动来自于能源，请在能源耗尽前为战甲进行补充。通过升级与强化战甲，可使战甲的防御、速度、力量得到全方位增加。战甲，这东西简直牛掰了！墨染满脸兴奋地看着模块，同时他的脑海中开始出现了一个画面：一位英俊的男人身穿一袭红色战甲，在天空中急速飞行的模样。嘿嘿嘿，我也能体验一把那种感觉了。使用。墨染迅速点击使用，手上的黑色模块缓缓化作白光消散开来。在引擎发电室的右边，一扇房门缓缓出现。墨染一步并作两步，迅速上前打开房门进入。天花板和地上的灯光点亮，将整个房间的布局呈现在了墨染面前。房间的左侧是一排工作设备，还有一张宽大的工作台。右边的位置是一排挂板，似乎是用于放置武器以及装备的地方。整个房间最核心的东西便是位于最中央的战甲，那里正有一座高于地面的圆台，一套战甲正静静地站在圆台上。圆台的周围一共有3个固定架，将战甲牢牢地固定在上面。那就是战甲吗？这看起来也太破烂了吧。第131章升级战甲。看着最中央站着的那个玩意，墨染这嘴角在疯狂的抽搐。随着靠近中间的那套战甲，墨染感觉自己的嘴角都快抽到天上了。只见一套极其充满废土风格的战甲就那么静静地站在那里。战甲的体型看起来非常臃肿，身上满是锈迹斑斑的铁片，有些铁片还破了一个又一个的洞，直接让外面的凉风毫无保留地进去。关节的部分更寒酸了，几乎是用一种纤细的铁丝网组成。就这东西要是能抵挡攻击，墨染直接将整个战甲吃下去。随着墨染来到战甲面前，一块透明的虚拟屏幕从天花板上投射下来。墨染扭头看去，屏幕中记载的正是战甲的信息。哇哦，这防御、速度、力量的数值都快低得看不见了，真好。好个屁啊！这玩意就是一大坨生锈的铁片，这能动起来都是个问题吧？围绕着这套战甲旋转一圈，墨染做出了此等判断。战甲，嘤，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人家？哎，凡事起于无，先给他从上到下强化一遍，没准就变得牛逼了。墨染缓缓来到虚拟屏幕前，开始按照上面的操作，将战甲从头到脚的任何部位开始使用材料进行升级。战甲部位的升级需要投入材料，材料等级越高，那么它的进度也就越快。墨染先使用复合钢替换掉战甲现如今的铁片，天花板上伸出几根折叠机械，开始对圆台上的战甲进行拆解。上面的铁片一块接一块的从战甲上剥离出来。房间左边的天花板上，几根折叠机械臂带着一堆复合钢出现。左边的区域摆放着很多机器，机械臂将复合钢一块接着一块投入。第一台机器类似于压床，复合钢从开口处进入，等到从另一边的开口出来时，已经被冲压成了一些不规则的部件。随后这些部件被机械臂夹起，带到了第二个机器里。第二个机器是一个锻造设备，所有的部件都被猛烈的火焰进行灼烧，随后沉入下方一个富含不知名液体的水池。水池下方的一条传送带将这些部件从水池中带出，随后机械臂将这些处理过的部件拾起，将其带到第三个设备中。大量焊接的火光喷射出来，这些不规则的部件全部被焊接在一起。等到从里面拿出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个战甲上的部件。天花板上的机械臂将这些部件拿起，随后按照结构顺序组合在战甲上。哇！全自动生产线，这也太酷了吧！墨染一脸惊讶地看着各种机械臂操作，一边手指疯狂地在屏幕上狂点。机甲的3维数据飞一般的上涨，各种各样的材料被当成了经验投入其中。就不能一键升级吗？我点的手都快酸死了。甩了甩发酸的右手，墨染换上左手继续点击。就在战甲的3维到达了1/4时，墨染的升级也戛然而止。因为它的升级已经无法继续，墨染的面前弹出了一块面板，缺少初级护甲零件，无法进行升级提升。初级护甲零件，这是什么？出现了新的词汇东西。墨染开始研究起这所谓的护甲零件，随后也是清楚了它的作用。原来如此，武器护甲升级到一定的程度，那么就需要用到零件。零件有初、中、高3个等级，
通过分解不同品的武器装备有几率掉落。随后，默然打开制造页面，看向上面的升级选项。武器和护甲的升级选项现在还处于灰色的状态。得了，看这种情况，估计是要到下个世界才会解锁。明白后的默然也不再纠结，将目光转向圆台上的战甲。此刻的战甲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之前那坨东西完全无法相比。第132章战甲外形设计。整个战甲与原先的相比变得更加的纤细，原本满是生锈的铁片已经变成了黑色的复合钢。比原来的好多了，但这造型看起来感觉一点都不酷，感觉好普通，好单调，好直白，好没意思，我好不喜欢。默然，作者大大，这玩意儿好丑，我想换个帅一点的造型。作者默的问题。啪的一下，很快，默然眼尖的在屏幕上发现了一个造型选项，原来还可以改变战甲的外形，这我不得操作一波。默然点开造型选项，开始在里面设计起自己心目中的战甲。至于是什么战甲，默然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答案。他曾经玩过一款主机游戏，特别喜欢里面一名叫士官长的人物的身上战甲，那身战甲真的是特别充满科幻和霸气。从那时起，就有一种想要穿上那套战甲的憧憬，如今这种憧憬在今天即将实现。凭借着前世记忆里那套战甲的模样，默然快速的在造型面板中设计起来。默然设计的非常认真，连滴滴乱响的好友私信都不能打断他的思绪。在挥笔操刀了十几分钟后，默然终于设计好了心目中的战甲造型。搞定了，点击确定。随着确定按钮的点下，天花板中的折叠机械臂再次伸出，圆台上的战甲瞬间被拆成了一块块的零件，随后带到了左边最后一个机器里。零件从机器的入口进入，再出来时已经变成了不同的形状。折叠机械臂夹起一块又一块新的部件，开始返回至圆台上进行组装。来了，我心目中的那套战甲终于要来了。默然激动地在旁边直跺脚，红色的眼眸中散发着小星星。要问男孩子最不能拒绝什么，那便是武器、机甲、打怪兽这些充满科幻的东西。脚底、小腿、大腿，一块一块的部件从头到脚开始按照结构顺序拼接起来，随着头盔的最后组合，士官长的同款战甲当就这么出现了。看着圆台上那道漆黑的身影，默然看的眼睛都快直了。咕嘟，咽下一口兴奋的唾沫，默然缓缓走到圆台之上。不过这套战甲该怎么穿？我没穿过这玩意的经验呢。近距离打量面前的这套战甲，默然一时间就犯了难。就在这时，固定在战甲周围的3道机械臂缓缓打开，随后战甲来了个180度转动，将背部直接朝向默然。然后在默然一脸震惊的目光，战甲的背后直接向两侧打开，里面的结构瞬间展现在默然面前，看得他是一愣一愣的。牛逼，这也太牛逼了吧！冷静，努力平复下躁动的心情，默然深吸一口气后，缓缓进入战甲之中。随着默然将全身贴入战甲里面，战甲的背部开始关闭。随着背部区域完全关闭，里面变得漆黑起来。紧接着下一秒，面前的屏幕瞬间点亮，上面开始跳转着各种数据，随后外界的事物开始清晰起来。默然透过面前的显示屏幕，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外面的东西。第133章第一次穿戴战甲。哇，外面的一切好清晰啊！默然左右转动了一下脑袋，面前屏幕的画面同样跟随着视线转动，缓缓抬起左右手，握紧张开再握紧。这种感觉好奇特，虽然我穿着这身战甲，但并没有感觉到紧皱的包裹感。这身战甲感觉就像套在我身体上的一种罩子，好奇妙的感觉。默然活动着双手，紧握双拳时传来的特殊触感十分无法想象。随后默然低头看向圆台的楼梯，紧接着右脚一步迈出，啪嗒，铁靴与金属的圆台楼梯相互碰撞，产生了一种特别空灵的清脆声。啪嗒，后面的左脚紧随其后，落在楼梯上，同样传出一道声音。啪嗒啪嗒啪嗒。默然缓缓从圆台上走下，开始在周围的地面上四处走动。这战甲果真能提升很多属性，感觉走路的时候特别的轻盈。稍微的小跑一下，速度很快，而且步伐轻盈。原地跳跃一下，双手可以轻松的摸到天花板。呼！默然原地打了几拳，每一拳出去都能带起一道轻微的风声，并且出拳的速度非常的快。默然在快速的连续出拳下，挥舞而出的拳头犹如一道道残影，产生的劲风也是呼呼直响。我这一拳下去的力量绝对不小，谁要是被我打上一拳，指定一打一个不吱声，直接敲锣打鼓开桌席。对于现在这套战甲所展现出来的能力，默然真是满意的不得了。报告车长，我已与战甲建立起沟通联系，你可对我随时下达命令，
同时载具攻击和侦测信息都将呈现在你的面前，你可随时进行查看。鼠鼠冰冷的机械音在头盔中响起，头盔面前的屏幕上显示出了很多数据，数据上记录的鼠鼠此刻的状态以及外界的任何情况。只要默然一个念头，上面的数据画面便能随时放大缩小。不错不错，这样我在外面探索的时候就可以同时注意鼠鼠这边的情况。默然重新返回到圆台上，战甲的后部缓缓打开，默然的身影从后面钻了出来，随后战甲的背部重新关闭，周围的3根固定臂缓缓升起，将战甲牢牢地固定在圆台上。左边的区域是用于升级和制造战甲，这点在刚才已经见识到了。通过圆台旁边的屏幕介绍，右边的区域似乎是用于制作战甲武器的，并且能将一些装备转换成战甲武器。这么好的东西，我肯定要看一看。默然缓缓来到右边的一处金属台面，随后一个虚拟屏幕从台面上出现，虚拟屏幕中显示出了很多信息，默然开始仔细地浏览起来。不一会，默然也是摸索明白了里面的东西。首先便是战甲使用的武器，武器的最开始来源于自身使用的武器，将自身使用的任何武器投入转换台，转换台可将该武器进行改造，使其适合战甲的使用，并可随时进行安装拆卸。而且一些用于辅助个人的装备也可通过转换台改造成战甲适用的部件。厉害啦！那这不就是说什么大炮什么枪，想装哪个装哪个？想到这里的默然夺门而出，等到再进来的时候，他的背上正背着巴雷特重型狙击枪，手上正抱着那个追踪火箭发射器。将这2件装备放在金属台上，随后默然在屏幕中点击选择，随着确定键的按下，2条折叠机械臂从天花板上伸出，将金属台上的2件武器拿起，随后放入了最后方的一个机器中。紧接着虚拟屏幕上显示出了当前武器改造的时间，需要2个小时的改造时间，看起来还是有点久的。看了一眼所需的时间，默然转身便来到了战甲旁边，开始围绕着战甲上下打量，思考着再添加上什么东西。第134章转换武器。战甲上已经拥有2种远程武器，那么现在应该来点中距离和近战武器。至于头盔的话，有了，那个东西没准也可以添加进去。在不停的思考和浏览下，默然的脑海中冒出了好几个想法。转身走出战甲武装室，默然进入到了储藏室中。来到左边角落的房间中，默然开始翻找起地上的枪械。经过一阵翻找，默然的手上不多时已经出现了2把枪。这2把枪械是一把霰弹枪，一把重型机枪。默然选择了一种 12.7 毫米口径，并且射速能达到1000发的重型机枪。这种重型机枪拥有超强的穿透效果，并且每分钟1000发的压制性堪称恐怖。而霰弹枪则作为近身搏动，并且这把霰弹枪也不是普通的一种 AA-12 全自动霰弹枪，拥有每分钟360发的射速，发射12号口径霰弹，拥有超强的覆盖率，简直就是群体杀手。并且这把霰弹枪还能装备一种非常牛逼的子弹——龙息霰弹。这种子弹内部填充大量的镁粉，能在发射的一瞬间产生上千度高温，可以完美的让敌人感受到视线与肉体上的双重伤害。除了这2把枪械，默然还挑选了几把材质较为坚硬的砍刀。带着这些东西返回到战甲武装室，默然将其全部进行转换，随后再次转身走出。他还有一个东西觉得可以添加在战甲上。进入指挥室中，默然拿起了挂在墙上的电子望远镜。这个电子望远镜拥有夜视、放大，还有红外探测等功能，以及可以为载具提供攻击目标。刚好我现在的鼠鼠拥有导弹，这不就是让我指拿打啊？这东西装上去的效果肯定不一般。默然带着望远镜来到了战甲武装室，在将其投入转化前，默然撤回了附着在上面的无限赋予，毕竟留在上面已经没什么用了。加上今天的无限赋予，我现在已经拥有2次无限赋予了。略微沉思过后，默然便决定了这2次赋予的使用地方。首先便是为战甲的能源赋予上无限，这就可以让战甲进行无限的行动。紧接着便是为导弹发射架赋予上无限耐久，毕竟当糖豆打了这么久，导弹发射架的耐久已经所剩不多了，所以默然才决定使用在这。至于为什么不将战甲的耐久无限，是因为默然在对战甲的了解中，明白现在的战甲就是一个铁壳子，铁壳子再如何坚硬也没用，高温、低温、强烈的震动还有音爆等穿透攻击都会对内部造成影响。到时候战甲上啥事没有，里面的默然早就变成一堆浆糊了。所以如何应对这些穿透攻击，这就需要默然投入材料去研发内层。高温和低温的应对可以使用之前在军事基地中分解的喷气式战斗机材料，上面的材料应对这2项就不错。至于震动还有声音的问题，这些材料应该可以解决当下。在等待那些武器转换的过程中，
墨染开始研究起内层的制造。第135章锻造内层。针对温度、冲击力、音波这3大类型的攻击，墨染投入了相应的材料进行制作。随着选择材料的确定，上方的折叠机械臂带着众多材料出现，随后将这些材料依次投入左边的那排机器中。等到最后出现的时候，已经是与战甲相似的内层组件。战甲上方的机械臂再次伸出，开始对战甲进行拆解，随后将内层组合进每一个部件的内部，再将整个战甲复回原位。如今针对各种穿透类型的攻击，内层已经可以大幅度的将其缩减。不过这并不是终点，墨染会在有更加强力的材料后，不断的将战甲进行升级，也可能很快，也可能很漫长，这是一个长远的事情。墨染还制造出了一个车载空调系统，将其投入到改造序列中。解决完防护等问题后，自然是要考虑到内部的舒适性。所有物品的改造还需要一点时间，自此墨染先来到了指挥室中等待。看到放置在指挥室中的那套轻便式防护服，墨染走了过去，将其轻轻捧起。墨染，轻便式防护服匠，感谢你这段时间的陪伴，是你为我提供了无微不至的保护，才能免于我在战斗中受伤。轻便式防护服？哦，墨染哥哥，阴人家，去你丫的！墨染带着轻便式防护服来到了储藏室，随后看都不看一眼，直接扔了进去。哼哼哼，那套战甲真是帅，真期待穿上它战斗的那天。墨染哼着欢快的小曲，迈着轻盈的步伐回到了指挥室。轻便式防护服，渣男！无比凄厉的杀猪声。我怎么感觉好像有声音从储藏室里传出来？墨染疑惑的转头看向储藏室大门，随后耸了耸肩，进入了指挥室中，舒服的躺在指挥椅上感受按摩。墨染打开了面板进行查看。哇哦，这些人啥情况？发这么多的消息给我？好友私信的消息都是那几位，无不感到惊讶和震惊。墨染怎么做到的？机操物六，低调低调。简单的打发几人几句话，墨染转头看向了私信页面。哼，这些人真有意思，竟然还隔空喊话威胁。私信中出现了很多不怀好意的消息，都是带上了些许威胁的意味。哼，放狠话谁不会？让你感受一下我脑海中那无比优美的词汇量。墨染撸起袖子，活动了一下筋骨后，开始疯狂的打字，各种各样优美婉转的词汇迅速出现。墨染选择完那些人的私信，随后全部打包的送了过去，打得我手都快酸了，还是再去看一看我那心爱的战甲吧。坐不住的墨染重新起身，继续在武装室中欣赏美丽的战甲。另一边，那些收到了优美婉转消息的玩家，法克竟然敢骂我，我妈都没这么骂过我。这是什么恶毒？恶毒的词汇，简直比我爹的七匹狼威力还大！啊呀，我不干净了，我的大脑被不干净的东西占领了。墨染，你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阿 T， 效果不错呢。揉了揉鼻子，墨染继续欣赏起面前的战甲。第136章改装战甲。经过2个小时的等待，所有投入进去的物品已全被转化成功。一件件物品从转换机中取出，如今的外形和原本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不仅大小变得更加迷你，整个武器几乎进行了彻底锻造。折叠机械臂带着这些部件来到了战甲的附近，战甲上方的机械臂伸展下来，开始对战甲进行拆解。首先是战甲最上方的头盔，整个头盔被单独取了下来，几根机械臂分不出来，开始将整个头盔拆解成零件。随后将原本的显示屏幕取出，将电子望远镜改装成的新屏幕装入其中，随后将整个头盔复位成原状，随即放在了一边。剩余的机械臂继续拆解，将整个战甲再次分解成了许多部件。战甲 TM 的都不知道被拆了多少次，有完没完啊？随后机械臂带来了一套类似血管的东西，将其完美的组合进战甲的各个地方。随后背部的部件被替换掉，机械臂为战甲带来了一块新的背部。新的背部与之前相比更加的厚，而且左右有2个菱形长方状的收纳盒，后背的2个收纳盒打开，里面是一种武器的底座。随后2条机械臂带来了改造后的重型狙击枪和追踪火箭发射器。巴雷特的整体身材经历了大缩水，现在更像是一根6角形的炮管，前方是那标志性的 V 型枪口制退器，后方是一个正方形的连接座。追踪火箭发射器也是经历了大缩水，如今更像是一块黑色的长方形物体，前方有一个口径不小的洞口，后方是一个正方形连接座。2根收纳连杆从收纳盒中伸出，机械臂将收纳连杆与武器进行结合。结合完毕之后，2把武器缓缓地被牵引至收纳盒中。随后收纳盒的外表关闭，2把武器被完美地收纳在里面。收纳盒也是由复合钢打造，
可以很好的保护武器不受伤害损坏。紧接着，2个类似于护臂的黑色物体被机械臂带到了手臂前方。护臂的造型呈现菱形，最前方的中间位置有一个黑色的洞口，在洞口的下方还有一条薄薄的缝隙，左右两边各是如此，只是左边的洞会比右边的大一些。这2块护臂替换在了新的手臂上，直接覆盖了整个手臂很大的部分。护臂前方的洞口应该是射击点，下面这条缝隙里应该是放着刀。墨染近距离的观察机械臂的组合，也是大体猜出了这些改造过后的武器。机械臂组装的速度很快，没有多久便将整个战甲恢复原状。终于搞定了，现在轮到我试验一番现在的武器了。墨染兴奋地搓了搓手，随后缓缓走上圆台。战甲自动旋转180度，随后整个背部打开。墨染整个人直接贴合上去，打开的背部缓缓关闭起来。面前的屏幕点亮，墨染再次清晰地看到了外界。与第一次见到的屏幕不同，现在的屏幕已经多了一些新的功能。首先便是由电子望远镜改造成的屏幕，如今不仅拥有夜视、红外，还能进行放大。所有电子望远镜的功能，此刻全部都可以在面前这块屏幕上实现。加入电子望远镜真是太正确了，这视野范围的提升效果真是太棒了。墨染不断的试验放大和切换功能，每一种变化都令他十分惊叹。第137章试验武器。试验完新屏幕的效果，墨染将目光放在角落中的温度调节上。温度调节的数值此刻正位于中间，墨染可以随意的操控它上升或下降，做到控制战甲内的温度变高或者变低。这个温控系统也不错，这样不管外界炎热还是寒冷，里面的我都可以获得很大的舒适度。试验完这2个辅助功能，墨染将目光转到了左边。左边的位置正有一个 3D 小人，正是当前战甲的 3D 图，上面标注了战甲此刻所装备的武器，还有各个部件的状态。此刻所有部件都显示为白色，只要哪里受损，那么它的颜色就会改变。颜色改变的越深，说明该部位受损的越严重。那么现在就开始试验一下武器，看看改造成战甲武器的效果怎么样。墨染抬起双手，随后这上面的刀刃弹出，唰唰，2把30厘米的刀刃瞬间从护臂中弹出，在光线的照耀下寒光闪烁。不错，隐蔽性很好，弹出的速度也是很快。欣赏了一遍手上的双刃，墨染将其重新收回护臂之中，随后从圆台上下来，径直来到了储藏室中的左边房间。先试验一下护臂上的2把枪械，效果应该非常不错。墨染率先举起左手，对准了前方那一片钢板，砰砰砰砰砰砰，上千度的镁粉瞬间从护臂的枪口喷射而出，如漫天火雨般击打在面前的钢板上。钢板上瞬间出现无数个焦黑的熔点，密密麻麻的一大片。房间内的温度也是骤然升高了几度，喷射出去的镁粉犹如烟花般绚烂。在连续射击20多发后，墨染才停止，护臂的枪口处冒着丝丝缕缕白烟。战甲的力量提升果然不错，我完全感受不到射击时的后坐力，就这凶猛的火力，对着敌人脸上一顿狂喷，那画面一定很美。不仅如此，墨染还发现战甲所使用的弹药来自于个人储备，这不就说明他可以在战斗中随时随地的更换各种弹药。在面板上的武器区域选择，还真让他发现了更换弹药的选项。换上12号标准霰弹，墨染抬起左手继续射击，砰砰砰砰砰砰砰，这次打出去的便是霰弹弹丸，面前的钢板上瞬间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小洞。试验完左手霰弹的威力后，墨染换成右手继续尝试，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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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的武器是 12.7 毫米重机枪，打出去的子弹犹如一道火鞭抽在钢板上。不过很快，墨染便发现了这个战甲上的一个问题，这个战甲上没瞄准系统啊，使用霰弹的话还好，使用机枪的话，这问题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了，子弹基本都是随缘飞。墨染尝试多个角度进行射击，发现只有将手臂举到眼前才能稍微准点，但这样的效果不是他想要的，他需要的是边移动边进行射击才行。叔叔，你是否可以辅助我进行射击瞄准？就在这时，墨染突然想起叔叔与战甲进行了联系。报告车长，我可以辅助你进行射击，那就开启辅助射击，替我锁定敌对目标。明白，车长。叔叔冰冷的机械音在头盔中响起，墨染当即试验起来，看了一眼面前的那块钢板，随后向左转身，让视线脱离，紧接着右手猛然甩出，并迅速进行开火，哒哒哒哒哒哒，12.7 毫米子弹从枪管中射而出，紧接着每发子弹都精准地命中在钢板上，乒乒乓乓的响个不停，在钢板上留下了许多洞口。在开火的一刹那，墨染能感觉到一股力量操控着手臂，换了多个方向进行尝试，不管墨染往哪个方向快速甩手射击，鼠鼠都能控制着战甲，为墨染精准地锁定在钢板上。第138章，未来的危险。
有了鼠鼠的辅助果然不一样，这样我就不用担心瞄准上的问题了。接着蓦然启动了背后的2把武器，后背的2个收纳盒打开，追踪火箭发射器和巴雷特重型狙击枪便从里面弹出，分别一左一右的位于墨染的肩膀上，并且还拥有360度的任意角度。不过墨染并没有进行尝试，一是这个房间太小，肯定不可能在这边放炮仗，第二便是现在已经中午11点多，墨染该准备去做饭了。重新回到战甲武装室，将身上的战甲解除下来，战甲的背部重新关起，周围的固定架将战甲牢牢地固定在圆台上。哼哼哼，今天中午吃啥好呢？墨染哼着小曲，悠哉悠哉地离开了战甲武装室。一处广袤的荒漠中，一群由上百辆载具组成的车队，此刻正在荒漠中急速飙驰，目标正是远处那巨大的红色防护罩。法克，60%加成的 BOSS， 该死的墨染到底是怎么干掉的？难道说那 BOSS 的实力并没有多么强大？那也不可能这么快的被干掉。想不通，想不懂，根本想不明白。约翰满脸阴沉地坐在沙发上，脑海中不断地思考这个问题。约翰先生，我们快要抵达最终 BOSS 的地方了。就在这时，一位金发青年推门而入，打断了约翰的思绪。我清楚了，让所有人都准备好。约翰头也不抬地说道。那名金发青年应了一声后关门离去。呼，现在不是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先保住区域排名第2才是重中之重。约翰重重地呼了口气，随后起身走出了房间。另一个区域，总统先生，这边是我们经过推算后所能得到相应的数据。一袭睡衣的漂亮国总统坐于床边，听着站在旁边的秘书进行报告。在他身后的大床上，被窝之中似乎有道人影正在移动。秘书头也不抬，专心致志地看着面板上的信息。你是说6点开始的 BOSS 在6点半的时候就被蓦然解决了？如果对方距离 BOSS 很近，除去路程的话，蓦然解决那个 BOSS 只用了10至15分钟。听完秘书所说的话后，漂亮国总统低声地重复了一遍。是的，总统先生。听着秘书传来的肯定话语，漂亮国总统一下子就陷入了沉默。那越来越黑的脸上预示着他此刻的心情异常不好。通知下面的人，让他们留意一个叫墨染的龙国青年，只要认为对方符合规则的，直接将其就地斩杀。许久过后，漂亮国总统缓缓地说道：明白，总统先生。秘书里领命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房间。随后，漂亮国总统打开面板，为私信好友中的几位发去了消息。我不允许除了我之外，还能有别的人比我更牛逼，不管是在以前，还是现如今的这个地方。墨染是吧？希望你能好好珍惜你所剩的生命。漂亮国总统说完，脸上尽是阴狠之色。第139章，最后10名的下场。算算时间，现在应该差不多了。看了一眼面板上的时间，蓦然转身离开了指挥室。随着厨房门被推开，一股诱人的香气扑鼻而来。一把掀开锅盖，一大锅的水煮鱼正在咕噜咕噜地冒着泡。关掉灶台上的火焰，蓦然将锅中的水煮鱼盛到一个大盆中，将这一大盆水煮鱼带到饭桌上。蓦然带着饭碗盛出了电饭煲中的米饭，用筷子夹出一块鱼肉，随后放入嘴中进行咀嚼。呼呼呼，果然加点辣椒比较好吃，这种麻麻的感觉真不错。一口鱼肉一口饭，大盆中的水煮鱼肉在飞快地减少着。恰完午饭再睡个午觉，随便抠抠脚趾，时间就这么过了。恰完晚饭休息一会，抠一抠脚趾，看一看聊天。那些玩家的速度还挺快，排行榜上几乎落座无席了。扫了一眼排行榜上的信息，基本已经是落座无席的状态。10点多了，该睡觉了。如果我猜的没错，这所谓的游戏结束后，我们又要被传送到下一个世界了。扫了一眼面板上的时间，蓦然开始洗脸刷牙，随后睡觉。夜深了，外面是呼啸的风沙，蓦然在鼠鼠内部睡得异常安稳。随着12点整的降临，外面呼啸的风沙刹那间停止，漫天飞舞的沙尘失去风的托力，在重力的作用下缓缓落地。那些家伙还真是惨呢，明明都在排行榜之中了，却因人数减少导致河区变到其他的区域去了。吃着早餐的蓦然翻看着世界频道，发现里面各种鬼哭狼嚎的消息。有一些区域发现自己无法战胜 BOSS， 于是便想出了一个阴损的招式，那便是将区域的人数进行缩减，从而导致其他的区域进行合并。运气好的话，他们合并别人；运气不好的话，别人就得合并他们。时间很快便来到了中午12点整，那道声音再次从天空中响起：各位蝼蚁们，中午好，我很好，但不知道你们好不好呢？我可是大发慈悲，给了你们6小时的 BOSS 时间呢。就让我看看还剩下多少个区域没有消灭 BOSS。哟，这数量还真是不少呢。不过各位放心，我会根据消灭 BOSS 前所剩余的异化点，以此来选择10个幸运儿。当，让我们恭喜这10个幸运儿！哈哈，太开心了！为了纪念我们的第一次正式游戏，
我将为游戏中的各位献上一幕好戏，请带好小板凳观看哦。天空中的那道声音消失，紧接着每名玩家面前都出现了一块面板，面板上被分割出了10个画面，每一个画面都对应的一个区域。就在所有人一脸疑惑的时候，画面中的区域开始产生了变化，地面开始疯狂的震动，宛如波涛汹涌的海面般起伏，一道道巨大狰狞的裂缝撕裂开来，无数炽热的岩浆从裂缝中喷涌而出，整片大地开始崩坏撕裂，紧接着被无尽的岩浆所淹没。那些位于地面上的玩家只在刹那间便被熔岩吞噬干净，他们就像汹涌海浪中的一片树叶，那么的弱小和无助。浓郁的黑烟从裂缝中喷涌而出，慢慢的将整个画面遮盖了起来。随着全部的屏幕变成黑色，眼前的面板也瞬间消失。看着那面板中所呈现的景象，所有的玩家无不感到震撼和恐惧。那么多的生命就像玩具一样被玩弄，还真是让人不爽。看着那10个画面中的景象，墨染的脸上变得十分阴沉。哈哈，真是太有意思了，让我们恭喜这10名幸运儿！啪啪啪啪，天空中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随后那道声音继续传出。不过嘛，你们这些蝼蚁的生命力还真是顽强，竟然还有那么多的蝼蚁还活着。不过没有关系，我也感觉这个世界非常的无聊，所以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将在1分钟后前往新世界，请各位准备好哦。第140章空间手镯。天空中的那道声音渐渐消失，紧随而至的机械音再次传出。游戏排行榜已确定，现在开始按照排名发放奖励。3个箱子缓缓地出现在墨染面前，就这么静静地悬浮在空中。箱子还是一个紫色一个金色，唯一不同的是多了一个小盒子。将3个盒子从空中拿下，墨染并没有去查看另外2个，而是率先拿起这个小盒子。下一个世界的提示吗？那又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墨染缓缓打开这个小盒子，一张白纸正静静地躺在里面。墨染伸手将白纸拿出，随后舒展开来。白纸上没有任何文字，只有一片画上去的白色雪花。在白色雪花的下面还画了一个小人奔跑的模样。雪花代表着寒冷暴雪，那这个小人的意思是逃命。手上的白纸连同小盒子缓缓化作白光消散开来，消失了。难道是说我猜对了吗？看着空无一物的手上，墨染转头看向地上的2个箱子，率先来到紫色的箱子旁，墨染率先打开了这个箱子。随着紫色箱子打开，墨染的面前弹出了一块面板，武器、防护、道具、资源。面板上出现了4个选项，墨染在略微思考后选择了防护。紫色的箱子打开，一道紫色的光芒喷涌而出。等到紫光消散，一张图纸正静静地躺在箱子中。墨染取出箱子中的图纸，随后展开进行查看。耐寒防护涂层，可为选择的物体表面覆盖涂层，使其更能适应于严寒环境。覆盖涂层所需的材料与该物体的面积有关，耐寒程度与核心材料的级别有关。耐寒防护涂层看来是用于应对下个世界的极寒天气。不过这里面倒是出现了一个新材料，可能是属于下一个世界的。墨染浏览起所需要的材料，发现材料中出现了一种雪怪精血的东西。雪怪，看来那个世界不会很平静。将手上的图纸学习，墨染将目光放在了最后的金色宝箱上。金色宝箱永远不会让我失望，就让我来看看是有什么好东西。墨染一把打开金色宝箱，绚烂的金光刹那间喷涌而出。等到金光消散，一个不起眼的黑色手镯静静地躺在箱子。手镯。墨染一脸疑惑地将手镯拿出，随后端详起它的信息。空间手镯，内部拥有10万立方米空间，你可随时将各种物体放入空间和取出。空间内的一切时间都将不会流动，任何一切生命都无法放入手镯。这好东西啊，这简直就是薅羊毛神器。看着手上这平平无奇的手镯，墨染的眼睛都快直了，立马将手镯戴在左手上。墨染当即对着角落的那袋瓜子试验起来，左手对准瓜子一挥，那袋瓜子就这么突然的消失不见。墨染看向左手的手镯，手镯上出现了一个只有墨染才能看见的面板，里面正记录着手镯里的物品，那袋瓜子就那么静静的躺在里面。不仅如此，墨染还可以将那袋瓜子中的瓜子单独一粒一粒的取出，这也太酷了吧！以后收集物资就不用再一趟一趟的搬了。对了，试验一下穿戴战甲后还能不能正常使用手镯。墨染立刻来到战甲武装室，将那套战甲穿戴在了身上。随后墨染继续实验，发现穿戴战甲后手镯的效果一样不变。有这2组合在，我就能更快速更安全的收集物资了。看着手上这平平无奇的手镯，墨染真是越看越顺眼。时间到，新世界之旅走起！天空中的那道声音传出，紧接着所有的载具都被白光所包裹，被白光托举着向天空中浮去。所有人再次进入了那暗无天日的地方。下方的世界在所有人离去后开
开始崩坏、撕裂，最后化作一片虚无。第141章无边无限的城市。看来还需要再等待24小时才能到达那所谓的新世界。透过全景向外看去，外面是黑到极致的空间。哎，又得等待无聊的24小时了。墨染一边无聊至极的抠抠脚趾，一边看着频道消息打发时间。时间滴滴答答过得特别低快，转眼一瞬来到了11点多，还有几分钟就12点整，看来就快抵达了。吃过午饭，东墨染坐在指挥椅，静静的等待那剩余的几分钟。随着12点钟一到，刺眼的白光撕裂了黑暗。随着包括在外的光球消失，鼠鼠的身影出现在了城市的一条巷子里。看着周围的情况，我应该是被传送到了一座城市中。通过全景看向外面，墨染看到了两旁的钢筋混凝土楼房。鼠鼠释放蜂鸟无人轰炸机，向多个方向进行侦查。明白，车长。车体前方打开一个小口，4道身影从中急速飞出，冲向天空之中后，向着不同的4个方向飞行。4块新的屏幕出现在全景上，正是4只蜂鸟无人轰炸机传来的影像。屏幕中的画面高楼林立，到处都是各种钢筋混凝土楼房，街道上的栏杆、红绿灯、树枝应有尽有，俨然是一副城市的样貌。但整座城市安静无比，没有任何一丝生命存在的迹象，到处都是紧闭的楼房和空旷的街道，这座城市仿佛是一具空壳一般。看着4个画面中不断呈现的景象，墨染的眉头也是皱了起来。这座城市的面积未免也太大了吧？鼠鼠让无人机提升高度，并将视野放远。明白，车长。画面中的景物开始缩小，同时视角开始向着远处照去。只见清一色的灰白建筑不断蔓延，一眼过去是望不到边界的城市。看到4个画面中传来的景象，墨染也是清楚了这座城市的情况。难道说城市是无限的？简直就像一座一望无际的巨大迷宫。将4只蜂鸟无人轰炸机重新召回，墨染打开区域频道进行观看。区域频道中的消息滚动，有很多的玩家正在讨论中。此刻区域频道的左上角人数已经重新补满了2万人。这地方也太凉快了，以前在那里都快被热傻了，实在是太凉爽了，感觉就像在空调房里。我直接出现在了城市里，这里的资源绝对很多，我真是太幸运。我也是出现在城市里，我这运气简直没回了。啊，城市？你们也出现在了城市里吗？大家好像都是出现在城市里，我其他的好友都是如此。不会吧？难道我们所有人都出现在城市里？越来越多的玩家开始意识到，所有的人好像都处于城市之中。蓦然打开世界频道，里面的消息也是大差不差。通过蜂鸟无人机以及频道中的消息，看来所处的这座城市恐怕是无边无际的。不过白纸上那奔跑的小人是什么意思？就在蓦然思考的时候，那道声音再次从天空中传了下来。各位蝼蚁们，大家中午好，欢迎你们所有人来到这个新的世界。现在是中午12点，从现在起你们拥有12小时的时间，请在这时间里多收集资源，因为你们接下来可就没有时间了。为了防止大家感到寂寞，我特意为你们加入了一些小伙伴，很快就会和你们见面了，希望你们要友好相处哦。天空中的那道声音渐渐消失，周围的一切再次陷入了死寂之中。第142章，收集物资。听完天空中的那道声音，蓦然不禁冷哼一声，什么友好相处的小伙伴，我看是想要我们生命的怪物。不过根据之前的世界和提示，这世界方的温度也会逐渐下降，我也要抓紧时间出去外面寻找物资。蓦然起身走出指挥室，进入战甲武装室内。等到从里面出来的时候，蓦然已经穿戴上了战甲。随后进入储藏室中，蓦然将各种手雷、烟雾弹，还有一些 C4 爆炸物纷纷装入空间手镯中。这种能响能炸的东西，他可是很喜欢的。水还有干粮等食物也不能落下，这些都是用于补充体力的东西。准备好这些东西后，蓦然转身便来到了外面。鼠鼠现在位于一处巷子中，正前方便是这条巷子的出口。鼠鼠的体积很大，几乎占据了整个巷子的宽度。蓦然顺着墙壁几个蹬腿，很轻松的便跳到鼠鼠的前方。来到巷子的出口，蓦然用旁边的2个垃圾箱堵住巷口。站在垃圾箱外向里面看去，只有一条毫无东西的巷子。此刻的鼠鼠已经开启了电子迷彩涂层，成功与巷子的周围融为一体。这电子迷彩涂层真是老六神器，静止不动后完全发现不了。走出巷子口，蓦然开始在这条街上走动，同时眯起眼睛不断的扫向周围，利用透视查看每间房子的内部。很快，蓦然便将目光锁定在了对面的一间商铺里。通过透视能力，蓦然发现里面有很多货架，零零散散的零食摆放在上面。虽然外表平平无奇，没有悬挂任何东西，但通过里面的货架，蓦然肯定这应该是一间小超市。来到这间小超市的门前，可以看到面前是一扇双开的玻璃门，
玻璃门上被铁链拴着，里面还有一扇卷帘门。墨染伸手抓住玻璃门上的铁链，随后用力一扯，咔砰，铁链瞬间应势而断。墨染轻而易举地打开了最外面的玻璃门。看我无敌铁拳！墨染举起右手，对着面前的卷帘门就是一拳，砰！哗哗哗！薄薄的卷帘门瞬间被打穿，剧烈的哗哗响个不。墨染双手抓住打穿的洞口，随后用力一撕，一大块卷帘门瞬间被撕扯下来。墨染轻而易举地进入到内部，战甲的力量提升真不错，撕卷帘门感觉就像再撕一张白纸。墨染一挥手，那些货柜连同上面的物品瞬间消失不见。搞定，换下一个。将里面所有东西收入空间手镯后，墨染开始进行沿途洗劫。砰砰，一道又一道的破门声响起，任何的大门都无法对墨染造成阻碍。就这么过了1个多小时，墨染停下了对沿途商铺的洗劫。这些一层商铺中的物资是有，但是数量也太少了。如果2层楼房的话，数量会多一些。难道物资数量与楼房有关吗？想到这里的墨染转头看向前方，大约4、5条街区的距离，那里正有一座18层的大厦，就那么静静的矗立在那。去看看，反正距离也不远，很快便能到达。确定好方位后，墨染开始加速往那边奔跑过去。在距离这里的10几条街区外，3辆载具从不同的方向驶来，在道路上左拐右拐，前进的目标正是远处那座大厦。第143章进入大厦。没有用上多少时间，墨染就来到了大厦前方的小广场。广场中心有一座造型奇特的喷泉，只是现在的喷泉已经不再出水。墨染来到了正前方的入口，一扇巨大的玻璃旋转门出现在面前。墨染顺手推了一下，旋转门纹丝不动。看我无敌铁拳！咚咚咚咚咚咚。发现无法推动旋转门后，墨染直接举拳便砸。旋转门上的玻璃为特制钢化，但也抵挡不住墨染的无敌铁拳。在连续的攻击下，玻璃被锤出了一个又一个洞口。整块巨大的旋转门玻璃早已变得蛛网密布。看到效果差不多后，墨染向后退了一段距离，随后双臂交叉在面前，一个加速直接撞了上去。砰！哗啦哗啦，早已残破不堪的玻璃瞬间被墨染撞出了一个大洞。对面的另一扇玻璃也是同样的操作，墨染非常轻松地进入大厦内部。这种进门方式真不错，我已经开始爱上这种感觉了。意犹未尽地挥了挥拳头，墨染开始搜寻起这个地方。1层的空间很宽，中间的位置是一个圆形前台，左右两侧有一些桌子椅子，看起来是用于聊天和休息的地方。后方有4道通往上方的电梯门，左右两侧则是通往上方的楼梯。视线扫了一圈，墨染径直来到最中央的前台。在透视的能力下，墨染发现了一个位于前台里的物资箱。一个跨栏进入前台，墨染看向那放在地上的物资箱。此刻的物资箱里面正放着5块猪肉。看着物资箱里的5块猪肉，墨染不禁一阵挑眉。看来我猜的没错，越大的建筑中，里面所拥有的物质以及品质会更好。墨染举起拳头，砰砰几下就打开了物资箱，左手对着猪肉一挥，猪肉便被存放进了空间手镯里。随后墨染继续往里走，同时不停地用透视观察周围。不多时，墨染便在最右侧的电梯里发现了一个物资箱。嗨，又找到一个，这地方的爆率果然不错。墨染来到最右边的电梯门前，随后右手成拳猛然轰出，砰！整扇电梯门瞬间剧烈变形，中间的位置出现了一个深深的拳印。墨染伸出双手扒住门缝，随后用力向两边掰开，咔咔咔咔咔，严重变形的电梯门发出阵阵声响，被墨染给无情的扒开。随着电梯门打开，墨染通过透视看到了物资箱中的物品，是一整箱的调料，不错，以后做的饭能够更香了。将物资箱砸开，墨染将里面的一整箱调料收入空间手镯中。接下来去第2层看看，18个楼层肯定能搜出不少物资。墨染顺着最右边的楼梯开始往第2层走去。在墨染走上2楼没多久，远处的路口传来了阵阵发动机的轰鸣。3辆载具在经过一个入口后，成功的汇集到了一起。这是3辆经过改装的面包车，整车为红色，喷涂了大量的火焰图案。其中一辆面包车的体型最大，上面的颜色和火焰更加的鲜艳。车体的外边包裹着一层层铁板，机枪、火炮在车顶更是数不胜数。每一扇车窗上都覆盖了一层厚重的铁丝网，上方都留有一个用于射击的口子。3辆面包车一个急刹，在大厦面前的广场上停了下来。第144章采割。面包车的车门打开，一群身穿黑色夹克衣，头顶一撮黑色机关头的人从车上下来，人群之中有男有女，数量大约在50多人。所有人的装扮都是如此，各种马赛钉往身上招呼，脸上的妆容也是极其鲜艳。
随后，一名身着彩色皮夹克、头顶五彩机关头的男子从车上下来。在场的所有人看到那名男子后，都是无比尊敬的看着。彩哥，我们在一路搜索过来的大房子中找到了。彩哥，我们从那边过来，在很多的别墅中找到了。2名一红一黄的机关头男子来到了彩哥的面前进行汇报。不错，果然大房子里才有好东西，我的直觉一向很准。彩哥一边梳着机关头，一边听着2人汇报。其余人都是站在原地安安静静，等待着彩哥的下一步动作。就在这时，一名小弟的眼光瞟到了大厦的门口。当看到了那被破坏的旋转门，那名小弟立马出声喊道：“彩哥，有人先你一步，率先进入到大厦里了。”彩哥手上的动作一顿，随后转头看向远处的大门。只见大厦入口的那个旋转门已经被人为破坏出了一个洞口。我看上的东西就是我的，谁也不准碰。阿红、阿黄，让兄弟姐妹们带上武器。彩哥说着，一边梳着机关头，一边往旋转门走去。是 X2。人群迅速地进入面包车中，等到再出来的时候，每人身上都穿戴了一件尖刺皮甲，腰间挂着各种染血的砍刀，手上都拿着一把手工步枪，有些个别的拥有自动步枪。随后人群分成2队，井然有序地跟在阿红与阿黄的身后。没有爆炸的痕迹，这种厚度的特制钢化玻璃到底是怎么被打碎的？彩哥站在旋转玻璃门前，看着眼前的洞口，不禁一阵沉思。听到身后传来的阵阵脚步，彩哥不再理会，转身进入。身后的一众小弟紧随其后，在进入后开始四处搜寻起来。彩哥，前台后面有一个被拆过的物资箱，第4个电梯也有，里面同样有一个被拆过的物资箱。看着被砸碎的物资箱，还有电梯门上的那道拳印，此刻彩哥的心中隐隐约约升起一种不好的感觉，一种位于脑海中的第6感正在警告他快离开这里。彩哥，所有电梯都用不了，只有左右的2条楼梯通往上面，让兄弟们兵分2路上去把里面的家伙给赶了。是啊，兄弟们已经24个小时没开过荤了，所有人的手都是痒的不行。听到这的彩哥回头看着身的后50多人，哼，彩哥呀彩哥，你是脑子坏掉了吗？竟然会有害怕这种情绪。彩哥在内心一阵自嘲，心中的担心在这一刻烟消云散。阿黄、阿红，你们带30人往右边楼梯上去，我带剩余的20多人往左边。遇到了什么问题，第一时间通过对讲机和我联系。明白，彩哥你放心就好。彩哥放心，我们从未让你失望。阿黄和阿红带领着30多人风风火火地向着右边跑去，彩哥则带领着剩下的20余人向着左边的楼梯上去。第145章全部打包带走。哇，里面还真是别有洞天，外面看这座大厦正正方方，没想到里面的布局竟然是弧形的，中间还掏了一个洞，就像个甜甜圈一样。顺着楼梯上到第2层，再走过一条走廊后，墨染来到了这座大厦的中间，内部分成东区和西区。墨染所处的这个地方是西区，对面的弧形区域就是东区。每4层楼就有一条通往对面的天桥。墨染趴在边缘的栏杆向上看去，横跨对面的天桥一共有4条。设计这种楼的绝对是奇葩，好好的大楼掏个洞就算，还掰成2半，搞了个这种天桥横跨对面，真是闲得慌。墨染决定在西区一层一层的向上搜索，随后通过天桥前往东区，再一层一层的向下。离开中间边缘的栏杆，墨染向着第2层内部走去。第2层的区域是类似办公的地方，透过外面的透明玻璃，墨染可以看到里面分成了很多区域，并且有大量的办公桌和电脑。墨染来到了最近的一处部门，大门并没有锁，墨染很轻松地推门而入。这地方好奇怪，周围的一切也太干净了，丝毫看不到一丝灰尘。观察了一圈四周，墨染发现周围的一切都太过干净了，哪怕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都没有一丝的灰尘存在。每一台电脑都是崭新如初，看起来十分奇怪。不管了，我想这问题干啥？先将这些电脑全部打包带走，到时候再慢慢进行分解。时间就是金钱，没准有些电脑还能使用，到时候来点小游戏就快乐了。看着这些崭新的电脑，墨染觉得这个想法非常有戏。意念集中，左手向前一挥，这个部门的所有电脑瞬间消失不见，只留下了一张张电脑桌孤零零地放在地上。这个区域的楼层中一共有2个部门。墨染快速地来到下一个部门，将里面所有的电子设备打包带走，随后马不停蹄地赶往第3层。时间就是金钱。墨染开始进入第3层搜索后，第1层的楼梯口上来了一群人。阿黄，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你在说什么？阿黄满脸疑惑地转头看向阿红，不明白对方说的意思。就是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我刚才好像听到了什么。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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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停！你别 TM 在那边哒哒哒了，我看你是口多了，口到了耳朵出问题了。
阿黄白了一眼阿红，用一种看傻子的表情看着他。我操你妈！你 TM 什么意思？啊，骂我是不是？阿红瞬间气不打一处，嚷嚷的便要进行动手。阿黄也不甘示弱，就在两人快要动手起来的时候，阿黄、阿红，你们两个又在给我吵架，是还没被我骂够吗？彩哥的声音从对讲机中传出，这里发生的事他刚才都听到了。对不起，彩哥，哈哈哈，哈哈，我们闹着玩的，闹着玩的。两人立马笑着打圆场，彩哥那边才渐渐没有了声音。阿黄瞪了阿红一眼，随后第一个走上了2层。阿红在后面切了一声，带领着众多小的一同追上。彩哥，第2层什么都没有，电脑桌上一台电脑都看不见。在第2层搜索一圈下来，两个人通过对讲机给彩哥发去了信息，一台电脑都看不见。听完两人的话，彩哥回头看了一眼满是电脑的部门，随后他猛地抬头看向第3层，隐隐约约看见一道黑色的身影一闪而过。你们两个注意，你们上面的第3层似乎有人，小心点。听完彩哥的话，还在嘻嘻哈哈的两人立马严肃起来，对着周围的小弟比了个手势，所有人立马举枪警戒，手上的武器纷纷打开保险，开始悄无声息的往3楼前进。第146章，来人了，走，所有人跟我去往4楼，通过天桥到达西区。挂断对讲机，彩哥迅速带领着20多名小弟赶往4楼。墨染来到3楼，一上来便能看到有很多模板搭建成的小房间。砰！砸碎一间模板的门锁，墨染推开薄薄的模板门，可以看见里面摆放着一台电脑，还有一台带着支架的摄影机。房间的角落有一张床，地上还铺着毛绒的地毯。可嗨，真是一间奇特的房间。通过透视能力，墨染清晰地看到这些房间都是一样的布局。不动声色地收掉电脑和摄影机，墨染随后来到了另一间模板房中。砰砰砰，一扇又一扇模板门被干碎，墨染将里面的电脑和摄影机全部收入空间手镯。来到最后方的一间模板房，通过透视能力，墨染在里面发现了一个物资箱，箱子里正摆放着几本没有封面的书籍。砰！一脚踹开模板门，墨染径直来到房间之中，将房间里的电脑和摄影机收走。墨染开始拆解起面前的物资箱。砰砰砰！听着上面传来的声响，两人的速度不仅加快了几分。众人很快便来到了第3层，看到了前方那一片模板房。那道声音的来源，此刻就在最后方的模板房中。两人相互比了一个手势，各自带领着15人从左右两旁前进。咔嚓咔，将物资箱上的木条扯起，墨染一把打开了物资箱上的盖子，随后将里面的几本书籍拿出，墨染开始放在手上翻阅起来。原来这几本书是菜谱，看来以后可以尝试做一做。翻看了手上的这几本书，墨染发现全部都是与做菜有关的菜谱。嗨，里面那个谁，给我 TM 把手举起来。就在墨染专心看菜谱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声暴喝。有人。墨染缓缓扭头一看，就看到30多号人举着枪对着自己。看到这一幕，墨染只感觉心中有万匹草泥马奔腾而过。我操！危险提示，老爷子，你在干什么饭吃？就算没有受到危险，就不能提醒一下我吗？不过这也是告诉了墨染，在场的这些人无法对他造成威胁。将手上的菜谱收入空间手镯，墨染缓缓转过身来，看到前方那家伙转过身来，阿红的心中开始有了一种不好的感觉。不过旁边的阿黄倒没有觉得，依然继续的叫嚣着：哼，臭小子这身还挺帅，赶紧把身上的东西脱下来，顺便将你所有的物资交出来，不然我可不敢保证你的小命。阿黄手上拿着自动步枪，一脸狞笑的对着墨染说道。这个人身上的战甲看起来不一般，不可能是某个无名小卒。我们现在的这个区域是21区，难道他是墨染？脑海中的这个想法出现，阿红瞬间被惊出了一身冷汗，赶忙制止了身边不断叫嚣的阿黄，在其耳边小声的说道：阿黄，你别再逼逼了，咱们现在的这个区域可是21区，我看眼前这个家伙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墨染。刚才还无比张扬的阿黄听到这，脸上的表情瞬间一僵。你确定吗？废话，你看他身上穿的那玩意是看起来普通的东西吗？听到阿红这么一说，阿黄再次瞟了一眼前方的那家伙，经过这么一下，他似乎也感觉到了不对劲。咱们这里可是有32个人，我们干啥要怕他一个人？你个猪脑子，这不是人数上的。我说你们两个聊够了吗？墨染的声音从战甲中传出，并带上了些许的机械感。第147章，都留下来吧。看着两人在那叽里咕噜的说个不停，墨染是真的没有耐心再看了。听到墨染的声音，两人之间的谈话立马掐断。哈哈，这位兄弟，我们没有恶意，只是开玩笑而已。阿红立马堆起笑脸，一脸真诚友好的说道。哦，开玩笑，
用这种方式跟我开玩笑？漠然扫了一圈在场的众人，头盔下的帅脸皮笑若不笑的说道 ：“TM 的，你们这些家伙赶紧把枪收起来，快点收起来！”反应过来的阿红立马招呼所有人将手上的枪收起。哈哈，兄弟，咱们今天的事都是误会，我们现在就走，不打扰你，你忙你的，哈哈。阿红开始招呼所有人往后退去，同时不停地观察漠然的反应，发现漠然只是站在原地静静地看着，他的内心里才松了口气。看到缓缓后退的众人，漠然也没有将其全部留下的打算，毕竟他可是手握和平之人，怎么可能会做滥杀无辜的事情呢？阿黄看着如此窝囊的一幕，心中那颗燥热的心瞬间就压不住了，当即甩开了阿红拉着的手，非常不爽地开口说道 ：“TM 的阿红，你到底在怕啥？搞得大家像孙子一样逃跑。那家伙就 TM 一个人，我们30多号人怕他个屁！万一他真的就是那个漠然，你忘记那个悬赏令了吗？不管是不是，先嘎了发过去，我们都能得到一笔不错的奖励。你真……”阿黄嘴中的话还未说完，就被阿红给死死地捂住了，然后立马惊恐地看向漠然，就看到他开始往这边走了过来。哦，悬赏令，可不可以麻烦几位留下来为我讲解一下，那是什么？战甲传出的机械音和铁靴踏在地上所发出的哒哒声，在这空旷的地方回响，令阿红的眼皮疯狂地跳动。不，兄弟，这都是……我去你妈的！小的们，给老子弄嘎他！阿黄瞬间抄起手上的自动步枪，对着前方的漠然扣动了扳机，哒哒哒哒哒哒哒。其余的一众小弟也迅速抬起手上的枪，无数的子弹如雨点般射向漠然，乒乒乓乓，乒乒乓乓，战甲上瞬间火星四射，子弹在各个地方留下了点点白色印记。这么猛烈的枪声，他们到底在打什么？所有人都给我快点！彩哥等人已经来到了第4层，此刻正在通往天桥到达对面。站在天桥上，他能看到下方有些小弟正在进行射击，但由于角度的问题，他无法看清他们到底在打什么。所有人开始快速地奔跑起来，向着对面的第4层冲去。漠然面对着漫天子弹，一步一步地向着众人缓缓走来。猛烈的枪声逐渐停止，此刻所有人的弹夹全部打完了子弹。此刻他们无比惊恐地发现，眼前之人完全不受任何影响，那些子弹射击在战甲上，只能留下一点一点的划痕。他怎么什么事都没有？他穿的那是什么东西？子弹根本没办法打穿啊！怎么会这样？我们的枪对他根本没有用。所有人都被这一幕给吓到了，开始不自觉地往后退去。本来是想放你们走的，但既然已经动手了，那就都留下来吧，刚好有问题需要问你们。漠然的声音从战甲中传出，令在场的所有人不寒而栗。唰唰，2把刀刃从护腕中弹出，在光的作用下闪烁着点点寒芒。第148章，看来是一伙人。MD， 整2把破刀，认为自己很帅是吗？看老子砍不嘎你！看到枪械竟然对漠然没用，阿黄不仅没感到害怕，还异常的愤怒，抽出佩戴在腰间的砍刀，便向着漠然冲了过去。阿黄，快回来，不要冲动啊！阿红在后面喊道，但阿黄早已听不进任何话。看着向自己冲来的阿黄，漠然缓缓抬起左手，一道寒芒在阿黄眼前闪过，紧接着他眼前的世界开始颠倒。哎，世界为什么颠倒了？随后他的视线开始模糊，在视线消失的最后一秒，他看到了自己那无头的身体正冒着鲜血缓缓倒下。扑通，阿黄的身体重重栽倒在地，脑袋则是咕噜咕噜的滚到别处，将这刀刃上的鲜血甩掉，漠然继续的向前走去。阿黄看着地上那具不断冒血的躯体，阿红整个人都呆愣在了原地。他杀了阿黄哥，报仇，给阿黄哥报仇！所有人上，杀了他！一众小弟纷纷抽出腰间的长刀，嘶吼着向漠然冲来。这无聊的游戏该结束了。漠然抬起左手，将龙息子弹更换为12号常规霰弹。砰砰砰砰砰砰砰，无数的弹丸从射击口中喷出，如雨点般打击在人群里。在鼠鼠的辅助射击下，这些弹丸几乎非常精准地命中在头部，那一颗颗顶着机关头的脑袋就如西瓜般纷纷爆裂开来，各种红白之物喷射而出，一具又一具躯体栽倒在地，地面开始被鲜红的血液覆盖。阿红已经被眼前的这一幕彻底吓傻，腿一软，直接栽倒在地。求生的欲望支撑着他往外爬去，同时颤颤巍巍地打开了对讲机。大哥，救我啊！呲！喂，阿红，听得见吗？阿红，彩哥对着对讲机不断呼叫，但回应他的只有嘈杂的电流声，这使得他的内心更加不安，奔跑的速度也是再次提高。看到有人在通风报信，
墨染直接上前一脚下去，将对讲机连同那条手臂直接踩成了一坨零件。啊！我的手！啊！阿红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叫声，痛苦的捂住右手不停翻滚。喂，那悬赏令是什么意思？问你话呢，你搁哪熬什么熬？闭嘴吧你！看着地上熬个不停的阿红，墨染直接给了一记大逼斗。啪！咔嚓！阿红的右半边脸瞬间变形，隐隐约约还听见了一道骨折声。随后阿红便不再熬了，因为他已经彻底嗝屁了。啊这忘记收力了，没想到直接给这小子呼死了。看着地上一动不动的阿红，墨染知道这肯定问不出什么了。就在这时，墨染突然察觉到了一些视线，猛地抬头向外看去，只见第3层的楼梯口出现了20多人，为首的是一位彩色机关头的男子，此刻他正一脸呆滞地看着这里。墨染眼前的屏幕放大，锁定在了男子手上拿着的对讲机，发现那名男子的对讲机与地上这个人所使用的一模一样，都是涂满了红色和颜料，并且身上的穿衣风格也一模一样。看来是一伙人，刚才这家伙摇的人就是他们没跑了。秉持着斩草不除根，春风肯定吹又生的原则，墨染迅速举起左手，宣判了他们的命运。彩哥小心！人群中有人率先反应过，一把将彩哥推入楼梯之中。砰砰砰砰砰砰，噗呲噗呲噗呲，无数的弹丸在下一秒袭来，所有人在顷刻间被打成了马蜂窝。无数的弹丸在他们身上开出一朵朵血花，随后将他们的身躯彻底撕裂。第149章收获。被推进楼梯的彩哥滚落到楼梯间，一抬头便看到了如此恐怖的一幕。啊！黄色的水渍从他的裤腿中渗出，开始手脚并用的往楼下跑去。上方砰砰乱响的枪声在顷刻间停止，楼梯口处早已血肉横飞。这改良过后的霰弹威力果然不错，霰弹弹丸的穿透和力量都得到了不小的加强，距离这么远都有如此威力。看着楼梯口处那一大坨鲜红的东西，墨染对于现在霰弹非常满意，不过还是跑了一个，但看他们这样子，车没准就在外面。想到这里的墨染往后方走去，来到看得见大厦前方的位置，透过眼前的玻璃，果然看到前方的广场上有3辆面包车，一拳将面前的玻璃干碎。墨染启动了后背的狙击枪，后背右侧的收纳盒打开，狙击枪从里面伸了出来，架在了墨染肩膀上。彩哥手脚并用的从大厦跑出，疯狂地跑向广场上的3辆面包车。此时3辆面包车的车门打开，留守在这里的3名小弟立马从上面下来。彩哥，彩哥你怎么了？彩哥，怎么就你一个人从里面出来？咱们那些兄弟姐妹呢？彩哥，你没事吧？里面发生什么了？3名小弟赶忙上前进行搀扶，并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嘎了，都嘎了，走，我们快走，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彩哥一脸恐惧地喊道，其余的小弟都是一脸的懵逼。彩哥，他们……轰！砰！一名小弟的脑袋瞬间炸开，各种红白之物瞬间洒在几人身上。所有人在这一刻都愣住了，但还未反应过来的时候，轰！砰！又一名小弟的脑袋炸开，无头的躯体缓缓栽倒在地。彩哥发出无比凄厉的惨嚎，疯狂地冲上一辆面包车。轰！砰！又是一道枪响传出，最后一名小弟也变成了无头躯体栽倒在地。快启动！快启动啊！看着外面那个小弟的惨样，彩哥疯狂地转动钥匙。嗡嗡嗡嗡，面包车被启动，后方的排气管冒出浓郁的黑烟。彩哥一脚油门下去，车辆瞬间冲了出去。我没事的，我跑得掉，我一定跑得掉，我不会在这里。轰！砰！一颗子弹从车顶穿入，径直命中了彩哥的脑袋。车辆的仪表台和挡风玻璃瞬间覆盖上了一层红白之物，没有操控的车辆瞬间失控，一头撞在了广场中央的水池。搞定，下去收战利品了。背上的狙击枪重新归入收纳盒，墨染开始向着外面走去。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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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防止地上的这些人诈尸，墨染还非常贴心地补上一枪，每颗霰弹都贯穿了他们的胸膛，里面的组织清晰可见，做到补枪好习惯，免得到时候有人诈尸。给每个躯体都来上一枪后，墨染才放心地离开了这里。来到楼梯口，顺带将这里的躯体也补一补。全部补上枪后，墨染才放心地走下了楼。来到外面，将这些载具全部分解，将不要的东西剔除掉。剩下的物资全被墨染收入空间手镯。做完这一切后，墨染重新返回了大厦之中。第150章，前往大型商场。距离大厦10几条街的一栋3层别墅里，一名手持相机的女子正站在窗边，相机上加装了一个远距摄像头，方向正对着远处的那座大厦。
看到广场上的墨染重新进入大厦后，这名女子按下了相机上的暂停键。看着相机中的视频，山田花英子的脸上充满了狞笑。拥有那么好的装备，不用想也知道是你，墨染。没想到我的运气这么好，竟然被分配到了21区。将手上的相机收好，山田花英子从衣兜拿出一张相片。看着相片中的男子，山田花英子的脸上充满了决心。哥哥，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我发誓。进入到大厦中后，墨染来到了第4层搜索。第4层是员工用餐的食堂，墨染在这里找到了满满几大冰箱的食物。真就离谱，冰箱都没电了，里面的食物愣是一点没坏。看着冰箱里新鲜无比的食物，墨染都不知该如何进行吐槽了。搜，墨染转眼间来到了16层。路过来所得到的资源都是一样，都是很多的办公部门。每4个楼层就有一间食堂，里面的冰箱都是摆满了很多食物。到了第17层的区域，这里是公司高层部门用于开会的地方。18层是公司服务器摆放的地方，这里没有再分成2个区域。墨染将所有的服务器收入空间手镯后，通过另一侧的楼梯下到了东区17层，随后便是一路向下搜索，所得到的资源与西区的一模一样。不错，这一趟下来就开了78个物资箱，还有贼多的电子设备和食物。墨染一边向着大厦外面走去，一边清点着手镯中的物资。看了一眼面板上的时间，此刻已经来到了3点多，时间过得还挺快的，接下来要抓紧时间了。墨染离开了大厦，快速的向北面的一个区域跑去。刚才在大厦顶楼的时候，墨染看到那边的远处有一座大型商场，脑海中的直觉告诉墨染，里面指定有非常多的物资。一边不停的快速奔跑，墨染一边用透视官查着周围的房屋，寻找着里面值得他停留的资源，不过都是一些小鱼小虾。就这么点资源，在墨染看来还不值得他进去搜索。看来这座商场吸引的人不止我，这玩家的数量还真不少。在拐过一条小巷子后，便能看到旁边的商场。此刻的墨染在巷子中通过透视，发现商场的外围聚集了不少玩家。观察了一圈周围，确定没有任何玩家后，墨染来到了巷子口，探出脑袋向着那边看去。面前的屏幕开始放大，墨染看清了位于商场门口的那群玩家。那群玩家手持各种撬棍铁棒，不停地对商场大门发起进攻。商场的大门里是一扇卷帘门，不过外面被封上了一层钢网。这些玩家此刻正卖力地拆除钢网，可惜太过坚硬，得到的效果甚微。有些玩家来到了商场的侧门，但所有的侧门都被封上了一层钢网。人太多了，看来我得换一条路了。墨染眯着眼睛四处打量，还真让他发现了一条通往里面的道路。只见一条下水道从商场中延伸出来，随后分成了很多条分支，其中有一条分支的方向正是墨染现在的巷子。墨染向后看去，果然在不远处的地上发现一个井盖。各位你们就慢慢的撬门吧，我先走一步了。墨染一把扯出井盖，随后纵身跳了进去。在屏幕的夜视功能下，墨染看清了整个下水道的内部。将头顶的井盖复位，墨染开始向商场的方向前进。第151章洗劫商场。墨染顺着分支一路前往，很快便来到了下水道的主流。此刻在与主流交界处的位置，正有一层铁栏挡在这里。墨染上前抓住栏杆，随后用力的向两边进行拉扯。咔咔咔咔，铁栏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声音，被墨染一点一点的给强行掰开。铁栏，雅灭蝶，要坏掉了呀！感觉大小合适后，墨染一个转身便钻了进去，顺着主流前进一段距离，随后进入了商场的分支。砰！哐当！墨染一拳打飞了上面的井盖，随后来到了商场中的地下停车场。墨染挑选的位置距离停车场入口很远，不用担心正在撬门的玩家听见。竟然没有上去上面的楼梯，看来得从电梯井上去了。巡视了一圈，墨染并没有发现任何上去的楼梯。确定好上面的方向，墨染来到了一扇电梯门前。轰！先将电梯门打出一条缝，随后扒住缝隙，用力往外拉。咔砰！咔咔咔！电梯门被强行拉开，墨染进入到了电梯之中。将上面的盖板顶开，墨染来到了电梯的上面。抓住电梯井旁边的栏杆，墨染开始向着上面爬去。墨染此刻位于地下负2层，再往上爬了2层后，咔咔咔咔，将电梯门掰开，墨染成功的进入了商场第1层。此刻商场内部非常漆黑，不过对墨染来讲没有影响。视线扫过周围，店铺内的商品琳琅满目，全部都是全新的状态。芜湖、大丰收时刻。商场的第1层都是一些化妆品店铺，这种东西墨染根本用不上，所以直接 pass 掉，径直来到商场第2层。第2层售卖的物品是衣服、鞋子以及各种时装。所有的店铺大门都被铁链拴着，不过这并不能阻止墨染。轻轻松松一扯，铁链便被轻松扯断。衣服鞋子不错，刚好可以为自身换几套好看的行头。
墨染直接挑最贵最帅的衣服和鞋子买，前世买不到的，今天全在这实现。贴身衣物和睡衣也搞了一些，毕竟要注意自身的卫生。挑选了一定数量的服装后，墨染来到了商场的第3层。第3层有很多的超市以及售卖各种水果的店铺，这第3层才是来商场最重要的目的，所有的东西全部打包带走。墨染快速的在各个超市和店铺中洗劫，很快就将这层全部一扫而空。这里面的数量还真不少，来这个地方过来没错。看了一眼空间手镯中的物资，墨染哼着小曲到了第4层。第4层则是各种饭馆餐厅，墨染率先来到一间餐厅中，果然后厨和仓库中堆满了各种食材，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全部搜干净。一扇又一扇的大门被打开，墨染快速的洗劫完每间餐厅的后厨。墨染还发现了几间奶茶店，后厨里有大量的奶茶原料。墨染尝试分解了奶茶机，果然爆出了图纸。哟，奶茶美滋滋。随后便是第5层，第5层是各种游戏区以及模型店铺。墨染搜刮了几间模型店铺，这将作为他打发时间的玩具。随后便是第6层，作为商场的顶楼，那么自然都是一些电影院。墨染拿了一台投影仪，还有一大张投影布，以及电影院的影片内存卡，这可是一个好宝贝。这趟来的真是太值，直接一波下来超级肥。看着空间手镯中的物品，墨染帅气的脸上洋溢着笑容。看来我该走了，那些玩家差不多要进来了。听着乒乓作响的卷帘门，墨染知道是时候离开了。快速下到第1层，墨染一个闪身进入了电梯井，随后顺着来时的道路开始原路返回。第152章交换。姐姐，我们好像来得太晚了，已经有不少的玩家进去了。星瑶从巷子口中探出脑袋，看向远处的大型商场。我们换个地方，有这张城市下水道分布图，不担心找不到别的。星妍展开手上的一张地图，不停地在上面浏览信息。啊，又要钻下水道，姐姐，你不觉得里面脏吗？而且还乌漆麻黑的。星瑶听到这，瞬间满脸的不情愿。少在那边皮了，又不是没钻过。而且这座城市很奇怪，下水道里没有任何水以及垃圾，就像完全没有使用过的一样。走了，我们换到下一个地方去，速度快点，免得再被别人捷足先登。哦，好吧。两人开始往里走，通过巷子前往另一边。就在两人走到巷子的井盖前，脚下的井盖突然移开，一个东西探了出来。哇，什么东西？突然出现的东西吓了星瑶一跳，手上的撬棍猛然向下挥出，当！撬棍砸在了一种坚硬的物体上，巨大的反作用力直接让撬棍从手中飞出。那股力量通过撬棍传递到手上，星瑶瞬间就被疼得龇牙咧嘴。哇哇哇！疼疼疼！疼死我了！什么东西这么硬啊？虽然他的手上戴着手套，但依然被疼得不停甩手。星瑶后退，到我身后。星妍一把将星瑶拉到身后，举起手上的自动步枪对准了井盖口。有人。听着后面传来的动静，蓦然扭头向后看去，只见2名女子正在他的后方，一个正拿枪对着他，另一个正在原地摇花手。竟然会有人在这个巷子里，不过看这样的情况，是要动手吗？蓦然左手放在井盖口，右手护腕中的刀刃瞬间弹出，只要对方敢开枪，那么他将瞬间冲上去，手起刀落。他手上拿的那把枪似乎和我售卖出去的很像。就在这时，蓦然注意到了那名女子手上拿的枪，从那个基地带出的每把枪上面都带有一个标志。现在通过这个标志，蓦然发现这把枪正是他卖出去的那一些。枪我只卖给了熟人，这2人是女子，张天那家伙率先排除。苏西我也见过他的面貌，这个人和他完全不像。那么就只剩下星妍，不过也不敢保证此人就是他。看到蓦然就那么待在那，星妍不免得有些紧张起来。星妍姐姐，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星瑶此刻也是举枪瞄准蓦然，来到星妍旁边小声的问道。不清楚，我先问一下他要干什么，如果情况不对，你立刻跑。2人交谈的声音不算小，自然落入了蓦然耳中。星妍姐姐，听这名字，看来是老熟人没跑了。想到这里的蓦然看向2人，开口出声道：用我卖给你的枪对着我，星妍，这种行为似乎不太好呢。蓦然的声音通过战甲传出去，带上了些许机械音。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等等，你说你卖给我的枪？你是蓦然？星妍此刻也是反应了过来，立刻开口询问道。看来你的脑子不算太笨。蓦然收回右手的刀刃，从下水道中翻了出来。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星妍也是让妹妹把枪收了起来。既然你从下水道出来，那说明商场里的东西已经被你搜干净了。星妍此刻也是来到了蓦然旁边，通过之前的那张分布图，他当然知道商场中的下水道有一条分支就是通往这个井口，所以你们来晚了，里面的东西已经被我捷足先登了。
将井盖复回原位后，墨染开始转身离开这里。等等，我想和你交换一些食物。星妍的声音在这时响了起来。墨染停下脚步，回头一看，那你打算用什么东西跟我换？太差的，我可不要。在墨染说完后，星妍扔了2张图纸过来。墨染伸手接住图纸，随后打开查看起来。燃油喷射背包图纸，填装燃油后可飞行1小时，使用时的速度将会影响飞行的时间。护盾发生器，可形成一面能量护盾，抵御该方向的任何攻击。充电24小时后，护盾发射器可使用2分钟。第153章返回。看到这2张图纸的信息后，墨染不禁眼前一亮。这2个东西不错，如果为战甲加装上，那么就能拥有飞行功能了。还有这个护盾发生器，肯定也能成为一个不错的防御手段。这2个东西不错，我全都要了。不过你还真是相信我，你就不担心我收了图纸，还拿了你们的命吗？墨染突然抬头看向星妍，似笑非笑地说道：以你现在的实力，如果想要我们命的话，刚才就已经动手了吧？星妍表面上平静地与墨染交流，其实内心早已非常紧张。哼，你说的确实没错，我这人向来爱好和平。墨染收下2张图纸，随后与星妍开始交谈物资上的分配。哇，你这身上穿的是什么东西？这也太坚硬了。不过这些粘在上面的红色东西是啥？闻起来还有点腥臭。在2人交谈的时候，星瑶则是围绕着墨染不断打量，像个好奇宝宝一样，对于墨染的战甲感到非常的新奇。星妍将手上的戒指对准那一堆食物，那堆食物在顷刻间便消失不见。原来你也有这种道具。墨染看着星妍的这番操作，自然清楚对方和他有一样的东西，只是拥有100立方的空间，和你那个手镯自然没法比。星妍戴好手套，随后与星瑶离开了这条巷子。已经5点多了，先回去吃个晚饭，等到晚上的时候再出来一波。看了一眼头顶的天空，墨染也转身离开了这条巷子，轻松跳过挡在巷口的垃圾箱。墨染在墙壁上几个蹬腿，来到了鼠鼠后面。鼠鼠后方的入口打开，在墨染进入后重新关闭起来。墨染率先来到了战甲武装室，将身上所穿戴着战甲脱下。圆台周围升起一圈玻璃墙，几根折叠机械臂从上方伸下，这些机械臂上都带着水管和毛刷，它们开始对着战甲清洗起来。战甲上有着一大片干枯的血液，以及各种凝结在上面的碎肉，这些都被清洁了下来，通过地方上的排水口流出。将战甲清洗一番后，机械臂换成了各种焊枪工具，开始将战甲上的那些小划痕进行修复。整具战甲在片刻间崭新如初。好家伙，这直接将隔壁的武装清洁室饭碗给抢了。看着那崭新如初的战甲，墨染是非常的满意。将燃油喷射背包和护盾发生器制造出来，墨染将这2件物品放在台面上，随后选择进行转换。头顶的折叠机械臂伸出，将这2件物品带到了转换机中。随后墨染来到了储藏室，将空间手镯中的物资清理一番。处理完这些物资后，墨染来到了厨房，开始制作晚餐。取出大米进行淘洗，最后加入适量的水，放入电饭煲蒸煮。随后墨染按照一本菜肴上的步骤，准备制作猪脚汤和糖醋鲤鱼。时间来到6点多，此刻所有的菜肴已经全部煮好。墨染舀出高压锅中的猪脚汤以及铁锅中的糖醋鲤鱼，2盘菜都端上桌，随后盛好一大碗米饭。这按照菜谱做出来的就是不一样，比我凭感觉做的好多了。墨染开始风卷残云的消灭食物，饭桌上的食物很快便被横扫一空。将锅碗瓢盆清洗好后，墨染来到了指挥室中休息。墨染一边吃着饭后水果，一边打开面板浏览起消息。打开区域频道，里面的消息滚动得很快，但墨染浏览完上面的消息后，整张脸瞬间就冷了下来。竟然有人拍下了大厦中的事情，还将其上传到了频道中。看来某些讨人厌的搅屎棍又要蹦出来当心眼包了。第154章，随机挑一个揍一顿。区域频道中有很多消息，大部分的消息几乎都与墨染沾边。那些说墨染大佬是杀人犯的家伙，我看都是其他区域合并过来的狗吧。就是如果没有墨染大佬的话，我们这个区域早就被消灭了。我觉得墨染大佬做得很帅，现在的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30多号人对墨染大佬一人，我看这视频是有掐头去尾的成分。我看那些人手上都拿着枪，视频中根本没有看见他们使用，这视频肯定有被掐头去尾。况且视频中的那个人穿着一套战甲，你们怎么确定他就是墨染大佬？都没有看到那个人的脸，你们就在这里污蔑墨染大佬？你们既然崇拜这种杀人犯，你们肯定都是一些罪恶之人。他这种人就是罪恶，那些都是鲜活的生命啊！都这么久了，还能见到这种傻逼，真是难得。能说出这种话的傻缺都是其他区域来的吧？我以前可从未见过他们。区域频道中有不少玩家在批斗墨染，
但立马就遭到了更多玩家的回击。墨染不断的翻动区域消息，很快便在最上方找到了一个视频。视频点开，里面的内容正是墨染和那些人的打斗，只不过视频中的只有墨染暴揍他们动手的那一段根本没有出现，并且发布视频的那个玩家一口咬定此人就是墨染。我倒要看看是谁在往我头上扣屎盆子。墨染关掉区域频道，打开了世界频道。对于区域中那几个口嗨的家伙，墨染一眼看出就是一群托，真正的主谋肯定另有其人。不过区域频道的这些人他也不会忘记，到时候一个一个的揪出来，狠狠的拷打了一番。打开世界频道，里面的消息也几乎与墨染有关。有人认为墨染很帅，觉得那是强者的风范；有人对视频中的那30号人表示怀疑，认为先动手的未必是墨染。但这些评论出现的一刹那，便被大量持反对意见的消息淹没。墨染在世界频道中一阵翻找，找到了一个最爱带节奏和拱火的玩家。哼，叫马牛是吧？我直接给你揍成牛马。找不到最先带节奏的人，我就只好先拿你开刀了。墨染掏出载具决斗卡，在上面填一下了马牛的信息和区域。填写好信息后，墨染直接按下了发起决斗。另一个区域，一名坐在车里的男子一边飞快地进行打字，一边抽空吃一下旁边放着的可乐汉堡，神情上是无比的享受。这感觉真是太舒服了，不用辛苦的出去收集资源，只要在这边打字发言带节奏，就会有人送来资源。马牛一边敲打着面板上的键盘，一边哼着小曲，好不自在。就在这时，他的面前弹出了一块面板。21区龙国玩家墨染向你发起普通载具决斗，请在5分钟内进行同意，超过时间将视你为失败。失败后将损失 80% 资源，如果你进行拒绝，则损失 40% 资源。噗，可嗨，墨染。当看清面板上的信息后，马牛瞬间就被震惊住了，嘴中还未咀嚼下去的汉堡直接将他噎得直咳嗽。他怎么找上我了？我不就是带了带节奏？他这是干啥？看着那不断跳动的倒计时，以及身后那满满一车的物资，可恶啊！我的资源啊！经过一阵思想搏斗后，马牛最终不得已按下了拒绝。毕竟损失 80% 的资源和损失 40% 的资源，他还是分得清的。看着后面消失一大部分的资源，马牛在心那叫一个痛啊！不过还未等他松一口气，那块面板再次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这看着眼前这块重新出现的面板，马牛只感觉自己的脑袋轰的一下炸开了。第155章保护卡。哼，小伙子还敢拒绝？我倒要看看你能拒绝多少次。墨染再次使用了载具决斗卡，小包中的卡片再次减少了一张。看着小包中仅存的几张卡片，墨染突然冒出了一个坏的想法。我今天的无限赋予好像还没用。我突然有个不错的想法，看我无限赋予。看着手上的这个小包，墨染直接对其使用了无限赋予。手上的小包瞬间被乱码包裹，等到覆盖在上面的乱码消失，小包里的卡片已全部补满。墨染每抽一张里面就会瞬间补满。那些喜欢带节奏的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墨染哥哥来疼爱你们了。看着再一次被拒绝的信息出现，墨染再一次使用了载具决斗卡。就这么过了3次后，墨染收到了一则私信。马牛，墨染大佬快住手啊！我的资源都快没了，求放过呀！看你还敢不敢口嗨？那么接下来便是猎杀时刻。墨染关掉私信面板，开始在世界频道中大杀四方。但凡口嗨的，直接一张载具决斗卡甩过去。世界频道中那些口嗨消息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墨染的私信频道中出现了一大堆鬼呼狼嚎的消息，在这些消息中，墨染也是知道了是谁指使他们这么做的。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你呀，山田花英子。讨打！载具决斗卡走你！对方已使用保护卡，无法在保护期间内向对方发起决斗。还有这种道具，好，你最好有很多这种卡，不然你就给我等洗吧。看到无法进行决斗后，墨染也是停下了继续挑小可爱的打算，起身离开指挥室。墨染准备开始整理今天得到的材料。奶茶，电影我来了。保护卡已阻止对方向你发起载具决斗，剩余时间23小时。真是一个疯子。山田花英子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十分心有余悸地看向手上的卡片。早在几分钟前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墨染在世界频道疯狂地找人发起决斗，感觉有一种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于是提前使用了一张保护卡。结果墨染还真的盯上他了，也多亏他提前进行了准备。那家伙的决斗卡是从哥哥那边得到的，看他今天这样子使用，手上的决斗卡估计早已消耗干净，除非找到新的决斗卡，否则他很难对我造成威胁。
哼，等我再强大一点，到时候就是你的死期了，漠然。山田花英子恶狠狠地说道，脸上充满了愤怒。使用拓展房间模块开辟一个新房间，漠然将里面改造成了电影院，摆上投影仪，挂上投影布，再准备好一块沙发，随后将奶茶机制造出来，摆放在了房间的角落，这样漠然就能在看电影的时候顺便喝上一杯上好的奶茶。这块沙发坐起来一点都不舒服，看来是鼠鼠的只会椅坐习惯了，导致我的屁股变成挑剔了。在新的沙发中磨合一阵，漠然宣布磨合失败，这就有点难办了。鼠鼠的指挥椅也不能搬过来，要不把投影仪搬过去，但投影布又该怎么办？突然间，漠然聪明的脑瓜子灵光一闪，鼠鼠的那个全景能不能用来播放电影？咦，这个是个不错的想法。漠然取下投影仪中的内存卡，随后来到了指挥室。鼠鼠，你能否读取这张内存卡中的内容，并将其放映出来？报告车长。可以，请将内存卡插入合适的凹槽。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脚下的地方打开一个长方形区域，里面有着很多大大小小的凹槽，对应着不同规格的内存卡。我操，真的可以啊！漠然找到合适的大小，将内存卡插入，脚下的长方形区域缓缓关闭。紧接着，一个屏幕在全景上出现，里面记录着内存卡中所有的电影。第156章，熟悉飞行操作。漠然坐在指挥椅上，手指在空气中进行波动，就能轻松地操控那块屏幕。漠然选择了一部电影，随后点击了播放。面前的全景瞬间变成了一块超大的曲面屏幕，不管漠然往哪个方向观看，电影画面都将跟随他的目光，同时漠然也可以将其固定在某个地方，改变屏幕的大小、暂停加速等其他操作，只要挥挥手就能轻松实现。呜呼，这感觉实在是太棒了！鼠鼠的功能也太强大了吧！漠然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整个人开心的不得了。随后漠然关闭了屏幕，他现在可是要再出去捞一趟，等到回来的时候再慢慢看电影，顺便配上一杯奶茶。起身走出指挥室，漠然进入了战甲武装室中。燃油喷射背包和护盾发生器已经改造好了，现在就给将它安装在战甲上。看到已经改造完毕的两件物品，漠然直接进行安装。大约等待了3分钟，这两个部件被成功的安装进战甲里，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先穿上试试效果。漠然围绕着战甲观察一圈，发现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经过改造后的燃油喷射背包，此时就像一条拼接起来的鳞片。此刻这条鳞片正安装在战甲的背部脊椎位置，护盾发生器安装在2条手臂上的护腕位置，2个护腕的表面上出现了一个6边形图案。圆台上的战甲旋转180度，随后整个后背开启。漠然走上圆台，将整个身体贴入其中，背部缓缓关闭，眼前的屏幕点亮起来。先试试护盾发生器，看看改造过后的效果如何。漠然启动了护盾发生器，2个淡蓝色的护盾瞬间在护腕上出现。护盾呈现长方形，高1米，宽60厘米，以正方形的状态呈现在面前。漠然可以随意调整护盾的任意形状和角度。如果双手交叉释放护盾，则会获得一个更加大面积的护盾。单膝跪地交叉双手释放护盾，就会获得一个笼罩周围2米的大型护盾。这便是护盾的3种不同形态，漠然可以根据使用场景做出选择。不错，而且现在的护盾使用的是战甲能源，等于我拥有了无限的护盾，这将成为我一大防御手段。测试完护盾的效果后，漠然便开始测试飞行效果。随着飞行模式的启动，背后的那一排鳞片纷纷打开，淡蓝色的火焰从里面喷出，漠然感受到了一股向上的浮力。这股浮力将他的身体托起，双脚开始一点一点的离开圆台。哇呜，飞起来了，飞起来了！看到自己竟然悬浮在圆台上，漠然瞬间兴奋的不得了，这种感觉简直前所未闻，他一个人竟然在飞也。漠然开始尝试向前进行移动，随后砰，哐当，哐当，砰砰！哎呦卧槽！停下！快停下！快停下呀！啊呀！漠然在整个武装室里四处乱撞，手舞足蹈的在空中翩翩起舞。叔叔，快抓住我，帮我停下战甲！漠然发现自己越操控，情况就变得越糟，赶忙呼叫叔叔。明白，车长。天花板中的折叠机械臂迅速伸出，瞅准时机将漠然牢牢地抓在空中。战甲背后的蓝色火焰开始消失，那一排鳞片也缓缓关闭起来。我的娘爱，人差点就被摔傻了。漠然此刻正被机械被抓住右脚，就这么倒挂在空中，看来要好好的练一练了，顺便让鼠鼠加入辅助帮忙。折叠机械臂缓缓伸下，将漠然放在了地上。接下来的时间里，漠然在折叠机械臂的辅助下进行飞行训练。渐渐的，漠然对于飞行操作愈加熟悉。
用于辅助的机械臂重新收回天花板，默然此时已经可以独立飞行。这种感觉就像第一次骑单车，无论怎么骑都是会摔倒，但只要熟悉了那种感觉，就能够轻松地进行驾驭。呜呼，我在飞，我在飞也！在空中一个托马斯回旋翻滚，随后一个帅气的平稳落地。哼哼，真是 so easy。走起，开始出去进行探索。第157章，思绪。来到外面，默然一个纵身飞向夜空之中。中午的时候气温是20度，如今已经下降到12度了，看样子是会持续下降，今晚肯定是有大动作要出现。通过鼠鼠传来的温度信息，默然清楚地知道当前温度情况。默然在漆黑的夜空中飞行，同时用透视不断地观察下方建筑。天空中一片漆黑，不仅没有月亮，甚至连一颗星星都没有出现。背部鳞片喷射出的火焰和声浪很小，默然就像一只幽灵隐藏在夜空。看来就算到了晚上，也有不少的玩家在摸黑搜集资源。通过下方那零零散散的光线，默然可以清晰地看到每名玩家的位置。就这么在天空中飞行一阵，默然突然注意到了下方的巷子。巷子中正在发生殴斗，有2名壮汉控制住了2名少女，另外2名壮汉此刻正在对地上的1名男子动手，还有1名肥头大耳的胖子正站在旁边进行嘲讽。哎，弱肉强食，我可不是什么救人于水火的英雄。看了一眼下面，默然便不再进行理会。但这时，默然突然注意到那名胖子有些熟悉。默然稍微驻足了一下，对着那名胖子的脸部进行了放大。这不是肥彪那家伙吗？那地上那个被打的家伙，不会是……默然将目光转向那名被打的男子，此刻那名男子也刚好抬起头。虽然他的脸已经有些浮肿，但默然还是一下子就认出了此人。咦，小软蛋，不对，现在应该要大软蛋了。看着那熟悉的面庞，默然这思绪在这一刻突然放远。看我这满头飘逸的白发，还有这红宝石般眼眸，看我这如此与众不同的外表，这些都在说明我乃天选之人。所以跟随我吧，我将带领你们站在这世界之巅。默然站在一处小土坡上，以王者姿态般看向下方的一众小屁孩。1年365天，天天给你们唠叨。虽然每天这样子很累，但想到以后就有一批忠诚的追随者，这点辛苦的汗水是值得付出的。我的异世界宏图霸业即将展开。看着下方那满脸呆滞的小屁孩们，默然的内心感到十分的满意。随后，这群小屁孩的脸色发生了变化，紧接着在下一秒，哇哇哇！默然大哥哥好可怜，竟然满头都是白色的头发。我听别人说，头发变白的人没有多久就会嗝屁的。哇哇哇哇哇！默然大哥哥要嗝屁了！哇哇哇哇哇！下方的小孩一个接着一个哭了出来，那声音宛如防空警报。哎，别哭别哭，我还好得很呢，我是在跟你们开玩笑的。默然大惊失色地跑了下来，赶忙不停地安抚这群小屁孩。这要是不赶紧安抚好，可是有大事情要发生的。默然，一道雷鸣般的咆哮声传了出来，吓得默然的小脸都白了。紧接着，一名手持饭勺、腰系围裙的阿姨气势汹汹地冲了出来，犹如千军万马奔腾之势，嗖的一下就来到了默然身边。默然刹那间就被压上了大腿，巴掌犹如狂风暴雨般落在屁股上。哎呀，你竟然敢打我！我可是天选之人，你怎么可以打我？默然瞬间就发出了惨叫，但他的嘴依然非常的坚硬。还天选之人，我看你是天天挨揍之人，一天不揍你，你是消停不下来是吧？阿姨的巴掌快得飞起，默然感觉自己的屁股像是在被火烧一样。看着带领一众小屁孩远去阿姨，默然捂着自己的大腚龇牙咧嘴。可恶，竟然让我这个天选之人如此狼狈！等我以后大展宏图，一定要给你点颜色看看。默然的眼中泪花闪烁，但那张嘴还是十分的坚硬。哈哈，默然啊，你又被阿姨揍了，你说你有哪一天不被揍的？一名腿脚不便的老头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拐杖在地上敲击，发出了哒哒哒的声音。嗨，我那是让着他的，我可是天选之人，怎么会与他一般见识？看到老者，默然瞬间摆出了一副强者姿态，虽然那火辣辣的屁股令他的表情有点难以平静。哈哈，是，你是天选之人。老者走了过来，一脸宠溺地摸了摸默然脑袋，随后抬头看向天空，开始回忆起了那天的事情。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天气，雨下得非常非常的大。我这么多年从没见过那么大的雨。当时我正开着3轮车赶回孤儿院，就在路过一片茂密的森林时，一道无比粗壮的闪电从天空落下，就这么劈在森林里，紧接着一道五彩光柱从天空照下。我按耐不住心中的好奇，于是进入了森林前往那边。在那个地方，
我看到了一大片焦黑的土地，土地上还残留着很多红色的印记，它们相互交叠，就像一个阵法一样，并且在这个法阵里，没有一滴雨水从天空中落下。那道五彩的光柱照在最中心，而你就躺在那光柱的里面。眼前的一切让我无比震惊，但我还是将光柱中的你抱起。光柱刹那间消失，瓢泼的大雨从天而降，将地上焦黑的土地清洗一空，郁郁葱葱的花草重新长了出来。老者缓缓低头看向旁边的漠然，这就是我捡到你的过程。那个画面至今为止我都无法忘记。听完老者所讲的内容，漠然感觉自己的嘴角在疯狂的抽搐。我说老爷子，你真是越老越能扯了，这比你之前讲的那几个还离谱。不跟你说了，我要去恰饭了，拜拜了你呢。漠然不再想听这老头逼逼了，直接撒丫子跑了出去。漠然，我这次说的是真的，你真的与众不同。看着那道远去的小小身影，老者口中小声的呢喃着。从那以后，漠然再也没听见那道拐杖声了。第158章尘埃落定。思绪回到这里，漠然看着下方的肥膘，眼神中带起了一抹杀意。哼，我记得老爷子受伤的腿好像跟你有点关系是吧？以前没办法做掉你，现在可就说不准了。漠然操控着战甲向着下方的房顶落去。彪哥，彪哥，你放过我吧，我已经没有更多的资源给你了。吴昊抬起被揍得浮肿的脑袋，看向前方的肥膘求饶道，但很快就被旁边的大汉一拳撂倒，重重的倒在地上。父亲，爸爸！远处的两名少女看到这，满脸痛苦的喊了出来。哈哈，吴昊啊吴昊，你一辈子就像一个怂蛋一样，难怪你父亲孤儿院里的那些孩子会给你取个外号叫小软蛋。你父亲那老头也是该死，竟然敢在孤儿院的问题上闹事，就算事后成功了又怎样，还不是被老子弄断了一条腿。也不知道彩霞是怎么看上你的，不过她在临死前给你留下了2个不错的女儿呢，嘿嘿嘿，真是长得好看呢。肥膘一脸淫笑的看向两名少女，随后开始一步一步的走过去。你这个恶心的家伙，不要过来！爸爸，爸爸救我呀！两名少女看到这，白皙的脸庞刹那间下白。女儿。吴昊浮肿的眼睛看着这一幕，他的面前开始出现一张他朝思暮想的脸。吴昊，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女儿哦，我永远爱你，永远永远。吴昊的双眼瞬间布满血丝，身上突然涌现出了一股洪荒之力。啊！倒在地上的吴昊猛地抱起，直接将面前的壮汉扑倒在地，以后抽出裤兜中的一把小刀，拼命地往壮汉身上狂扎。啊！杀了你！啊！吴昊发出了瘆人的咆哮声，手上的小刀每次拔出都能带上不少鲜血。啊呀！快帮忙啊！这小子疯了！倒在地上的壮汉发出痛苦的嚎叫，手上的拳头不停地往吴昊身上招呼。但此刻的吴昊仿佛感受不到疼痛，一下一下地操控手上的小刀。旁边愣住的壮汉此刻也是反应过来，直接一脚将吴昊踹了出去。那名倒在地上的壮汉开始失去知觉，再也没有力气从地上站起。吴昊在地上翻滚了几圈，开始挣扎地从地上撑起。操！这小子怎么突然间疯了？别管那2个女儿了，先把那家伙赶了。肥膘看到这一幕，也是被惊出了一身冷汗，迅速后退了一段距离，赶紧招呼旁边的那2名壮汉。那2名壮汉迅速放开少女，抽出身上的长刀便冲了上去。父亲，爸爸小心！看着那逐渐冲向吴昊的壮汉，2名少女的眼中充满了惊恐。噗噗噗，3道细微的肉体穿透声响起，3名壮汉没有任何征兆的瘫软在地。啊呀！我的脖子那里好痛，我全身动不了了。怎么会这样？我的身体为什么动不了了？啊！我的脖子好痛啊！啊！倒在地上的壮汉发出痛苦的声音。吴昊此刻也缓缓从地上爬了起来。啪嗒！啊！看着吴昊那杀人的目光，肥膘夏得手上的手电筒都掉下来，整个人也是瘫软在了地上，裤腿中渗出了一滩黄色的水迹。啊！杀了你！吴昊瞬间向着肥膘冲来，在手电筒的光亮下，无数的血点喷溅在墙上、地上，还有肥膘那逐渐消失的惨叫声。许久，地上只存在了5具满是刀孔的躯体。吴昊紧紧地抱住2个女儿，2名少女在吴昊的怀中嚎啕大哭。爸爸发誓，永远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们，永远！此刻的吴昊眼神充满坚毅，再也没有了之前的软弱。看着下方尘埃落定的一幕，漠然放下手上被撕裂了一大块的铁片。这块铁片是他从墙上抠下来的，随后做成了几个小飞镖，就这么轻轻一甩，免费为下面的3人做了个断井治疗。老爷子，你家的那个小软蛋，哼哼，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软弱呢。漠然启动了飞行，消失在了漆黑的天空中。
第159章12点后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里，墨染搜刮了百货商场、大型商场、物流仓库等一系列储存物资的地方，10万立方米的空间手镯都满了好几次，墨染为此还跑了几趟回来。墨染抬手一挥，一大排的瓜果蔬菜瞬间消失。已经11点多了，今天获得的物资数量堪称恐怖。看着再次被塞满的空间手镯，墨染启动战甲离开了这间大型超市。温度再次降低了，现在的温度只有5度了。距离12点仅剩40多分钟，看来时间一到，严寒就会降临了。操控着战甲，墨染很快就返回到了鼠鼠内部，将身上的战甲脱下。墨染来到储藏室，清理了手镯中的物资。可算忙完了，电饮奶茶，我来了。墨染来到旁边的奶茶机，开始在上面选择加入奶茶的小料。自从电影可以在全景上播放后，墨染就将那间建造出来的电影房拆掉了，里面的一切自然是搬了出来，当然也包括了这个奶茶机。叶果、芋圆，再来点仙草，就这3样吧。选择好想要加入的小料后，墨染点击在了制作上。奶茶机发出一阵嗡鸣，很快一杯奶茶便从内部推了出来。墨染拿起配套的吸管插入其中，随后深深地吸了一口奶茶。第一口永远是最香的，这味道真是美滋滋。喝着美味的奶茶，墨染缓缓来到指挥室中，悠闲地躺在指挥椅上，随后选择一篇电影开始播放。太舒服了，这生活简直过得太滋润了。背后是按摩的指挥椅，手上拿着是现做的奶茶，前面看着是播放的电影。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很快便临近了12点整。随着12点整的到来，安静的城市瞬间喧哗起来。呼啸的寒风突然刮起，周围的温度刹那间急速下降，一粒一粒的雪花开始从空中飘落，掉落在城市的每一处角落。紧接着，那些位于建筑中的物资刹那间全部消失得一干二净，一瞬间就掉到了-10度，这温度下降的还真是恐怖。墨染关掉了面前的电影，透过全景看向了此刻的外面。一粒一粒的雪花从空中飘落，掉落在鼠鼠的车身上，刹那间便被高温装甲所蒸发，变成了一缕白烟。这突如其来的降温，恐怕将带走不少人的生命。墨染打开区域频道，虽然现在是凌晨，但区域频道却异常热闹。我操，怎么突然间这么冷啊？我直接就被冻醒了。在晚上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感觉这温度一直在下降。我也是察觉到了温度的下降，所以提前穿了很多衣服。看来现在是没错的。外面现在都已经下雪了，我车上的温度计现在显示-10度。12点之前还没这么冷吧？一过12点后，瞬间就降到了10。我靠！城市里的物资好像全部消失了。我本来停在一间超市外，打算明天搬的，结果里面的东西现在全没了。我们现在就在搬运一间仓库的物资，我们搬运的这间没有消失，但其他没有搬运的仓库，现在里面的物资已经全部消失。怎么城市里的物资全没了？以前每间房子里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的。越来越多的玩家发出言论，给墨染提供了不少的信息。第160章，寻找一处地方。看来不仅是温度降低，城市中的物资也全部消失了。墨染自然也是看到了那几条发言，随后开始进行更多的浏览。随着多个发言的浏览下来，墨染也是清楚了物资消失的规律。如果拥有物资的地方没有玩家，那么这里面的物资就会消失。相反，如果有玩家待在里面，哪怕是只有一个人，那么里面的物质都不会消失。弄出这样的设定，看来是有点阴谋的想法在里面。墨染摸了摸下巴，他从这种变化中察觉到了一丝阴谋的气息。时间不早了，该睡觉了。墨染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随后进入浴室开始洗漱。洗漱完毕后的墨染回到指挥椅上，盖上小毯子，美美的进入梦乡。外面的寒风呼啸不停，空中飘落的雪花也是逐渐猛烈起来，地面上开始堆积了不少的雪，将整座城市覆盖上了一层白色。时间流逝，天边的那一缕光线再次升起，一颗太阳开始从地平线中缓缓出现，只是这阳光没有丝毫的温度。早上8点，墨染准时从睡梦中清醒过来。起床。伸了个大大的懒腰，墨染从指挥椅上站了起来，通过全景看向外面，此刻的外面已是白雪一片，呼啸的寒风早已停歇，飘落的雪花也早已停止。洗漱一番后，墨染便吃起了早餐，顺便浏览区域频道中的消息。幸好收物资的时候留了几件大衣，不然真的要被冻惨了。经历了那么热的高温，这突然降临的低温真是让我猝不及防。整座城市的物资都消失了，我找了一早上都没见到那栋房子里面有物资。有没有人要加入我的营地？我们选择的地方非常不错，来加入我的营地吧，我这里的保暖做得非常不错。频道中的消息都是在交流气温、防寒以及物资的消失，同时有不少人找到了不错的地方，开始在那边建立起防寒营地。找一个不错的地方安营扎寨，或许我也应该找一个地方。
毕竟让鼠鼠暴露在冰天雪地下，感觉有些不太合适。确定好这个想法后，墨染将其作为了今天的任务。吃完早饭，清洗好锅碗瓢盆，墨染在休息一会儿后便穿上战甲出去了。由于现在已经是白天，因此墨染减少了战甲的飞行使用，单战甲奔跑的速度就已经足够他进行探索了。根据昨晚得到的玩家活动区域，墨染去往了一处人最少的地方。来到这个区域一通寻找，墨染找到了一处地下停车场。砰砰，撕拉，将入口处的卷帘门撕开一个大洞，墨染顺着缺口钻了进去。往里面走了一段距离，一扇防爆大门出现在了面前。这停车场里面也不算太大，不过对我来讲刚好合适。通过透视能力，墨染轻而易举地看到了内部情况。转动上面的开启把手，墨染打开了这扇防爆大门。里面漆黑一片，墨染在里面寻找一阵后找到了配电室。配电室里面有一台发电机，墨染查看了一番发现可以使用，往里面添满燃油。随后墨染启动了发电机，轰隆隆隆隆。随着发电机的启动，整个地下停车场的电灯开始点亮。有2个人来到了鼠鼠的巷子，他们想要做什么？就在这时，通过屏幕上的鼠鼠视角，墨染发现了2名男子越过垃圾桶，正在往巷子中的鼠鼠走来。第161章，好奇心害死人。这令他瞬间警惕起来。经过一阵思考后，他也是清楚了原因。鼠鼠现在是开启隐身状态，加上高温战甲的性质，那么就会导致鼠鼠所在的那个区域出现一片没有任何白雪的地方。看来这2个人是发现这里的奇怪，因此好奇的进来查看。墨染迅速接通了鼠鼠那边的音频，打算看一下对方的反应。那巷子里面为啥没有雪？出现了一个正方方的地面。一名男子的眼神飘到了巷子里，发现那里有一处没有白雪地面，估计是之前有人把车停在哪，所以才没有被雪覆盖。你也别好奇了，咱们抓紧在周围看看有没有资源。这名男子并没有听取同伴的话，直接一个翻身跳了进去。那也太奇怪了，为什么走了还要将巷口用垃圾桶挡住？走嘛，跟我进来看一下那里是什么情况。男子回了同伴一句话，随后便自顾自地往那边走去。你这家伙就别好奇了，赶紧跟我去找资源。哎呀，你真是的。看到男子劝不回，外面的男子也只好一同翻了进去。2人开始向着里面不断走入，渐渐的他们也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哎，你有没有感觉前面好像有一个热热的东西？好像是啊，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随着2人不断接近，他们渐渐感受到了一股热流。当2人来到了那没有白雪的正方形区域前，已经可以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高温，这令他们感到无比的震惊。我去，好高的温度，这里面肯定有东西，但是什么也没看到啊，那东西还能隐形的不成？虽然他们感受到了这股扑面而来的高温，但却看不见散发出高温的物体，好像就在正前方。我出伸手摸摸看。一名男子伸出左手，缓缓地向前摸去。哎呦，我的手，什么东西啊？男子迅速抽回自己的左手，并不断地往上面吹气。我操，你吓我一跳，你怎么了？男子的突然一下，着实把旁边的同伙吓了一跳。我的手被什么东西刺到了，而且还很烫。这名男子伸出自己的左手，此刻手掌里出现了几个黑色的圆点。我靠，那里不会有一个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吧？2人迅速地远离了一些，随后其中一人抓起一把雪，径直扔了过去。呲，白雪在空中莫名其妙地被蒸发掉，迅速产生成了一团白烟。真的有东西，那里面真的有一个东西，快叫他们过来，说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2人迅速掏出了对讲机，打算进行联系。鼠鼠，碾碎他们，随后朝我这个方向来。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响起，墨染注视着将要发生的一幕。喂，大哥，我们在这。嗡，一道低沉的引擎声突然响起，打断了正在通话的2人。紧接着他们惊恐地发现，那没有被白雪覆盖的区域正在向他们逐渐逼近。我操，这，别我操，快跑啊！那个东西过来了。2人不傻，看到这一幕迅速拔腿就跑，但鼠鼠的速度更快，一下子便轻松地追上2人。咔嚓噗呲，咔嚓噗呲，2人的身影瞬间消失，地上只留下的2滩红色的肉泥。鼠鼠冲出巷口，向着墨染所处的方向持续前进。所过之处，地面的冰雪瞬间蒸发成了雾气。喂，你们2个开对讲机叫我干啥？喂，操！没事找事吧？咒骂了一声，男子关掉了手上的对讲机。如果你没有那么好奇，或许你和你的同伴还能见到明天的太阳。关掉鼠鼠的画面影像，墨染来到了停车场入口等待。第162章，新的消息。没有多久，墨染就在屏幕上看到了鼠鼠当前的距离。将入口的防爆门开到最大，
墨染站在了旁边进行等待。咔嚓咔嚓，哗啦，行驶到地下入口处的鼠鼠开始减速，随后径直碾碎面前的卷帘门。复合钢履带在地面上摩擦，发出了嘎嘎嘎的声音。鼠鼠碾过防爆门的门槛，沉重的吨位都令门槛产生了变形。当鼠鼠完全驶入后，墨染随手关上了防爆大门。有一条缝，不过影响应该不大，管它呢。变形的下方门框产生了一条缝隙，不过防爆门能关上，墨染也就没有再去管。让鼠鼠停在合适的位置上，墨染转身进入了内部，脱下身上的战甲，来到指挥室中享受起电影。毕竟他现在所拥有的资源数量堪称无限，那么就没有必要再出去外面。他现在自然是在等待，在等待家伙又想再玩出什么新的花样。今天的无限赋予已经刷新，墨染这次使用在203毫米舰炮的耐久上。呵呵，无限的弹药加上无限耐久，我的舰炮已经完全无敌了。看着现在的203毫米舰炮，墨染不由得勾起一抹微笑。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下午6点整很快来临。停止了一天的寒风再次呼啸而起，漫天的雪花再次不停地飘落。时间转眼间来到10点整，天空中的那道声音响了起来。哈喽哈喽，蝼蚁们晚上好呀！大家和我都是老相识了，那么我就不耽误大家了的时间了，直接跟大家长话短说了。来了吗？这是又想要做什么？墨染关掉电影，开始听起这道声音的内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天气的情况将会一天比一天更糟，你们的身体、武器、载具都会受到影响，请时刻进行注意。2. 小伙伴们将在今晚12点后陆续出现，并随着每天时间的推移，出现的小伙伴不仅种类和数量会变多，其自身也会产生一点小小的变化。消灭他们后将随机掉落物资，前提是你们做得到。3. 武器和护甲开放升级，你们可以让手上的破烂变得更加强大。武器护甲分解将得到零件，零件可以升级一些特殊的东西，并用来修复武器和护甲的耐久。模块升级解锁可以使加入载具的模块变得更加强大。强大的装备和载具将是你们抵挡热情小伙伴的措施。4. 将不定时投放物资箱，最多将出现5个，它们的位置会出现在你们面前，请在别人捷足先登前找到，里面装有物资和武器，还有一些特别奇妙的小道具。5. 从现在起，区域中的人数减少将不会进行合区，只要有10个区域的人数降为0，那么真正的太阳将会指引你们逃离这个地方，不要被热情好客的小伙伴们拦下哦。请记住，越往后情况将越糟，所以10个区域的出现不要太晚。而投放物资箱里或许就有这种解决的方法，要么活着逃离，要么永远埋葬在此，选择吧，哈哈哈。空中的声音再次消失，唯有无处不在的寒风呼啸不停。第163章升级。听完那道声音所讲的内容，墨染也是明白了对方所说的意思，又是让玩家之间自相残杀吗？还真是百试不爽的手段。墨染打开区域频道，里面玩家的消息早已满天飞。我去，他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10个区域的人数降为0？10个区域的人数降为0，还有隐藏在物资箱中的方法，这都是什么意思？你们两个是蠢吗？这都看不出来，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活到这的。意思就是说，要有10个区域的玩家嘎光了，我们剩余的其他区才能离开这个世界，真是惨绝人寰的手段，就和上个世界的情况一样。还有那什么所谓的小伙伴，难道又要出现什么不好的东西吗？肯定是用来对付我们的东西。天啊，要应对严寒，又要应对那未知的东西，这游戏的幕后黑手到底是谁？这简直在拿我们的性命当玩具。区域频道中的消息乱糟糟的，无数的玩家开始了激烈的讨论。小伙伴，看来应该是雪怪等某种敌对生物，明天倒是可以出去查看一下。不过现在先将战甲升级一番，还有安装在载具上的所有模块，这些都要全部升级一下。墨染关掉面板，起身来到了战甲武装室中。墨染打开制造面板，发现武器和护甲已经可以进行分解。经过一阵的了解，墨染也是明白了其中的规律。武器护甲的分解可以获得零件，分别为初级、中级和高级，同时分解得到的零件数量也是随机性的。零件的等级和数量是有概率的，运气不好的人，那就是武器没了，啥也没得到。同时，武器和护甲的零件可以相互转换，当然，这样的操作需要2倍的零件。真的是这样，不过对于拥有一点点运气的我来讲，这不就跟玩一样？墨染迅速挑选了一大堆看不上的武器，随后直接选择了分解。分解得到的数量可谓是 N 加，墨染将一半的武器零件转换成护甲零件。随后，墨染来到战甲的信息屏幕，开始疯狂的点击屏幕。战甲的3维数据开始快速的上涨，墨染的手指也是点的快如残影。过了好久好久，随着最后一次的点击，战甲的最后一条数据来到了满级。终于好了，墨染的双手抖得飞起，
他感觉这双手都快不属于他了。随后，墨染将那些囤积下来的模块全部分解，得到了大量不同级别模块碎片。利用这些模块碎片，墨染将安装在鼠鼠上的模块升级了个遍。墨染抖着2只手离开了战甲武装室，一脸疲惫地来到浴室。刷牙洗脸完毕后，墨染爬上了指挥椅开始休息。累，真是太累了。时间1分1秒地走过，很快便来到了12点整。外面的寒风一样呼啸不停，只是落下的雪花开始变大了些许。地面上的白雪开始隆起一个又一个雪堆，雪堆中发出些许的动作。一双蓝色又浑浊的眼珠出现，眼神中充满了死寂与杀意。这些雪堆开始在白雪上移动，仿佛在寻找着什么东西。第164章雪堆中的怪物。早上8点，墨染缓缓从睡梦中清醒过来。哦，起床起床！伸了个大懒腰，墨染从指挥椅上站了起来，来到浴室刷牙洗脸，随后开始吃早餐。在吃早餐的时间里，墨染打开频道开始浏览消息。有人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并且失踪的人头像全部变成黑白。刚打开区域频道，墨染便能看到很多的这种消息。很多到外面处理积雪的玩家就再也没有重新回来过，有些和同伴一起出去的，一个转身后就消失不见了。打开好友私信发送消息，就发现对方的页面已经变成了黑白色。页面变成黑白色，那就说明此人已经是嘎了。看来很有可能是那所谓的小伙伴做的。难道那种怪物会隐身吗？看着上面那一条条消息，墨染也是警惕了起来。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还玩个屁啊！就在这时，他的老熟人张天发了一则消息，并附带上了一张图片。那些莫名其妙消失的玩家都是被这种怪物杀掉的。这种怪物隐藏在雪堆里，他们会趁你们放松警惕的时候悄悄靠近，等接近到一定的距离后，他就会突然冲出，将人拖入雪中。所有人一定要小心雪堆，这种怪物都是藏在雪堆里的。看着张天发送的一大堆消息，墨染点开了他附带的那张图片。图片中躺着一只人怪物，整只怪物就像被抽干了水分，身上的皮肤非常的褶皱而且收紧，呈现焦黑色的模样。不规则的牙齿从嘴中突出，2双灰蓝色的眼珠位于眼眶之中。长长的手臂上没有拳头，变成了2把锋利的骨质镰刀。腿部的肌肉看起来异常发达，并且脚趾上长满了锋利的爪子。此刻的怪物身上多了很多弹孔，蓝色的鲜血从里面流了出来。此刻的张天再次发来了一段信息：这些怪物被消灭之后，很快就会变成一堆白雪。我们在白雪里一阵翻找，找到了2件掉落下来的物品。紧接着，张天发来了2种物品的信息：雪怪精血，普通，涂抹在物体上可有效抵御严寒对该物体的侵袭，抵御时间1小时，服用后可小幅度增加自身体温，但服用过多后将有未知影响。雪怪肉，使用后可小幅度增加饱腹值，并缓解严寒带来的疾病效果，服用过多后将有未知影响。我们刚才又杀了几只怪物，这2件物品都是100%掉落，如果运气不错的话，还可以掉落一些物资。张天的消息一出，很快便引起了众多玩家激烈的讨论。我靠，原来那些消失的人是这样子没的，这些怪物也太老溜了吧！是真的，我们杀死了一只怪物，在他所带的雪堆里发现了已经被斩首的玩家。我亲眼看到一个人直接被拖了进去，把我们赶出去救的时候，他已经被怪物切成了碎块。这种怪物从雪里冲出来的一瞬间很快，但之后的速度简直就像老奶奶，很轻松就能被斩杀。而且这些怪物的智商好像很低，随便丢块石头过去就引诱出来了。越来越多的玩家在频道上分享如何应对这种怪物的方法。第165章怪物的攻击方式。怪物吗？看来我也要出去看一看。墨染扫完饭桌上的早餐，随后将各种锅碗瓢盆清洗好。做完这一切后，稍微休息一下，墨染转身来到了战甲武装室。穿戴好战甲，墨染走出鼠鼠，来到了防爆大门前。不少的白雪通过下方的缝隙蔓延了进来。咔咔咔，墨染转动上面的开启把手，早已结冰的把手发出一连串声响，感觉转起来好轻松，不愧是已经升到满级的战甲。可惜受到了当前材料的限制，如今战甲的实力并不能完全释放出来。对于这种情况，墨染也没有感到失望，毕竟在强大的力量没有承受得了的部件，那么这力量也就无法发挥出来。一把拉开面前的防爆大门，墨染的面前出现了一栋白雪皑皑的墙壁。这雪下的真是大，直接将整个入口都给堵上了。鼠鼠启动烈焰喷射器，将这些白雪全部灼烧掉。墨染对着鼠鼠下令道，他可没有自己挖出去的打算。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车辆开始缓缓移动至门前。炮塔上的烈焰喷射器弹出，对准了正前方的大门。呼呼呼呼，汹涌的火焰喷射而出，面前的白雪瞬间蒸发成了无数的白烟。
短短数秒间，地下停车场入口的白雪瞬间消失一空，烈焰喷射器缓缓熄灭，随后收回了炮塔之内。叔叔，在我出去后将防爆门顶上。明白，车长。默然走到门外，顺手关上的防爆大门。叔叔立刻上前将面前的防爆大门顶住。这样就不用担心，出去的时候有人进去。默然推了一下防爆大门，大门纹丝不动。默然转身向着上方走去，很快便来到了上方的大街。上方的地面已经覆盖了大约30厘米的积雪，一眼望去能看到不少雪堆。果然雪堆里都是怪物，还真是一群老六。默然的视线扫向周围，在透视能力的加持下，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那一个个的雪堆里正蜷缩着一只怪物。那些怪物迅速察觉到了默然，开始向着他这边缓缓移动过来。就这么一会的时间，那些雪堆与默然之间的距离已经缩小了不少。这蹲着走路的姿势有点好笑，不过说来也是神奇，在这如此的移动下，那些覆盖在身上的雪竟然不会掉下，而且他们移动过的地方竟然还会将积雪填充回去。如果不仔细注意的话，还真是容易被他们偷袭到。默然迈开脚步走向最近的一处雪堆，等到距离已不足半米的时候，面前的雪堆猛然打开，里面的怪物迅速冲出，扑向默然。2把骨质镰刀迅速勾住默然，随后用力向里面拖去。但预想中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无论怪物如何用力都无法移动默然半分。默然也是在这时候看清楚了怪物的攻击方式，原来这种雪堆根本不是雪，而是怪物身上的一种部分。他们正是利用这种东西做到隐藏自身的手段。2根长满利爪的脚趾此刻正死死地抓住地面，以保证自己的稳定，从而更好地进行狩猎。只要偷袭成功，那么就能迅速将人拉入隐藏起来，随后便是斩杀，无声无息，没有任何人发现。第166章，没保护卡了吧？怪物不停地用力，2根细长的手臂都开始了微微的颤抖，骨质镰刀不停地在默然后背摩擦，发出了阵阵咔咔声。灰蓝色的眼睛此刻透露着大大的疑惑：小伙子很懵逼吧？你这光秃秃的小脑瓜子似乎不好用呢。默然伸起右手放在怪物的脑壳上，随后五指开始用力，咔嚓，噗呲，咔！怪物的脑壳瞬间被默然捏爆，黑色的不明物体夹杂着蓝色血液，瞬间从脑门喷射而出，沾染在了默然身上。扑通！怪物的双臂垂落下来，默然放开右手，怪物便直挺挺地倒在地上。随后，整只怪物开始变白，下一秒便粉碎成了无数白雪。默然弯下腰，在里面一顿掏，找到了怪物的2件掉落物，还有一个物资。这就是制作耐寒防护涂层的材料，可惜是普通品质的。看来还有更高等级的怪物会出现，到那时再进行狩猎收集。随手扔掉这2个掉落物，默然决定测试一番战甲。启动后背的飞行装置，默然瞬间冲天起，并且不断向着天空上升，高度此刻也是越来越高。不要再继续往上，你会因为缺氧晕过去的。脑海中的危险提示突然响起，默然迅速停止向上飞行。缺氧。默然虽然感到疑惑，但还是重新下降回了地面。在脑海中一阵思考后，默然也是明白了过来。对啊，高空缺氧，我的战甲并没加压系统，确实会产生这种情况。有了飞行能力之后，我竟然将这个重要的问题忘记了。默然重新返回鼠鼠内部，来到了战甲武装室，脱下身上的战甲，默然进入了储藏室中，在里面一阵翻找后，找出了一套潜水服。用潜水服进行改造，没准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默然带着潜水服来到战甲武装室，将其放在了台面上，随后选择改造。在等待改造的时间里，默然来到指挥室看起了电影，毕竟他现在确实挺悠闲。你已向对方发起决斗，对方5分钟内未同意，则视为失败。你作为胜利方，将获得对方80%的资源。哎呦喂，没保护卡了呀！正躺在指挥椅上看电影的默然，瞬间从椅子上坐了起来。他昨天特意等待了一天，没想到今天还真让他抓住了。我的第2个张卡已经准备好了，只要这家伙敢拒绝，那我立马再开一张。默然抽出一张决斗卡，专心致志地准备着。对方已将普通载具决斗更改为生死载具决斗。哟，你很勇啊，那这决定不错，正好送过去跟你个团聚。看着新出现的面板，默然露出一抹迷人的微笑，随后点击在了确定上。你已同意生死载具决斗。对方选择的地图为决斗场。10秒后进入地图。好戏即将来临，先来杯奶茶，快乐快乐。默然起身走出指挥室，开始去选择美味的奶茶。另一边，默然，今天刚好是我哥的生日，就用你的生命做成礼物送给我哥。我还在想怎么找到你，没想到你竟然自动送上门，还真是便宜我了。山田花英子抬头看向前方的载具，
那是一辆武装到牙齿的大巴车，车身上满是厚重的铁板，各种大炮机枪数不胜数，车顶上还有一座导弹发射架，此刻的上面正填装着一发导弹。看着即将结束的倒计时，山田花英子一步踏上了载具。第167章2块铁饼。随着倒计时的结束，鼠鼠瞬间被一团白光包裹。等到白光消散的时候，鼠鼠的身影消失在了地下停车场内。墨染喝着奶茶，翘着二郎腿，等待着面前的白光消散。随着包裹在外的白光缓缓消散，墨染和鼠鼠已经出现在了一座巨大的决斗场中。周围是残破不堪的看台和墙壁，地上是金色的黄沙。在最上方的天空中，有一颗炽热的太阳正悬挂在那。这环境有种梦回第一世界的感觉。看了一眼周围的环境情况，墨染将视线放在了远处的那辆载具上。这武装的还挺不错，看来是用上了一点手段呢。墨染开始在心中盘算着想法，想着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摧毁。在另一边的对面，墨染那家伙呢？怎么看不到的任何东西？山田花英子看向对面，竟然发现没有墨染的载具存在。咦，怎么没反应？哦，对了，鼠鼠的电子迷彩涂层还开着呢。发现对面的山田花英子半天没动作，墨染才反应过来这玩意没关呢。鼠鼠，将电子迷彩涂层关闭。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车辆的外形开始显现出来。出现了，那就是墨染的载具。看着远处那辆钢铁巨兽，山田花英子的内心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不安感，特别是那座红色的炮塔，那2根粗大的炮管令他产生了恐惧。攻击！快给我攻击！任何武器全部都给我启动！山田花英子压下心中的不安感，大声的嘶吼起来。轰！轰轰！轰！哒哒哒哒哒！2块开过口的钢板升起，将大巴车正前方的玻璃保护住。紧接着车上的所有武器在同一时间迅速开火，各种口径大小的炮弹如雨点般向着鼠鼠倾泻而来。砰砰砰！乒乒乓乓！各种炮弹在命中鼠鼠装甲的一刹那，全部都诡异的弹跳开来。跳弹！某款游戏的恶疾突然发作，会不会打老鼠啊？遇到正面就要打裤裆。炮塔也行，可惜已经换了一个新的了。看着火星四射的装甲，墨染不禁一阵啧啧。鼠鼠，冲过去，将那辆载具给我碾碎。墨染已经想到了摧毁对方的方式，那便是和他哥一样的下场。这种想法想一想，都让人感到非常的兴奋。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车辆开始移动起来。该死，那到底是什么载具？为什么无法被炮弹打穿？为什么？看着那毫发无损的钢铁巨兽，山田花英子满脸的不敢置信。紧接着他便看到那只钢铁巨兽竟然在向他冲过来。后退，快后退啊！导弹，对，赶紧发射导弹！山田花英子大声的嘶吼着，几名手下迅速爬上车顶，开始操控导弹。手动瞄准的导弹，这玩意可打不到我。通过放大的屏幕，墨染一下子便看出那是手动的发射架。墨染，你给我去嘎吧！山田花英子按下手上的发射键，车顶的导弹瞬间飞出。看着那急速飞来的导弹，鼠鼠稍微偏了一下车体，那枚导弹就这么疾驰而过，飞到后面产生了爆炸。躲过去啊！山田花英子看着这一幕，瞬间就愣住了。就在他还处于懵逼的时候，鼠鼠早已来到了他的前方。躲开，快躲！砰！轰！鼠鼠瞬间撞上了大巴车，将其推到了后方的墙壁上。整辆大巴车瞬间化作铁饼，同时被前面的刀锋撞角一分为二。所以现在是2块铁饼了。呼呼呼呼呼！都烧成铁水了，这样肯定诈尸不了。看着地上那滩通红的铁水，墨染就放心了。斩草要除根，还要把地给刨了，这样春风才不会吹又生。第168章物资箱投放。接受决斗方已死亡，你是本场决斗的胜利者。你已获得对方100%的资源，以及对方所使用的载具。墨染的面前出现的那块面板，还有悬浮在空中的正方形方块，将里面不需要的东西剔除，剩下的物资墨染全部放入储藏室。鼠鼠再次被白光包裹，在出现时已经回到了地下停车场。搞定，完事，继续看电影哦。墨染嘬着奶茶，翘起二郎腿，继续观看起未看完的电影。算算时间差不多后，墨染起身来到了战甲武装室。此刻的潜水服已经改造完毕，墨染将改造后的潜水服安装进战甲。此刻的战甲已经变成一个密封的整体，里面的压力可以保证墨染在任何地方正常行动，同时需要定时补充气体，以保证里面的压力情况。不过这对墨染再讲都不是事，无限赋予直接解决问题。噗呲呲呲呲，战甲后背打开的一瞬间，从里面冒出了大量白色气体。
墨染上前将全身贴入，后方的背部缓缓关闭起来。一些白色气体从战甲的周围冒出，很快便消失不见。感觉没啥变化，先出去查看一番。墨染离开了地下停车场，紧接着一个起飞冲向天空。下方的景物越来越小，墨染并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不仅如此，他还感觉整个人特别的清醒，与之前穿戴战甲的表现完全不同。墨染在空中不停飞行，感受着如今的变化。就在这时，原本晴朗的天空开始出现乌云，太阳的光线渐渐被遮挡起来，下方的城市开始变得灰蒙蒙的，仿佛将要下雨一般。变天了，看来是要有什么动作了。墨染停下飞行，位于高空中俯瞰着下方。紧接着，那道机械音从天空中传了出来。物资箱在1分钟后将进行投放，投放位置将即刻显示。物资箱将在3小时后消失，请在消失前进行获得。机械音在播报完毕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原来是物资箱的投放，不过这天好像越来越暗了。随着乌云的不断积聚，下方的光线也是越来越暗，仿佛将要进入夜晚一般。时间到，物资箱已投放，当前所剩数量5道淡蓝色的光线从空中落下，出现在远处的5个方向。墨染向下方看去，不少载具的灯光在城市中出现。这座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迷宫，所有的玩家都被投放在了迷宫的最中心，而这5个物资箱的投放点正处于所有玩家投放的范围外。看来这5个物资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拿。下方的街道开始聚集大量的怪物，已经有不少玩家跟怪物起了冲突。挑选了一个距离最近的物资箱，墨染加速往那边飞去。经过10几分钟的飞行，墨染抵达了这处物资箱的位置。这是一座小型公园，物资箱此刻正位于公园最中心。那里有一座凸起的高台，上面正摆放着一个蓝色的箱子。果然这箱子不好拿，这周围的怪物真多，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怪物。墨染悬浮在公园的上空，利用透视向着下方看去。公园里分布着大大小小的雪堆，每一个雪堆里面都藏了一只怪物。第169章群殴。体型较小的雪堆里都是之前所见过的那种怪物，而体型较大的雪堆里则是出现了这种怪物的增大版。不仅体型和肢体变得更加粗壮，而且拥有6条手臂，每条手臂的前端都是一把把锋利的骨质镰刀，并且这种怪物的身上长了不少骨质甲片，看起来十分的坚硬。随着墨染不断降低高度，下方的怪物也是瞬间察觉到，全部双眼死死地盯着墨染，眼神中充满了杀戮的欲望。看什么看，一群走地鸡也可是会飞的，有种跳上来打我啊！看着下方那群大眼瞪小眼的怪物，墨染一脸轻蔑地笑了出来。操控战甲飞往中心的高台，墨染开始向着下方的物资箱降落。通过透视，他发现物资箱里面有很多食物，还有一根黑色的圆柱形手柄。虽然不清楚那是什么，但只要打开箱子便能知晓。那黑色的手柄好像是某种武器的握把。墨染一边下降高度，一边思考箱子中的那个黑色手柄。就在这时，旁边一座大雪堆开始缓缓向高台方向移动。砰！随后里面的怪物猛然冲出，径直向着空中的墨染扑去。我操！听到动静的墨染迅速回头一看，就看到一只怪物迎面而来，6条手臂张开，将墨染狠狠地拥入怀中。双方就这么飞了出去，随后摔在了远处的地面上。砰砰砰砰！周围的怪物就如同被触发的捕兽夹，一个接着一个往墨染身上招呼。地面上瞬间形成了一团球，墨染就像被叠罗汉一样压在下面。无数的骨质镰刀在战甲上划过，留下了一道道白色的划痕。我操啊！这种大只的竟然能跳这么远，而且尼玛竟然玩群殴，这些怪物也太无耻了。还有，别拿你这张烂嘴啃我，给我滚开！最先抱住他的怪物张开嘴巴，竟然开始上嘴啃他。看着那满口烂牙，墨染直接赏了对方一记无敌铁拳。砰！咔嚓！噗！那颗丑陋的头颅瞬间爆炸，整只怪物无力地瘫软下来。两侧护腕的刀刃瞬间弹出，墨染开始原地拳打脚踢，每一拳轰出，每一刃斩出，都有一只怪物化作白雪消散开来。背后的飞行装置启动，墨染在周围的地上不停地撞来撞去，将身上的怪物不停甩下，同时向着高台的方向飞去，将高台上的物资箱一把抱起，随后用力抛向天上。墨染双手伸向后面，直接将后面最后一只怪物的脑袋扯下，随后急速飞去，在空中将物资箱稳稳抓住。这就是被群殴的感觉吗？真是好好的体验了一把。看着下方那些张牙舞爪的怪物，墨染真是越想越气。送你们一点小礼物，然后去嘎吧。墨染左手一挥，几十颗拉过环的高爆手雷瞬间落下，轰轰轰轰轰轰，爆炸声连绵不绝。
下方的怪物瞬间被炸得肢体飞溅，抱着怀中的物资箱，墨染飞到了旁边的一处高楼上，扣开上面的锁环，随后一把打开了物资箱。第170章高分子激光刃隐身徽章。物资箱打开，便能看到里面满满当当的食物。将这些食物全部收入空间手镯，墨染拿起了最下方的那个黑色手柄。高分子激光刃，利用能量组成的刀刃，拥有极其强大的破坏力。光刃的威力取决于能源的上限，提供的能源越多，威力越强。在旁边还绑着一条充电线，真是十分的贴心。墨染按下了上面的开关，一条由蓝色激光组成的刀刃瞬间出现。由能量决定上限的激光刃，这简直与我的战甲绝配。墨染挥动了几下，发现异常的顺手，而且还很炫酷。将这把激光刀刃收入空间手镯，墨染起飞，向着下一处物资箱赶去。20多分钟后，墨染到达了这一处的物资箱，面前出现了一栋巨大的建筑。在透视能力的搜寻下，墨染很快就发现了位于最里面的物资箱，里面同样装满了食物。同时在箱子最底下的位置有一个圆形的黑色徽章。一枚徽章，难道又是什么奇特的道具？先拿到手再说。墨染从天空中降落下来，随后径直来到这栋建筑的大门。砰！一脚踹开眼前的大门，墨染进入到了里面。砰砰砰！哒哒哒哒！刚进门而入，墨染手上便火力全开。这栋建筑里面到处都是怪物，墨染自然要好好的清理一番。一边不停的进行清理，一边向着物资箱的位置急速靠近。没有花费多少时间，墨染便来到了放置物资箱的房间。通过透视向里看去，里面至少有50多只的怪物正在等待。砰！社区上门送温暖了。墨染一脚踹开房门，同时左手向里面一挥，几十颗拉环的高爆手雷瞬间飞出，墨染迅速的隐藏到墙后。轰轰轰轰轰轰轰！剧烈的爆炸声从房间内传出，伴随着汹涌的火光和燃烧的硝烟。等到一切尘埃落定后，墨染发动透视向里面看去，里面早已一片狼藉，所有的怪物已经化作遍地的白雪。这种清怪的效率真高，在身上带几个响的果然没错。墨染转身进入房间，来到了物资箱的面前，将上面的卡扣打开。墨染一把开启了物资箱，先将里面的食物全部收入空间手镯，随后墨染拿起了那枚黑色徽章。隐身徽章，佩戴后将获得隐身效果，时间持续5分钟。隐身时间内自身散发出的热量、气味、声音等信息都无法被察觉，进行攻击或受到攻击时都不会退出隐身状态。5分钟的隐身时间过后，隐身徽章将进入48小时冷却时间。当浏览完手上这件物品的信息后，墨染瞬间眼前一亮。我去，这东西厉害了，这简直就是当老六或者逃命的神器。到时候也将这件物品加入改造，看看安装在战甲上是什么样的效果。将这件物品收入空间手镯后，墨染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处物资箱。现在的时间差不多过去1个多小时了，应该有玩家快要到达物资点了。他要赶在这些人到达前再干最后的一票。第171章，莫某人替你们收下了。一群由10几辆车组成的车队正浩浩荡荡地向着一座广场驶去，无数的怪物从旁边扑出，狠狠地撞击在这些车辆上。一把把武器从车窗中伸出，向着周围的怪物不停射击。我操！什么人的速度这么快？已经有2处物资箱没了。这才开始多久？估计才过了1个多小时。什么车的速度这么快？我们快到了，大家再加把劲啊！前面那座广场就是了。车辆内人声鼎沸，无数的玩家正在不停地进行攻击。随着车队进入广场，周围更多的怪物向他们袭来，特别是那些更为巨大的怪物，身上的甲片提供了非常好的防护。他们的武器攻击在那种怪物身上，竟然没办法第一时间将其消灭。车队前进的速度一下子就被拉低，这些都被位于房顶上的墨染尽收眼底。看来我来的不晚，到达的时候这些玩家也刚到。墨染转头看向广场中央，那里正有一个放于高台上的物资箱。眼前的屏幕开始放大，随后墨染发动了透视。物资箱里放满了食物、一双手套，还有一块的背包式的电池。电池和手套似乎是一个整体，能看到电池里延伸出了一根电线，随后分成了2头，分别连接在了这双手套上。电池加手套，难道这是一个电击手套？这个可能性很大。通过对里面物品的判断，墨染也是大体猜出了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各位加油打哦！至于这个物资箱嘛，就由我莫某人替你们收下了。看着缓慢向内推进的车队，头盔下的墨染坏笑一声，从空间手镯中取出隐形徽章，随后直接进行使用。墨染的身形瞬间消失在了原地，仿佛从未来过一般。背后的飞行装置启动，墨染迅速向中间的物资箱飞去。来到物资箱的旁边，墨染扣开上面的锁扣，随后一把打开物资箱，左手一挥，
里面的所有物资就被传送到了空间手镯中。完事，溜溜球喽！墨染将物资箱重新盖好，随后加速飞离了此地。周围的怪物全部一脸懵逼地看着那突然开启，随后又突然关上的物资箱。呼，终于把这些怪物都清理干净了，这数量也太多了吧！物资箱就在那，快冲啊！去晚了可就没了。滚开！物资箱是属于老子的，谁都不能抢！十几辆载具瞬间冲到了高台边，车上下来了众多玩家。此时所有人因物资箱的分配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砰！都闭嘴！让你们之间说得上话的人上前，咱们平均进行分配。在这里争论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一名男子掏出了手枪震慑，争吵的人群此刻才平息下来。每辆载具中的玩家走出一人，十几人来到了高台之上，里面的物资进行平均分配。咱们都是一路合作过来的，这点要求大家觉得合理吧？那名开枪的男子说道，其余人都是认可的点了点头。随后男子弯下腰，要面前的物资箱一把开启。这里面怎么是空的？怎么回事？物资箱里面怎么没有东西？我操！玩我们啊！一路到这边过来，结果到头来什么都没有。看着空空如也的物资箱，在场的众人瞬间愣住了。平静的人群再次吵闹起来，之间的冲突也是逐渐升级。砰砰砰！哒哒哒哒哒！胜者带领败者的物资离去，败者永远长眠在这片土地。第172章激光刀刃。墨染在空中一路疾驰，很快便返回了地下停车场。防爆门后的鼠鼠缓缓移开，墨染径直推门而入，关门上锁，随后进入到了鼠鼠内部。率先来到战甲武装室，墨染脱下了身上穿戴的战甲，折叠机械臂从天花板上伸出，开始对战甲进行清理和修复。墨染将手镯中的3件物品取出，随后摆放在了台面上。看向这副手套和电池，该物品的信息呈现在了他的面前。高压电击手套，当背包电池充满电能后，电击手套最高能释放10万伏高压电，之后释放的高压电将根据背包电池中剩余的电能决定。10万伏的高压电，这被电一下不就可以全村开席了？我战甲的能源是无限的，要是搭配上这玩意儿，我操，这不直接化身高压电法王，以高压电的力量击碎黑暗。想到这里，墨染这嘴角是怎么压都压不下来。这还犹豫什么？根本不需要犹豫，墨染直接将这3件物品投入转换机。3件物品被折叠机械臂夹起，随后投放进了转换机内。已经11点多了吗？是时候开始做饭恰了。看了一眼面板上的时间，墨染转身进入了厨房之中，做饭、恰饭、洗碗、休息，随后再来到战甲武装室。3件物品已经全部改造完毕，是时候将它安装到战甲上了。墨染点击安装，折叠机械臂带着3件改装后的部件前往战甲。在一阵乒乒乓乓、哐哐哐之后，3件物品被成功的安装到战甲上。终于都安装好了，那么现在试验一下新加入的装备吧。墨染搓了搓手，带着激动的小心情进入了战甲。后背缓缓关闭，面前的屏幕重新点亮起来。战甲的表面喷出大量的白气，整个战甲进入了密闭状态。墨染离开鼠鼠，来到了停车场外面。先试一下激光刃，这种酷炫的东西一定要第一个尝试。墨染抬起左右手，随后启动了激光刀刃。嗡嗡，2把红色的激光刀刃瞬间弹出，炽热的高温散发出来，刀刃周围的空气都产生了扭曲，2把激光刀发出了沉闷的嗡嗡声。单单听着这种声音，墨染都能感到这2把激光刀刃的危险，真是太酷了。墨染将目光放在旁边的电线杆上，右手轻轻向前一挥，任何阻力都没有感受到，电线杆上瞬间出现了一道红色的切痕。哐当，这切断的电线杆倒塌下来，切口位置冒着炽热的高温，上面的金属被融化成了铁水，变得通红无比。这效果，这不比以前那个破刀好用。紧接着，墨染看向面前的墙壁，就这么刷刷几下，随后轻轻一推，砰！面前的墙壁瞬间被切出了一个正正方方的缺口，缺口平整无比，表面是通红融化的岩石，正散发着炽热的高温，感觉就像在切蛋糕一样。这效果真是太强了。不过如此强烈的高温，现在的战甲真的能够适应吗？墨染收起激光刀刃，随后看向2处护腕的位置，上面完完整整，没有出现任何一丝变化。没有变化，看来是没问题的。也对，承受不了的话就装不上去了。查看一番没问题后，墨染开始测试起下一个部件。第173章，给你们清醒清醒。下一个要测试的部件便是经过改造的隐形徽章。墨染启动了隐形功能，战甲瞬间消失在了原地。一些移动过来的怪物看到这一幕，瞬间疑惑地看来看去。我都靠得这么近了，这怪物也没发现我。
墨染来到一个雪堆前，不停地挥着双手以及做各种动作，结果这怪物跟眼瞎了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啪！墨染举起右手，紧接着一个逼斗抽了下去，怪物瞬间被抽飞出去，半张脸都产生了严重的变形，结果还是一脸懵逼地看向周围，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墨染弹出激光刀刃，处于懵逼中的怪物瞬间向墨染扑来，唰！红色光刃一闪而过，扑过来的怪物瞬间变成两半，切口处冒着浓郁的黑烟，并伴随着滋滋作响。隐身被解除了，难道不能使用武器吗？看着怪物的反应，墨染就知道隐身被解除掉了，于是他当即试验起来，很快便得出了隐身的结论。处于隐身状态后，战甲的表面就是一个整体，如果弹出各种武器的话，那么这个整体就会被破坏。如果墨染不使用任何武器，单单使用拳脚的话，不会破坏隐身。原来是这样子，不过这种效果也不错，毕竟我这沙包大的无敌铁拳，那可是一拳一个小朋友。在继续隐身来了几个大逼斗后，墨染开始测试最后一样部件。最后一样是高压电击手套，不知道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墨染看向自己的双手，随后启动了高压电击。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高压电击启动的一瞬间，无数的电弧在墨染手上出现，它们就像一群灵活的小精灵，在五指间灵活地跳跃着。墨染将手掌逐渐靠近，这群灵活的小精灵就在两个手掌间跳来跳去。哇哦，看起来好酷的样子。墨染转头看向旁边的一个雪堆，随后缓缓地走了过去。雪堆中的怪物还不知危险的来临，还是扑了出去抓住墨染。看你这浑浊无光的小眼神，指定是打多了才会这样子。就让心地善良的莫某人我给你免费的来个提神醒脑。墨染伸出双手，无比轻柔地捧住他的脑袋。怪物刹那间感受到了墨染的爱，瞬间激动的手舞足蹈。对，好，很有精神，很棒，非常的不错。看着怪物如此充满活力，墨染都快被自己的爱所感动到了。双手离开怪物的脑袋，怪物瞬间身体一软瘫倒在地，身躯开始变白，随后破碎成了无数白雪。哎，年轻人就是身体好，到哪都是倒头就睡。墨染看向屏幕，发现现在的高压电击只是低能状态，以战甲现在的防护，如果在网上就会承受不住，并且对墨染产生危险。对啊，防电能力竟然忘记了这个问题，看来战甲还是存在着很多缺陷，很多地方还是需要改进。看着屏幕上所显示出来的信息，墨染在心中的小本本里记下了这点。不过接下来嘛，我得再好好的过把手瘾，嘿嘿嘿。墨染摩擦着双手，一脸微笑的看向那些雪堆。那些怪物在这一刻竟然通透了，直接快速的远离了墨染。哎呦，别跑，让莫某人我来给你们清醒清醒。墨染迅速追了上去，免费的为他们进行清醒服务。啊，可真是太有爱心了，作者都感动的不得了，对吧？第174章第二次物资箱投放。在继续清醒几位后，墨染才依依不舍地返回地下停车场。投放的所有物资箱已被拾取，本次物资箱投放结束。就在此时，天空中的那道机械音响起来。墨染回头向上一看，乌云密布的天空在此刻开始明亮起来。打开面板，可以看到左上角的人数与之前相比减少了一些，真是一个不错的减员方法。不过恐怕还没完。墨染关掉面板，转身进入了地下停车场。接下来的这几天时间里，墨染都待在蜀黍里没有外出，毕竟外面也没有什么值得出去的东西，还不如待在里面看电影来的快乐。随着时间的不停推移，每天的温度都在不停的下，白天的日照时间也在一天一天的缩短。此时外面游荡的怪物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类型。转眼间时间来到了第5天，物资箱在1分钟后将进行投放，投放位置将即刻显示。物资箱在3小时后消失，请在消失前前往获得。吃完午饭正在休息的墨染听到那机械音后立马清醒过来。第2次的物资箱投放，希望里面能再来点好东西。墨染伸了个大大的懒腰，随后甩了甩脑袋清醒。来到战甲武装室，穿好战甲，墨染走出蜀黍，来到防爆门前。防爆门上早已结满冰霜，下方的缺口蔓延进了不少的白雪。一把拉开防爆门，面前是一堵厚厚的雪墙。呼呼呼呼，停车场入口的白雪被焚烧干净，墨染顺手带上门，并让蜀黍堵上。5道蓝色的光柱从天空中落下，分散在了5个方向。墨染启动飞行装置，向着离自己最近的一处地方飞去。今天的气温是-32度，呼啸的寒风变得比之前更大了。还有这漫天飘落的白雪，这对视线的阻挡可真严重。墨染在空中的雪幕里急速飞行，战甲也开始附上了一层薄薄的冰霜。没有多久，墨染就来到了一处森林公园。通过透视，清楚地看到位于森林下方的物资箱。关掉战甲的隐形功能，
墨染开始进行降低高度。至于为什么要关掉隐形功能，是因为墨染想和新出现的怪物碰一碰。下降到一定高度，墨染直接关掉了飞行装置。砰！战甲急速掉落，随后平稳地落到地面上。紧接着，墨染抬起左手，并启动了防护罩。淡蓝色的防护罩瞬间出现，几根尖锐的冰毛在下一秒便命中在上面。防护罩纹丝不动，冰毛粉碎后掉落在地上。墨染转动视角向那边看去，那里正有几只浑身长满白色毛发的猩猩，它们的前肢异常粗大，身高大约在1.7米左右，自身的体格也是非常的大。而较为奇特的便是背后长满了长长的冰毛。这种怪物墨染在区域频道中见过，它们的移动速度很快，而且能够进行攀爬，但自身的身板特别脆弱，只要命中弱点基本就是一下解决。这种怪物擅长进行远处投掷攻击，投掷的武器便是背后生长出来的冰毛。背后的冰毛在投掷完毕后便会在几小时内重新生长出来，所以这种怪物都是打完一波就跑，绝不进行任何恋战。因此有不少玩家死于这种怪物，稍不注意就会因此丢掉性命。第175章幽灵铠甲。下一秒，更多的冰毛从四面八方飞出，墨染迅速启动右手的防护罩，双手防护罩轻松地格挡下所有冰毛。猛烈的冰毛攻势很快便停歇了下来，所有投掷完毕的怪物迅速逃离了此地。虽然是由冰做成的武器，但是展现出来的威力也是不容小觑。墨染扭头看向旁边的一棵大树，无数的冰毛正密密麻麻地插在上面。这要是换成一个人普通人，那基本就是被贯穿成了马蜂窝。咔嗒咔嗒咔嗒。就在这时，一阵咔嗒声由远而近传了过来。听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墨染向着那边扭头看去，只见一具身高2米的人形铠甲正在向他这边一点一点地走近。全身的铠甲呈现暗灰色，到处都是划痕和缺口，看起来残破不堪。整具铠甲看起来十分的厚重，每一步踏出都在咔嗒作响。铠甲的背后背着一把巨剑，虽然上面布满了缺口，但巨剑还是锋利无比，刀锋处闪烁着阵阵寒芒。通过头盔前方的缺口，能看到里面有一颗蓝色的球体，若隐若现。哦，原来是最近聊的比较多的幽灵铠甲吗？通过这几天在世界和区域频道的消息，墨染也是了解到了这种怪物。这种怪物在第4天的时候出现，模样就是一个巨大的人形铠甲。透过铠甲上的一些缺口，可以看到里面空空如也，所以正因如此，有人将其取名为幽灵铠甲。这种怪物的防御特别恐怖，不管是枪炮还是各种爆炸攻击，都很难对其造成伤害，简直就是一种无敌的存在。而且力量非常的强大，能够轻松毁掉一座房子。对于低等级的载具，更是犹如手撕薄纸，不在话下。所以这种怪物一出现，就令所有的玩家感到非常头疼。不过好在怪物的速度非常缓慢，而且自身特别的不灵活，只要不是和他撞脸，这种怪物对于玩家的威胁并不是很大。但如果他发现了根据地，那么在他到来前撤离是最好的选择。唰！此时的铠甲距离墨染已不足10米，背后的那把巨剑也是被他抽了出来，此刻正紧紧地抓在手上，向着墨染一步步持续逼近。墨染抬头看向天空，黑暗、猛烈的寒风，还有如此数量的降雪，真是恶劣的天气，玩家的速度肯定被大幅度拉低。看来我能和这位小朋友浅浅地玩一把了。此刻的怪物已经来到墨染前面，手上高举的巨剑迅速劈下。墨染向着旁边移动一个身位，巨剑在他的旁边轰然砸落。轰！巨剑深深地劈入地面，地面都产生了一阵小幅度的震动。哦，这一击下去至少得有几吨的力量，这玩意的力气还真不小。现在旁边的墨染能直观地感受到，刚才那一下的力量绝对不轻。听说你很硬，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扛住我的激光刀刃。右手的激光刀刃瞬间弹出，墨染向着铠甲的左手腕劈去。激光刀刃轻而易举地切开手腕，铠甲的左臂瞬间与手腕分离，切口处平整，而且散发着高温与融化的痕迹。第176章寒钢。这么轻松的吗？看来我这激光刀刃的强度不低。看到效果竟然这么的立竿见影，墨染也是被小小的震惊一把。在之前的世界频道中，就有玩家使用激光武器对铠甲进行攻击，确实能够对铠甲造成伤害，但效果并没有墨染这番如此。通过被切开的手臂，能看到里面确实空无一物。此刻的铠甲依靠右手，再次举起巨剑向墨染劈下。墨染再次一个侧身轻松躲过，随后将他的右手一同削掉。哪怕2只手腕都被削掉，铠甲依然机械地重复劈砍动作，就像一个被设定好的机器，按照指令不停地执行命令。墨染稍微远离了铠甲一点，随后使用12.7毫米机枪进行射击。哒哒哒哒哒，子弹瞬间从右手护腕射出，精准地命中在铠甲上。
乒乒乓乓，铠甲上瞬间火星四射，但子弹只在上面留下了些许划痕。不错，这防御确实很好，就算是复合钢板被连续射击一个点，也没有像它这么好的效果。随后，蓦然启动了重型狙击枪，背后右边的收纳盒瞬间打开，改造过后的重型狙击枪架在蓦然肩上，随后迅速开火，轰轰轰，3颗穿甲弹瞬间射出，连续命中在铠甲的一处点上，命中的地方喷溅出火花，但只是向内凹陷了一些，并没有被击穿。哇，这都没被打穿，这效果感觉比复合钢还好，这是啥材料做的？看到这一幕的蓦然眼前一亮，这新的强力材料不就来了吗？不过这玩意也太无敌了，难道没有什么弱点吗？蓦然发动透视能，开始上下打量面前的铠甲。你还别说，还真让他在里面看到了一个东西。铠甲内部空无一物，但在最上方的头盔中有一颗蓝色的圆球位于里面，里面就只有那一个圆球。难道那个会是铠甲的弱点吗？先试试看。蓦然一跃而起，跳到铠甲肩膀上，随后一把扯开头盔上的眼部护罩。通过头盔上的开口，蓦然清晰地看到里面那颗蓝色圆球，举起右手对准那颗圆球，随后一颗 12.7 毫米子弹瞬间射出，大啪，蓝色圆球瞬间被打碎，打碎的碎片迅速化成白雪。原本还在行动的铠甲瞬间一顿，紧接着开始剧烈的颤抖起来。蓦然迅速从上方跳下，来到旁边看着接下来的事。铠甲在经历几秒的剧烈颤抖后，仿佛被关掉了电源的机器迅速停下，哐当哐当哐当，身上的铠甲部件一个接着一个掉落，整具铠甲刹那间成了一地的零件。紧接着零件开始化成白雪，随后缓缓消散开来。蓦然弯下腰一阵摸索，从白雪中摸出了一块金属寒钢，拥有极强的硬度，对于各种破坏手段有着很强的抵御效果。特殊效果，周围的温度变低，寒钢的硬度也将随之提高。这金属也太不错了吧，还有这种特殊效果，看来我找到一种更加不错的金属，接下来可有的忙了。将这块金属收入空间手镯，蓦然启动隐身功能，向着旁边的那座高台走去，那里正放着一个蓝色的物资箱。第177章特殊级物品。通过透视能力，蓦然已经清楚了物资箱中的物品，里面有很多食物、保暖物品以及一张红色蓝图。来到高台上的物资箱前，蓦然扣开上面的锁扣，随后一把打开，将里面的食物跟保暖物品收入空间手镯。蓦然拿起了那张蓝图，开始端详。高能粒子发射器，该武器能释放一种高能粒子弧，对攻击目标造成毁灭打击。武器拥有2种攻击方式，可在任意情况下进行自由切换。远程攻击模式，集中能量释放高能粒子弧，最远可攻击600米范围内的单体目标。近程攻击模式，分散能量释放高能粒子弧，对周围100米范围内的多个目标同时攻击。该武器为特殊物品，当内部能量耗尽后将自动损毁。看这介绍就很牛逼，又成功得到一个特殊武器，刚好今天的无限赋予刷新了，刚好用在这个上面。将图纸收入空间手镯，蓦然起飞前往了下一个地方。恶劣的天气效果极好，那些玩家的速度被大幅度降低。蓦然赶在所有玩家到达前，连续收下了3个物资箱。这次物资箱的降临，蓦然一人就拿下了4个物资箱，就这么在一堆怪物眼前将里面的物资洗劫一空。剩下的3个物资箱里，蓦然获得了3种特别特殊的物资：动能射弹机枪，特殊武器，发射特殊动能子弹，能对物理防护的目标造成极其恐怖的啃食效果。子弹最远杀伤范围1000米，超出该范围子弹将立刻失去杀伤效果。该机枪拥有锁定功能，一旦攻击目标被锁定，500米范围内发射出去的射弹将自动锁定攻击目标。啃食射弹将对命中的物理防御进行消除，使其不再具备防护的完整性。该武器为特殊枪械，内置备弹50发，备弹消耗完毕后，该武器将自动销毁。该武器为特殊级，在武器销毁前将不会出现第2把。能量线弹发射器，发射5枚球形闪电射弹，对一定范围内的目标造成毁灭打击。球形闪电射弹命中目标后将爆炸，在一瞬间内融化命中部位。爆炸产生的电流将对目标造成穿透攻击，并破坏内部的一切电子元件。该武器有效距离为150米，超出范围的球形闪电射弹将消失。武器备弹10发，弹药耗尽后将自动销毁。该武器为特殊级武器，在武器销毁前将不会出现第2把。阿尔法各式金属替换器，使用后将瞬间替换整辆载具的结构材料，将其全部转换成阿尔法各式金属。阿尔法各式金属坚不可摧，免疫任何一切特殊攻击，无视各种类型的穿透伤害。替换的持续时间为3分钟，时间结束后该金属将消失。
此物品为特殊级，当该物品未销毁时，将不会出现第二件物品。死！我操！暗金色的特殊图纸，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这每一个的效果也太顶天了吧！此刻的墨染早已返回了蜀黍，正在观察着这3件物品，每件物品都散发着一种暗金色的光芒，一看就不是那种简单的货色。这3个屌炸天的东西摆在这，墨染一时间都不知道无限赋予先给谁了。第178章改造动能射弹机枪。先将这把动能射弹机枪投入改造，用它替换掉战甲所使用的 12.7 毫米机枪。不过这是特殊武器，这东西真的可以改造吗？算了，管它呢，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墨染拿起动能射弹机枪，将其带到了台面之上，随后点击进行转换，机械臂很快便带着机枪进入转换器，正在进行改造转换，剩余时间2点。面前的屏幕弹出了信息，显示了当前的进度条。看来还真的可以，那就让它进行改造，到时候看看是什么样的效果。当确定动能射弹机枪可以改造后，墨染也是将目光放在其他物品上。这2件特殊载具武器先装上，至于这个阿尔法各式金属，这简直就是一个无比牛叉的道具，必须等到无限赋予刷新后再用，不然要是不小心用了，那真是到哪里哭都没用。墨染将炮塔上的23毫米机炮 H2MB 重型机枪拆下，23毫米机炮移到车体正前上方，2挺 H2MB 重型机枪则安装在左右车体侧面。随后导弹发射架安装在炮塔右侧，烈焰喷射器安装在左侧。腾出足够的空间后，墨染将这2件特殊武器安装在炮塔上。做完这一切后，墨染来到了指挥室中进行等待。看着电影消磨时间，2小时很快就已过去。报告，车长，武器已改造完毕。蜀黍冰冷的机械音传出，墨染起身离开了指挥室，进入了战甲武装室。此时的动能射弹机枪已改造完毕。墨染在屏幕上选择安装，头顶的折叠机械臂开始忙碌起来。原先右手的 12.7 毫米机枪被拆除，替换上经过改造的动能射弹机枪，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先穿上战甲查看一番，围绕着右手护腕查看一圈，发现和原本的外貌并没有什么改变。战甲的背部打开，墨染整个人贴了上去，后背缓缓关闭，面前的屏幕点亮起来。墨染举起右手，随后启动了动能射弹机枪，护腕从中间打开一道缝隙，一根6连枪管瞬间出现，外形就像一挺超级迷你版加特林，每根枪管上都有一条红色的 LED 光带贯穿。同时在墨染面前的屏幕上出现一个锁定瞄准框，真像一把超级迷你加特林。不过子弹的问题可不能忘了。墨染对着动能射弹机枪使用了无限赋予，50发备弹瞬间变成了无限符号。搞定，出去试验一下这把机枪的威力。墨染转身离开了地下停车场，来到了上方的大街上。此刻在街上不远处的位置，正有一具幽灵铠甲站在那边。墨染立刻选择将其作为目标，屏幕中间的瞄准锁定框瞬间变红，并且在锁定框的下方位置还标注出了该目标当前的距离314米，刚好在子弹追踪的500米范围内。就让我看一下这会拐弯的子弹吧。墨染将枪口对准天空，随后扣下了扳机。刷刷刷刷刷刷刷，红色的动能射弹瞬间从枪口射出，宛如一颗颗璀璨的红色流星。它们在天空中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随后犹如一把利剑从铠甲头顶刺下，铠甲瞬间就被开了天灵盖，头盔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小洞，就像被剧烈的强酸腐蚀过，看起来十分的狰狞。里面的蓝色圆球瞬间破碎，整具铠甲也在片刻后化作一地白雪。第179章收集寒钢。哇，这子弹还真能拐弯，而且不愧是拥有啃食特性。被子弹接触到的铠甲只在一瞬间就被消解掉了，这不就说明任何物理特性的东西都无法阻挡这种子弹。难怪只有50发的子弹，而且不允许出现第2把，这玩意也太强了。墨染举起右手对准面前的一堵墙壁，随后扣下了扳机。刷刷刷刷，红色的动能射弹从枪口射出，瞬间命中在那面墙壁上。原本完整的一面墙壁瞬间被洞穿了无数小洞。啧，真是恐怖如斯的一把枪，这效果也太顶天了。墨染来到那堆白雪前，从里面摸出了一块寒钢，刚好现在位于外面，正好多收集一点寒钢，今天就将战甲完成替换。墨染启动飞行装置，来到天空搜寻铠甲的下落。没一会就在另一条街道中发现一个，从天空中缓缓降落下来。屏幕中的瞄准锁定框瞬间变红，墨染举起右手往另一条街道开了一枪，唰，能量射弹瞬间飞出，身影消失在了街道的拐角处，眨眼间便从另一处街道冲出，瞬间命中了铠甲的头盔。里面的蓝色圆球被贯穿打碎，铠甲碎裂成一堆零件，随后缓缓化作白雪。看来只要被锁定，500米范围内无人可逃。在接下来的时间，
墨染不停地四处搜索铠甲，每一颗动能射弹飞出，就有一具铠甲化作白雪。空间手镯中的寒钢数量也在一点一点的逐渐变多。1万多块寒钢，这点数量应该足够改造战甲，顺便还能剩下一些。此刻的天空早已漆黑一片，太阳的光线在5点的时候就已消失。呼啸的寒风夹杂暴雪，不停地在城市中肆虐。已经6点多了，是时候回去恰饭吃了。墨染操控战甲一路返回，很快就回到了蜀黍内部，将身上的战甲脱下。墨染开始投入材料进行改造。折叠机械臂带着一块块寒钢进入制造机器，用于锻造的生产线开始运作起来。在这段时间里，墨染来到厨房，开始制作今晚的晚饭。吃饱喝足，墨染略微休息一阵后，来到了战甲武装室。所有用寒钢打造成的部件，此刻已经和原本的战甲部件进行了替换。现在的战甲从头到脚，所有的部件均由寒钢打造而成。不错，战甲的硬度又上升了一个大台阶，并且解放了不少的属性。通过圆台旁边的虚拟屏幕观察战甲，上面的每一项信息都让墨染非常满意。满意过后的墨染回到指挥室，继续享受起了电影加按摩。376532区域已无任何玩家存在，376532区域已毁灭，剩余消失区域1/10。晚上11点03分，那道机械音从天空中响彻下来。不过那道机械音并没有结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不断响起。时间来到12点27分，在这段时间里已经有6个区域被通报了出来。什么情况？怎么短短的1个多小时内就有这么多的区域消失？正在通宵看电影的墨染察觉到了不对劲，立刻关掉正在播放的电影，并打开世界频道，打算看一下这是什么情况。第180章转移玩家。打开世界频道，里面的消息正铺天盖地的翻滚中。此刻已经12点深夜，这种现象显然是不正常的。经过对里面消息的浏览，墨染也是明白了为何。所谓的解决方法在物资箱里，表达的意思原来是这样。在今天的物资箱投放中，已经有人捡到了一些特殊道具，其中最多的是一种名为跨区传送器的物品。这种物品能将200人转移到指定区域。墨染不停地向上翻找，还真让他看到有人分享这种道具。跨区转移器最多转移200名玩家到指定区域，转移玩家可携带上载具。转移到指定区域后，该区域所有玩家的位置将显示在转移器上。只有将该区域的所有玩家消灭，或者转移人员全部死亡，否则无法离开该区域。转移人员全身将被红色边光包裹，该效果无法进行移除，并且转移人员进入该区域后，该区域的所有玩家都不会收到提示。一个区域最多只能转移进入1次，无法重复进行第2次。看来那些获得跨区转移器的玩家都在晚上进行了行动。虽然这种行为挺可耻的，但这个世界的法则就是如此，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墨染也不是圣母，毕竟他也是打过不少人的。墨染关掉世界频道，重新躺在指挥椅上看起电影。不过他还是打开了一下区域频道，打算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情况。区域频道一打开，里面同样有很多消息在滚动。墨染大致浏览了一下，随后立刻从指挥椅上弹了起来。我们这个区域也有转移者进来了，什么时候的事？墨染立刻浏览起消息，开始从这些玩家口中查看消息。所有人啊，都不要睡觉了，赶紧把你们身边的人叫起来。所有人注意，我们的这个区域已经有转移者进来了，我现在就在被他们追杀。他们就像游戏中的敌对目标一样，身体的周围有一圈红色的边光，大家看到这种人一定要小。什么？竟然是这样子！哎，你人呢？怎么不说话了？大家快准备好，这些人是使用跨区转移器进来的。这个道具的规则是……我操，这是什么恶心规则？这要是不能嘎了他们，我们就得嗝屁啊！区域频道的消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玩家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看来今晚的熬夜电影不能再继续了。哎，没想到这么晚了还要加班。墨染关掉面板，转身进入了战甲武装室。等到从里面出来的时候，墨染的身上已经穿戴了战甲。那些转移过来的玩家能看到我们的位置，我们这边却是无法得知。看来需要释放蜂鸟无人轰炸机进行侦查，从而精准得知他们的位置。想到这里，墨染开始向着后面的出口走去。叮！就在这时，墨染的好友私信响了起来。有人给我发来了私信，这么晚了，会是谁？墨染停下脚步，打开了面板中的好友私信。墨染大佬，快来帮我们！那些转移来的玩家正在我们这边，这群家伙的火力太凶猛了，我和我的兄弟们快要顶不住了。发来私信的人是张天，他还附带上了一个位置信息。坚持住，我马上就到。墨染发送完消息，快速的来到防爆门前。呼呼呼呼呼，入口的积雪被焚烧干净，墨染带上门后迅速飞上天空。根据张天提供的位置信息，墨染加速往那边飞去。第181章
还有一处问题。轰轰，哒哒哒哒，连绵不绝的炮火声响起，在漆黑的夜中显得那么耀眼。在一座小区的大门前，此刻这里爆发了猛烈的冲突，10辆全副武装的载具不断向前推进，车上的各种武器攻击不断。一些全副武装的玩家从两边绕后，配合着载具不断向小区内攻击。此刻小区的内部已经有多辆载具被击毁在场，被击毁的残骸正在熊熊燃烧，里面的人员早已生死不明。后方不少载具借助楼房的掩护，不停地对外进行还击。两侧楼房的窗户边也有不少手持武器的玩家正在攻击。我的，真是一群直接偷摸过来打偷袭！我去的！张天扛着一枚 RPG 火箭弹，瞄准外面的那些载具扣下了扳机。火箭弹瞬间飞出，命中在一辆载具的前方。轰！载具前方的厚重挡板瞬间被贯穿，但却没有伤到后方的载具。一道绿光包裹了整辆载具，载具刹那间恢复的完好如初。这群铁王八也太硬了吧！还有那不停使用的修理包，真是操蛋！张天迅速躲到墙后，开始为手上的 RPG 火箭弹装弹。张天大哥，已经有一些人从左边右边绕进来了。一名玩家此刻慌张地跑来，向张天进行汇报道：操！那几个家伙是怎么当指挥的，还能被人从侧面掏进来？告诉兄弟们坚持住，我已经向墨染大佬发去信息了。张天大声地喊道。此刻外面的炮火声已经越压越近。我知道了。那名玩家应一声，迅速地跑了出去。操！这压得也太猛了！无数的子弹从窗口射入，压得张天不敢抬头射击。轰轰，哒哒哒！就在这时，外面猛烈的炮声突然开始停歇下来。没声了，发生什么了？张天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发现那些载具此刻全部停止了开火。张天扒在窗外向左右两边看去，只见地上有着很多具无头躯体。通过躯体上的红色边光判断，张天确定这些人都是转移过来的玩家。怎么回事？那些人怎么全部都嗝屁了？张天满脸疑惑地看着这一幕，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紧接着，一道人影缓缓漂浮下来，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我操！张天瞬间被吓了一跳，赶忙后退了几步。此刻在那窗户外面，正有一套悬浮的战甲立于那边。张天，你小子这么紧张干什么？不是你叫我过来的吗？墨染的声音从战甲中传出，带上了些许的机械音。在几秒钟前，到了，就在那边前面。墨染迅速启动右手的动能射弹机枪，还有后背的重型狙击枪。叔叔，重型狙击枪由你掌控，目标是那些散发红色边光的玩家。明白，车长。叔叔冰冷的机械音传出，肩上的重型狙击枪瞬间开火。轰轰轰轰轰轰！重型狙击枪连续开火，两侧进攻的转移玩家一个接着一个被爆头。等到枪声停止，地上只留下了一群无头躯体。墨染此刻抵达了小区上空，手上的动能机枪瞬间开火。在透视的帮助下，那些在剧中的玩家被轻而易举地收割干净。墨染大佬，原来是你，那些家伙都是被你解决掉的吗？张天此刻明白过来，一脸欣喜地上前说道：那些转移者都被我解决了，剩下的摊子就交给你们打理了。墨染说完，转身开始进行返回。墨染大佬慢走！张天的声音从后方响起，此刻他的眼睛尽是崇拜。刚才出来的时候，墨染顺便放了一些蜂鸟无人轰炸机，那些蜂鸟无人轰炸机消灭了另一个大部队，叔叔此刻正在计算消灭人数。报告车长，总共消灭人数199人，还有1人未死亡。叔叔的声音传出，正在飞行返回的墨染不由得一愣。不会吧？加班赶出来的资料还有一处问题。奶奶爹！墨染没有办法，只能让叔叔释放更多的蜂鸟无人机轰炸机，用来寻找那个所谓的问题。停车场中的叔叔行动起来，利用炮管打开面前的防爆门，无数的蜂鸟无人轰炸机倾巢而出，密密麻麻地扩散到整个城市。第182章加班结束。他们在城市中灵活地穿梭，搜寻着每一处角落。叔叔快速地进行处理分析，没多久就找到了这个转移玩家。报告车长，已发现目标，由于与其他人距离过近，蜂鸟无人轰炸机发动攻击的话，将有可能波及到其他人。叔叔冰冷的机械音响起，同时一个影像画面在屏幕上呈现出来。画面中是一处豪宅，此刻一群人正在院中进行对峙。一群身穿羽绒服的玩家正手持各种武器对着面前那名转移玩家。对面的转移玩家不仅没有感到害怕，反而似乎正在与对方交谈什么。在他旁边的地面上，正有3名被打倒的玩家躺在地上。3名玩家似乎受到了不小的伤害，能看到鲜红的血液流淌在白雪上。哎，得嘞，又要亲自跑一趟了。叔叔，标记那个的地点，其余的蜂鸟无人轰炸机全部回收。
明白，车长。墨染的面前屏幕出现一处标记点，他开始向着那个方向飞去。大量的蜂鸟无人轰炸机排着队伍，开始井然有序地回到无人机舱。这么冷的天气，加上这么严重的失血，如果你们不按照我的要求做，就等着他们几个慢慢失血而死吧。还有，不要想着跟我拼枪，我身上穿的这件护甲可没有那么容易被打穿。一名周身冒着红色边光的玩家站在原地，眼睛不停地扫向前方那群身穿羽绒服的玩家。羽绒服下是一张张清纯美丽的脸，看得他一阵口干舌燥。幸好没跟他们一起行动，否则这种机会可就轮不到我了。我的运气真是太好了，找到的这个地方全是女人，而且个个姿色不错。对面的紫嫣等人听到这，个个都气得咬牙切齿。大家把手上的武器都放下。看着地上那3名姐妹，紫嫣迫不得已只能如此说道。紫嫣姐，不行啊。是啊，我们没有武器的话，那可就全部危险了。那家伙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没有武器会很危险的。听到紫嫣这么说，其余的姐妹都是极力表示反对。可是她们，紫嫣当然明白大家的意思，但她也不可能看着那3名姐妹白白送死。快点决定哦，这时间可不……轰！砰！那名玩家的话还未说完，他的脑袋突然间炸裂开来，无头的躯体一阵晃动，随后重重地栽倒在地上。这一幕发生的特别突然，所有人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全部都愣住了。快点！所有人不要再发呆了，赶紧把那3名姐妹搬进来治疗。紫嫣迅速反应过来，率先跑向地上的3名姐妹，其余人也是反应过来，着急忙慌地上前帮忙。紫嫣抬头看向空中，入眼只有狂风暴雪和漆黑的夜空。到底是谁？看着那犹如西瓜般炸开的脑袋，墨染都感到不小的惊讶。我的妈，叔叔这打的也太准了吧！1万米的距离随便爆头，而且现在可是狂风暴雪，这丝毫影响都没有受到。背后的重型狙击枪收入收纳盒中，墨染开始向着鼠鼠方向返回。200个转移玩家已全部消灭，今晚的加班宣告完美结束。第183章，道具留好，等我通知。回到鼠鼠内部，墨染脱下战甲后开始洗脸刷牙。毕竟现在的时间已经快来到1点了，是时候准备睡觉了。洗漱完毕，墨染躺在指挥椅上开始睡觉。夜很深，外面不仅有狂风暴雪，还有众多转移到其他区域的玩家。有些玩家在睡梦中被悄然杀死，也有一些玩家及时发现奋力反击。胜者获得生命资源，潇洒离去；败者丢失生命资源，永远长眠于此。另一个区域中，山本田一郎先生，那些前往21区的玩家已经全部死亡了。一名樱花国玩家紧张忙慌地跑来，向一名坐于桌前的男子汇报道：砰！八嘎！竟然失败了！那些家伙都是干什么饭吃的？给了他们10辆最好的载具，还有一身强劲的装备，结果告诉我他们失败了，这是在给我开什么玩笑吗？八嘎！手上的酒杯重重地砸在桌上，山本田一郎满脸气愤地说道。那名玩家立刻低下脑袋，一句话都不敢说出来。叮！就在这时，好友私信突然传来了消息。山本田一郎打开私信一看，发现是漂亮国的约翰发来的消息。约翰，都这么久了，为什么我还没收到21区毁灭的消息？看着约翰发来的消息，山本田一郎知道肯定要被说一顿了。抱歉约翰，我手底下的那群家伙不争气，他们没能拿下21区。不过你放心，我这里还留了一个强力道具，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山本田一郎发完消息，还附带上了一个道具信息：冰封龙卷生成器，生成10个威力巨大的冰封龙卷，将降临在玩家最多的地方。降临后的冰封龙卷将自主前进，破坏沿途经过的任何一切，同时释放强烈的低温以及无处不在的尖锐冰刺。看到山本田一郎发来的消息，约翰不禁微微皱起眉头。不过当他看到发来的道具后，皱起的眉头才微微舒展一些。这个道具非常不错，不过你先不要使用，把这个道具留下，等到合适的时机我会通知你使用。编辑好的信息发送，对面的山本田一郎很快便回复了消息。明白。看着回复过来的消息，约翰抬手关掉了眼前的面板。如今仅剩2个区域，想必下一个阶段很快就要来临。21区必须给我毁灭，不允许存活下来。那200个转移玩家，我就算不用思考，都知道是墨染你消灭的。不过很快，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在等着你，我倒要看你怎么应对。约翰语气冰冷，右手正不停把玩着一颗透明圆球，在透明的圆球中，正有一具小型的龙骨若隐若现。约翰的自尊心极其强大，他绝不允许有人比他强大。特殊的家庭造就了如今的性格，从他出生到如今，成为第一永远是他的人生准则。对于墨染这突然冒出的奇人，能够掌控在手中自然最好，但很可惜墨染无法被掌控，那么无法被掌控的家伙只能被消灭。
3456788区域已无任何玩家存在，3456788区域已毁灭，剩余消灭区域10%。第184章变化的世界。时间一分一秒的不停流走，转眼间来到了早上6点。随着6点整的时间到达，外界汹涌的狂风暴雪瞬间停止，整个世界陷入了无比寂静之中，与6点之前的情况截然不同。那些游荡在四处的怪物也在这一刻纷纷化作白雪，周围的温度开始升高，地面的积雪也开始消融，整个世界安静，非常的安静，安静的令人感到诡异。天边的那颗太阳再次升起，还是一样没有任何温度。时间来到8点整。哦，起床。墨染从指挥椅上站起，原地狠狠地伸了个大懒腰，刷牙洗脸每天第一，随后开始制作早餐并进行享用。在吃早饭的时候，墨染还是打开区域频道了解情况。今天外面好奇怪啊，那么大的狂风暴雪竟然停止了。是啊，那些游荡在外面的怪物也没了，这是发生什么事了？而且温度竟然在上升，现在已经不会感到寒冷了。而且外面好安静，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感觉好毛骨悚然。这不会又是想弄什么东西吧？我看那10个区域已经满了，10个区域的数量已经满了，我们是不是已经可以逃离这个地方？我感觉没那么容易，这肯定又有什么不好的事情等着我们。区域频道中的消息翻滚无数，很多玩家都在讨论今天奇怪的事情。狂风暴雪停了，外面的怪物全部消失不见，不断上升的外界温度，还有已经10个名额的区域，看来马上就有大动作出现了。通过区域频道中的玩家消息，墨染也是明白了今天发生的事情。吃完早饭，墨染开始使用今天的无限赋予，是时候将阿尔法各式金属整上了。不过我昨天的时候竟然没注意到，原来鼠鼠的履带已经被无限耐久了，我这小脑瓜子真是记不住。将赋予在履带上的无限耐久收回，墨染拿起了阿尔法各式金属替换器，外形长得很像模块，只是这不断散发的暗金色光芒注定此物品不凡。是否使用阿尔法各式金属替换器，该效果将持续3分钟。是否？看着面前弹出的面板，墨染没有犹豫地选择了是。随着确定按钮的点下，手上的替换器发出一阵暗金的光芒，随后整个替换器开始融化成一种暗金色的液体。这些液体流过墨染的指尖滴在地上，随后缓缓融进整辆载具之中。看到这一幕，墨染迅速打开载具信息面板，果然在上面看到，现在鼠鼠的整个结构已经替换成了阿尔法各式金属。在它的旁边，此刻正出现了一个3分钟的倒计时。无限赋予。看着那不断跳动的倒计时，墨染当即对其使用了无限赋予。随着无限赋予的使用，原本不断跳动的倒计时瞬间停住，紧接着无数的乱码包裹了倒计时。等到上面的乱码消失时，原本3分钟的倒计时此刻已经变成了一个无限符号。成功了，时间已经变成了无限，现在的鼠鼠可谓是无坚不摧。不过还有密闭性和空气因素，这2个到时候也要整上。刚刚经历了战甲的事情，这个问题墨染自然十分清楚。虽然现在的鼠鼠已经加装了空气过滤模块，但那种东西并不能100%保证。至于剩下的一次无限赋予，墨染将其用在了能量线弹发射器上，毕竟这可是一个特殊级物品，墨染自然是优先考虑。第185章新的游戏。忙完这一切的墨染回到指挥室，开始享受起了电影和按摩。时间就这么悄然流逝，一天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如此平静异常的一天，更是引起了玩家的猜疑和恐慌。转眼间，时间来到了下午6点整。此刻天空中的那道声音在此时传了出来：各位蝼蚁们好，很高兴再次与大家相见。已经有10个区域的玩家彻底消失，真是多么让人开心的一个消息。不过各位也无需感到失望，因为我给你们带来了更好的消息。咱们的游戏还未结束，好玩的事情现在才开始呢。等了一天了，就这语气肯定一肚子坏水。墨染关掉电影画面，开始听那道声音所说的内容。现在请各位把你们的载具发动起来，这样一会才能更好的进行躲避。听这话的意思，看来一会就要搞事情了。听到这个内容，墨染迅速起身来到战甲武装室，穿戴好战甲来到外面，将面前的防爆大门打开。做完这一切后，墨染重新返回了鼠鼠内部。天空中的那道声音不停，继续讲解着接下来的内容。我们这次的小游戏叫做迷宫大逃亡，现在开始为你们讲解一下规则。1. 迷宫之内纵横交错，只有向着真正太阳的方向前进，才能成功走出迷宫。2. 迷宫之内不仅有你们，还有一些特别的小伙伴，他们的存在让迷宫不会这么冷清。3. 白天的迷宫是最安全的，因为不会有那么多的小伙伴，你们可以尽情的赶路。但晚上的迷宫是最危险的，小伙伴们会变得非常不开心，而且数量会超级多哦。4. 迷宫之中拥有休息区域，只要你们一整天都在不停的赶路，就能在每天6点前抵达休息区，
休息区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但一定要记得把门关上，否则小伙伴们跑进来，你们可就要遭了罪了。5. 迷宫的终点是一片巨大的圆形广场，最中央有一根高大的方形石柱。如果你们看到了方形石柱，那就说明你们距离终点不远了，一定要越快赶到终点越好。每过3天，迷宫都会迎来一次恶劣的天气，并且迷宫内部将进行改变，你们能够逃出升天的出口将会减少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恶劣的天气将逐渐变多，逃生的缺口也将一个不留。哈哈，是不是非常的棒，非常的有意思？所以一定要夸哦。6. 迷宫的时间如下：早晨6点的时候，太阳将出现，驱散一切黑暗；下午6点的时候，太阳将消失，黑暗将笼罩一切，请注意时间。7. 迷宫是密闭的、坚硬的、不可破坏的，老老实实的逃命，这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好了，这便是接下来游戏的内容，想必各位都记清楚了吧？那么我也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为了庆祝新游戏的开始，让我们先来一场快乐的热身，所有人准备好哦！天空中的那道声音瞬间消失，紧接着在下一秒，轰隆隆隆隆，地面突然震动起来，仿佛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地震。叔叔，马上冲出外面！明白，车长。喷气式引擎瞬间启动，鼠鼠一个加速冲出了地下停车场。我操，这到底在发生什么事？一来到外面，墨染就被周围的情况给震惊到了。只见所有的建筑在地面上不停移动，并且不断的进行分裂组合，一面面巨大的墙壁出现，开始行移动合并。鼠鼠快速的进行移动，闪避开这些不断运动的建筑。渐渐的，墨染的面前开始出现玩家的身影，他甚至看到一辆载具因为躲避不及时，瞬间被建筑压扁融为一体。等到一切尘埃落定，所有玩家都被集合在了一个巨大的正方形区域，四面是巨大的高墙，中间的位置有一扇紧闭的对开大门，在每扇大门的两侧都能看见一个巨大的转轮。你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叫休息区，明早6点的时候太阳将会升起，请一定要牢牢记住，向着真正的太阳前进。天空中的声音突然传出，随后缓缓的消失不见。第186章，周围的景象。随着那道声音渐渐消失，整个世界再次陷入了宁静，只有那此起彼伏的引擎声成为这世间唯一存在的声音。一辆辆载具打开了灯光，明亮的光线驱散了周围的黑暗。鼠鼠缓缓移动至边缘位置，距离这里不远处的位置正好有一面大门，出去外面看一下，正好身上的战甲还没脱掉。蓦然起身离开了指挥室，在出现时已经来到了外面。此时的外面已经不再安静，各种各样的载具开始移动起来，认识的玩家集合在一起，相互之间的载具都围了起来。越来越多的灯光扫向四周，将这个区域的黑暗尽数驱散。墨染的视线扫过周围，周围的一切看起来都特别诡异。脚下的地面是由各种道路、地表拼接而成，就像各种颜料混搭在一起，扭曲成各种奇形怪状的东西。而且这些毫无相干的东西拼接在一起，这个地面竟然出奇的平整。墨染抬头看向面前的高墙，上面的情况也和地面一模一样。抬头向上看去，这面高墙的高度足有150米，各种不同类型的房屋建筑相互堆叠融合，就像被打乱的魔方一样，但相互之间组合紧密，看不到任何一丝缝隙。墨染伸出双手抚摸在高墙上，表面平整光滑，没有任何凸起。墨染右手成拳，一个蓄力直接向前轰出。轰！一道响亮的声音传出，墨染的拳头重重地砸在墙上。这里的动静瞬间吸引了不少人，不少灯光向着墨染这边照了过来。这个地方肯定备上了某种保护，我刚才的一拳力量可不小。按照这样的情况，上面的天空肯定也被封起来了。墨染收回拳头，面前的墙壁光滑平整，没有受到一丝损伤。墨染举起左手，将霰弹的弹药换成毒头弹，随后视线紧紧地注视上方，左手的霰弹瞬间开火，砰！一颗毒头弹瞬间射出，命中在上方的天空中，一面看不见的透明屏障将飞行的毒头弹径直拦下。果然，这上面的天空被覆盖了一层看不见的屏障。通过放大的屏幕，墨染看到毒头弹撞在某种看不见的屏障上，弹头瞬间变形，失去动力，在重力的影响下重新掉回地面。而弹头撞击在不明屏障的高度，正好是这些高墙的最高点。看不见的屏障，就是不知道动能射弹机枪能不能打穿。不过这种还是以后再说，现在可是有人来找我了。墨染缓缓转过身来，能看到前方正有几辆载具在向他这边接近。在透视能力的作用下，墨染轻而易举地看清这些载具中的玩家，其余人不认识，但为首的载具中正有一张熟悉的面孔。原来是张天，他这小子来找我干啥？载具中的一人正是张天，并且这些载具都是昨晚转移玩家使用的车辆。
漠然紧绷的身躯缓缓舒展，他还以为对方是来找麻烦的。同时，左右两边都有一辆载具缓缓驶来，目标都是这边的漠然。漠然一眼扫过，发现载具中的都是几个熟人。好吗？熟人都凑在一起了，这是要和我凑一桌麻将吗？漠然索性就站在原地等待，他想看看这些人找他要做什么。第187章交流。张天等人率先到达，车队很快便停在了漠然面前。最前方的载具车门打开，张天一脸憨笑地走了下来。哈哈，漠然大佬，我们又见面了。那天晚上真是多亏你了。张天笑着上前与漠然握手，漠然自然也是以礼相迎。叫我漠然就行，大佬什么的不敢恭维，我更喜欢平凡相称。漠然开口说道，毕竟在游戏中叫大佬还行，现实中的话就有点奇怪了。好，那我以后就叫你莫哥了。莫哥，你身上穿的这是啥？看起来好酷啊！张天上下不停地打量漠然，对于他身上穿的这套非常好奇。自己制作的一套战甲而已。你身后的那些人是你的朋友吗？漠然回应了一声，随后看向张天后方的那些玩家。没错，这3辆载具都是我一群兄弟的，后面那些是交的一些朋友。张天讲解了一番，漠然也是清楚了他们这些人的关系。左右两边的2辆载具这时也是来到了这里。左边是一辆全副武装的商务车，商务车的车门打开，来人正是苏西等人，每人身上都穿戴了品质不低的护甲，手上的武器也全是自动步枪。右边的载具是一辆 SUV， 同样是武装到了每一处角落。星颜姐妹2人从车上下来，身上同样全副武装。莫哥，这些人是你认识的吗？张天看着这一幕，转头向旁边的漠然询问道。都是经常进行交易的，久而久之就熟悉了，都是挺熟的朋友。漠然点头应了一声，看向最先走来的苏西。漠然弟弟，第一次见到你本人真是不容易，身上穿的战甲还挺帅啊。将头盔上的面罩拉开，一张绝美的脸蛋显露出来。叫我的名字就不能好好叫吗？非要在后面加一个弟弟？我知道你年纪比我大，不用这么天天强调吧。听到漠然这话，苏西整个人瞬间愣住。咔，将头盔上的面罩一把扣下，苏西整个人气鼓鼓的走了。在临走之前，还给漠然来了个大大的国际手势。他这是啥意思？苏西的这番操作顿时让漠然摸不着头脑。一旁的张天看到这，他感觉自己的嘴角在疯狂的抽搐。噗哈哈哈，你这人也太直男了，竟然跟女孩子这么讲话，哈哈哈！星瑶看到这一幕，瞬间就哈哈大笑了起来。漠然，我们又见面了。星颜来到漠然面前，相互握手打了一下招呼。听到星瑶说的话，漠然也是明白了他所说的意思。得嘞，不就是说爷情商不够吗？好好好。哎，莫哥，你的载具呢？我怎么没看到？不过这地方好像有点热，前面是有啥东西吗？张天左顾右看，发现漠然的周围空荡荡的。我启动了电子迷彩图层，所以你们看不到，其实一直都在这里。漠然看向后面，随后让鼠鼠解除了隐身迷彩。毕竟鼠鼠早晚会被人发现，漠然也不可能一辈子藏着掖着。面前的空气一阵波动，鼠鼠的身影渐渐显露出来。死！我操！好酷的载具啊！看着面前的钢铁巨兽，张天不禁发出一阵感叹。好大只啊！而且上面那2个是舰炮吗？星瑶也被那只钢铁巨兽给震惊到了，脸蛋上充满了震惊的神色。这就是漠然使用的载具吗？还真是让人感到震撼。星颜也是满脸的震惊，眼神不停地在鼠鼠身上扫来扫去。哇哇哇！苏西，你快看，好震撼的一辆载具！安安看着那只钢铁巨兽，眼神中充满了震惊。切，车是挺不错的，就是人真不咋地。苏西瞄了一眼，继续气鼓鼓的说道。张天一行的所有玩家都是满脸震惊的围了过来。一行玩家将载具聚合起来，组合成了一个半圆形区域，中间升起了一团篝火，所有人搬出了桌子椅子还有食物，大家围坐在一起交流，温馨的画面仿佛身处在之前的世界。第188章4个太阳。你们这个团体间的氛围真好，在这个世界真是太难得了。看着那一群熙熙攘攘的玩家，漠然都有一种回到之前世界的感觉。虽然现在的情况挺特殊的，但我们都秉持着一颗善良的心。不过大家也不是软柿子，针对强敌，我们都能凝聚成一条粗绳。张天喝下一大口啤酒，开始侃侃而谈起来。苏西等人和星颜姐妹也是融入其中，所有人的气氛一片祥和欢乐。我说漠然，你为啥一直穿着这套战甲，不会觉得闷吗？星瑶咬下一口烤肉，看向一旁与张天聊天的漠然，他真的很好奇，那头盔下的家伙到底长什么模样。行吧，戴着头盔和你们交流确实挺奇怪的。漠然这么一想，感觉这样子确实挺奇怪的。他在之前获得了一个隐藏身份的道具，
可以阻止任何一切拍照和视频的记录，与鼠鼠上面用的模块一样，所以他并不担心真面目示人。双手抓住头盔两侧，随后启动了头盔开关。噗呲，头盔连接处打开的一瞬间，一团白色的烟气喷了出来，将头盔整个拿起，墨染的面貌出现在了众人面前。大家此刻都坐得比较近，头盔开启的动作自然吸引了不少人。墨哥，你长得真帅，第一次看到你头像的时候，我还真有点不相信，现在可谓是真的信了。张天拿起一瓶啤酒递给墨染，还顺手替他开了起来。可以理解，毕竟我这种样貌确实很奇怪，以前出门都是经常戴帽子和美瞳。墨染接过啤酒，对着瓶口就喝了起来。哇塞，没想到你长得这么帅，不过你这头发为啥是白的？还有你这眼眸，难道你是混血的？星瑶立马围了上来，满脸好奇的围着墨染观看。旁边的星妍看着墨染，眼中顿时闪过一阵灵动。哇，好帅啊！原来墨染大佬长这样吗？这颜值也太逆天了吧！周围玩家的目光纷纷落在墨染身上，看得墨染一阵不好意思。还有几名男玩家的眼神特别不对劲，一脸饥渴的看着墨染。我靠，摘下头盔是不是一件非常错误的选择？周围人的反应自然落入墨染眼中，特别是那几名男玩家。与其对视的一眼，墨染瞬间感觉浑身一个激灵。相处欢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所有人很快都早早的进入休息。毕竟明天可是逃亡迷宫的开始，自身的精力一定要时刻保持好。10几名玩家进行守夜巡逻，以保证所有人的安全。时间总是过得很快，转眼间便来到了第二天的5点钟。此刻的天还处于灰蒙蒙的状态，不过已有大量的玩家苏醒过来。所有人都在吃早饭，同时等待6点时间的到来。时间来到5点57分，墨染穿戴好战甲来到外面。墨哥早。早。一出来便遇到了张天，两人相互之间打了个招呼。时间还有2分钟，太阳应该就要出现了，就是不清楚那正确的太阳是什么意思。张天抬头看着天空，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应该是会出现假的太阳，以此来迷惑我们的方向。墨染也是抬头看向天空，他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最大的。在场所有的玩家都抬头看着天空，此刻的天边已经越来越亮，那隐藏在地平线中的太阳马上就要升起来了。随着6点整的时间到达，耀眼的阳光刺破天穹，驱散了一切黑暗。四个太阳，竟然出现了4个太阳！张天难以置信地看着天空，此刻正有4个太阳从4个方向缓缓升起。第189章危险提示的第2用法。4个太阳不断的上升，达到一定的高度后缓缓停下。4个太阳对应着4个方向，这诡异的一幕令在场的玩家无比震撼。我操，墨哥，这有4个太阳啊！我靠！张天一脸震惊地说道，他已经被眼前的这一幕给搞混乱了。先别慌，这4个太阳肯定只有1个是真的，其余的3个都是假的。假的阳光应该是没有温度的，大家仔细感受一下，就能知道哪个太阳是真的。听到墨染这么一说，众人也是立刻行动起来。大家面向不同的4个方向，感受着从那方向照来的阳光。没有，这一面的阳光感受不到温度。我这里也是，感受不到这一面的温度。我这里也是一样，这面阳光同样没有温度。我感受到了，这一面的阳光有温度。没有多久，众人就发现了那颗有温度的太阳。那个太阳所照耀的方向，正是众人不远处的那面大门。3个方向的太阳没有温度，只有这一个方向有，看来这个地方的太阳是真的。张天感受了一番，发现只有这个方向的阳光是温暖的。确定好方向后，所有人开始驱车前往那边的大门。那个太阳确实有温度，不过这些太阳上升的速度有点不正常，还是再确定一下比较好。希望我这个方法有效。墨染举起右手对准一个方向的太阳，最后在心中默念：我要飞上天，和那个太阳肩并肩。脑海中毫无反应，墨染迅速换向别的方向。在连续尝试2个方向后，脑海中的声音都没有响起。难道不行吗？看来这个危险提示没法这样使用。墨染将手朝向有温度的那个太阳，打算进行最后一次试验。我要飞上天，和那个太阳肩并肩。随着墨染在心中默念完，脑海中的那道声音再次响起：你个瓜娃子，我看你是要飘到天上去了，还上去和太阳肩并肩，我看你是想变成一堆灰。听着脑海中那道苍老的声音，墨染瞬间一喜，还真的可以。难道是因为我有这个想法念头，所以他误以为我要去做这种事，危险提示因此就出来了。这是危险提示的第2个用法吗？就像无限赋予的回收一样。得到肯定的答案后，墨染转身进入了鼠鼠内部。车辆迅速启动，并向着那个方向驶去。张天等人已经来到了大门前，众人分成2队，开始推动那巨大的转盘。轰隆隆，两边的转盘开始转动，中间的大门缓缓开启，发出了轰隆隆的摩擦声。
漠然此刻也是来到了这边，加入了开门的队列中。有了漠然的加入，大门开启的速度瞬间变快了很多。轰隆隆，大门被完全的开启，一条通往未知方向的迷宫通道出现在了众人面前。那颗散发着温度的太阳此刻正悬浮在前方的天空中。我来打头阵，大家就跟着我身后走。漠然说完，其余人都是纷纷点头同意。毕竟那么一只钢铁巨兽开路，想想都让人非常的放心。来，这是我们聊天用的对讲机，大家拿好，咱们时刻保持连线。张天拿出3个对讲机，将其分发给了漠然、苏西、星岩3人。拿到后的3人试验一番，确定对讲机可以进行正常的使用。漠然转身进入鼠鼠，车辆一个加速，率先进入通道。其余众人也在后面紧随其后，跟在了漠然后方。看到众人率先进入迷宫，在场的玩家纷纷开始行动起来。有人选择和众人一样的方向，也有人喜欢另辟蹊径，选择了不同的大门。第190章，正确的道路。脱掉身上的战甲，漠然来到了指挥室中。一进入指挥室，便能看到一个不断蔓延形成的3D 地形图。上方的雷达视图正在不停扫描周围，得到的信息纷纷加载进地形图中。此刻悬浮在空中的3D 地形形图正在形成一片迷宫的模样。这就是前方的迷宫吗？看起来真是复杂，而且还有很多绕路死路。漠然放大面前的地形图，开始观察起这片迷宫的样貌。鼠鼠以头顶的太阳为方向标记，计算出面前迷宫的出路。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随后开始计算起来。没有多久，一条由红线标注出的道路开始蔓延出现。红线的起点位于一处十字路口，漠然抬头向前看去，发现就是前方不远处的十字路口。红线的起点正是位于左边的道路，往左边走，这不就偏离正前方的太阳了吗？鼠鼠，是只有左边才是正确的出路吗？看着鼠鼠规划出来的路线，漠然满脸疑惑地问道。报告车长，是的，经过计算，只有左侧道路才能离开这片迷宫区域。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回答了漠然心中的疑问。红线标注出的道路蜿蜒曲折，看起来十分的杂乱无章。随着漠然将3D 地形图缩小，发现这些杂乱无章的线条，在经过缩小后，竟然是一条向左不停上升的线路。向左上升，难道是有什么规律吗？不过还是先通知一下他们。看着前方马上就要到达的十字路口，漠然拿起了放在旁边的对讲机，随后将事情简略地说了一下。众人虽然表示疑惑，但还是选择相信漠然。车队很快便来到了十字路口，鼠鼠一把方向转入左边，后方的众人也紧随其后，纷纷拐入了左边的通道。从现在起，众人开始深入这座未知的迷宫中，里面的道路纵横交错，巨大高墙相互交叉。鼠鼠一马当先位于前方，其余的众人紧紧跟在后面。咦，他们为什么往左边走了？太阳所处的位置不是正前方吗？太阳不是处于正前方吗？这应该往中间的那条通道走啊！跟在众人后方到来的玩家纷纷疑惑地停在十字路口张望。前面带路的可是漠然大佬，我觉得跟着他走没错，我选择走左边。没错，漠然大佬往左边走肯定是有理由，我决定跟着他走。没准他选错了呢，这太阳的方向明明是中间，我选择走中间。众多玩家经过讨论后，有一大部分选择跟着漠然，也有一些选择中间的这条道路。玩家们的身影很快便消失在原地，每人都向着选择的通道驶去。今天的无限赋予再次刷新了，那么就使用在高能粒子发射器上。随着无限赋予的发动，高能粒子发射器的能源瞬间变成无限状态。接下来的旅途就枯燥多了，漠然不停地观察周围环境。渐渐的，他发现这些高墙似乎有些不太一样。是我的错觉吗？我怎么感觉这条道路上的高墙与之前拐角的那些有点长度不一？想到这里的漠然从指挥椅上坐起，随后放大了面前的3D 悬浮地形图。鼠鼠，这2块高墙的大小是否一致？漠然在地形图上选择2块高墙，分别是这条道路上的以及其他道路的一块。报告车长，这2块高墙的大小不一致，它们的高度为150米相同，但宽度不相同，它们之间的宽度分别是24米和25米。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回答了这个问题。第191章，猎奇的怪物。随后，漠然让鼠鼠标注出每块高墙的面积，发现道路上的高墙是24米，其余地方的全部是25米。24米，一天24小时，难道对应的是这个意思吗？也对，如果用心观察的话，确实能发现这些高墙的不同。漠然打开世界频道，发现这种结论已经有些人推算了出来。车队一刻不停地持续前进，哪怕是到了午饭都没有停下来。享用完午饭，漠然吃着饭后水果来到了指挥室。此刻的时间已经过了12点，天空的太阳相比之前有了一丝下降。漠然看向3D 地形图，
此刻上升的线路已经变成了下降的趋势，太阳东升西落，这与前进的路线有点关系呢。舒服的躺在指挥椅上按摩，默然百无聊赖的看起电影。时间转眼来到下午3点多，鼠鼠的机械音突然在这时响了起来。报告车长，前方385米的位置正有多个目标向我们这里靠近。听到鼠鼠的声音，默然迅速关掉电影，起身坐好，看向面前悬浮的3D 地形图，可以看到有多个红点正在向这边靠近，数量不少，红点的数量大约有70多个。所有人注意，前面有多个未知目标在向我们靠近。默然抄起放在旁边的对讲机，迅速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其他人。明白，收到了。对讲机中很快便传出了声音。此刻所有人都迅速的行动起来，准备好使用的武器，载具上的武器也纷纷就位。车队的速度开始缓缓降低，所有人一脸警惕地看向前方。鼠鼠启动23毫米4连装机炮 H2MB 重型机枪，随时等待我的开火命令。好东西自然不可能这么快亮相，就这2种武器对付小卡拉米也足够了。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前方的机炮和两侧的机枪瞬间弹出。看了一眼3D 地形图的信息，默然抬头注视着远处的拐角。此刻车队来到了一条非常狭长的通道，那些未知的目标正在前方的拐角处。很快，第一只东西从拐角处冲了出来，接着是第2只、第10只。咦，我操，那是什么鬼东西？鼠鼠，开火，消灭他们！看着那些冲来的东西，默然只感觉一阵恶心，午饭都有点要窜出来的感觉。那是一种拼接起来的猎奇怪物，全身上下由各种各样的动物拼接而成，各种动物的部位和躯干相互融合，组合成了一种诡异至极的肉团。在这恶心的肉团上，甚至能看到很多种动物的脑袋，并且这些脑袋都是存活的，此刻正在发出各种刺耳的嚎叫。各种动物相互混合的嚎叫声很快便传了过来。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武器瞬间开火。咚咚咚咚，哒哒哒哒，无数的23毫米机炮弹和12.7毫米子弹瞬间如雨点般洒出，在那些怪物的身上开出一朵朵巨大的血花，并将其身躯撕裂。我操，那种到底是什么鬼玩意？张天看着远处那冲来的怪物，感到无比的震惊和恶心。其余的玩家看着那些怪物，都是感到无比的震惊和恶心。咚咚咚，哒哒哒，突然响起的枪炮声将所有人的思绪拉了回来。开火，快开火，把那些怪物消灭掉！张天大吼一声，所有的玩家立刻操控起武器。刹那间，枪炮轰鸣，无数的炮弹飞向那些怪物，怪物一只接着一只变成碎片，地面上开始出现鲜红的血液和各种碎肉。第192章抵达休息区。车队此刻已经完全停下，后方的载具纷纷上前加入攻击。在各种武器的强大压制下，那些冲来的怪物全被尽数消灭。前方通道的地面上被大量鲜红的鲜血与碎肉铺满。看到被消灭干净的怪物，所有人都不由得松了一口气。莫哥，那些是啥东西？这看起来也太让人感到恶心了。此刻对讲机中传出了张天的声音，默然也是进行了回话。那些应该是迷宫中的怪物，现在还有2个多小时到6点，我们抓紧在6点之前抵达休息点，接下来的路途可能会再遇见怪物，让大家都注意点。明白。停止的车队再次移动起来，径直碾过前方的那片狼藉地面。咦，姐，这也太恶心了吧！星瑶透过车窗看向外面，只看一眼就将视线立马收回。别看，把窗户关紧，一会就离开这里了。这边周围的一幕顿时让后面的不少玩家感到十分恶心。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车队又遭到了几波怪物的袭击，并且随着时间愈加推移，怪物出现的频率和数量也逐渐变多，甚至还出现了一种在墙上攀爬的蜥蜴怪。这种怪物还能喷射出一种毒液，那种毒液落在地面上，瞬间升腾起了一股白烟。就这种效果，不用想也知道肯定不能被沾上。看来快到休息区了，前面这一大片正方形区域应该就是。通过3D 地形图，默然看到前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正方形区，并且周围的通道也开始变得宽敞，相比于之前的通道略有不同。默然还在地形图上发现，这里的通道四通八达，每一条都可以通往休息区的不同大门，只不过路程的长短不一样。鼠鼠一路左拐右拐，带领众人向着最短的一条路程驶去。时间来到5点47分，在经过最后一个拐角后，休息区的大门入口出现在众人面前。此刻那些跟随在众人后方的玩家已经追上了最后方的车队。鼠鼠一马当先冲入休息区，随后在最终中央的位置停下。前方的蜂鸟无人轰炸机机舱打开，炮塔右侧的导弹发射架也弹出，将人手分配到各个大门，迅速将入口大门关闭。明白。发送完消息后的默然放下对讲机，
转身进入了战甲武装室，穿戴好战甲后离开了蜀黍，向着最后方的那个大门飞去。张天一行人分成2队，分别去往了左边与右边的大门，一些人则留在原地，等到后方的玩家进入后将大门关闭。墨染率先来到最后方的大门，抓住巨大的转轮旋转起来，轰隆隆，大门发出巨大的噪音，开始向着两边合并起来。我靠，这大门怎么这么响？这肯定是故意这么做的。大门如此响亮的声音吓了墨染一跳，立刻发动透视向外面看去。果然在不久后，那些怪物的身影就在拐角处出现了。操！果然是故意的，看来迷宫中的怪物特别会被声音吸引。蜀黍马上发动攻击，阻止任何一个方向的怪物接近。墨染迅速下令，战甲为他提供的力量非常大，所以他这扇大门绝对能在怪物到达前关闭，但其他方向的大门可就说不准了。明白，车长。蜀黍冰冷的机械音传出，蜂鸟无人轰炸机和导弹瞬间发射，冲向3个不同的方向。这一幕让在场的玩家摸不着头脑，但很快他们就知道了。那些冲过来的怪物纷纷被无人机和导弹压制，一些玩家也迅速加入攻击的队列中。第193章，运气不好的玩家。这些怪物的生命力特别顽强，他身上的每一个脑袋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哪怕只有一个脑袋和一个部分，都能一瘸一拐地向前蠕动，并且上面那些动物的肢体都经过强化，它们的爪子变得异常坚硬和锋利，能够对载具造成不小的影响，防护能力不足的载具甚至能被摧毁。轰隆隆，在墨染快速的转动下，入口大门很快就被关闭了起来。转头看向其他3个大门，关闭的进度也即将完成。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没有多久，随着3道声响的传出，3个方向的大门被成功关闭起来。战场的玩家无不松了口气，开始寻找自己熟悉的团体集合起来。墨染回到蜀黍内部，选择一个角落缓缓驶去。车身外的武器纷纷回归进体内，蜀黍的外表再次变为一个整体。张天等人也是向着墨染这边行驶过来，很快便来到了这里。少了不少人，看来都是没能赶到这里的。墨染扫了一圈周围的玩家，发现相比最开始的时候少了足有2/10。是啊，希望他们的运气能好一些，找到别的休息区。张天看了一眼周围，也是深深的叹了口气。但所有人都清楚，那些没来得及赶到这里的人，恐怕都已凶多吉少。在迷宫的某处地方，正有一辆载具在疯狂的逃窜，在他的后方，正有一群怪物正在穷追不舍，其中还有几只蜥蜴在墙上快速攀爬，时不时吐出一团绿色的口水。下方的载具疯狂躲避那些口水，不过车顶上已经出现了几个大洞，洞口的周围冒着白烟，表面的金属早已被腐蚀消失。操 ！MD， 那些到底是什么怪物啊？还有那爬到墙上吐口水的蜥蜴，那到底是什么东西？车顶都被腐蚀出了大洞。老三，你醒醒啊！车内一名男子疯狂地摇晃一人，此刻男人的右手已经被腐蚀大半，只留下了半截残破的右臂，并且整个人似乎中毒了，皮肤变得非常绿。操！我早就说跟着墨染大佬走，你倒好，非要自己往中间跑。MD， 谁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而且太阳不是在正前方吗？我往中间开哪里错了？车辆前方的2人瞬间争吵起来，丝毫没有注意前方的拐角处，正有怪物往那边冲出，并且向着他们这边急速靠近。等到2人发现的时候，距离怪物已经非常的接近。我操 ！TMD！ 位于主驾驶的玩家大惊失色，迅速的转动手上的方向盘，恰巧旁边正有一处拐角，车辆一个急转弯，瞬间冲了进去。男子迅速往后看去，发现怪物差一点就要摸到他们车屁股了。正当他松了一口气，认为已经安全的时候，前面，快看路啊！前面！副驾驶的男子突然喊道，其余人赶忙向前看去，只见通道的最前方正有一面高墙，他们跑进了一条死胡同中，而此刻的怪物已经从拐角处冲了进来，两者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哎呀呀！救命！救命啊！随后在无助的惨叫与惊恐中，成群结队的怪物瞬间淹没了这辆载具。第194章，第2天。随着时间来到6点整，天边最后的阳光彻底消失不见，黑暗再次笼罩了这个世界。休息区中的载具纷纷点亮灯光，零零散散的光线亮起，驱散了周围的黑暗。经过长达1天的奔波，所有人此刻终于能停下来好好休息。有人忙于做饭，有人忙于载具的维修和弹药补充。黑夜转瞬即逝，时间转眼来到了第2天。早上5点57分，休息区中的所有玩家早已苏醒，此刻所有人都抬头看向天边。早上6点整，4颗太阳缓缓从天边升起，明亮的阳光再次洒满世界。经过判断，
众人很快便锁定了唯一散发温度的太阳。张天一会开门的时候，让大家注意，门后可能会藏有怪物。墨染早已通过透视知晓门后的情况，那些被挡在外面的怪物并没有离开。不过他不可能直说，所以用上了可能的注意词。墨哥，我明白，小心才能使得万年船，这道理我懂。张天点了点头，表示明白墨染的意思。张天带队来到大门正前方，各种武器火炮纷纷对准大门，其余人也是纷纷拿出武器，对着面前那扇紧闭的大门。看到张天等人已准备完毕，墨染开始转动那巨大的转轮，轰隆隆，厚重的大门缓缓打开，发出了特别响亮的轰隆声。墨染并没有很快的开启，而是留出一个小通道后慢慢减速。门后的怪物嘶吼着挤入通道，拼命地朝众人冲来。开火，将这些怪物消灭掉！张天大吼一声，早已等待许久的机枪火炮瞬间开火，轰轰轰轰轰，哒哒哒，无数的炮弹瞬间射出，将那些妄图冲来的怪物尽数镇压。许久，猛烈的炮火声缓缓停歇下来，门后的怪物已经变成了遍地的血肉。看到外面的怪物已被全部消灭后，墨染开始快速地转动转轮，轰隆隆，大门完全开启，血腥无比的通道呈现在众人面前。墨染率先一步登上鼠鼠，随后车辆一马当先地驶入通道，张天等一行人紧随其后，跟在了鼠鼠的后方。剩下的玩家一个接着一个跟上，再也没有人独自前往别的通道。行驶一天下来，情况与昨天十分相似，但凡到达下午3点多的时候，就会有怪物从未知的地方冲出，只是怪物出现的时间与数量相比昨天略有不少提升。轰隆隆，轰隆隆，随着所有大门成功关闭，众人再一次完好无损地抵达休息区。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天，不过今天的人数没有减少，真是一个不错的消息。张天看向在场的众多玩家，发现今天的人数竟然没有减少，玩家之间没有了往日的紧张，大家开始有说有笑。今天怪物出现的时间似乎提前了一些，而且数量上也有不小的增加，这种情况肯定会愈演愈烈，往后的道路肯定不简单。墨染抿了一口啤酒，缓缓地开口说道：说得对，之后的路肯定还很远，就是不知道我们距离终点还有多远。墨染和张天维坐在篝火旁，相互之间进行着聊天。夜渐渐地深了下来，时间转瞬而逝，第3天缓缓来临。第195章第3天。轰轰轰轰，哒哒哒哒，将门口残留的怪物尽数清除干净，所有人再次踏上了今天的道路。下午3点整，墨染关掉面前的电影，随后看向面前悬浮的3D 地形图。此刻上面正有大量的红点接近，并且有一个红点的体积特别大，这么大的红点，看来应该是某种新的怪物。墨染拿起旁边的对讲机，将怪物来袭的消息通知了下去。明白，知道了。对讲机中很快便传出了回复。墨染让鼠鼠启动了老3样武器，随后墨染释放了一只蜂鸟无人轰炸机，率先前往前方探查情况。前方的无人机舱打开，一道小巧的黑色身影瞬间飞出。在经过几个拐角后，墨染见到了那成群结队的怪物，其中那个红点最大的目标此刻正奔跑在怪物群的最前方。那是一只巨大的类似于水牛一般的生物，全身上下充满膨胀的肌肉，并且身上长满了一块块骨质甲片。最夸张的是，它的头部长了一面雨伞般的巨大骨质护盾，它的脑袋呈现圆锥形，两边各有一排密密麻麻的小眼睛。看来这就是新出现的怪物，并且看它全身上下的骨质甲片，这家伙的防御系数恐怕很高，难怪那些怪物都紧紧地跟在他身后。看着蜂鸟无人轰炸机传来的影像，墨染对于这只怪物有了个简单的判断。不过它的四肢并不粗大，而且也没有任何保护，看来是非常容易进行攻击的地方。那就给我好好的留在这里。锁定好它的一条前腿，墨染立刻下令进行攻击。飞往后方的蜂鸟无人轰炸机一个回旋掉头，迅速朝着那只怪物冲去。画面中的怪物前腿不断放大，随后整个画面瞬间消失。墨染看一下3D 地形图，那个红点滑行了一阵，便待在原地一动不动。防御再高也没用，没了腿，看你怎么跑。车队很快与那群怪物相遇，在经过一阵激烈的战斗后，来袭的怪物被尽数消灭，车队再次起航，向着休息点驶去。轰隆隆，轰隆隆，所有的入口大门全被关闭，远处太阳的余晖也缓缓消失，所有人再次安全地抵达休息区。今天是第3天，那个所谓的3天一次恶劣天气和改变，恐怕明天就会出现，所以今晚可能就要多加进行注意。众人围坐在篝火旁，墨染开始说明这个情况。确实，那个声音告诉我们的内容的确如此。如果要出现突发情况的话，很可能就是今晚12点过后。一旁的张天也是进行接话，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进行探讨，时间很快便来到了10点多。
大部分的玩家纷纷进入休息，剩下的一些玩家留守站岗。时间转眼间来到了12点整，轰隆隆隆隆，随着凌晨12点的到来，地面突然产生了强烈震动。休息区外的迷宫中也传来了十分响亮的轰隆声，仿佛正在经历未知的改变。第196章暴雨改变。所有熟睡中的玩家纷纷被惊醒，大家迅速来到外面查看情况。报告车长，外面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并伴随着巨大声响。鼠鼠冰冷的机械音响起，墨染迅速从睡梦中醒了过来。通过全景看向外面，能看到不少玩家已经来到了外面。此刻所有的载具跟玩家都在不停的摇晃，地面正在经历着震动。墨染打开面板查看一下时间，12点02分，看来又要出现什么新的情况了，到外面查看一下。墨染起身离开了指挥室，转身进入了战甲武装室中。穿戴好战甲，墨染离开鼠鼠来到了外面。墨哥，外面的迷宫似乎正在改变，看来情况开始了。一来到外面，张天便迅速地走了过来说道。原本剧烈颤抖的地面在这时也是缓缓平息下来。我觉得情况还没完，接下来应该还有事情。轰隆隆，墨染的话还没说，一道刺眼的闪电便在空中出现，紧随而来的便是无比响亮的打雷声，接着便是第二道、第三道，粗壮的闪电一条接着一条，仿佛要将这天上的黑幕撕碎一般。响亮的雷声从未停止，震得人耳膜发颤。滴答滴答，哗啦哗啦的，巨大的雨滴从空中落下，在几秒后直接变成瓢泼暴雨。汹涌的雨水从空中砸落，休息区的众人仿佛身处在瀑布之下。我操，好大的雨啊！墨哥，咱赶快返回车里面吧。张天捂着脑袋奔向载具，随后一把钻了进去。在场的玩家也是迅速奔跑起来，纷纷钻入各自的载具中。不过墨染并没有返回鼠鼠，而是站在原地观察着四周。看来上面的透明屏障是单向的，外面进得来，里面出不去。不过这雨也太大了，根本不像是正常有的降雨量。怎么大的雨量？休息区这里很有可能会被淹没。想到这里的墨染迅速看向地面，发现就这么一小会的时间，地面上已经积攒了3-4厘米的水量，今天还在不停地向上攀。看到这一幕的墨染迅速来到最近的门边，随后开始转动旁边的转轮。迷宫外果然发生了改变，看来明早的道路恐怕非常难走。在转动转轮的时候，墨染通过透视看向外面，发现门后的怪物已经消失，原本的地面变成满是泥泞的土路。猛烈的暴雨落在迷宫里，就会瞬间消失不见，但如果落在休息区中，会一直积攒在地面上。轰隆隆，大门被打开了一条缝隙，地面上积攒的雨水顺着缝隙流淌而出。看来开一条缝还不够，这降雨量实在是太大了。虽然雨水流了出去，但地面上的水位依然在缓慢的上涨。蓦然启动战甲，飞往了其他3个大门，分别开启了一道缝隙。随着4面大门分别都被开启了一道缝隙，地面上的水位才开始缓缓下降。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再上升了。看来这所谓的恶劣天气是暴雨，不过之后肯定还有别的，希望能在下一次来临前到达终点。做完这一切后，墨染操控战甲飞回了鼠鼠。此刻整辆鼠鼠被白烟包裹，无数的雨水落在高温装甲上，被尽数蒸发，看起来好显眼。不过这白烟真是浓郁，在关键的情况下会是一个不错的遮挡手段。转身进入鼠鼠，墨染来到战甲武装室中，脱下战甲。第197章出发。脱下战甲后的墨染来到指挥室，旁边的对讲机中传出了张天的声音，询问墨染为何开启了大门。墨染也是将刚才的情况说明了一下。原来是这样，而且门缝外的地面竟然变成了土路，看来这会对行驶造成不小的影响，希望情况没有那么的糟。没错，所以今晚多安排一些人观察，现在还不清楚暴雨是保持原样还是继续变化，这点需要多加注意。双方相互聊天了几句，随后便挂断了通话。叔叔，如果水位继续上升并超过5厘米，就立刻叫醒我。明白，车长。吩咐好鼠鼠后，墨染盖上小毛毯，重新进入了梦乡。时间来到早上5点54分，吃完早饭，顺便清洗好锅碗瓢盆，墨染洗了一下手后，来到了指挥室。透过面前的全景，可以看到外面的倾盆大雨还在不停的下，雨水相比最开始的时候减少了不少，但现在的雨量仍是暴雨状态。今天的太阳恐怕不会出现，看来需要通过高墙的宽度来判断道路。墨染抬头看向上方的天空，整片天空阴沉的仿佛墨汁一般。时间来到6点整，天空中的太阳果然没有出现。墨哥，今天的太阳没有出现，我们走哪一条路？对讲机中传来了张天的声音。墨染拿起对讲机回答道：我们通过高墙的宽度判断，只要宽度超过24米的，那就不是真正的道路，只有24米的宽度才是正确的。其实墨染早就知道哪一扇门是正确的，不过表现得太明显了，可就不好。没问题，
我们现在就开始。这个消息很快便传了出去，休息区中的载具纷纷行驶起来，玩家纷纷来到大门前，一些人进行开门，一些人警戒门后的怪物。轰隆隆，所有的大门缓缓打开，预想中的怪物并没有出现。玩家带上能用于测量的工具，纷纷出去，开始测量外面高墙的宽度。长长的通道由多面高墙组成，只要仔细观察就能看见相互的连接点。墨染则是来到真正的那扇大门前，随后将其一把开启。有模有样的测量一番后，墨染返回鼠鼠中，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众人。我这边是24米，大家那边的距离都是多少？我这边25米，这个方向不对。我这里也是25米，这个方向是错误的。这里也是25米，这个方向并不是真正的出口。得到准确的信息后，众人纷纷返回载具之中，随后驾驶载具向着正确的大门驶来。鼠鼠早已在门口等待，看到所有人都陆续到齐后，鼠鼠一个起步，率先驶入通道。厚重的履带碾压在泥泞的土路上，188吨体重瞬间将地面压下去了一些。果然都是一些烂泥，如果普通的载具驶入的话，这些地面上的淤泥厚度至少能达到轮胎的一半。鼠鼠位于前方进行开路，后方的载具碾压在履带的印记上前进。墨染还将高温装甲拆掉，不然浓郁的白烟指定让后面的人看不见。车队在土路上一路飞驰，倾盆暴雨持续不停，阻挡着每一个人的视线。第198章道路的曲折。迷宫似乎变得更加曲折了，再加上这满是泥泞的土路，看来种种的一切都是想拖慢我们的速度，想在6点前到达休息区可能非常困难。通过面前的3D 地形图，墨染发现迷宫出现了大量的折角转弯。现在迷宫的地形与之前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大量粘稠的淤泥随着载具的运行被抛洒到了车身上，随后又被天空降下的暴雨冲洗干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不停。算上今天的话，我已经攒了4次的无限负雨。如果不关注的话，还真没在意。看来以后的无限负雨数量不用担心了。闲置下来的墨染经过一番细想，发现自己已经有这么多次的无限负雨没有使用。随后，墨染使用了一次无限负雨，将高能粒子发射器的耐久属性改成无限。毕竟武器是会被击毁的，所以上层保险后就不用担心了。接下来的时间，墨染专心注意前方，毕竟外面的天气真的太恶劣了。报告车长，前方275米的位置发现一处地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墨染放大面前的3D 地形图，发现在前方必经之路的位置上，正有一个向下凹陷下去的区域。通过对该区域的丈量，发现是一处深2米多、长7米的长方形区域。经过一处拐角，面前出现了一条笔直的通道，地面依然是充满泥泞的土路，在前方不远处的地面上出现了一滩水洼。滩水洼所处的位置正是地图上陷坑的标记处，水洼几乎覆盖了整条土路，两边并没有足够的位置可以通过。看来这个地方必须填起来，否则后面的车辆将无法通过。墨染拿起对讲机，将这个消息通知了下去。原来是有陷坑，那正好，我这里有不少用于阻拦的石墩。张天的声音很快便传了出来，车队也刚好抵达了陷坑的前方。张天等人的载具纷纷打开，穿戴好雨衣的玩家抱着一个又一个石墩出现。墨染也是穿上战甲下去帮忙，以此减少时间的耽搁。扑通扑通扑通，在众多玩家的接力下，面前的陷坑很快就被大量的石墩填满。所有人重新返回载具，停止下来的车队再次出发。咔咔咔咔，鼠鼠2条最大的履带碾压而过，下方的石墩被碾压得无比紧实。时间来到下午2点，这些黄色标记的是什么？难道又是什么新出现的怪物？墨染看向面前的3D 地形图，在前方不远处的地上标记了很多黄色的点，这些黄色的圆点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看起来十分的可疑。23毫米机炮瞬间启动，墨染紧紧地注视着前方。在经过一个拐角后，前方出现了一条不算太短的通道，紧接着一个个的泥人出现在通道中，他们就这么静静地站在原地。听到载具传来这动静，这些泥人迅速地转过身来，并开始向着车队冲来。在他们的脑袋上正有一个蓝色的圆球若隐若现，此刻地图上的那些黄色圆点在这时全部变成了红色敌对目标。咚咚咚，23毫米机炮瞬间开火，那些泥人的身上瞬间被炸出了一个个洞口，但这些洞口很快就被泥浆填满，仿佛从未出现过伤口。第199章泥人，移动速度还挺快，身体还拥有复原效果。今天出现的怪物有点意思，头上的那颗蓝色圆球应该就是弱点，效果可能与铠甲一样，只要击碎就能令这种怪物消失。看着那些怪物的反应，墨染对于这种新出现的怪物有了个较浅的了解。鼠鼠瞄准头上的那颗蓝色圆球，将其击碎。明白，车长。鼠鼠冰冷的机械音传出，机炮的落弹点瞬间锁定在那些泥人的头上。咚咚咚，砰
砰砰砰砰，机炮的每颗子弹都精准命中圆球，直接将其轻松击碎。那些被击碎了圆球的泥人瞬间爆裂，成了一堆淤泥掉落在地。不出几秒，前方的那些泥人纷纷爆裂，成了满地的泥浆。随后，墨染将新出现的怪物以及弱点告诉了张天等人。头部的蓝色圆球是弱点，墨哥，我明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车队遇到了更多的泥人。这种泥人不仅力量很大，而且还能化作一片泥浆铺在车上，遮挡载具的视线，令里面的人无法观察到外面的情况，而且还能包裹在武器上，使武器无法开火，导致炸膛。除非将蓝色圆球破坏掉，否则很难将其从载具上弄。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怪物也开始从各个拐角中冲出，数量是几天前的好几倍，密密麻麻的一大堆。呼呼呼呼，炮塔右侧的烈焰喷射器弹出，汹涌的火焰瞬间喷射而出，宛如一条狂暴的火龙，将前方的怪物尽数吞下。炽热的高温席卷开来，怪物仅在一瞬间化作了滋滋作响的焦炭。时间一分一秒的流走，灰蒙蒙的天空也是愈加暗淡，无处不在的黑暗开始笼罩世界。车队中的载具纷纷打开照明车灯，一束束白光照射开来，将周围的黑暗尽数驱散。时间来到6点整，此刻距离休息区还有 1.5 公里。吼！嘶吼！当时间来到6点整后，迷宫中传出了无比响亮的吼叫声，吼叫声如雷贯耳，仿佛有大量未知的怪物苏醒过来。那些向着载具冲来的怪物突然间变得狂暴无比，他们的眼中闪烁着嗜血的红光，嘴巴张到了非常恐怖的角度，特别刺耳难听的嘶吼声不断传出，自身的速度也变得无比迅速。时间已经过了6点，看来这些怪物都狂暴了。墨染通过全景看向外面，无数的怪物正不停地扑向鼠鼠。妄图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其下场自然是被鼠鼠碾成碎末。锋利的刀锋撞角犹如一柄断头铡，将面前的怪物斩成2半。表面的尖刺装甲犹如一双双利爪，触碰在上面的怪物瞬间被撕扯下大块大块的血肉。鼠鼠犹如进入战场的绞肉机，无情地收割这些怪物的生命。轰轰轰轰，哒哒哒哒。后方的张天一行人火力全开，将左右两旁出现的怪物尽数镇压。很快，在经过最后一个拐角后，休息区的入口大门出现在了眼前。这个大门好像有点不一样，为什么最上方有一个灯？墨染放大眼前的全景，发现大门上方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圆形的灯，看来又是要搞什么幺蛾子了。不管了，先进去把门关好。鼠鼠的速度瞬间提升，率先冲入了休息区中。第200章，不一样的休息区。鼠鼠一进入休息区，墨染便穿着战甲从后方飞出，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墨染向着最后方的那扇大门飞去。此刻下了一整天的暴雨，在这时开始缓缓停歇。中间的位置为什么出现了一个正方形盖板？当墨染飞过半场，注意到地上出现了一块巨大的正方形盖板，虽然感到很奇怪，但墨染并没有过多停留。等到墨染来到大门前时，发现大门两边的巨大转轮竟然不见了，如今取而代之的便是右边一个电闸拉杆。拉杆？转轮为什么被拉杆代替了？不管了，关闭大门才是正事。墨染来到拉杆面前，抓住拉杆的把手往下一拽，跌跌跌，刺耳的警报声瞬间传出，大门上方的灯泡瞬间闪烁出刺眼的黄光，轰隆隆。随后大门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开始向着两边缓缓关闭起来。我操，竟然这么晚，也太不要脸了吧，这是怕那些怪物不知道吗？墨染向大门外看去，发现外面的通道已经冲出了不少怪物。墨染左手向外用力一甩，上百颗反步兵地雷瞬间飞出，犹如天女散花般铺满面前的通道。做完这一切的墨染迅速飞往下一个大门，拉下拉杆，铺满上百颗反步兵地雷，随后另一个大门也同样操作，跌跌跌，轰隆隆，刺耳的警报声和摩擦声响彻不停，大门上的灯光也不停地爆闪。此刻后方的众人也在这时赶到，看着休息区的这一幕十分震惊。墨染重新飞回了入口大门，另外3个大门已经不用过多担心，上百颗反步兵地雷组成的地雷阵，想成功突破没有那么的容易。刺啦！张天等人的载具一个旋转漂移，车辆前方全部对准大门入口，车顶上的火炮机枪瞬间开火，不断压制冲来的怪物。后方的玩家死死踩住油门，疯狂地冲向休息区，生怕落到最后面成为那些怪物的口粮。最后方的几名玩家特别倒霉，被穷追不舍的怪物来了个美式截停，车辆在泥泞的道路上失控打滑，随后直接侧翻在了地上。那些怪物疯狂地包围住载具，利用锋利的爪子撕扯开载具的外皮，将里面绝望的玩家一把抓出，随后残忍地撕扯分食。
看到后方的人数已经差不多后，墨染拉下了大门入口的拉杆。滴滴滴，轰隆隆，大门发出刺耳的警报声，开始向着中间缓缓关闭。轰轰轰，连绵不绝的爆炸声传出。墨染扭头看向那3扇大门，大量的反步兵地雷被触发，密密麻麻的钢珠被爆炸推动，如狂风骤雨般击打在那些怪物身上。距离最近的怪物瞬间被蒸发成碎肉，距离较远的身上也开出朵朵血花。怪物的速度被大幅度拉低，大门在怪物到达前成功的关闭起来。等到外面最后一辆载具冲入休息区，在门口的众人瞬间火力全开，无数的炮弹组成一道道铁幕，将冲来的怪物狠狠镇压下去。等到大门关闭到足够小后，众人的火力才慢慢的停歇下来。轰隆隆，噗呲，有不少的怪物还妄想从未关闭的大门挤入，结果自然是被压成一堆血水。天啊，终于安全了！后面3%的人几乎没了，这些狂暴的怪物也太可怕了！安全了，终于安全了！这一下午的路程真是噩梦。看着紧闭的大门，所有玩家都重重的松了口气。